景王功臣一统南北，办事回朝。阿九，爷没看错吧？那啥，挡在皇上太后前面的，是不是郑国公府家的三傻子？阿九暴汗。啊，他敢肯定，也已经忘了自己是有家室的人。他怎么在这儿？阿九，他敢说吗？他能说吗？他说了，也保证不扒他的皮吗？那是他和太后勾结，在自家主子生死未卜时，给他举办了一场大婚，旨在给他冲喜。爷啊，她是王府的景王妃，爷凯旋归来，她自然是要来迎接您的呀。阿九，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命他们活得太久了？本王不是让你拒绝太后了吗？为毛还让这种事情发生？爷啊，太后硬是要一意孤行啊！功臣用了很长时间强迫自己接受这个荒谬的现实，目光再次落到望着自己闲着口水的景王妃身上。什么人呀，穿得跟只骚鸡公一样！阿九，一会儿回府，你把他给本王捆了，找个人贩子卖了他，记住，越远越好，让他这辈子都找不到回来的路了。爷啊，使不得，使不得！但好歹也是殿下用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嫡妃呀。嫡妃，本王不在，他跟谁拜的堂？听说是一只大公鸡，那关本王何事？可是大公鸡穿的是爷您的功夫，写了爷您的名讳。阿九，你为什么去死？你要么卖他，要么卖了你，你自己选吧。国公府，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是景王的妻子，我今晚要和景王一起睡觉。我不要回来，我要和景王在一起。他是我的夫君，我是他的王妃。郑国公，我家殿下命小的将王妃送回来住一阵子，等殿下处理了手中的事情以后，会亲自来迎接王妃回府的。他特别强调“亲自”二字，国公焉能不明白他的意思呀？他不想娶，即使是太后塞给他的也没用，这不给退货了。混沌中，凤素暖悠悠然睁开眼，牵重的身子，毫无知觉的双腿，让凤素暖彻底的清醒过来了。他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他不是在德善阁给人诊病吗？自家目光移到床上的两个人身上，脑子里仿佛像开关按钮被启动了一般，莫名的多出许多不属于他的记忆。他是真的穿越了，穿越成了大夏国相府最不得宠的庶女，与他同名同姓的凤素暖身上。床上的绝色女人是相府的嫡女凤瑟明，男人则是当今的太子殿下宫夜。今日被凤素暖撞到二人偷情的画面，凤瑟明一颗毒药结果了素暖的性命，他穿了过来就中毒了。这个贱人还没死，此事就交给你了，千万别让本王失望啊！殿下尽管放心的去。凤瑟明从宽袖里划出几颗黑色的豌豆般大的小黑丸，妹妹，好好享用吧。这个可甜了，而且不会毒死你的，至多让你不能说话而已。素暖没有说话，所有的药丸全部存在他的喉间。素暖悄无声息的闭气，忽然双目翻白，色也变得青紫起来，然后头一歪，死翘翘了。把他拖出去，埋了。记住，别让人发现。前院，太子殿下和八殿下顺王、大小姐凤瑟明、大少爷凤珏在八角楼赏花品酒。咦，今日那个傻子怎么没来煞风景了？殿下放心，我家三妹以后都不会来烦我们了。没有傻子欺负也不好玩了。哼，那个傻子有什么好玩的？臭不拉几，脏不溜秋，又爱观眼，不来更好。凤瑟明意味深长地瞪了太子殿下一眼，太子殿下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机上的回了他一眼，四目交汇，一场阴谋的达成便告一段落。只不过他们高兴得太早。大小姐，大少爷，不好了，三小姐出事了！老爷和夫人让你们速速去钱塘一趟。怎么回事？大小姐，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昨夜我明明将三小姐的尸体沉入护城河了，可是今早三小姐的尸体莫名其妙地出现在钱塘上。大小姐，这事情太怪异了，定是有人从中作梗。走，去看看。钱塘，凤素暖的尸体横沉在冰凉的地上，一脸乌漆麻黑的，浑身衣衫破成彩旗飘飘，乍一看就跟从深渊里的煤炭窝里爬出来的鬼魅一般。国公端坐高堂上，脸色欠佳，阴沉着脸。凤素暖虽然傻，虽然痴，可是身体还是挺好的，特别是近日能吃能喝能睡的，莫名其妙的死了，显然不合常理。国公也并不为这个傻子女儿的死真心感到心痛，他就是觉得她死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毕竟国公府是帝都有名的名门望族，莫名其妙死了个女儿，总是要遭人非议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傻女儿头上还挂着景王妃的头衔。景王虽然地位没有太子殿下高贵，然而谁不知道皇上太后最宠景王，就连太子殿下也要忌惮他3分。说白了，景王若是有帝王心，太子之位也是他的，谁人能抢得过他呀？景王虽然不稀罕这个傻子，可是景王会不会在乎景王妃的非正常死因？毕竟这涉及他的面子问题，这就不得而知了。微臣见过太子殿下、顺王殿下。免礼。太子殿下目光懒抬，阴损的目光落在大堂中央的凤素暖身上，看到他惊世骇俗的死法时，阴谋微眯，不悦的情绪蔓延开来。顺王目光直直地望着死法奇特的凤素暖，失声惊呼：出大事了！哑然，凤素暖一动不动地躺在大堂中央，一张小脸乌漆麻黑的，全身衣物破成碎布，皙白莹透的大腿赤果果地露在外面，腿上抓痕一片。宫夜阴鸷的目光扫过凤瑟明的脸，凤瑟明瑟缩了下，双眸里透着无辜。他只是毒死了凤素暖，并没有辱没她的清誉，定然是有人在凤素暖死后强暴了她。出了这档子事，还请2位殿下能替老夫在景王面前通融几句，否则老夫无颜愧对景王啊！凤素暖听了国公爷这一席话，心里悲怆不已，真是替原主惋惜啊！身在这么个名门世家里，然而姐姐狠毒，爹爹无情。他死了，他爹最先想到的竟然是不连累他，而不是替他寻求真凶。这种无情无义的家人，不要也罢。国公爷，你太抬举你家傻子了。她虽然是景王妃，可是早都被景王撵出府了。景王对你家的傻子是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会替他出头呢？爹爹，太子殿下和顺王都是自己人，三妹这被人辱没的死法，万万不可传出去呀。爹爹对外只说妹妹得了风寒急症，暴毙了，然后将妹妹赶紧下葬，这事儿就可不了了之。至于那残害妹妹的凶手，我们再慢慢追究也无妨。还请2位殿下看在我郑国公府多年来对皇上忠心耿耿的份上，就帮我们渡过此难关吧。日后2位殿下若是在朝上有何需要，我们郑国府一定会记住今日的恩典的。大哥，
你就同意了吧？此事尽快了了。如此，多谢两位殿下。凤素暖气得差点骂娘，草菅人命，天理难容啊！幸亏他留了一手，他们想一手遮天，将此事忽悠过去，没门儿。爷，喜事，天大的喜事！什么事把你急成这样？这不是战场，通报敌讯也没见你这么积极过。什么喜事？纪王妃没了。他死他的，与我何干？爷不是最讨厌见到纪王妃吗？现在好了，爷永远都不用见到她了。怎么死的？被人辱没了。功臣没说话。阿九扣了扣后脑勺，他一直以为自己挺了解这位爷的，凡事喜欢特立独行，所以他若是表现出大惊小怪的样子，爷就会无比淡定。他这次学乖了，尽量让自己表现出淡定的神态。可是爷怎么还是那么淡定呢？备马车。凤素暖挺尸许久，有些支撑不住了，肚子里饥肠辘辘，加上昨夜折腾一宿，如今身体疲软，本想等那个人到了，看看他的态度。可是适才看到这些人个个生性凉薄，凤素暖对那个人也彻底不抱希望了，说不定他根本就不会来。他踢了踢腿，双臂忽然向前打直。凤瑟明如黄鹂般婉转动听的声音还在大堂上空萦绕。爹爹，娘亲，您二老节哀顺变，人死不能复生，三妹死了也不全是坏事，至少以后三妹再也不会出去丢我国公府的脸面了。没人注意到大堂中央的凤素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了起来，如僵尸一般挺在大堂上。二夫人率先发现这异常的，惊吓得尖叫连连：“鬼啊，鬼啊！”众人这才发现，凤素暖不知何时竟然已经站立起来。这诈尸了！凤瑟明瞳孔放大，难以置信地望着凤素暖。偏偏凤素暖此刻正面对着他，而且正一步一步地向他的方向跳过来。殿下，救我，救我呀！凤素暖忽然直直地扑了过去，手指甲碰触到凤瑟明的脸时，可是毫不客气地重重地抓挠，一道血印子瞬间触目惊心地挂在凤瑟明脸上。凤暖骑在他身上，拔掉他的珠钗，戳着他的脸：“痛死我了！救命呀！”太子宫夜阴谋射出一道寒芒，忽然一脚踩在凤素暖的腰侧，凤素暖整个人飞起来，又重重地落在地上，摔得眼冒金星，七荤八素。凤素暖气得龇牙咧嘴，不死心地再次爬起来，继续跳着。这次啊，所到之处，管他是稀世珍宝还是名贵家具，只要被他碰到，通通抓起来砸了个稀巴烂。疯了，他疯了！母亲，他不是疯了，他是诈尸了！快想办法阻止他呀！快去请得道高僧来，快让高僧把他的魂儿给封锁了！凤素暖撒野了半天，心里有些沮丧。他这身子太弱了。凤素暖又抓起水果刀，直直地向太子殿下丢来。没人料到他会有这一手，太子殿下躲避不及，刀子插在他的大腿内侧。凤素暖本意是要他断子绝孙的，哪里知道没力气，眼力也差多了。娟儿，快去多找点人来，把这丫头给我绑了。很快来了10几位武力精湛的侍卫，他们将素暖围得水泄不通，然后又是用网又是用绳子的，好不容易将素暖困在里面。
敢刺我，傻子，竟敢刺我！爹爹，你看，三妹刺伤了太子殿下，总得给殿下一个交代才行啊。那是，横竖这傻子也在这儿，太子殿下想如何发落，微臣照办便是。他刺我一刀，你这个做臣子的，替我还他2刀，这事儿便就这么算了。爹，你就狠狠心，全当让三妹解脱了吧。夫君，景王未必在乎这个傻子，切莫为了这个傻子得罪了太子殿下。毕竟太子殿下才是日后一登大统的人呐。凤素暖望着郑国公，他的水果刀对准自己的心脏。那一刻，凤素暖的眼眸里倾泻出无比嘲讽的意味。就因为他是傻子，是痴呆，他的爹爹不但不多给他一份关爱，反而和其他人一样嫌弃他，欺负他。他只是穿越过来不到1天的时间，就过得这么悲催，真是不知道原来的凤素暖又受了多少非人的折磨。可怜的凤素暖呀！既然他要了他的身子，从今以后就会帮他讨回这份公道。郑国公有丝狐疑，这傻子的目光怎会如此凛冽，有一种让人不可侵犯的威慑力。不会是他的眼睛看花了吧？景王殿下驾到！郑国公手里的水果刀铿然一声落在地上。凤素暖眼底漫出一抹邪笑，他就知道他今早在郑国公府里故意衣衫褴褛地溜达了一圈，府里总是有些别人的眼线，将这消息传递了出去。景王，他的夫君，他就算不稀罕他这个傻子，可是他顶着景王妃的头衔被人欺负了。倘若是一般的欺负，他势必袖手旁观，可是若失了清白，就另当别论了。因此，为了逼迫他出手，凤素暖破釜沉舟，将自己伪装成被人糟蹋的样子。看来他的目的达成了。不知景王殿下到访，微臣有失远迎，还请景王殿下恕罪呀。郑国公，府上曾老太爷好歹是开国元勋，想当年曾老太爷铮铮铁骨，横扫大江南北，为大黎立下汗马功劳。正因此，先皇才许了郑国公一门爵位的世袭。怎么轮到你这里，你的膝盖就这么不值钱了？凤素暖简直想为景王这番话拍手称快啊！他爹郑国公小时候纨绔，没学到什么本事，如今一门心思寄托在儿女身上，巴不得凤瑟明当了皇后，光耀门楣，他好跟着沾光。景王训斥的是。太子殿下冷眼旁观，心生不悦。景王一来，他的地位明显低了一等。郑国公在他面前可不会这么胆战心惊，他分明更惧怕景王的威严。九弟真是稀客呀，不请自来。哼，也不让人通禀，好大的架子啊！景王妃在此，本王来接我的王妃，大哥有意见。景王殿下驾到，郑国府蓬荜生辉啊！景王殿下今日来接我家的三丫头，只是可惜了，我家三丫头没有这个福气呀。哦，夫人何意？殿下，我家三丫头今早起来，傻病犯重了，满屋子上蹿下跳，看到东西就摔，看到人就打，就跟鬼上了身似的。你看，太子殿下也被他刺伤了，我家瑟明也被他妹妹毁了脸。殿下此时来接他，正好不过了。亲王殿下，我的脸毁了，没法活了。凤素暖头上千万草泥马奔腾啊，尼玛，脸上一道指甲印，还有几个珠钗戳破皮的血印子，这就没法活了。没法活，为什么不去死呀？景王洞若悬明的目光
在众人身上一一扫过，一屋子破碎的名贵珍玩，所有人身上的抓痕、摩擦，太子殿下的腿伤，凤大小姐的脸，与堂中央奄奄一息的凤素暖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呀！说是沧海一粟也不为过呀。阿九，小的在。去找个大夫来，人是景王妃打的，东西是景王妃破坏的，好好赔给人家。阿九懵逼了，爷啊！爷对景王妃太无情无义了吧？还不快去！众人吁了口气，景王还是识时务的人，岂会为了个傻子得罪帝都2大世家？凤素暖心里那个恨呢？原来这些个古代人一个个都是利欲熏心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在利益面前，尊严面子全都是放屁。原来把希望寄托在景王身上，真是最大的失误啊！一盏茶的功夫，阿九就请来了大夫，分明就是一名军医啊，还是一名女军医。景王看到大夫，对阿九递去一个奖赏的眼神。阿九提在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来。他本来还怪爷对景王妃无情，可是出去一吹风，脑袋就灵光了。爷让他去请大夫，而不是让他去请御医，更不是让镇国府自己请大夫，这里面必有文章。阿九很快明白了景王的心意，他要的是军医，只是玄机何在，阿九就不太懂了。军医为太子殿下和凤瑟明仔细检查了伤势，将验伤报告给景王。景王殿下，老臣已经检验完毕，太子殿下右腿根部有一道8毫的伤口，深度未及筋膜。大小姐脸上有一道指甲印，左耳边有3道小指甲盖的血洞，不过都无大碍，只需涂抹一些外伤药，半月便可痊愈。去统计一下，看看景王妃打烂了多少名贵珍玩。镇国公总觉得景王小题大做，就算凤素暖给镇国府造成巨大的损失，还真能让景王赔偿不成？哎呀，景王殿下无需多礼，景王妃犯的错横竖不算大事，这事儿就这么了了吧？岂敢让景王赔偿微臣的损失？微臣愧不敢当啊！景王瞪着他，眸光深邃幽深，让人难以捉摸。镇国公心胸宽广，本王敬佩。可是本王这个人素来严谨，不喜欠人情，自然也不喜欢别人欠我。这最后一句话，声调极轻，却仿佛罩着冰寒。瞬间，一屋子人的脸色都精彩纷呈。凤素暖打起精神，莫非峰回路转了？果不其然，景王接下来的话让镇国公差点吐血。大夫，麻烦你去那边为本王的王妃验验伤。是，小的遵命。凤素暖十分配合大夫。大夫检查了他身上的伤势时，他琢磨着，他的伤势再重，可是没致命要害，讨不到半点便宜。而镇国府这些名贵珍玩，若是估价赔偿，那景王可就亏大发了。他故意咬破唇，渗出血迹。大夫蹙眉，这血颜色有些异常啊，于是取了银针，大骇：景王殿下，王妃除了一身的拳打脚踢的外伤以外，她中毒。殿下，草民还想为景王妃检查一下，只是此处不方便，能不能挪个地方？众人心照不宣，大夫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景王妃这副尊容，分明就被人蹂躏过。大夫这个提议，无异于证实此事而已。镇国公，这笔账该怎么算？景王殿下放心，微臣一定还景王妃一个公道。3日之内，微臣一定将下毒者绳之以法。
还请殿下恕罪。好，本王静待佳音。此刻再傻的人都该明白了，景王前半段虚张声势，要的不过是这个结果，替景王妃讨回公道。凤素暖心意达成，此刻精疲力尽，瘫软在地。就在凤素暖以为自己苦尽甘来时，耳边忽然听到景王呵斥阿九的声音：“愣着干什么？把这傻子拖回去！”我操！他欲哭无泪啊！真是从一个狼窝掉入另一个狼窝了，没人性啊！他好歹是他的妻子，怎么可以这么对待病人啊？就算是对他没感情，好歹他是个人呀，还是个受伤的女人，都不懂怜香惜玉的吗？谁要跟他走啊？他留在郑国府，打着他的旗号，以后也没人敢欺负他呀。而且他还不用伺候男人，只需要装傻充愣，大不了还装哑巴，这样太子殿下和凤瑟明就不会再害他了，他就可以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神仙日子呀。我操，他不想去景王府啊，真的一点不想。景王府，阿九，明日为这个傻子征几个好用的丫鬟，让丫鬟们好好的给他梳洗打扮一下，别让他整日穿成骚公鸡一样，不成体统。还有，别让他出现在本王面前，煞风景。我操，傻子，他才是傻子，他全家都是傻子。还有，他什么时候穿得像骚鸡公了？都不能用个文雅点的词汇吗？哦，想起来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凤素暖为了博得夫君的眼球，确实有心好好打扮来着。她穿了一件孔雀开屏的衣裳来着，她还不是想穿得隆重一点，这人竟然不领情。回想当日的穿法，凤素暖的眉毛抽了抽，确实有碍观瞻。爷啊，惠姨为王妃检查过了，王妃还是完璧之身。还有，惠姨说王妃体内的2种毒余留不多，但是因为不知这毒性在体内存留了多长时间，所以惠姨担心景王妃日后只怕不能说话了，这样最好。一想到那傻子跟在他后面喊他夫君，闹着要跟他一起睡觉，他就头大。夜阑人静，正是牛鬼蛇神出动的好时机。凤素暖饿得睡不着，在床上辗转反侧，屋顶上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他将枕头埋在被子下，自己则钻入床底下。门悄然无声地划开，借着星光，素暖从床缝里看到那人一双脚，40码的小脚。我操，是男人还是女人呀？再看那道拉长的影子，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剑呀。素暖有些担心，若是刺客发现床上没人，会不会找到床底下的他？他将手偷偷伸出去，绊倒了立在床脚边上的近2米高的挂衣架。挂衣架一倒，又打倒了斜对面的博骨架。连锁反应，顷刻间，屋子里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怎么回事？呀，王妃屋子里的声音，去看看。不远处传来侍卫们紧张的声音，刺客一溜烟儿跑了出去。侍卫搜寻的声音惊动了阿九，因为搜寻的是景王妃的房间，阿九只能在第一时间回禀了景王。愣着干什么？为何不进去搜？殿下，小的们没有得到景王妃的授意，不敢贸然犯上。他傻子还哑巴，你让他怎么授意？一脚踹开大门，景王妃刚刚从床底下爬出来，景王浑身凛冽地望着他，眸光里电闪雷鸣。爷，没有发现刺客。你听说过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没有？啊？爷怎么忽然提这个典故啊？凤素暖倒是懂了，
这人以为是他故意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故意造成这轰动的。他有病呀，大晚上不睡，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素暖得提醒他有刺客呀。他忽然装出一副恐惧的模样，还指着侍卫手里的剑，咿咿呀呀的一语一通。景王妃，你是不是想说有刺客？素暖点头。爷，暗卫虽然没有发现刺客跃入王府的踪迹，但是小的觉得刺客应该是来过了。刺客来过了，所以这个傻子故意打倒挂衣架，因为这个傻子看出来挂衣架能撞上博骨架，博骨架倒在茶几上，碎了一地的玻璃碎渣，然后通知所有的侍卫，这里出了刺客。阿九缩了缩脖子，也火眼金睛啊，事实就是这样。若真是有刺客，这小傻子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除非他就不是个傻子。我看你才是傻子。次日，景王妃，郑国府的凤大小姐过来看您来了。素暖惊得瞪大铜铃般的眸子。凤瑟明，凤素暖的心思一活络，立刻明白他来的目的。他是怕素暖醒了过来，就把他和太子殿下的丑事给捅了出去。王妃，你醒了。温柔的声音再次响起，素暖这才留意到，房间里不知何时多了2位妙龄的少女。王妃，我叫青舞，她叫云柳，我是景王府才买进来的丫头。云柳姐是景王拨给你的丫头，我们2人以后就专门伺候你的饮食起居。王妃有什么，尽管吩咐便是。云柳将洗脚水端过来，凤素暖的目光不经意地落到她的一双脚上，不大不小，40码脚。目光状似不经意地从她的脚移到她的身上，身高1.6米。素暖想到了昨夜的刺客，这是巧合还是必然？不管怎样，不能打草惊蛇。王妃真是可爱，王妃，让奴婢给你梳妆吧。可是郑国府的大小姐已经等了好些时候了，让她多等一会儿又怎么了？我可是听说了，从前我家主子在郑国府的时候，没少受这位大小姐的欺负。现在主子好不容易逃出郑国府了，凭什么还被那位大小姐拿捏着？素暖没有说话，闭目养神。2个丫鬟的话有一句没一句的传进了耳朵里。轻舞的耿直率真，淳朴善良，让他动容。云柳的嫌恶与不耐烦，他尽收眼底。唉，我家王妃天生丽质，可惜从前没有遇到个贴心的丫头。王妃你放心，以后有轻舞在，我不会让人再欺负你了。凤瑟明袖里粉拳握紧，却又松开。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不急在当下。妹妹如今是景王妃了，要打理的事情也多了。姐姐在此候了妹妹1个对时，妹妹才来。凤素暖根本不理睬她，只顾着吃点心。轻舞瞪着凤瑟明，心生诧异。王妃是哑巴，凤大小姐不知道吗？大小姐，我家王妃是哑呢。凤瑟明闻言，心花怒放，哑了，他就放心了。素暖思忖着，云柳和他如此正大光明的互通信息，真把他当傻子了。唉，我家的三妹原本不是哑巴，不过前几日出了点小意外，她跑到药房里吃错了药，这才哑了的，真是让人痛心呀。我家三妹是个吃货，见到什么吃什么，你2位要多费点心了，别让我这傻妹妹吃亏了。凤素暖咀嚼着美味的绿松糕，悠然地望着远方，陷入了深思。他才到景王府1夜，凤瑟明就迫不及待地跑过来试探他。看来他和太子的丑闻很是有价值呀。那么昨夜闯入景王府刺杀他的刺客，
其背后的主子呼之欲出，不是凤瑟明，就是太子殿下。景王府的侍卫昨夜大费周章，也没有找到刺客的半点信息。真相只有一个，因为这个刺客本来就来自于王府。王府里有凤瑟明的眼线，不太现实，但是有太子殿下的眼线，这就十分有可能了。云柳是太子殿下的人。凤素暖因为想事情出了神，不小心噎住了，猛咳起来。我家王妃果然是吃货。青柳瞪他一眼，不满云柳对主子不敬，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贴心的为素暖端起石桌上的水杯递给素暖。素暖睨了眼凤瑟明，他面无表情。素暖把目光移到他身后的清渊身上，清渊眼里的惊慌一闪而过。素暖将水杯举得高高的，然后张开嘴去接，可是水流偏了，水尽数落到他的脖子里。哎呀，王妃，衣服湿了，赶紧去换了吧，这天气凉，可别感冒了。大小姐，请自便。凤瑟明看到素暖傻不拉几的样子，心里的大石终于落了下来。清渊，我们走。素暖回到房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云柳将打湿的衣服抱出去时，素暖却抓着那堆衣服不让他抱走。景王妃，这些衣服脏了，奴婢拿去洗了。云柳，随王妃去吧，她喜欢就让她多抱会儿。跟了这么个傻子，能有什么前途呀？哼！云柳，你说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景王府花了那么多钱买了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好好伺候好这位王妃。做人要有良心，景王妃已经很可怜了，你作为下人，连你也嫌弃她。知道了。素暖瞪着他的背影，磨牙，想销毁赃物，门儿都没有。王妃，你把这脏衣服给奴婢去洗了，好不好？素暖望着这丫头，轻舞的深明大义让素暖心里涌起一阵暖流。她忽然将自己的银镯子拔下来，放在衣服湿润的地方，然后紧紧地抱着衣服。这个动作她做得很随意。王妃，你抱着一堆湿衣服多冷呀。轻舞从素暖手上夺过衣服，银镯子掉在地上。轻舞将银镯子捡起来，看到银镯子上变了的银色。啊！茶水有毒！素暖达成目的，继续装傻充愣。这会儿自己爬上床，酣然入睡了。任凭轻舞再说什么，他也没有反应。爷啊，这银镯子检验出来，景王妃今早喝的茶水有毒。你是说，有人给这个傻子下毒？今早镇国府的大小姐来过了，不过我让红尘暗针监视了凤大小姐的行为，她说凤大小姐毫无可疑之处，反倒是另外一个人十分可疑。谁？太后早些年拨给爷您的贴身侍女云柳，茶水是云柳准备的，只有她一个人接触过茶水。借傻子的手除掉他，景王府绝不养有二心的人。爷高明，只有这样，太后才不会起疑心。只是景王妃天性痴傻，恐怕没有杀戮之心。还需要我教你吗？借一人是借，借两人也是借。哦，小的明白了。有人迫不及待地想置这个傻子于死地，说明这个傻子身上关系着某些人的利害攸关。你让红尘紧盯这个傻子，别让人得了漏子。是。轻舞的娘家哥哥一大早就跑到景王府面前闹事。素暖醒来时，看到轻舞正在收拾细软，准备离去。素暖拉着他的手不放。
王妃，我知道你舍不得他走，可是他娘家哥哥一大早来王府闹事，非要见他，见着了又要亲武给他银子娶媳妇儿，跟个无赖似的。亲武给了他卖身的银子，他还嫌少，吵着要见景王。他以为他谁呀？够资格跟景王谈条件吗？景王说了，没了卖身的银子，打发他一点小钱，让他们兄妹俩快滚。王妃，亲武福薄，不能伺候您了，以后您好好的照顾自己。素楠好不容易得了这么个极品好丫头，怎么舍得让她走呢？她紧紧地抱着亲武，不放她离开。王妃，奴婢对不住您了。云柳看到他二人主仆情深的模样，心里妒火中烧。云柳添油加醋的禀告给景王，王妃平日被亲武迷惑了，对亲武好得不得了，如今亲武要走，王妃就是抱着他不让他离开。可是亲武已经不是王府的人了，怎么能长时间留在王府呢？府里的下人又不敢冒犯王妃，没人拉开他们，他们就这样抱了快2个对时了。景王唇角抽了抽，2个对时。他忽然敬佩起傻见他的话，继续抱着亲武。本王的话听见没有？素暖吓得浑身一片颤，然而不为所动。阿九，拿把刀来，把这个傻子的爪子给我剁了，我看他还怎么挂人身上。素暖立刻从亲武身上滑下来，请殿下收回成命，奴婢愿意不要俸禄，伺候王妃，只要王府给我提供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殿下也看到了，奴婢自幼父母双亡，哥哥对奴婢毫无亲情可言，奴婢若是回去了，还不是会被哥哥再次卖掉？奴婢愿意伺候景王妃。伺候一个傻子能有什么好处，让你如此眷恋不舍？素暖立刻将自己全身上下的配饰取下来，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伺候他依然好处多多。这行为可是当面打脸景王，让景王殿下很是郁闷。死傻子，竟敢拆他的台！阿九，把这些首饰收起来，送到亲武哥哥的手上，告诉他，从此以后，亲武就是景王妃的人了，生和死与他无关，只与景王妃有关了。多谢景王成全，奴婢多谢王妃。云流脸色十分难看，景王这一番安排，亲武的地位明显就高于他了。景王离去时，别有深意的望了望素暖，满脸狐疑。从前这个傻子看到他就跟看到鸡腿似的，立马扑上来，又是亲又是啃的。今天见了他，原本他还担心他又会这么疯狂，可是他看到他好像十分的生疏呀。镇国府送来了曾老太爷的寿辰邀请函，爷，小的让人备好礼品了，就是不知道爷和景王妃如何安排。阿九，有没有什么办法让那傻子不会抽风那种？嘿嘿呀，依小的对王妃这几日的观察，王妃就是个吃货，只要有吃的，就会乖乖的坐在那里，闷声不响的吃东西，保证不会给您添麻烦的。爷是那种怕麻烦的人吗？爷，节操掉地上啦。辰时，阿九将马车备好，景王走出去时，看到青武、云柳立在马车左右。为何只备1辆马车？爷多年在外行军打仗，府里的马车大多坏了，这临时好不容易找到1辆完好的，爷啊，您就暂时委屈一下。景王望着崭新的马车，
再瞥着瑟瑟发抖的阿九。爷今年多大了？啊，爷今年24了。哦，先皇18岁生子，父皇16岁当爹，算起来，我晚了他们好几年啊。阿九，你说该怎么办？所以啊，你就该和王妃圆房啊。王妃虽然是个傻子，但是爷啊，关了灯其实都一样。所以你是故意准备1辆马车，好让我和这个傻子一起同行，是不是？啊，爷恕罪，小的该死，小的就是担心爷。嫡系争斗，明里晴空万里，然而暗涌波动，愈演愈烈。他就是怕景王无心夺嫡，却被人先下手为强。景王望着阿九，他心里何尝不明白阿九的想法。他九死一生过，阿九就是担心他走早了，落个无后无孝的罪名。阿九只是抓住时机，让他和这个傻子培养感情，只是要他和这个傻子圆房，他做不到。傻子，你听着，今日回了你的本家，别得意忘形，别离开本王的视线，否则本王可不敢保证你的小命能不能留到明天。素暖心里涌过一阵暖流，这人虽然生在帝王家，然而却能对一个傻子如此惜命，君子高洁，实属不易。国公府的宴席设在中庭院的露天坝里，面积宽敞，足足容纳100多宴席。景王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来，素暖寻思着，今日宾客盈门，若是能给宴席添点佐料，岂不是更加热闹？正这么盘算着，忽然听到人群中传来一声尖利的嚎叫，啊！紧接着宴席中间就围了个圈，水泄不通。素好不容易挤到内圈，却看到一个年纪不过2岁左右的孩子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全身抽搐，小脸烧得通红。素能了然，孩子得了急症，乳蛾。再看孩子肚子隆起，有腹胀嫌疑，想必是富家子弟，父母平日生怕孩子饿着了，给吃多了，长久积食，突发了乳蛾。孩子的父亲杏林豪焦灼不安地喊起来：“啊，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快去请大夫！”大夫来得特别快，出乎每个人意料之外。大夫看了孩子的舌苔，当即下了定论：孩子得了风寒之症，无需着急，只需要老夫开3剂药，孩子的热便可退去。素暖傻眼，庸医害人呐！素暖望着那粉雕玉琢的孩子，那孩子牙关抽搐，舌头伸长，只怕不小心咬断舌头，危险呀！素暖忽然冲上去，手里的帕子早已绞成麻绳，塞在孩子嘴里，抱着孩子就跑。众人未料到这一幕，瞬间傻眼了。抓住他，快！他会害死这个孩子的！素暖径直往国公府的温泉湖跑去。他知道此刻能替孩子降温的最速效办法就是给他泡澡。素暖站在温泉，众人追了上来，可是害怕他抱着孩子跳下去，一个个不敢逼近了。景王妃，求求你把孩子还给老夫吧！景王妃，你这样会害孩子，会着凉的。孩子的病，届时可是雪上加霜啊！凤瑟明走出来，怒斥素暖：“傻子，你快把孩子放下！”然而瞥到对面投过来的一道寒芒，凤瑟明的口吻弱了下来：“景王妃，快放了孩子！孩子若是在我国公府出了事，我们可担待不起呀！”众人齐刷刷地望着景王，他的王妃
好像只有他有权处理。景王向青武瞥了一眼，青武会意，慢慢地向素暖走去。王妃，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孩子？如果你喜欢他，青武把他抱回去，好不好？素暖想笑，这丫头话术不错呀。青武走进素暖时，就在众人以为青武能成功救出孩子时，哪里知道素暖抱着光溜溜的孩子跳了湖。青武来不及多想，跟着跳了下去救人。素暖水性极好，在里面扑腾几下就离开了大家的视线。在一处极其僻静的地方，素暖已经全神贯注地拧干自己的裙摆，给孩子擦干身上的水滴，而孩子此刻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素暖笑。素暖舒了口气，孩子此刻需要保暖，找了厚实的衣服给孩子一层层裹住，动作娴熟，温柔体贴。青武看得目瞪口呆。素暖从衣柜里找了一套自己以前的衣服递给青武，然后自己也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孩子此刻精神好了，素暖摸了摸他的额头，烧退了大半，只是害怕再次烧起来。素暖又抹了点雪花膏在手心，替着孩子推拿了下。清天河退6腑，又将保先天的脾胃推了一遍，消食化积的神阙揉了100下，这才舒了口气。孩子痒得咯咯咯地笑起来。青武呆若木鸡地望着素暖。王妃，是你救的他，对不对？虽然难以置信，可是亲眼目睹，青武不得不信仰。素暖望着青武，这丫头明明不会水性，刚才却毫不犹豫地纵身下水救他，他还有什么理由不信任他呢？青武，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素暖拿出笔墨纸砚，迅速地写了一张药方递给青武。青武惊得目瞪口呆，景王妃竟然能说话，而且不傻。门外，国公爷带着大家已经来到凤三小姐未出阁前的住处。信陵侯忧心如焚的声音气急败坏地响起来：国公爷，倘若我家小儿被你家三小姐弄出个什么事儿来，此事老夫定不轻饶。我要禀明皇上，让皇上替我讨一个公道。信陵侯此言差矣，女人出嫁从夫，景王妃闯的祸，怎么能怪罪给国公府呢？这矛头分明就指向了景王。信陵侯放心，倘若景王妃真的闯了祸，本王愿受监管不力的责罚。素暖听着外面的男人无奈又决绝的天籁之音，莞尔一笑。他闯的祸，他完全可以撇清关系啊，却非要搭进来。本无情义，全因担当。这个男人傲立天地，无愧本心。你们看，这里有水滴，那疯丫头肯定在里面。快去叫门，把门踢开！外面的喧哗声一阵高过一阵。青武抱着孩子拉开门栓。众人看到屋里3个人时，齐齐傻了眼。3人都换了干净的衣裳，竟让人看不到落水的痕迹。特别是那本来抽搐的快晕厥过去的小孩子，瞪着澄澈乌黑的瞳子，软糯大声地唤自己的爹爹。爹！儿啊，我的儿，你终于回来了。侯爷，小儿历了水劫，恐有后遗症，不如让老夫替他检查一下。信陵侯赶紧将孩子递给大夫。青武轻斥一声，面露不屑，只是走向信陵侯，将一张方子递给他。侯爷，小公子不宜大鱼大肉，餐餐饱足。记住，若想小儿安，须得3分饥饿，7分寒冷。小公子乃实热之症，这里有张药方，你照着方子给他抓药，
吃完了之后再寻个大夫，给他来点温补健脾胃的药，日后小公子必能安康无忧。此语一出，众人惊骇不已。没想到景王府卧虎藏龙，随便一个丫鬟竟然也有这精湛的医术。姑娘真是妙手回春啊！老夫带小儿谢谢姑娘了。侯爷，奴婢有个不情之请。新武立刻跪在信陵侯跟前道：“请侯爷恕景王妃无心之失。”老夫看姑娘的面子，就不追究此事了。不远处，凤瑟明恨得咬牙切齿。太子殿下齐王流露出极不可见的失落情绪。一段小插曲总算风波平息，皇上皇后在开宴的节骨眼上大驾光临，让国公府受宠若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千岁千千岁！素暖是第一次给人下跪，非常不适应。因为皇上皇后来了，国公府就临时决定击鼓传花，让各家的小姐们表演节目，以此助兴。击鼓传花第一轮结束，花球落到凤瑟明面前。凤瑟明婀娜多姿地走到舞台上，轻歌曼舞，若游龙金凤，美得让人窒息。别的人都看得忘我，只有素暖却坐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吃着东西。凤瑟明一学舞弊，竟有些意犹未尽，众人喝彩不停。皇上，你看这凤大小姐不仅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盛世美颜，还跳得如此美妙的舞姿。若是做了我们皇家的媳妇儿，这皇宫里呀，可就更加热闹了。皇上瞥了皇后一眼，他当然明白她的意思。郑国府、护国府两门荣辱与共，皇后巴巴地奢望着纪王能娶凤大小姐，如此纪王无异于如虎添翼。可是身为皇上，想的是平衡皇子的实力，或许这是唯一能避免皇子们在夺嫡路上不必要的牺牲。赏黄金100两。素暖眼底倾泻出一丝慧霞的光彩。皇上赏是赏了，可是这一脸不情不愿，分明就是在暗示皇后言多必失。第二轮击鼓传花又开始了。果不其然，新一轮击鼓传花，花球刚传到素暖面前，鼓声便停了。众人望着景王妃，脸上表情精彩纷呈。谁不知道凤三小姐是个傻子，能够拿出什么样的绝活呀？这不摆明了让她丢脸吗？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技术操作的一次失误，谁能想到这是凤瑟明和凤珏联手演的一出好戏。太爷爷的寿辰，你上台去随便表演个什么节目，给大家开开心就好。你看，姐姐这里有糖果，只要你上去，姐姐给你糖吃，好不好啊？蜜饯。素暖微微失神，她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给他下毒吧？毫不犹豫拿了一颗放在嘴里。糖精腌制的蜜饯。景王微微蹙眉，这死傻子什么都吃，就不怕被人毒死吗？凤瑟明把他拉到舞台上，便头也不回地下去了。偌大的舞台只余下娇小的素暖站在上面，众人的目光全部聚集在上面。表姐，你看这个傻子什么都不会，太丢脸了。凤瑟明只笑不语，没有傻子的陪衬，如何显得他的与众不同呢？会不会啊？不会就下去吧。我九哥怎么娶了这么个废物呀？烦道。素暖望着下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尽收眼底。景王坐在角落，遗世而独立，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傲然。素暖忽然笑了，好吧，就算是还他救命之恩，他堵了这些人的嘴巴，
因为他一定不喜欢别人议论他的家事。哎，快看，他真的要表演了！好，太好了，太神奇了！赏！哈哈哈哈哈！解王妃这绝技妙极了，赏黄金1000两，绫罗绸缎1000匹。素暖得了赏赐，回到位置上，却发现不知何时他的位置上多了一份盐弹，心里多少了然。其实他到来之前已经料到他们会想法陷害他，但是没有想到这次他们的伎俩高明了许多。先是光明正大给他吃抹有糖精的蜜饯，寿诞上，特别是国公府的寿诞宴上，总是免不了一道现成的菜，煮熟的盐蛋。这可是从前的凤素暖最爱吃的一道菜，自然毫无抵制力。然而糖精和盐蛋一起服食，两两相克，剧毒。若是他吃了这盐蛋，只怕魂归当场。若是庸医寻不得原因便罢了，若是寻得原因，凤瑟明也是无知者无罪。好深沉的心机呀！素暖的笑凝在唇角，杀机从眼底泄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该是他还击的时候了。凤瑟明望着凤素暖，却发现凤素暖已经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包着盐蛋，然后宽袖遮住嘴巴，将整个盐蛋吞进肚子里。傻子，你这饥不择食的样子，怎么，解王府虐待你了？素暖冲着他傻笑，他演戏是有点过了，刚才吞整蛋的吃相确实不雅观。素暖吞完盐蛋，余光瞥向凤瑟明，这下他该是放心了吧？凤瑟明却不知为何离席而去。素暖内急，坐在板凳上如坐针毡，小脸蛋憋得通红。景王一脸嫌弃地望着凤素暖，青武，带你家主子去出宫。青武搀扶着素暖，素暖立刻健步如飞地往外走去。素暖立刻带着青武绕道，向东厢房的背后绕过去。刚走进窗户，便听到里面传来一男一女的打情骂俏声。殿下，我想死你了。今日父皇母后在此，我们还是忍忍吧。殿下放心，他们都在前院看节目呢，此刻没有人来打扰我们。青武听到里面说这些话，已经害臊不已。素暖看着小丫头腼腆羞涩的模样，便想办法支开了她，去告诉景王，就说景王妃走丢了，还托了一只鞋子给青武。青武拿着鞋子领命离去，世界仿佛一下子就宁静下来。素暖从袖口里取出一盒药粉，轻轻地将它们吹了进去。他就不信太子殿下还能坐怀不乱，然后将药粉盒子顺着窗户丢到凤瑟明的枕头上。殿下，不好了，景王妃不见了！我明明在茅厕外候着她，可是突然听到她一声尖叫，我赶紧就跑过去，却没有看到王妃，
只发现地上有王妃的一只鞋子。轻舞故意拔高的声音让皇上皇后都听了进去。景王霍地站起来，颀长伟岸的身子如微山挺立。虽然心里愤恨那个傻子老是惹麻烦，但是毕竟人命一条，想到镇国府曾经对他痛下狠手，他的心就没来由地烦躁起来。阿九，出动暗卫，去找，多派些人手去找。就算是傻子，皇家的儿媳妇儿还轻舞领着众人来到通往东厢房和西厢房的岔口，便焦灼道：“请王妃往那边的茅厕去了，我便站在这里等她。可是等了半天没来，奴婢上去查看，才发现茅厕没有人，却有一只景王妃的鞋子。我家王妃不会是被人掳走了吧？”哭什么哭？你太抬举这个傻子了，谁会稀罕掳走他？依本王看，掉茅坑的可能性倒十分大。阿九，让人捞捞，看看下面有没有傻子，再拨一些人去西厢房一间一间盘查。是，爷。阿九立即严格执行爷的指令。然而打捞半天无果，搜寻半天也无果。景王望着东厢房，心道：莫不是这傻子分不清东西方向，走错路了吧？阿九，带人去那边东厢房，逐一搜寻。是，爷。东厢房，景王的侍卫、国公府的下人，两拨人马混合着一起处理。很快搜到大小姐的房间，国公府的下人不敢冒冒失失进去了。踹开，有什么后果本王一力承担。能有什么比人命关天更？大门被毫无预兆地踹开，只是屋里这一幕简直让人不敢直视。凤瑟明和太子殿下衣衫不整地抱在一起，看到景王，二人脸色立刻煞白如纸。景王仿佛视若未见般，愣着干什么？进去搜。宫城，你好大的胆子！凤大小姐的闺房是你能闯的吗？怎么，凤大小姐的闺房大哥能闯，小弟就闯不得了？太子殿下面红耳赤，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皇上皇后火速赶来。此刻太子殿下和凤瑟明虽然已经穿好衣裳，然而这满头青丝却留着滚床的痕迹。畜生，你在干嘛？父皇，儿臣冤枉，是他故意引诱儿臣。他有些回味过来了，他今日明明忌惮着父皇母后在此，死了心，今日绝不与他偷情的。若不是他勾搭自己，他怎么会一失足成千古恨？殿下，我没有啊。可阿九从枕头边上搜到素暖留下的催情香，阿九嗅了嗅，将它呈给皇上。皇上，这是青楼女子常用的催情香。贱人，你竟敢算计我！我没有，殿下。无视贱人，竟然用催情香勾引太子殿下，你可知道这个东西会毁了殿下的身子吗？景王俊眉微蹙，黑曜石的眸子里泛着涟漪。太子殿下和凤瑟明偷情被抓，此事看似寻常，然而却透着玄乎。若不是景王妃无故失踪，他们怎么会大动干戈搜寻东厢房，又怎会撞破太子殿下和凤大小姐的奸情？此事必然是有人利用景王妃的痴傻，故意引她前来，旨在陷害太子。凤大小姐，这催情香你是哪儿得来的？包头，我不知道，我没有啊。景王瞥了眼惊惶不安的凤大小姐，心里更加证实了自己的揣测。父皇，
儿臣有个不情之请。今日是镇国府老太爷大寿之日，老太爷曾为大离国立下汗马功劳，请父皇看在老太爷的份上，就将太子殿下和凤大小姐的事容后再议。成儿说的是，朕今日就看在老国公的薄面上，今日就不罚你二人。此事容后再议。暗卫们找到景王妃时，素暖被倒挂在树上，正张牙舞爪的想下来。暗卫们准备上前营救素暖，景王却黑着脸望着这个闯祸精。让他多挂一会儿，让他长长脑子。素暖头上乌鸦飞过，竟敢骂他没脑子。她可是21世纪的天才少女啊！18岁就打过跆拳道黑带9段的师傅，26岁就媲美国医。她这种千年一遇的天才，竟有人骂她没脑子，不就是让她多挂一会儿而已，她会怕吗？傻子，谁把你挂在这儿了？你才是傻子，大傻子！素暖是哑巴，完全不用担心向他交代自己的行踪。景王也觉得自己拷问一个傻子有些失智，忽然就拿过阿九手里的剑，将羁绊素暖的枝条斩断。素暖目瞪口呆，敢用这么粗鲁的手段。素暖的身子做了一个自由落体运动，然后啪一声摔在地上，吃了个狗吃屎。我操，好痛啊！我操，好痛啊！王妃！素暖鼻青脸肿地爬起来，一脸哀怨地瞪着景王。傻子，听着，我问你答。如果我说对了，你就点头；我说的不对，你就摇头。素暖瞪着眼前的男人，我操，太好看了！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他，这家伙简直帅得不要不要的。若是丢到他那个时代，不知多少女人合不拢腿。素暖鼻孔一热，新热的红色液体汩汩而出。王妃，你流鼻血了，疼不疼啊？他怎么知道他家主子是看到帅哥气急攻心、欲火焚身的结果才会这样？不会吧，这么经不起摔？到底是女儿家身子柔弱，他适才是有些过分了。不过看到他唇角衔着的口水，景王瑟缩了下，捕捉到一抹危险的气息。不会吧，把这傻子又摔成了从前的花痴？爷，咋了？你看这傻子是不是摔傻了？爷，他本来就是傻子，是不是比以前更傻了？你看他看我的眼光，是不是又犯花痴病了？阿九瞥了眼素暖，双眼冒桃花，不是花痴是什么？可是他要是承认了王妃犯花痴的话，也肯定会把王妃给休了。爷，没有啊。阿九昧着良心，闭着眼睛道。景王望着他，这家伙一撒谎就心虚，一心虚就闭眼，竟敢忽悠他。阿九，爷，小的在。把这傻子……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完，素暖却细致碧缕地瞥了他一眼，走了。景王目瞪口呆，我操，他被个女人给嫌弃了？没看错吧？傻子，回来！为了证实自己没看错，景王暴跳如雷地吼着前面的素暖。素暖才不理睬他呢，不就是多看了他一眼，至于这么抽风吗？傻子，站住！身后的景王气急败坏地吼道。素暖顿了下，忽然摇着屁股婀娜多姿地走得更快了。景王傻眼，他这是在挑衅本王吗？阿九提醒道。爷，
王妃是个傻子。傻子怎么可能会挑衅别人呢？再说，谁他妈活得不耐烦了，敢挑衅这个活阎王呀？景王的拳头慢慢松开。是啊，跟个傻子计较，显得他多没风度啊。可是这死傻子就是有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呀。子明怎样了？景王殿下好像觉察出此事有些不寻常，恳请皇上容后再议。素暖脸上划过一抹不甘，粉拳握紧。为嘛别人穿越都是夫君相帮，省时省力，轮到他穿越，又傻又哑，还有个帮倒忙的罗刹夫君，这命也太差了点吧？请王妃且慢。青舞姑娘，我是大夫人的侍女金舞，大夫人让我来请景王妃过去一趟，说是母女久别重逢，有些体己话要说。青舞为难地看着素暖，素暖长睫脸下，碱水秋瞳，微波荡漾，微微绽出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青舞会意，如此，烦请姑娘带路了。你叫青舞？素暖进屋后，她这位母亲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她一眼，反倒是她身边的侍女让她更加伤心。因为她傻，她就没有痛觉吗？素暖心里嗤笑，凤素暖呀凤素暖，你的一生连至亲爹娘都不曾疼爱你丝毫，悲乎哀哉。回大夫人，奴婢名叫青舞，是景王妃的贴身侍女。听说你会些医术？不瞒夫人，奴婢确实会些医术。哦，姑娘可听说过崔琴香？倒是听过，就是没见过。母亲，一定是他，是他陷害的我。大小姐，这话可不能乱说。我和大小姐无冤无仇的，我为何要陷害于你？你为了他报复我？大小姐，你把我家主子怎么了？我为何要报复你？我明明给这傻子吃了糖精，他又吃了燕西的盐蛋，这两者同时可是剧毒，他为何没事？不就是你替他解毒了吗？你恨我对你主子痛下杀手，所以反过来摆了我一道，用崔琴香陷害我和太子。你这个丫头，心思好狠呐！凤瑟明一字一句说得无比委屈，仿佛他才是受害者。青舞本不知这一幕，如今听到凤瑟明坦诚交代自己毒害景王妃的事，真是恼羞成怒。大小姐，你……心里无比怜惜自己的主子，原来还受了这等委屈。幸亏主子不傻了，否则今日只怕吃亏的就是主子。青舞姑娘，听说你还有个哥哥，没娶媳妇儿。青舞呆愣了，不解大夫人怎么忽然转了话题。青舞姑娘，你哥想娶东门的寡妇，人家要彩礼100两银子，可有此事？是的，夫人。金武，取100两黄金来，给这丫头带回去。须臾功夫，便端了100两黄金过来。金武呆若木鸡。大夫人，你这是？傻丫头，这是我给你的一点小心意。金武怔怔地望着素暖，素暖没有看他，可是蜜扇般的长睫毛微微下垂。金武流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丫头，若是你替老身办好了一件事，老身还有重赏。夫人请说。大夫人将嘴巴凑在青舞耳朵边，窃窃私语了几句。青舞的瞳子瞪得比铜铃还大，一定竭尽所能替夫人达成心愿。金武，替老身好好的送青舞姑娘。景王府，素暖未曾想到她的母亲在她和大姐之间如此轻易的，眉头不皱的就舍弃了她。当青舞告诉她
他的母亲让他在日后的问审中做伪证，证明崔晴香是他这个傻子送给姐姐的时候，素暖一颗心仿佛被生煎了般。虎毒不食子呀，他的母亲就因为他是傻子，把他当作废棋，一遍一遍的利用，一遍又一遍的践踏着他柔弱的心。他还配做他的母亲吗？素暖躺在贵妃椅上，听清武义愤填膺的讲完这些事后，闭目养神起来。王妃，这100两黄金是不是该还回去啊？清武思路单纯，以为还回去了便表明自己忠君不二的决心。可还回去做什么？打草惊蛇？日后用钱的地方多得很，我母亲不缺这点金子。他们不就是拿捏着他是个傻子，还是个哑巴，不能为自己辩解吗？他会让他们很失望的。让你打听的事办得怎样了？爷，小的打听过了。清武自幼父母双亡，哥哥好赌，甚少管他。清武是靠吃百家饭长大的，邻里都说没看见他拜过谁为师，他也从未行过医。哼，此事蹊跷，却越来越好玩了。阿九，替爷更衣。爷要去会会景王妃。诺。王妃，景王殿下过来了。他来做什么？这深更半夜的，这孤男寡女的，他来做什么？不会是要他侍寝吧？素暖没来由的慌乱起来，来不及收拾整理，景王殿下就兀自走了进来。清武，本王问你，信陵侯家的小公子，真是你救的？清武的目光偷偷的觑了素暖一眼。面对镇国府大夫人时，他尚能保持冷静，可是景王殿下毕竟是自己人，而且殿下洞若悬明，不太好忽悠。以清武的意思，不如全权告知。可是他不知王妃是否与他秉持相同的意见，所以偷睨了一眼王妃。素暖目光呆滞，瞥向其他地方，清武就有些拿不定主意了。清武，你看那傻子干嘛？难不成他还能给你出个主意？殿下，信陵侯家的小公子确实是奴婢救的。哦，是吗？刚好，本王最近身体欠恙，动辄疲乏无力。清武，你替本王诊治诊治，看看本王到底得了什么病。殿下，你看今日晚了，光线不是很好，明日清午定替殿下好好看诊一番，如何？也好。如此，你伺候着傻子，好好休息吧。对了，清武，听说这傻子不是天生的哑巴，你既然医术精湛，何不替他看看，这哑巴能不能治好？晌午时分，清武将一张药方送到景王手中。景王望着药方，那上面龙飞凤舞的字体飘逸非常，让他看出了神。这是清武写的，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啊！爷啊，这字写的竟然比你的还要俊逸几分。多嘴，爷的字是这个能比的吗？莫非清武真的会医术？可这方子并不是当着本王的面给开出来的。爷啊，你怀疑这方子不是清武开的？会不会是那个傻子开的？提到傻子，今日那张夸张的血盆大口宛若毒蛇一般缠上来，景王就忍不住呕了下。该死！谁给那傻子画成那样？真是恶心到本王了。按探来报，清武一大早就坐在外面整理他的医用箱，所以今日应该是云柳伺候王妃起床的。心术不正，本王迟早铲了他。
小的会想办法，让景王妃自己铲除他的。只是爷，你说这方子是王妃开的，你说那傻子有没有可能是装疯卖傻的？不可能，帝都谁不知道？凤家三小姐生下来就是傻子，这娘胎带出来的病可是无药可治的。今日清午开方时，那傻子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扑上来，坏了本王的好事。这傻的太恰到好处，还能算傻吗？爷怀疑的是，可景王妃是傻子啊，傻子就是不定时抽风吧，也许是凑巧呢。自那傻子入住天香院后，今年的海棠与菊花可是争相斗艳。青武端着一只药碗，好说歹说，劝王妃喝下。景王和阿九鱼贯而入，如进自己房间似的。景王选了舒适的斜榻靠上去，见过殿下。免了。景王心不在焉道，目光扫视着素暖，这傻子正瞅着他傻乐，看得他心里直发毛。那是什么？回殿下，这是奴婢为王妃熬制的药汤，可清除王妃体内余毒的。可有好转？回殿下，王妃虽然不能连贯说话，倒能发声了。什么？素暖傻乐起来，景王全身一紧，脸上表情如开染坊，心里悔得肠子都青了。夫君。景王面容失色，吓得说话声音也颤抖了。阿九，快毒哑他！说叫。景王吓得一溜烟儿不见踪影。青武还是第一次瞧见王妃这么淘气。王妃，你看看你这样子，把殿下都给吓跑了。王妃，你说殿下心里的疑惑会不会就此打消了呀？难。殿下明察秋毫，洞若悬明，若不是太过自负，早已窥出真相。青武，我许久没有出去逛街了，你去准备点金子，我们出去一趟。是，王妃。爷，王妃和她的贴身侍女爬墙出去了。哦，爬墙？这傻子的智商真是让人堪忧啊！为何不走前门？可有伪装？没有，王妃今日穿着叶地烟笼梅花白水裙，穿戴整齐，看起来明艳动人。青舞姑娘肩上扛着一个包袱。爷，要不要继续跟踪？继续，让暗卫轮番跟踪，轮番回报。本王想知道他们的行踪，还有他们都见过些什么人，不能漏过任何信息。诺。半个对时后，暗卫来报。爷，王妃和青舞姑娘去了一家药铺，买了许多药材，这是清单。景王瞄了一眼清单上密密麻麻的药物名，蹙眉。他这是要开药铺吗？王妃接连走了好几家药铺，并没有点名要什么药材，而是药铺有什么，通通都收购了一点。哼，傻子出手就是与众不同。帝都最大的青楼飞色阁，素暖坐在角落里，戴着面纱，怡情惬意地听着那美娇娘唱着小曲儿。青武和老鸨在那边洽谈生意。那唱曲儿的美娇娘唱尽大黎的盛世风华，对大黎的九王殿下可谓是歌功颂德。也不知道这曲儿是谁编的，编得那么离谱。八个温润如玉还有点不着调的芊芊玉公子，硬生生唱成是那阎王修罗君，说什么功臣叫人闻风丧胆，九王是罗刹转世。素暖忍不住失声轻笑。偏偏这台下听曲儿的一个个是屏息凝气，生怕听漏了一星半点儿。素暖这一笑，立刻招致众人的目光。这位姑娘，
我唱错了吗？姑娘为何发笑？若说那九王是罗刹转世，太荒唐。九王白面书生玉面狐，举止头足太清雅，明明是纨绔子弟，混世一魔王，怎成了盖世枭雄罗刹王？那功臣堂前羞得傻娇娘，心胸狭隘似针尖。姑娘送他签功名，岂不是太荒谬呀？太荒谬！那唱曲的美娇娘对素暖摇了摇兰花指，刚张开嘴要对唱一番，景王功臣率侍卫鱼贯而入。景王看到台上的素暖，顿时气得七窍生烟。他到底是有多穷啊？堂堂景王妃跑到青楼来挣钱，除了以色示人，他想不到他还有第二种挣钱的手段。素暖揪着眉心，寻思着景王到底有没有听到他唱曲儿啊？如果听见了，他就是死10次恐怕都不够了。他这哑巴忽然说话了，算不算欺君之罪啊？死傻子，你是要穿金戴银，还是要顿顿熊掌鲍鱼？本王拨给天香院的月银嫌少是不是？跑到这里来丢人现眼，愣着干什么？想要本王用8抬大轿抬你回去？下一刻，景王完全暴走，捏紧拳头，呲着猩红的眸子，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忍耐力，才没有将拳头捶打在素暖的小脑袋上。门口，阿九，备马车。素暖瞳子放大，这家伙给他备马车，不错不错，懂得怜香惜玉，果然是豪门子弟，修养极高。阿九很快驱来马车，素暖刚撅着屁股爬上马车。傻子，滚下来！本王有说过让你坐马车回去吗？阿九，带青武回去。至于这个傻子，就让他跟我一起走。诺。阿九欢喜，也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对王妃到底是怜惜的。然而没多久，大街上一个俊美无愁的男人骑在高头大马上，身后跟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一脸狼狈，一身狼藉，有气无力地小跑着。傻子，你去青楼干嘛？素暖瞪着他，双眸澄澈如一汪清泉，日的裸妆衬托着他楚楚可人相，看得久了愈觉得清纯动人。景王的心不知为何抽了下，似乎良心发现，语气软了不少。告诉本王，我们去店铺买那么多药材来做什么？素暖的眼底闪过一抹惊疑，没想到这家伙竟然监视他的行踪，真是太可恶了。忽然计上心头，呵呵呵的傻笑起来。景王的笑容瞬间凝在唇角。傻子，你给谁摸了？素暖瞧见他一脸气绿的表情，心里乐开了花。呵呵，让你整老娘。到了景王府，景王抱着素暖跳下马，素暖八爪鱼似的挂在他脖子上。景王今日却特别反常，竟然一路抱着他，大踏步的向他的寝宫奔去。素暖心里犹疑，这个人怎么忽然不嫌弃他了？进了寝宫，一脚将门梯关上，将素暖丢到床上，然后颀长的身子压了上去。素暖傻了，他这是要吃他呀！死傻子，让本王看看，你是不是给本王戴绿帽子了？素暖瞪大眼，我操，他这是要霸王硬上弓吗？靠，这和强暴犯有什么区别啊？心里对他犹存的好感荡然无存，他踢他推他，用尽全力。可是他毕竟是练武之人，又是那么猝不及防的压制着他，让他毫无还击之力。
素暖豆大的泪珠不知为何簌簌而下。他一愣，体内所有野性的释放顷刻归零，回归理智。他放开他，以后没有本王的允许，不许踏出王府半步。书房，景王颀长伟岸的身子往后靠在椅子的靠背上，阴眸瞪着屋顶发呆。他刚才是怎么了？忽然不受控制了一般，那一刻只想占有他。他是一个傻子，他怎么会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傻子动情呢？傻子知道什么是情吗？跟他谈情说爱无异于对牛弹琴，他是不是傻呀？弹琴，他是不是傻呀？翌日，元德公公突然造访景王府。皇上有旨，宣景王殿下景王妃凤素暖，景王妃贴身侍女青舞姑娘觐见。晋王殿下，今日圣上龙颜大怒，景王妃此行需谨小慎微，切莫大意。景王凝视着元德公公离去的背影，脸上漫出一抹狠绝的神色。就因为景王妃傻痴，想拿他避祸，那得看他同不同意了。到了皇宫，记得不要随便喝别人赏的茶。太后若是赏赐你什么，你接了便是。成儿，朕今日召你们来，是有话要与景王妃对峙。父皇尽管问便是。凤瑟明，还是你自己说吧。是，皇上，那日是我太爷爷的90寿诞，我三妹难得回一趟府邸。我和三妹乃同母胞妹，素来感情比起其他妹妹要好一些。我们从小到大都有赠送礼物的习惯。那日，三妹送我一个香囊，我瞧着精致，便带在身上。可谁曾想，我这傻妹妹给我的，竟然是害人的东西，里面装的竟然是催情香。我和晋王平素发乎于情，止乎于理，可那日有了催情香，我们就……皇上，臣女冤枉呀！凤瑟明的表述虽然晦涩，却让一屋子人都听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太子殿下和他之所以做出越礼之事，只因受了催情香的蛊惑，而这催情香又是凤素暖送给大姐的礼物，所以罪魁祸首是凤素暖。凤瑟明和太子殿下不过是受害者罢了。父皇，凤大小姐的话不可信。试问，景王妃天生愚钝，怎么制得出那配方复杂的催情香？靖王爱妃心切，自然是要替妹妹脱罪的。皇上，你可以问问景王妃的贴身侍女青舞姑娘，她一定知道三妹有没有这个东西。陛下，奴婢从没有见过景王妃有什么精致的香囊之类的。凤大小姐她撒谎，她血口喷人。凤瑟明做梦也没有想到青舞会倒戈相向，不，他从来就没有为他所用过。他收了黄金只不过是掩人耳目，今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好狠辣的丫头啊！你说谎！皇上，景王妃这个贴身侍女会医术，说不定这催情香就是她制出来给景王妃的，奴婢没有。青舞，你会医术，这个又怎么说？皇上，奴婢行医是为救人，却从不害人。父皇，青舞确实会医术，这是青舞适才为儿臣开的方子，父皇可请御医来看看，这方子可否对儿臣的病症？何太医，你看看这方子可对景王的病症？皇上将方子递给何太医，何太医毕恭毕敬，双手捧下来，看到那隽逸的字体，脸上浮起激赏的神色。
再看那疯子，机上转惊骇，最后是惊叹连连。皇上，不知此方是何人所开？何太医，此方有问题吗？若是出自庸医之手，此方可害人；若是出自神医之手，此方可救人。此方用的附子、草乌本是毒物，所以一般的医生绝不敢用，除非炮制熬制方式用量得当，这毒药也变成了良药。皇上，只有医术高超者才敢如此用药。朕知道了，下去吧。你会医术，朕相信以你的能力也能调制出催情香来。凤大小姐的指控也不无道理。皇上，奴婢能证实自己的清白。皇上，景王妃可为奴婢作证。她是哑巴，怎么替你作证？皇上，景王妃的哑不过是被人下了毒而已，并非天生哑巴。奴婢已经将景王妃的哑疾治愈了。可她还是个傻子。皇上，傻子的话才足以让人相信。皇上沉吟不语，却将目光瞥向素暖。王妃，你看这个，喜欢吗？素暖看到香囊，忽然发狂了似的夺过来，拼命地捂在怀里，嘴里嘟哝着：“这是我的。”傻子，你能端庄点吗？景王傻眼。素暖承认香囊就是他的，凤瑟明立刻舒了口气。哪里知道，素暖忽然蹦蹦跳跳的走到凤瑟明面前：“大姐，大姐，香囊，你送我的香囊，你看。”凤瑟明差点气查过去。傻子，这是毒药，放下！不放不放，这是姐姐送我的，姐姐房间里有了好多，这个最漂亮。凤瑟明只觉全身一股冷气袭来，自己的身子瞬间就被冰冻，不能动弹。他是彻底吓傻了。凤瑟明，你竟敢害我！凤瑟明，你还有何话可说？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奴婢冤枉呀！凤瑟明，你年龄不大，心术却不正。朕看在郑国公的份上，对你从轻发落，就罚你禁足闺房3年。至于纪王，虽然是受害者，然而其情可悯，其罪难逃，就罚你禁足东宫1年。禁足？素暖蹙眉，尼玛，这算什么惩罚？可是看到凤瑟明面如死灰，心里也得意。好吧，禁足就禁足吧，至少3年内她不能出嫁了。等3年后出来，她已经是老姑娘了。从皇上的千秋宫出来，参见景王殿下、景王妃。太后娘娘让景王殿下不要着急回府。太后娘娘说，她老人家许久没有见到殿下了，甚是想念。太后娘娘要殿下、景王妃吃过晚宴再走。如此，姑姑请带路吧。飞凤宫，景王见到太后，画风突变。奶奶，奶奶，孙儿来迟了，让奶奶担心了。素暖暗暗惊诧，景王称呼太后，怎用了民间的称呼啊？来，给奶奶看看。哎呦，愈长愈俊了，你这样子，还让其他皇帝怎么活哟？奶奶，长得俊有什么用？
还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便宜了这只癞蛤蟆。素暖心目圆睁，我操，骂他是牛粪癞蛤蟆！哈，你这孩子啊，哪有这样损自家媳妇儿的人呐？景王妃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容貌，真是让人看一眼就记忆深刻啊！还说哀家坑你，这么个灵动可爱的美人儿，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一个傻子，哪里看得出灵动了？我不管，这丫头是你的福星，有她在，你就会顺顺利利的。哀家不许你欺负她。丫头，我家陈儿命苦，他母妃生下他便走了，是哀家含辛茹苦将他拉扯大的。哀家教他做人，光明磊落，无愧天地。你虽然是傻子，可是你嫁给他，他自然会好好的善待你的。可是这皇宫里暗涛汹涌，你若是能替哀家也护着他的命，哀家对你真是感激不尽啊。素暖的眼眶莫名有些湿润，她点点头，这丫头能听懂我的意思啊。奶奶，你这个孙媳妇是不定时抽风，不抽风的时候还算乖顺，抽风起来那可是粗暴的很，连孙儿都得礼让着她。你媳妇儿也是个可怜人，我听说郑国公夫妇没少嫌弃她。说起来啊，她跟你同病相怜，你就多让着她点儿。孙儿知道了。素暖有些震惊，没想到在这个尔虞我诈的地方，还能听到如此温馨的话语。素暖对太后立即生出几分好感，偷偷瞥了一眼景王，难怪他气度不凡，胸襟开阔，只因太后教导有方。这时，皇子公主们陆续到来。孙儿给太后娘娘请安。孙儿给太后娘娘请安。请安声此起彼伏，素暖才想起，他和景王可没请安啊。太后对景王还真是与众不同。平身。啊切！啊切！忽然，躲在角落里的一位公主打了一连串的喷嚏，素暖的目光随即被吸引过去。七姐姐真是煞风景，皇奶奶叫她来做什么？早知道她来了，我就不来了。去，为七公主多拿几张手绢来。一脸落寞，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处在角落里。素暖却瞪着他，他脸色浮白，眉间青筋明显，穿得明显比其他人厚，想必是个怕冷的人。体内湿寒太重，以鼻子为出口，频频喷嚏其实就是排寒气的表现。七公主她娘在冰天雪地里生下她，可苦了这孩子，从小就体弱多病，多少御医看了也不见好。你父皇不好意思对你们说，这恶人便由哀家来当吧。边境不和多年，这个你们是知道的，多亏你们的九皇兄浴血奋战几年，才平和了边境的战事。这不，北边鞑子称臣，便请求与我们的皇室联姻。你们都是皇上的女儿，皇上不知如何裁决，此事哀家便决定了，你们就来个才华比试，谁若是输了，谁就去边境和亲，谁让你们平素懒惰了呢？此法再是公平不过了。不过比赛中难免出现意外，众位公主都十分不安起来。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万一那天自己发挥不好呢？怎么回事啊？皇奶奶，你看看我的脸，又红又痒，
奶奶，你看我说的不错吧？这个傻子不定时抽风，抽风起来就很疯狂。玄平，你皇嫂又不知道你的脸对花粉过敏，她是无心之失，你就原谅她吧。王奶奶，她一定是故意的。故意？别说你皇嫂是傻子，就是不傻，她也不可能知道你对花粉过敏啊。她跟你才接触了多长的时间？你以为她是大罗金仙转世，能掐会算吗？好啦，玄平，得饶人且饶人。哼，遇到这个傻子真倒霉。所以，以后遇见你们的九皇嫂，能避多远避多远。皇兄拿他也是爱莫能助。好啦，哀家累了，你们都散了吧。哈，孙儿告辞了。马车在宫门口候着，阿九等候多时了。爷，请上车。坐在马车里，素暖打了几个呵欠，便仰着脖子靠在轿壁上睡着了。走在一个拐角的药铺门口，忽然10几条黑影从天而降。爷，你坐稳了。便纵身一跃，与那些黑衣人绝杀起来。景王霍地睁开一双锃亮的眼眸，眼底飘过一抹杀气，瞥了眼素暖，傻子到底是傻子，睡得跟死猪似的。他睡着也好，遇到这种事，醒着只怕会吓着他。景王接过剑，身子如雄鹰一般在空中展翅，宝剑划破长空，剑气如虹，顷刻间刺客倒了一大片。余下的刺客面面相觑，他们忽然从怀里掏出药粉，一撒，空气立刻传来难闻的气味。爷，有毒！素暖被阿九这一声惨绝人寰的叫声惊醒，外面的打斗声传进素暖的耳朵里，素暖的瞌睡荡然无存。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见血封喉毒。素暖大骇，赶紧从袖里取出自己连夜调制的解毒丸吞下。这见血封喉本是剧毒，能通过口鼻伤口进入人体，倘若是涂在箭头上，浓度大，摧毁性更强。若是以气体的方式，虽然更容易被感染，可是毒性却弱了大半。素暖将自己随身携带的药粉全部倒进衣袖里，忽然跳下马车，在景王和阿九面前翩翩起舞，还边跳边唱：起舞弄清音，何似在人间。解药的粉末立刻通过口鼻进入阿九和景王的身子里。傻子，滚远点儿！他一只手提着素暖向远处一抛。景王妃，你这样会害死爷的。爷，你可千万别再说话了。素暖坐在外围，这里没有毒药的气味，他暂时脱离了危险。远处，一道黑色修长的身影肃然屹立在视野尽头处的屋檐上，与云端相接，银色面具散发出灼灼的光华。素暖望着他，瞳子放大。男人手里举着一副银色弓箭，搭箭的动作极其优雅，箭头指向景王功臣。素暖甚至来不及喊出声来，更来不及扑过去救他。离弦的箭嗖一声朝景王射来，急如闪电。素暖的心就快跳出嗓子眼，说时迟，那时快。本以为景王浑然不觉，殊不知在刺客出没时，景王便留意到远处蛰伏的猎豹，剑声呼啸而来。他的身子轻盈如风，微微一刺，那支箭便被他截在手中。素暖目瞪口呆，高手对决简直是叹为观止啊！那戴着面具的男人纵身一跃，消失在云端，仿佛他从来没有来过一般。刺客们就像得了信息一般，纷纷撤退。空气中的毒气在空气中慢慢飘散。
呀，你没事吧？废物，教你多少次了，遇事别慌，大呼小叫跟个娘们似的。以后出去，别说是爷的人，丢脸死了。宋暖傻乎乎的望着这两个男人吵架，关心则乱。这两个男人的感情好得让人羡慕。王妃，你总算回来了。秦武，快跟我进来。发生什么事了，王妃？景王和哀九中毒了，见血封喉，疯毒。不过我已经给他们解了毒，应该没有大碍。待会儿景王遣人来叫你过去，你便把这解毒丸给送过去，让他们一日吃3次，一次3粒。果不其然，门外立刻响起阿九的敲门声。秦武开了门，阿九说明来意。秦武揣起桌上的解毒丸，便跟阿九去了。宋暖简单洗漱了下，倒在床上则酣然入睡。刚酣然入睡，身体却被秦武猛烈地摇醒。王妃，快醒醒，不好了！怎么了？景王中毒了，昏迷了。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呀。我过去的时候，景王一开始还好，可是脸色越来越难看，嘴唇也紫了。阿九急得不得了，我借口说回来取药，这才回来告诉你。王妃，这可怎么办呢？不好！宋暖掀开被褥，来不及披上外衣，便急急地向景王的明泽殿跑去。青武赶紧跟了出去。明泽殿，阿九看到青武过来，如释重负。阿九，你先出去，我要好好给殿下诊断。青武，我不能离开殿下。可我的医术是秘术，不能外传。我发誓，我就站在这里，背对着你们，绝对不看。那好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阿九郑重地点点头，立即转身，如木偶一般。素暖走到床边，望着脸色发青的景王，心里大骇。他怎么会中毒这么深？不就是疯毒吗？按理说不会这么严重吧。素暖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再看了看他的舌象，最后拉起他的手，惊觉他的手上血流不止。掰开他握紧的拳头，这才发现手心上有一道刀片似的划伤，很浅，可是毒素却能从伤口里侵入四肢百骸。素暖此刻才恍然大悟，那支箭景王截住了他，没有给他带来致命的箭伤，却划破了他的手，只在用毒。好在中毒时间不长，鸠羽毒，这可是顶级毒药啊！素暖赶紧给青武开了方子：犀角、银花、白矾、寒水石、花粉、菖蒲、麦冬、甘草。青武拿着药方立刻回了房间。素暖则为景王进行伤口处理，先用绷带缠住手臂，防止血液上行，再用嘴巴将淤血吸出来，然后清洗伤口。阿九站在门边，即使青武已经出去了，也遵守自己的诺言，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原地。最后景王喝下药水，此刻天已经大亮。好了，阿九，景王殿下的毒已经解了。殿下。本来熟睡的人被阿九吵醒，脸色十分不悦。殿下，昨晚你中毒了，是青武救了你。谢谢你，青武。殿下已经没有大碍了。阿九，这几日殿下的饮食要特别小心，可以给殿下喝点绿豆汤、养血之类的。记住，一定要多喝水，浓茶水最好。是，青武姑娘。景王的目光瞥到一脸疲惫还挂着2道黑眼圈的素暖身上，有气无力道：傻子，你凑什么热闹？为何不去休息？素暖暗暗道：老娘要是去休息了，谁来救你啊？青武，带王妃回房休息，
青武搀扶着素暖离开，景王又望着阿九：“你没事吧？”昨日的风毒，阿九应该吸了不少。爷，我一点事都没有。找个大夫，好好检查一下。爷，我用银针查过了，我没中毒。叫你去就去，啰嗦什么？好，我待会儿就让青武姑娘给我瞧瞧。爷，昨夜行刺我们的刺客身手不凡，用心险恶，分明就是想要爷的性命。爷可知道他是谁？阿九，把剑交给无情，让他去查查这支剑的来头。诺。经过几日的调教，景王的身体恢复了元气。爷，青武姑娘的医术真是高超。那傻子真是本王的福星。爷，你还别说，自从你娶了景王妃，也总是能化险为夷。依我看，景王妃就是殿下的福星。这几日，那傻子在做什么？怎么忽然安静起来了？天香院那边，老是能闻到艾叶的味道，可能是青武姑娘又在捣鼓什么神药吧。阿九，我们去天香院走走吧。得嘞。天香院，素暖正在书写着药方，景王阿九忽然造访，吓得他赶紧从底部抽了一张白纸掩盖在上面，镇定自若地画起了乌龟王八。殿下，你怎么来了？青武，本王的伤口该处理了。素暖的笔一颤，这已经好几天了，也没有找着机会给他重新上药。这家伙解毒醒来后就跟个铁打的金刚似的，整日里生气蓬勃。他逮不着机会亲自给他上药，便拖了几天。殿下，男女授受不亲，这事儿也不难，可以让阿九代劳啊。景王阴谋里射出一抹狐疑。几日前，他昏迷不醒，他为他疗伤，动作娴熟，温柔体贴。他模糊中感觉到，他是个医手大于天的医者，如今竟然用这么可笑的说辞拒绝给他处理伤口。景王也没多说什么，人家不愿意，自然不强迫。哼，傻子，这是画的王八吗？你竟敢骂本王是王八！素暖摇头，狼毫毛笔尖对着景王，好看。景王吓得不敢凑近，凑近了，只怕自己雪白的衣裳上就要沾上墨迹了。青武目瞪口呆，心里对景王妃一个大写的福字。景王妃随意一个动作，便阻止了景王查看案上的玄机。傻子，你看你大姐来了。素暖自然不会上当，这骗人的伎俩太小儿科了。哼，这傻子也不笨吗？不就是一只王八吗？你喜欢，爷明儿让人给你送几只过来。阿九，你可曾亲眼见到青武为我疗伤？青武说那是秘术，不能让外人看了去，小的只能背对着他，守在爷的身边。你肯定是青武亲自为我包扎伤口的。不知为何，总觉得能够那么娴熟的为自己包扎伤口，定然不是一个会顾及男女授受不亲的人。直觉青武不是那天为自己包扎伤口的人。那日除了景王妃在，就只剩下青武姑娘了，应该是青武姑娘替爷包扎伤口的吧。虽然说青武悬疑重重，可是让他相信那是景王妃所为，那更不可能。景王妃可是傻子，天生的傻子。景王妃？
脑海里浮起素暖一双熊猫眼，心立刻站立了下。莫非是他？其实早在郑国府老太爷寿诞那天，他就怀疑过他。可是他毕竟是帝都出了名的傻子，所以他对他的怀疑随之烟消云散。可是这后来发生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个巧合，可是每次的巧合却都与他有关。譬如金銮殿上只朕奉色明，他的雅集偏偏在那个时候全好了，而且看似傻乎乎的话，却击中对方的要害。譬如宣平公主的脸上过敏，看似她的无心之举，可是如果她懂医，而且是个医术精湛的人，那么这无心之举就变成有意而为之。他更相信这是他对宣平无礼粗鲁的大臣小戒。还有那夜的刺客，阿九明明是中毒了的，可为何没有毒发出来？他那天抽风似的在刺客面前跳舞，藏在背后的高手。阿九，阿九，你说青武有没有可能根本不会医术？呀，从我们暗卫收集的消息来看，青武姑娘压根儿就不会医术。呀，你是不是怀疑景王妃会医术？青武和景王妃这两女人在我们面前装神弄鬼，你说爷是那种看起来好戏弄的人吗？当然不是，爷啊，是这两个女人太神秘莫测了。哼，让洪秀辅助红尘，24小时监视着天香院那边。倘若景王妃有任何风吹草动，速度来报。诺。还有，阿九。阿九处在原地，静待主子的吩咐。死过来！景王白了他一眼，离得这么远，他还怎么给他窃窃私语啊？阿九会意，立刻躬身上前，将耳朵递上去。景王在他耳朵边咬了一阵，阿九心悦诚服的对景王竖起大拇指。爷啊，此计甚妙，不怕他们不露出马脚。快去准备。诺。明了，你去给景王妃熬碗银耳粥来吧。青武，我都好久没看到王妃了，王妃最近在忙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景王妃傻，每天除了吃喝玩乐还能做什么？这不在睡觉呗。青武，这艾草用来干嘛呀？这个嘛，算了，你我姐妹一场，我就实话告诉你吧，这个是用来解毒的。艾草解毒，再加上几味中药，可谓解毒良方，而且用起来方便得很。艾草解毒能行吗？纯正的艾草，这是驱寒除湿的良方。两个人忙碌了一下午，将艾叶粉末用纸包裹成长条状。大功告成后，素暖伸了伸懒腰。娘娘，这个怎么用啊？这个人人可用，只是眼下有人正迫不及待地需要它。王妃又要为谁治病了？做对方，此方是针对过敏性鼻炎的最佳方剂，不过服用时间略微长一点。若想效果好，配上艾灸，可达到意外的效果。他若让你现在给他艾灸，你就借口说艾灸时间太长，你还有病人需要诊治。今日没空，让他明日去绯色阁等你。这方子是给谁的呀？七公主，你打扮成小厮的模样，将这些东西送到皇家驿站去。七公主自然会收到这些东西，收到以后，她肯定会来见你。去吧。景王府到驿站的路虽然不算很长，可是却要出皇城，走一截僻静荒芜的山路。
青武疾步走着，只想快点完成景王妃交代给他的任务。崎岖的山路上，一抹嫣红的影子躺在草地上，吓得青武尖叫一声。这时那抹红影蠕动了下，青武呢喃道：“没死？姑娘，救我！”啊！青武松了口气，拍着胸脯走上前，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妙龄少女，不过看起来好像是受伤了，伤得还很重，几乎快死了。可我要怎么才能救你啊？我叫红尘，姑娘，我中毒了，你救救我，我一定会报答你的。红尘姑娘，我也想救你啊，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救你啊。你不是拿着药包吗？你不是大夫吗？青武望着自己的药包，心里了然，原来他是误会了，我不是大夫，我不会行医的。那这些药，难道不是你开的方子，拿去救人的吗？哦，这些药是我家主子开的。忽然意识到什么，倏地静了声。再说下去，他就该把景王妃给出卖了。你真的不会医术？一间黑色的地下室里，我骗你干嘛？我若是会，必定救你。既如此，姑娘，你走吧。我走了，你怎么办呢？你帮不了我，留下来也没有用。我去驿站找群医来帮你。如此，便多谢姑娘了。青武打定了主意，转身便轻快地往前面跑着。红尘望着他的背影，脸上的痛苦表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慧侠诡秘的脸。幸亏爷神机妙算，不然还真被你给骗了。红尘从袖子里划出一只小石头，用力一掷，石头打在青武的后脑勺上，青武应声倒下。一间黑色的地下室里，爷，小的照爷的吩咐，试探过青武姑娘了。哦，结果怎样？爷，小的装中毒受伤，倒在城外的山路上，装作偶遇青武姑娘的模样。小的向她请求援助，可是青武姑娘说她不会行医。小的不信，说你手里还拿着药包。青武姑娘说那是他家主子开的方子。爷，小的敢肯定，青武不会医术，因为小的躺着的地方有许多解毒的野草。青武若是懂医的话，起码应该用解毒的甘草给小的处理一下伤口。依小的看，青武姑娘对医术一窍不通。红尘将他所见所闻一五一十，不敢漏掉半句，全部如实讲给景王听了。景王闻言，英俊的脸上漫出一抹春风得意的笑颜。青武的主子不就是景王妃吗？这怎么可能呢？景王妃可是傻子啊！难道一直以来都是景王妃在给大家看病疗伤？将青武好好的看管着，暂时让他和傻子分开一段时间，找机会继续试探他。诺。让红袖继续监视着景王妃，青武不在，这个傻子的独角戏可就不太那么好演了。青武的主子会不会另有其人啊？不管是景王妃还是另有其人，真相呼之欲出。天色渐黑，素暖站在门口翘首等着青武回来。然而时间一点点流逝着，青武却始终没有回来。素暖心里委实不安起来，这丫头莫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吧？素暖决定亲自去看看。可是刚走到王府的门口，便看见重重叠叠的侍卫站得密不透风似的。
素暖暗忖道：景王府今日怎么突然增加了这么多侍卫站岗？因为担心轻舞，素暖也不管3七21，蹦蹦跳跳的向门口走去。景王妃，景王有令，王府丢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宝贝。这几天啊，禁止王府里的人外出，还请王妃不要为难这些小的。素暖皱眉，王府失窃，什么时候的事啊？怎么没有听说过呀？素暖望着密密麻麻的侍卫，想着还在外面的轻舞，心里就尤为着急。忽然发狂似的往前冲。她是景王妃，在这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时代里，她就不信凭她一股傻劲儿会冲不出去。侍卫们看到景王妃像发狂的野猪一般横冲直撞，都有些傻眼了。他们当然不能用手去抱住发狂的景王妃，只能用身体用武器笨拙的去挡。素暖只能锲而不舍地乱撞着。景王获悉消息，几乎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傻子，你又发什么疯？轻舞，被一个走掉的丫鬟在这里抽风，真是不可理喻。尼玛，丫鬟也是爹妈生的，丫鬟也是人啊！你竟敢对本王不敬！景王忽然将他打横抱起来，不顾周遭侍卫惊诧的目光，径直朝天香院走去。这个男人要干嘛？将他放在温软舒适的锦床上，素暖直愣愣地望着他，整个身子僵硬如雕。他就担心这个男人会忽然饥不择食地将他生吞活剥了，毕竟他们是夫妻，他有这个权利。景王的目光触及到他瑟缩的模样，不悦。他这分明是对自己有芥蒂的，看得出来他有意识地在逃避自己的接近。想到他很可能不是真傻，他心里忽然涌起酸酸涩涩的感觉，让他的情绪十分低落。他淡淡然瞥了他一眼，转身大踏步离去。素暖舒了口气，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暗黑了下来。素暖对轻舞的担心更加剧烈，他是铁了心要逃出景王府的。既然大门不能走，那就另辟蹊径。院墙，他要爬墙走人。殿下，不好了！云柳来报，景王妃已经不在天香殿了。这么多人，竟然看不住一个傻子，他是真傻还是假傻？想必心里已经有了定论。掐了掐时间，他才离开天香院不久，王府里戒备森严，他要出去，只怕也不是那么顺利的事。想必他还在王府。加强人手，务必找到景王妃。阿九，跟我来。阿九打着火把，火光照射在歪脖子树干上，那里还存留着某人的脚印。景王的脸色黑如煤炭，他竟然真的从这里逃走了。来人，把这棵歪脖子树给本王砍了！心里的火气迁怒到无辜的树上。阿九嘴唇抽了抽，爷什么时候这么幼稚了？算了，还是留着他吧。万一那傻子又要从这儿爬回来呢？收兵吧。呀，走吧。外面路重。景王没有回答他，只是目光直直地望着院墙，若有所思。忽然阴谋骤缩，似乎想到什么，纵身跳到院墙上。院墙上没有任何痕迹。景王邪魅的脸立刻浮出一抹自嘲的色笑。阿九，让侍卫继续搜寻王府各处。他这调虎离山之计，差点就蒙住本王了。此刻，某女蹲在茅坑里，对头顶上那个出尔反尔的声音简直恨之入骨。
呀呀的，老娘是爬上树后发现跳不过去，所以又爬下来了。哪是什么调虎离山之计呀，亏他想得出来。王府院墙太高，某人爬不出去，颇为苦恼。更让某人崩溃的是，某妖孽守着歪脖子树，他蹲在茅坑里就不敢出来，这是要把茅坑蹲穿的节奏。一只小羊羔，两只小羊羔，三只小羊羔，101只小羊羔，102只小羊羔。实在无聊了，某人就抬头数着羊羔。数羊羔的声音太撩人，景王的唇抽了抽。谁在茅坑里唱歌？呀，好像是景王妃的声音。景王的头上飞过一群乌鸦，心里才将认定他并非真傻的定论再次被推翻。能在茅厕里高歌的女人，恐怕只有傻子才做得到吧。素暖数到999，阿九兴高采烈起来。呀，王妃真不傻，王妃都能数数了。你见过哪个正常的女人会在茅坑里高歌吗？这不是傻，是什么？可是傻子能数到1000吗？素暖的声音立即传出来：999，1999，2999。这就是你说的会数数？茅坑里臭气熏天，素暖实在憋不住了，最后紧了紧包袱，一脸狼狈地走出来。景王目瞪口呆地望着他。傻子，你包袱里是什么？名字。景王阴谋虚眯起来，扫视着素暖身上看起来很沉的包袱。他可记得，这傻子可是他从郑国府里接出来的。当天他连身上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皇上赏赐给他的1000两黄金也被他私吞了，当做军饷用光了。他哪里来的银子呀？阿九，这傻子可是赤条条来到我景王府的，他哪里来这么多银子的？他记得他吩咐过下人给他管吃管饱管暖，没让人给他银子花。爷啊，别的王府王妃都是掌管银子的主人，景王妃好歹也是个嫡妃，没能掌管财政大权已经对他不住，这不能连月爷也扣了呀。小的就是按照府里1等丫鬟的俸禄，稍微给王妃多给了点儿。这就是你说的一点儿？爷啊，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每个月只给了王妃10两银子而已。阿九，去看看这傻子包袱里都顺了些什么。王妃，对不住了。阿九二话不说，赶紧跑到素暖跟前，闭着眼睛心一横，然后就伸手去拖素暖身上的包袱。两个人一拖一拉，包袱里的金银珠宝全部洒落在地上，没有一锭银子，全是珠宝金子。啊，我的银子！这些珠宝哪里来的？爷，小的真的不知道，小的发誓，每个月只给王妃10两银子了，绝对没有给他这些珠宝。傻子，你很爱钱是不是？素暖满怀敌意地瞪着他。废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不爱财呀？傻子，告诉本王，这些珠宝是从哪里偷来的？我操，那是他辛辛苦苦赚来的，死妖孽竟敢说他是偷的！那是他给青楼的女人看诊妇科病得来的诊金啊！上次他去青楼，就是给这群姑娘预约看病的。要不是死妖孽中途杀出来，他的客户会多出几倍。傻子，本王问你话呢，银子哪里来的？青楼。你从青楼里顺了这么多珠宝出来？
素暖觉得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他此刻只想逃出景王府寻找青武。他没有理睬这个满脑子歪歪的男人。你是不是很想逃出去？逃？对啊。景王错愕，本来以为他会装傻充愣，含糊不清地忽悠自己，哪知他这么诚实，这会儿反倒觉得他不是装傻了。哼，本王是不许你出去的。哇，睡觉觉了。哼，傻子，你如果想勾搭本王，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入洞房啦！傻子，你疯了！我看你是疯了。宋暖望着他狼狈而逃的背影，捧腹大笑。景王一走，素暖又开始实施他的逃跑计划，当然这次准备了方便攀爬的工具。同时，明泽殿的某个男人却坐在油灯面前，望着自己的手掌发起了呆。那个傻子的胸脯酥软有肉，触感太好。想到刚才他主动的送上门来，而他却顾及君子高洁，竟然逃了出来。如今回想，竟然有些失落。失落？景王蹙眉，他竟然会因为没有吃了他而失落？他是不是疯了？一个闲着口水成天傻笑的傻子，竟然让他感觉失落。这时候侍卫再次来报：殿下，景王妃逃了。什么？景王颀长的身子豁地站起来，脑子里轰然炸裂。原来那傻子勾搭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逼走他，而他竟然上当了。去找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傻子给我抓回来。景王急匆匆地赶到歪脖子树前，除了一条还在摇荡的粗麻绳挂在树上，肆意地嘲笑着他的愚蠢以外，空无一人。景王的脸瞬间冷若冰雕。爷，你消消气儿。常言道，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景王妃虽然是个傻子，可也是女子，也揣摩不透女人的心思，这不能怪爷。毕竟爷常年在外打仗，接触的都是男人，对女人没有经验。若爷输给一个傻子，是因为没有经验。爷，小的不是这个意思。爷不生气。景王忽然豁然开朗，性感薄唇扯出一抹坚毅的笑容。他不就是去找青武吗？告诉红尘，把青武放出来，请君入瓮。找钱？素暖瞪着他，见他拿着金子纹丝不动，只是一脸邪恶的笑，一脸不悦，心里的防备就多了一分。你想干嘛？哎，姑娘，你这金子小子找不开呀，不如什么？不如你让爷睡一觉，这包子就免费给你吃了，怎样？呀个呸！竟敢打他的主意！或者你跟了我，我保证让你天天有包子吃。恶心！哎呦！姑娘饶命！姑娘饶命！人渣！我一脚踢在男人的命根子上，我让你断子绝孙，看你以后还怎么残害人家姑娘！那老板双手捂着裤裆，疼得龇牙咧嘴，反过来时，循着开门的店铺一家一家问，刚巧遇到包子铺老板。你们说的就是那个会是女魔王吗？那个真是个女魔头啊！你们看，他砸了我的店铺，还暴揍了我一顿，这还不解恨，他还踢我裤裆，这女的一点羞耻心都没有。景王望着惨绝人寰的男人，
眉眼抽了抽，这真是弱智仙仙的他干的吗？告诉本王，他去哪儿了？他往那边走了。轻舞苏醒后，就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位红尘姑娘与自己一起，也不知过了多久，竟没有一个人来问候他们。红尘看起来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发青，仿佛毒入膏肓了。轻舞害怕的要死，一直叫嚷着救命呀。红尘却摆出一副乐知天命的模样。姑娘，你别叫了，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的。我告诉你，劫持我们的劫匪是一群武林高手，他们已经追了我许久，将我的同伴都杀死了，如今剩下我一个人，不慎中了毒，恐怕也难逃升天。姑娘，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姑娘，你放心，我们一定会逃出去的。逃出去有什么用啊？你看我中毒太深，就算侥幸逃了出去，还不是一样会死啊？姑娘，你放心，如果我们逃出去，你的毒肯定能解的。姑娘，你别劝我了，世界上除非华佗在世，否则谁有那么好的医术可以救我起死回生？你别自暴自弃，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一定可以救你的。娘，如今的神医都是超凡脱俗的隐士高人，等我找到了他，只怕我早就一命呜呼了。红尘姑娘，你别丧气呀，我没骗你，我就认识一个神医，他就在帝都，在景王府。红尘的眼光凝视着窗外那一抹如擎天柱一般的身影，脸上流露出会侠的笑意。轻舞望着他，忽然觉得红尘的表情怎么转化的那么快，刚才还一副病入膏肓、悲哀荒芜的楚楚可怜样，怎么一眨眼就笑得明媚动人。大门忽然被人踢开，轻舞望着进来的那抹倾城绝世之姿，真是傻眼了。你，轻舞，你可知欺君之罪，该当如何处置？轻舞摇头，心知景王必然是听到他适才那番话了。不过为了保护景王妃，他决定矢口否认。轻舞，你不怕死，你怕不怕你哥哥、你的九族因你而受牵连？殿下恕罪，奴婢犯了欺君之罪，请殿下恕罪。他可以为景王妃死，毫无足惜，可是他的九族因他而受到牵连，那他的罪过就太大了。轻舞想，景王妃也一定不希望看到这样惨烈的结局。恕你无罪，也不是不可以，那得看你的表现了。把你知道的关于景王妃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向本王禀来。是，小的不敢隐瞒。追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景王妃时的情景，点点滴滴揉碎道来。殿下，小的确实犯了欺君之罪，因为小的不懂医术。你不会医术，那当日救信陵侯家小公子的又是谁？给本王解毒的又是谁？殿下，救信陵侯家的小公子的人是景王妃呀，当日给你解毒疗伤的人也是景王妃呀。骗人！谁不知道景王妃是天生的傻子？她哪里懂什么医术？快说，你背后是不是另有其人？没有，殿下，奴婢指天发誓，奴婢说的句句属实，绝对没有半点谎言。巨大的惊骇将景王激得懵了。无数次推断中，明明只有这样的结论才符合事实，
可是他就是不相信这个结果，因为景王妃是傻子的定论深入人心。帝都盛传，郑国府三小姐天生痴傻，竟不知传言有误。她痴傻的外表下，竟然有如此精湛的医术，就是不知道她为何要装傻充愣，还是说她智力超群，性格却本就如此疯癫无常，给人假象，让人完全相信她不傻，有点难以接受。轻武，本王问你，景王妃为何要装傻充愣？殿下，奴婢不知。轻武，今日的事，切记不可告诉任何人。至于景王妃那边，你还继续伺候她。关于我调查她的事，你要守口如瓶，否则也唯你是问。景王妃昨夜爬墙出府，想必是来寻你来了。轻武，你赶紧去找她，找到她以后，将她带回王府。轻武听说王妃爬墙找他，登时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么高的院墙，王妃千金之躯，要是摔坏了怎么办？轻武应下来，此刻的心巴不得早点飞回王妃身边。想到那个傻子其实并不傻，可是他却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救人，并顺利的瞒天过海，这谋略令人敬畏。想到他借着痴傻的盾牌将嫡姐凤瑟明一击必杀，这城府高深莫测。想到他与宣平一面之缘，只因为宣平对他和七公主出言不逊，他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识破宣平的过敏体质，并且对他小惩大戒，这医术可谓神乎其神。不过他的心胸却让人不敢恭维。想到他那日中毒昏迷，醒来后看到他一双熊猫眼，他必然为自己担心熬夜了，心仿佛被羽毛划过了一般，柔柔的，暖暖的，俊美无愁的脸庞漫出一抹笑颜，狭长的眉眼泛出桃花灼灼的光彩来。这一刻，不知为何竟然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他，焦躁不安地站起来，急急地往门外走去。素南抵达了驿站，询问了许多人，却并没有一人见过轻武。素南此刻颇为自责，她竟然忘记这是古代了。轻武这样的柔弱女子，孤身一人走在外面，被人挟持了或者伤害了怎么办？她今早不就遇到一个人渣男了吗？幸亏她练过跆拳道，可是轻武没有啊，心里难过的慌。傻子！素南转过头，看到玉树临风的景王负手而立。啊！去死！去死！傻子，你能别抽风吗？我不回去，我要找轻武。别哭了，简直丑死了。你对轻武倒是不错嘛。景王冰寒的声音藏着若有似无的醋味蔓延开来。这死傻子见到他又是打又是踢的，对轻武则是关怀备至，忧心交加。这待遇的差别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毕竟是高高在上的九王殿下，多少女人投怀送抱，他看都不会看一眼。这傻子运气好，莫名其妙就当了他的女人。可是他对他好像愈来愈不像从前那般迷恋了。难道是他魅力不足？轻武！提到轻武，素南忍不住又嚎了起来。景王也不顾他的反对，粗鲁霸道地将他抱上马，策马就往王府的方向跑去。回到王府时，轻武已经在门口迎接素暖。王妃，轻武好想你呀！我也是。景王看着两个女人，精致魅惑的五官都揪到一块儿了，
嘴唇抽了抽，至于吗？不就分开1天而已，搞得他好像做了一件多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一般。景王黑着脸，背着手往明泽殿走去。素暖、青武立刻停止嚎叫。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青武愣了愣，想起景王的嘱托，阿九的再三叮咛，青武垂下眼睫道：七公主明日会去绯色阁等你的。对了，昨夜你彻夜未归，可是遇到什么事了？这些问题早在回来的路上，阿九就替他想好了答案。青武背来：昨夜我从驿站回来的路上，遇到我以前的邻居张婶了。她告诉我，我哥生病了，我有些不放心，便顺道回去看了看他。谁知道我哥新娶的嫂子就拉着我住下来，硬是不让我走。景王妃，我担心我哥，所以就留下来陪了他1天。景王妃，请你惩罚我吧，我不该让你替我操心。我不怪你。景王躺在床上，澄澈清明的眸子一顺不顺地瞪着头顶上的轻纱帷幔。虽然身体已经十分疲惫，然而却不知为何就是没了睡意，辗转反侧，唉声叹气。阿九，爷，怎么了？景王望着阿九，忽然咧嘴，妖娆一笑，带着自嘲的意味。他竟然为了一个傻子睡不着，还要连累阿九也休息不好吗？爷，你是不是发春了？发春？他会为了一个傻子发春？传出去，他的脸还要不要了？你是说，爷在想女人？是啊，爷。那么明显的，他绝对不会看错的。爷年纪也不算小了，想一想女人也是正常的。那你有什么办法能让爷不那么难受吗？爷可去天香殿睡觉。景王想到那个傻子对自己咸口水的傻样，就眉眼直抽。还是算了吧。爷，你可去绯色阁找姑娘。爷是那种不自律的人吗？爷，听说绯色阁有一个姑娘，生得貌美似天仙，弹得一手好琴。听说爷的九皇叔经常去光顾这位仙子，太子纪王和其他几位皇子还因为这位姑娘闹得十分不愉快。九皇叔也去。九皇叔，大理最贤的王爷，不爱江山，只爱美人。不过这些都是道听途说，他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九皇叔嫖娼，总觉得像九皇叔那样心高气傲的男子，怎么会甘心堕入红尘，不问功名？阿九，明儿陪爷走一趟绯色阁。诺。他没听错吧？明儿爷带他逛窑子，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翌日，绯色阁第一次见面，素暖和老鸨他来了个君子协议，凡是他们在绯色阁赚的银子5/5分成。老鸨自然对他们的生意就格外上心，不但给他们拉客户，还给他批出一间房屋，方便他诊病。素暖抵达绯色阁后，那些姑娘便纷纷涌来看诊。素暖和青武戴着面纱，这样看病的人就看不清素暖的模样。素暖一个个看病，望闻问切，虽然很多都是妇科病，不过根据个人体质开了不同的药方。楼下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姑娘们，李王来了！”然后所有看病的姑娘一哄而散。大夫，我不看了，下次再看啊。正看病的姑娘连诊金都不要了，飞也似的往楼下跑去。素暖摘了面纱，瞥了眼剩余的药包，眸子里掠过一抹不甘。走，我们去看看。
哪尊活佛挡了我生财的道？两个人收拾好了银子，又简单乔装了一下，这才走出了房间，站望着下面。一个男人穿着大红的锦袍，发丝尽数高束，金冠束着，看背影竟是个鲜衣怒放的少年。绯色阁的姑娘一个个投怀送抱，将他围在中间。他是谁？素暖轻声问青舞。不曾想，不知何时，他旁边站了一位倾国倾城的姑娘。那姑娘代替青舞道：“你连他都不认识啊？当今圣上的九皇帝离王。”素暖望着她，这姑娘穿着透明的轻纱，尽显姣好曼妙的身材，而且还有一张艳丽绝伦的脸庞。她应该是绯色阁的姑娘，然而她并没有跟其他女人一样对离王穷追猛打，而且流露出一抹鄙夷和不屑，兀自透着清高。素暖对她顿时多了份好感。姑娘尊姓大名？群芳。好名字啊，有好戏看了。素暖循着群芳姑娘的目光望向，心跳都漏了半拍。景王一袭白衣，如陌上美玉无瑕，慢慢走来，浑身散发出冷冽的光芒。群芳姑娘竟然说有好戏看了，莫非这叔侄不和？果然，那是我的皇侄，当今的战神王九王殿下攻城。你们去几个，好好伺候他。景王阴损的眼眸漾出一抹高深莫测的目光，目光锐利地往全场一扫，无一遗漏，最后停在2楼的素暖身上。心无心虚地拉着素暖的衣袖。素暖对自己的乔装技术一向自信，他不信他能认出他来，瞪着他，目光热辣而大胆。景王的唇角努出一抹笑容，景王妃还是不装傻的时候更加可爱。皇侄啊，听说你大婚不过才几月，怎么镇国公府的傻子不符合你的胃口？素暖怀揣双臂，幸灾乐祸地瞪着自己的夫君，仿佛离王口中的傻子与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景王功臣悠悠然瞥了眼2楼女扮男装的素暖，唇角漫出一抹毒药似的微笑。皇叔应该知道，那傻子本是太后趁我危难时强行塞给我的，我对他自然没什么好感。也是，那傻子让人看了倒胃口的很，为时配不上皇侄这般风华绝代的枭雄啊。皇侄既然点名要了群芳姑娘，今儿皇叔我就大方一回，将群芳让给你了。如此，多谢皇叔了。景王径直走到群芳面前，目光却驻留在素暖脸上，良久。素暖无畏地迎上他的目光，景王眼眸情笑，这丫不装傻的时候胆儿挺肥啊，不如戏弄他一番。这位是？我叫李老子。景王蹙眉，这信手拈来的名字听起来好生古怪啊。瞥到他眼底深处不怀好意的嘲笑，他相信这绝对不是个好名字。看你穿的那么寒碜，也学纨绔子弟游手好闲，你可知见着群芳姑娘一面，需要多少银子？自己还是一头种马，有什么资格教训别人？景王的脸抽了抽，种马？他竟敢侮辱他是种马！素暖觉得和他尬聊无趣，轻声拉着青舞朝自己的枕室走去。景王的目光落到他屁股后面的袍子上，一抹殷红的血迹从里而外渗透出来，赫然醒目。俊脸蓦地一沉，这什么女人啊？月事来了，还在外面蹦跶。慢着，你这身衣服太单薄了，这件披风送与你了。
素暖对他突如其来的举动感到莫名其妙，却瞬间觉得身体的温度暖了一分。多谢了。早点回去。哼，你看出来了，她是个女人，对吗？我是继子，每日都有许多男人来绯色阁争夺我的所有权，只不过你皇叔有钱有势，包我的时间就长了点儿，可是这不代表我就是他的。何况你比他更好看，更有权势，我干嘛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呀？景王望着他，目光如炬，7分打量，3分寻思。这个女人据暗卫查探来的消息，远没有她的外表那么简单。她来历不明，驻扎绯色阁目的并不单纯。她虽然是倾国倾城的女子，不过倒是像极了另一个人，一个她崇拜敬仰的人。既如此，本王不客气了。靖王殿下，今儿群芳一定会好好的伺候你的。隔壁，你能治好我的鼻病？那是当然，要不然我干嘛让你给人通风报信？我母妃给我请了许多御医，他们都说我这个是顽疾，每到冬季依然会复发，所以御医们都束手无策。下个月，我父皇要为我们所有未出阁的公主准备一场才华比试，若是谁输了，就要被接到塞外与一个糟老头子结婚。我这喷嚏连连的，如何参与比试啊？你若是能治好我的鼻病，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七公主，你的鼻病虽然是顽疾，但是若是通过1个月的治疗，完全可以控制你的病情，让你的喷嚏骤然减少，届时一定不会妨碍你参加比试。1个月，当真可以吗？乐道，是，但是这个月你必须听从我的安排。大夫，你说。我会给你开几副中药，你回宫以后照我说的方法熬制。药渣为冷却时，可以用热烟熏鼻子，此乃方法1。那么第2种方法是什么？我需要教你艾灸之法，回去以后记得每天艾灸你的大小迎香穴、鼻梁、涌泉、神阙、合谷、曲池、风府等穴位。具体的穴位我会教你认识，不过此法需要你长久坚持。我一定能坚持下去的。第3种方法就是泡脚，每天用艾叶、生姜泡脚。你体内湿寒太重，此法可助你排除寒气。还有吗？许涕法，可试试。许涕法。素暖用一张小纸条裹成长条形，然后伸进七公主的鼻子内。七公主瞬间爆发一连串的喷嚏。你这方法不行啊！她打着喷嚏，连眼泪哗哗都出来了。素暖望着她，只笑不语。七公主打完喷嚏，说完这段话，竟然发现自己瞬间就不打喷嚏了，而且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没有打喷嚏了，顿时惊喜连连。神医果然医术高超。7日后回访。是。大夫，这是诊金，这次少了点，若是有效，下次我一定带丰厚的诊金过来。今儿生意这么好，老娘真是没看走眼，姑娘果然医术精湛。礼仪，这个群房姑娘可是谁包下来的？这一声礼仪听得老鸨泪眼连连。做他们这一行的，日子久了，尊严没了，性也丢了。哎呦，我的姑娘哎，你这张嘴啊，真是爱死个人！就冲你这身礼仪，今儿我就对你实话实说了吧。这个群芳姑娘呀，气性太高，一般的男人她都看不上眼。前些日子啊，
离王出了天价包下他。可是离王来了后，从来就是听曲儿看戏，从来没有和他上过床。倒是今儿来的景王啊，两个人似乎相见甚欢，此刻啊正滚床单呢。说起来，这群芳姑娘还是完璧之身啊。景王娶了傻妃天下尽知，兴许这群芳姑娘愿意委身景王，虽然名为侧妃，实际上和嫡妃没差。刚说着，隔壁就传来女人销魂的声音声。素暖皱眉，本来对于景王招蜂惹蝶毫无兴致，如今听了老鸨一番话，顿觉这事儿与自己还是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倘若景王娶了侧妃，那他岂不是要开启苦逼的攻心计了？既然他等不及他休他，那么他何不反过来让他休他？今日可是天赐良机呀！他记得古代女人若是犯了妒忌，可是会被休的。老鸨扭着肥硕的腰肢走了后，素暖立即卸了乔装的打扮，恢复本来的面容。青武，跟我走，咱们抓奸去。素暖双手叉腰，一脚踹开隔壁大门。青武故意高声地喊道：景王妃，你别生气呀，景王不在这里，快跟我回去。室内一片旖旎。你这个狐狸精，竟敢勾搭我的男人，看我怎么收拾你！景王眉毛抽了抽，这是正常人干的事儿吗？殿下，景王妃弄得奴婢了。景王望着素暖粗暴的模样，悍妇、妒妇。青武，还愣着干嘛？把景王妃带下去。王妃，算了吧，我们走吧。你这样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肚子里的孩子吗？我要去告诉太后。双手捂面，却从指缝里偷窥气炸的景王。哼，既然不让他耍泼，那他也不会让他称心如意。群芳若是知道他肚子里有景王的骨肉，这可是嫡出的孩子，将来会世袭爵位，其他女人也只能靠边站了，想必对景王也就寒心了。景王妃大可放心，群芳虽然仰慕景王，却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不会做飞上枝头变凤凰的黄粱美梦。群芳就待在绯色阁，殿下若是真喜欢群芳，就常来坐坐吧。你放心，你我今日差点就坐实夫妻之事，我岂会亏待你？待他日我选个日子禀明太后，必然娶你进门。就是不知你可介意做本王的侧妃？大提琴般性感迷人的声线，温柔似水。素暖抖了抖一身的鸡皮疙瘩，尼玛，对老娘不是凶就是吼，这待遇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呀！傻子，今日你破坏了我的好事，看我回去怎么惩罚你！有本事你咬我呀！雨碧将屁股对准他，摇了摇，婀娜多姿的走了。傻子，你给我站住！爷，景王妃又惹爷生气了，要不要小的去把他给追回来？不用，备马车，我们去趟集市。回到王府后，青武刚替他解开披风，便发现景王妃的月事侧漏了。王妃，你来月事了，把衣服弄脏了，快去换换吧。青武提醒素暖，素暖惊得立刻双手捂住屁股。哎呀，糗死了！难怪景王今日要给他披风，还嘱咐他早点回来。他一定是看到自己来月事了。景王妃，殿下对王妃还是好的。那是他怕我给他丢脸，才把披风借我的。糟了，这披风内镶的可是狐狸皮毛，怕是清洗不干净了。放心吧，他不会要了。殿下刚回府，马车上全是绫罗绸缎。听人说，殿下今日去了绯色阁，也不知是被哪个狐妹子迷住了，竟然买这么多女人的东西。殿下今日跟那花魁许诺，他定会娶她。以殿下的为人，
怕是这事儿要成定局了。王妃，这可怎么办？青楼女子的手段可多得很，到时候我们肯定会吃亏的。唉，素暖浓郁的叹口气，一手之疑，思忖着如何能让景王休了自己。亲武，笔墨纸砚伺候。忽然灵机一动，他不休他，不就是以为他傻？休了他，落人闲话吗？那他休他，他定是求之不得呀。轻舞铺开纸墨笔砚，素暖立即正襟危坐，拿起毛笔，在纸上认真地写道：“休书。”托腮，绞尽脑汁，凝思良久，才想到下文，又写道：“郑国府三傻子奉素暖，因其夫不举，结婚多日无所出，故要休夫，日后任其续娶，永无争执。”然后洋洋洒洒落笔，画了一只凤凰，一棵树，一个烤炉。去，给殿下送过去。这写的什么？哼，去吧，殿下不会为难你的，说不定还要奖赏你的。殿下，青舞姑娘来了。哦，这是王妃让我送过来的。今日那傻子弄脏了裙子，本王借披风给他，莫非他还写信感谢本王不成？接过纸页，轻轻一抖，便全部展开。景王将它放在眼前，仔细地阅读起来。他的字体很丑，歪歪倒倒的，分明就是故意为之。然而看到字体内容后，顿时勃然大怒。竟敢说本王不举，还敢休夫！阿九，你说，本王哪里配不上他个死傻子了？竟敢休夫！此刻，殿下的内心是崩溃的，内心是绝望的。他对他一直以来都是宽容大度，他不嫌弃他每日疯疯癫癫，装疯卖傻，没想到他反过来嫌弃上他了。青舞，你家主子可说过什么？奴婢不敢说呀。说。王妃说，殿下若是看了这个，说不定还会奖赏我。景王唇角抽了抽，他凭什么这么自信啊？铁青着脸，大踏步向天香殿走去。素暖正躺在榻上闭目养神，忽然听到门被人踹开的声音，及时睁开眼。傻子，你要休夫是不是？就因为我不举？素暖怔住了，这个嘛，有待考究。本王不举，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你如果不是那方面有问题，干嘛成亲那么久也不碰我？既然如此，今儿我就跟你证明一下，本王不是不行，本王是尊重你。景王如发狂的野兽，将他的身子桎梏在自己的面前，俯身攫住他的唇，猛烈地蹂躏起来。素暖的大脑瞬间空白，这是不是自己挖坑把自己给埋了？想抗议，嘴里被他轻占着，只能发出呜呜呜的声音。他的侵略攻城略迟。素暖吐了口气，再这样下去，他清白不保啊。他的手也开始极为不安分起来。素暖的手终于得了空，他扬起手掌，用力一劈，景王立刻晕了过去。防狼基本招式，他可是练得娴熟有余。殿下，殿下，你冷静啊！王妃，你快开门啊！素暖走过去，打开门。阿九和青舞立刻滚进来，看到床上一动不动的景王，阿九顿时脸色瞬变。季王妃，你把我家爷怎么样了？景王妃手无缚鸡之力，能把殿下怎样？你还不去看看殿下怎样了？阿九立即冲上去，探了探景王的鼻息，松了口气。季王妃，你可知包打皇子殿下，可是要被凌迟的。素暖的腿软得差点没跪下去，
他竟然把这茬忘记了。在这个朝代，男尊女卑，而且他打的是自己的夫君，是当今的景王殿下，打皇子可是犯法的。我操，凌迟！素暖走到景王跟前，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势，没多久，景王就缓缓然苏醒过来了。阴损的目光往素暖身上一扫，素暖立刻打了个寒战。景王皱眉，这傻子天不怕地不怕，怎么忽然这么怕他了？阿九扯了扯青武的手臂，示意他俩出去，别打扰景王、景王妃谈判。你竟敢打我！打你都算便宜你了，老娘就该下狠手暴揍你一顿，揍得你爹娘都认不出你，这才解恨。知道本朝法律，妃子打王爷，该当如何处置吗？素暖垮着脸，不就是凌迟加身吗？他知道错了好不好？他以后再不敢嚣张了好不好？素暖忽然妖娆一笑，婀娜多姿的走到景王面前，伸出柔蹄给他捏肩捶背。滚！素暖整个人僵在原地，他奶奶的，他到底闹哪般呢？景王站起来，怨念的目光嫌弃地藐视着他，然后揉了揉自己的后脑勺，扬长而去。素暖瞬间原地石化，我操，他这什么眼神啊？爷，今日景王妃确实做得太过分了，爷，日后我对天香殿一定严加管制。我们扣了他的月银，1日3餐，只添素不加荤。我们没有以后，本王要休了这个悍妇。是，休了这个悍妇，小的立即去拿纸墨笔砚。哼，本王休了他，自不遭了他的道。他不就想着离开景王府，从此一别两宽吗？哼，他倒是天真，凭什么他从镇国府里捞出了他，他不还点利息就让他离开吗？爷，我迟早会休了他，不过不是现在。明日让人将这堆东西送到绯色阁群芳姑娘那里去。诺。还有，去天香殿取回本王的披风，烧了吧。诺。景王殿下近日日日夜夜流连绯色阁，这件事在府里传开来，素暖便再没心情去绯色阁赚银子了。只是与七公主约定的回访时间到了，素暖却不得不动身去一趟绯色阁。七公主，你的鼻病应该大有改善了吧？大夫果然是神医，我按照大夫的方法，每日按时吃药，清晨艾灸，傍晚泡脚取涕，果然大有改善。大夫，这个是我的酬金。青武立刻上前收了酬金。素暖会意一笑，看来他这个财迷性子，连青武也是知道了。七公主，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神医，求求你，救救我的母妃吧！我的母妃常年卧病在床，御医们都说束手无策。可是我知道，我母妃并非得了什么难治之症，她只是被人下了毒，是一种慢性毒。此毒虽然对生命没有暂时危险，然而长年累月，形容枯槁，也是会死的呀。神医，你及时为怀，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可怜的母妃。素暖闻言，脸色大变。宫廷争斗从来就充满阴谋论，倘若他插手此事，必然会卷入一场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中。可是身为医者，见死不救，却良心不安。青武虽然是丫鬟，然而各种利害关系也是揣透了的。他看到素暖似乎有些动心。不可，你只是一个平民，管不了皇宫里的事情。倘若你管了，难免会挡了有心之人的道，就会给自己树立一个又一个的敌人。你虽然是神医，
可是无权无势，素手纤纤，抵不过皇权威威啊！七公主红着眼，经过轻舞一点拨，也觉得自己为难神医了。如此，便不劳神医了。我是医者，医者济世为怀，岂能见死不救？七公主，我可以去救你的母妃，你安排一下日子吧。这是我的父皇在我小时候赐给我的玉佩，宫中侍卫见到此玉佩，犹如见了一下皇上。今儿我把它送给神医了，神医找个空档进宫，我会在母妃的慈镜轩等你。王妃，你就是菩萨心肠。本来还想说什么来着，然而绯色阁的姑娘们一窝蜂按进来。哎呀，神医，你前几日怎么不来呀？我们小红姑娘说了，用了你的药，她的病呀全好了。些姑娘为了查探病情，素暖会按揉部分郁结的经脉穴位，疼的姑娘们嗷嗷大叫。啊！隔壁古琴前，景王正教群芳弹曲子，骤然听见隔壁传来女人销魂荡魄的声音声，景王的眉头蹙起来了，手上的动作也停了。软语温存的声音一波又一波的此起彼伏，景王的脸色愈发难堪起来。这个死傻子，不好好行医，又在闹哪出啊？怎么，景王殿下的心也开始春心荡漾了？若不是你来了乐师，今儿你的叫声岂会输给隔壁？殿下，等群芳乐试完后，一定补偿给你。殿下貌似对隔壁那位神医很用心啊。你吃醋了？殿下，这个世界上能够让我吃醋的女人，恐怕还没有出世呢。传闻战无不败的战神九王不近女色，所以才能在沙场上所向披靡。今日一见，传闻有假呀。景王殿下对隔壁的那位大夫可是十分的与众不同啊。隔壁那位身材不如你曼妙，容貌更是比不上你1/1000，性格也不讨人喜欢。群芳，你是觉得本王欣赏的目光就那么低？群芳，你是觉得本王欣赏的目光就那么低？殿下嘴上说着不喜欢，可是一提到那姑娘，殿下就不能冷静如常。殿下有时候讨厌一个人，也是因为喜欢他，求而不得，生怒怨，这是多少年来亘古不变的道理。殿下不明白吗？你是在点拨本王？本王其实已经对隔壁那个喜欢装神弄鬼的大夫上了心。群芳不知，殿下问问自己的心吧。景王黑着脸，大踏步离开，脑子里反复咀嚼着群芳姑娘的话。难道他之所以最近对她那么冷淡、生气、厌恶，真是求而不得的结果吗？素神医，你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要有一技之长，若是能宠幸一下我们，让我们这些女人也品尝一下枯田玉甘泉的美妙，我等死而无憾了。景王唇角抽了抽，拳头不自主地握起来。本来以为他在女人堆里行医，安全放心，没想到这群风尘女子竟然会如此露骨地撩他，他能应对得过来吗？莫名地为他担心起来。姑娘明眸善睐，长得是妖娆妩媚，我倒是想享受一下其人之福，就是怕耽误了姑娘的大好前程。一副失落的声音令景王不禁皱紧眉头，这个傻子莫不是喜欢女人吧？要不然以他的风华绝姿，他怎么会不动心呢？爷，他可露馅了。你说，女人若是喜欢女人，会有什么表现？女人喜欢女人，那她肯定喜欢摸女人的身体，而对男人超级冷淡。哪怕是世间最优秀的男人，
他也不可能喜欢她。那你说，爷这样的男人，算不算世间最优秀的男人？那是当然。这世上，哪个女人见了爷不主动投怀送抱？除非她是性冷淡。爷啊，你不会怀疑景王妃有魔镜之癖吧？她不像吗？爷这么一说，阿九也觉得像。你看，景王妃对青舞姑娘那可是情深似海，比伉俪还情深。可是对自己的夫君，反而是避之唯恐不及。莫非景王妃真的是得了魔镜之癖？能治吗？听说何太医对这方面有过研究，要不要让他来试试？明日请他来府上，替景王妃诊治诊治。诺。忙碌了整整一日，带着丰厚的诊金，素暖和青舞在傍晚时分回到王府。青舞，你说这些珠宝可以换多少银子呀？可以买几个店铺？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王妃，你要买店铺吗？你看啊，我们在绯色阁借地行医，挣的诊金要给老鸨一半。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店铺，就不用跟别人分诊金了，而且还能给更多的人看病。王妃说的有道理呀，明日我就去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旺铺出售。翌日，我以为是什么宝贝，原来都是些碎银子，哼，还真把它当宝了。都是些不入流的下等货，那些青楼女子以色刺人，吃的不过是几年的青春饭，他们挣的银子，可是要留着给自己养老的，能舍得花重金看病？哼！殿下，我们还有一个好东西。景王目光移到夜明珠上，倏地脸色瞬变。七公主给你这么重的诊金？素暖扬起傲娇的脸，却傻乐着。景王才恍惚过来，他是要将装疯卖傻坚持到底的，无奈地转头问青舞：七公主为何给你这么重的赏金？七公主说，我治好了她的鼻病，下个月的才华比试，她就可以顺利的发挥了，至少有一线生机，却博得自己的人生。七公主为了感激我们，便把这夜明珠当作诊金给我们了。七公主没什么好宝贝，这可能是她唯一值钱的一点东西。她把这个送给你们，无异于把她的命凌驾在你们的身上。我可提醒你们，没那个本事就不要逞强，丢了饭碗是小，丢了命可就不值当了。阿九，七公主的夜明珠替本王还给她。至于景王妃的诊金，去把我的玉匣子拿过来，里面的珠宝就给天香殿了。爷，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呀。去吧。素暖扬起傲娇的脸，却傻乐着。景王才恍惚过来，他是要将装疯卖傻坚持到底的，无奈地转头问青舞：七公主为何给你这么重的赏金？七公主说，我治好了她的鼻病，下个月的才华比试，她就可以顺利的发挥了，至少有一线生机，却博得自己的人生。七公主为了感激我们，便把这夜明珠当作诊金给我们了。七公主没什么好宝贝，这可能是她唯一值钱的一点东西。她把这个送给你们，无异于把她的命凌驾在你们的身上。我可提醒你们，没那个本事就不要逞强，丢了饭碗是小，丢了命可就不值当了。阿九，七公主的夜明珠替本王还给她。至于景王妃的诊金，去把我的玉匣子拿过来，里面的珠宝就给天香殿了。爷，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呀。去吧。不一会儿，便领着一个年轻的御医进屋。
素暖望着那张姣好的面孔，顿时双目发光。这个男人不就是上次在金銮殿上为他坐镇的帅哥吗？一身正气凛然，医术高超，而且长得不赖。素暖对他是十分有好感的。何太守，你看看，这傻子的病能治吗？解王，大夫看诊病人时需要全神贯注，你要不要带着你的小九九出去避一避？不出去也可以，能不说话吗？景王白了他一眼，没有异议，算是默认了。何守则走到素暖身旁，也不把脉，也不问诊，而是和素暖拉起家常来。景王妃，王府里住的可习惯？何守则问。素暖犹豫片刻，诚实的摇头。为何不习惯？吃的少，穿不暖，还没银子花，晚上没人暖被窝，白天看到的全是面瘫脸，像这样的。景王妃不喜欢景王吗？素暖望着景王，一瞬间懵逼了。喜欢还是不喜欢？说不喜欢吧，好像又惦记着景王将他从郑国府捞回来，给他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这天大的恩情，从那天起他就记着。他喜欢他不歧视弱小的真性情，喜欢他虽然高高在上，却没有纨绔子弟的作风，喜欢他正气凛然，一身清明。可是说喜欢吧，他又是一头标准的种马，他还一毛不拔，还虐待傻子，说话还损，对他又凶。他喜欢他，除非他脑子有病吧。景王妃，素暖正想着景王和群芳纠扯不清的关系，心里不知为何就生出淡淡的怨气。不喜欢一个人，我喜欢的东西他要想办法去争取来给我，哪怕我要的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的敌人他要替我揍他，揍了他爹娘都认不得。如果他还不乖的话，就替我去他祖坟，让他这辈子看到我都绕道走。如果他有钱，最好能帮我修个黄金屋。没钱也没关系啊，我可以养他，前提是他要听我的话。景王的眉眼抽了抽，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以为他是女娲下凡，要人每天烧高香供着。素暖何尝不知自己的择偶条件纯属娱乐，看到何守则嘴巴张开半天合不拢的憨态，素暖傻笑道：志同道合就成。志同道合，他选夫婿的条件就是志同道合。难怪他第一次看人家何守则的目光就跟见金子似的。莫非这傻子对何守则是一见钟情？那他请何守则来替他看病，岂不是引狼入室？殿下，景王妃喜欢的应该还是男人，只是景王这样的男子恰恰不是王妃心仪的对象。需要你说出来吗？本王没长耳朵吗？哼，庸医。还以为何守则能另辟蹊径，治愈景王妃的魔镜之癖，没想到他就是大老粗一个，问的问题粗俗不堪，而且直白无深度。景王对何守则的不满写在脸上，何守则羞愧的连枕巾也不敢要了，灰溜溜的离去。素暖总算是从何守则最后一句话里窥出景王的动机，原来这妖孽竟然误会他有魔镜之好。素暖心里哭笑不得，这一趟景王可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素暖望着他一脸阴霾，郁郁离去，在他背后捧腹大笑：王妃，殿下阻止你去给七公主的母妃看病，想必里面有文章。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吗？金子已经在我手上了，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管不着。亲我，哪里可以买到便宜的商铺呀？我想买一间商铺，这样就可以不去飞色阁借地了，不用分给老鸨一半的诊费，而且可以给更多的人看病，
你说多好呀！王妃，这法子好，改天奴婢去市集看看商铺行情，回头给你禀报。好的。爷啊，王妃不在绯色阁。爷啊，小的去各大店铺查探过了，没有发现王妃的行踪。景王心里顿时有种不好的感觉。这个傻子平日里不在绯色阁，就在王府，偶尔客串一下各大药铺。今日他却凭空蒸发了一般，究竟会去哪里呀？难不成他去了皇宫？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阿九，备马，本王要入宫。公主。当素暖走到门口，暗哑低沉老太太声音一出口，七公主立即抬起头看着她。看到是一个不认识的老婆婆时，七公主眼里的惊喜瞬间消弭。正当青舞纠结着要不要给七公主展示她的信物时，忽然背后传来了一声大提琴般的天籁之音。七姐。景王疾步走到素暖跟前，严厉的眼神遏制了青舞的所有动作。不过青舞撩开衣角时，七公主眼尖，一眼认出了自己的东西。七姐，这两人是？九弟，这是我请来的大夫，让他替我看鼻病的。景王望着素暖，瞥见他老态龙钟的模样，痴呆了半天。这傻子竟然有这么好的化妆术。倘若不是青舞化妆的痕迹太过粗糙，他认出了青舞，才能推断出老婆婆是他家的傻子。若是素暖单身一人，化妆成这个丑样子，他定是认不出来的。大夫。七姐，既是给你看病，为何不在绍兴宫？怎么来了慈妃的冷宫？素暖暗暗皱眉，这慈宁轩原来是冷宫，那就是被皇帝废弃的妃子。倘若他救了她，岂不是与皇帝作对？素暖惊出一身冷汗，难怪景王不惜拿出他的稀世珍宝，也要换得他放弃这次的出诊，只因为他此行关乎着整个王府的安危。九弟，你不信我？七姐，做人要知足常乐，若是老是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幸福，最后往往被摔得粉身碎骨。九弟，我但凡有一丝快乐，我也会满足。可是你看，公主之间的才华比试马上就要到了，其他姐妹都有母妃在父皇面前吹耳边风，免除他们的鄙视，而我，谁来替我的人生打算一下？您放心，既然都是皇上的女儿，没有谁可以豁免这场比试。七姐，与其动着歪脑筋，倒不如好好的准备下比试的节目。回去吧。屋子里面忽然传来慈妃痛苦的呻吟声。大夫，求求你，去看看我的母妃吧，她没日没夜都要承受着病痛的折磨。九弟，你就全当我母妃是一个寻常女人罢了，求求你，让大夫救救她吧。景王脸上漠然，浑身冷若冰雕。素暖睨了他一眼，这个男人毕竟在铁血无情的战场上待久了，见惯了杀戮带来的更多更惨的悲惨世界，慈妃这点痛岂能打动他的柔肠？素暖抬起脚，不管不顾地向里面走去。景王压低嗓音嘱咐青舞：记得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还有此行危险，多加警惕。七公主，这样潮湿阴暗的环境不利于慈妃休养调息。吃的什么药？母妃常年卧病在床，是孙德妃奉旨照看我的母亲。本宫对药理一窍不通，只知道母妃每日里每隔一个对时就要喝一碗药。母妃食欲欠佳，经常诉说腹痛，可是这个地方疼。慈妃点头，
他眼神涣散，衰老无比，一时涣散。看到素暖，却不知为何眼里竟然绽放出一抹异彩。素暖知道，那是他求生的欲望。齐公主，慈妃喝了太多药，伤了肝，影响了食欲。从现在起，她不能再乱吃药了。每日熬制糙米浓汤给她服食，煎搭着小米，先调理一下脾胃，保住先天。我回去后，再给她开一些保肝解毒的药。你明日来绯色阁取吧。多谢大夫救命之恩。从慈明轩出来，忽然一群黑影围上来，一个个手持利剑，脸上戴着黑色面纱，只露出一双双冒着金光的眼睛。你们要干嘛？是谁让你们来的？你管了不该管的事情，去阎罗殿问阎王吧。怎么办啊？素暖望着旁边的水池，瞪了一眼青武。两个人心照不宣，忽然纵身一跃，跳到水池里了。死要见尸，活要见人。所有黑影刺客纷纷跳下河。素暖和青武露出小脑袋，素暖脸上奸睨狂笑：“呵呵，水里有毒，你们完了！”说完，拉着青武上了岸。那些追杀他的人，顷刻间觉得双腿灌铅似的沉重。两个人来到僻静的地方，褪了伪装，将裹在身上的塑料薄膜一层层拉开，立刻变成原来的模样。素暖流露出痴傻之态，青武毕恭毕敬地搀扶着他，两个人大摇大摆地走着。至于他们的身后，某人望着地上一堆伪装的衣服，饶是无奈地摇摇头。这傻子，聪明反被聪明误，毁尸灭迹都不懂，幸亏他跟上来了。吩咐2个暗卫换上这堆湿漉漉的衣服，然后往皇宫另一个方向逃亡，而他则速度去追景王妃。一个王妃没有皇诏进宫，这不符合情理，而他必须给他坐实一个进宫的理由。悲催的是，素暖和青武在偌大的皇宫里穿梭，然后迷路了。一群蒙面黑衣人速度从他们身边跑过，让素暖噤若寒蝉。下一刻，素暖惊呆了，这群刺客追的人，好像穿的就是他和青武刚褪下的衣服。好灵异啊！谁他妈那么倒霉，竟然捡了他们的衣服来穿？这不摆明了替他们背锅了吗？这谁呀？这不是镇国府的3傻子吗？谁让你进宫来的？煞风景！他们背锅了吗？这谁呀？这不是镇国府的3傻子吗？谁让你进宫来的？煞风景！傻子！傻子！你上次害得本宫的脸肿成了猪头，这次本宫绝不饶你！来人，把他给我抓回宫去！本宫要好好的款待款待他。皇后娘娘驾到！母后，母后，上次就是他，害得我的脸肿成了猪头，害得我在羽林王子面前丢脸。景王妃，哼，别人都当你傻，所以你做错事了，也没人跟你计较。可是本宫素来赏罚分明，错了就是错了，岂有不罚之理？你害宣平公主脸过敏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的罪过，可是让宣平在接下来的各国王子面前出了糗，这个罪过可就大了。宣平失态，丢的可是我大黎王朝的脸面。来人，把景王妃拉下去，杖责50大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素暖瞪着皇后，原本痴傻的表情渐渐消弭，冷冽的眸子森寒地瞪着皇后。愣着干什么？给我打，往死里打！住手！
皇上威严无比的声音平地而起，吓得众人不约而同地匍匐在地，头颅低垂。皇上，景王妃无礼，冲撞了宣平公主。臣妾本来想教训她2下，谁知道这个景王妃就跟发狂了一般，横冲乱撞。臣妾怕她伤着自己，正下令宫女们捉住她，免得她弄伤自己了。那这丫鬟做错了什么？为何皇后要罚她？皇上，她身为景王妃的丫鬟，保护不力，让景王妃在外面发疯。臣妾掌管后宫，岂能容忍奴婢玩忽职守？万一景王妃一个不慎闯了大祸，谁也担当不起呀。景王妃难得来一趟宫里，生性痴傻，本就够可怜了，闯的也不是什么大祸。皇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她宽容一些吧。是。奴婢犯错，只要不是什么天大的错，说教说教就可以了，不要动不动就见血。宫里要和气，要祥和。素暖对太后佩服得五体投地，三言两语却将皇后的小鸡肚肠、恶毒狠辣给教育了一番。皇后的脸色红得胜过辣椒，委实让人大快人心。只是这个时候，皇后的脸奇痒无比，伸手抓了抓。宫女们一个个都有相同症状。母后，我的脸好难受啊！皇后，你怎么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素暖瞪着皇后，原本痴傻的表情渐渐消弭，冷冽的眸子森寒地瞪着皇后。愣着干什么？给我打，往死里打！新仇旧恨，他要一起算账。皇后娘娘，景王妃并非故意害得宣平公主脸上过敏的，还请娘娘明察呀。素暖望着轻舞，额头上鲜血淋漓，心痛难忍。轻舞，你起来啊！一个奴婢，也配在这里碍本宫的眼？拖出去，杖责100！打死他！打死他！让本宫来！素暖气得发疯，简直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啊！素暖像一头发疯的野牛，向宣平公主撞去，然后双手扯着她的头发使劲扯。宣平挣扎时，素暖将手上的毒全部抹在她的耳朵上，把这个傻子从宣平身上拉开，快！宫女一窝蜂按到素暖身上。素暖正要施展拳脚功夫时，却瞥见皇上和太后娘娘慢慢地走向这边，瞬间就放弃抵抗。打死人了！打死人了！脸好难受啊！皇后，你怎么了？皇上，定是他给我们下了毒。下毒？奴婢冤枉，奴婢连皇后的手都没有碰过，怎么给皇后娘娘下毒？请皇上明察。皇上，轻舞虽然没有直接给本王下毒，可是他可以利用景王妃给我们下毒。是在景王妃上蹿下跳，他与我们多次有肢体接触，这毒兴许就是他下的。景王妃，是不是你下的毒？是我下的，是我下的。父皇，你就看在我是傻子的份上，大人不计小人过，饶恕我吧。你，真的是你下的毒？娘娘，你看我承认了，父皇为何没有奖励我糖果吃？你不是说只要傻子承认了，就有许多奖赏吗？我不管，我要糖果吃。你个傻子，本宫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
你别冤枉我。别凶，你别打我，大不了我不要糖果吃了。请皇上秉公处理吧。成天没事净整幺蛾子，你还配做一国之母吗？亏你想得出来，借傻子的手除掉这个医女，她哪里碍着你了？你难道还认为太子殿下的事真与这医女有关？朕实话告诉你，翠清香不是一般医者就能调制出来的东西。这个医女我已经调查过了，她幼年丧失双手，家境贫寒，没有正统的拜师学艺过，不过是在药房里待了几个月，会点皮毛而已。你眼里竟然容不得沙子！皇后一身冷汗淋漓，她做梦都没有想到，今日不过是借机教训下景王妃对宣平公主的不敬，没想到皇上却细思极恐，将她的心思揣摩得这么可怕，偏偏她还有苦说不出来。父皇，明明就是那个傻子欺负我们，你还颠倒是非，黑白不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因为他傻，他就可以肆无忌惮的闯祸？母后不过是要教训他一二，却被你说得如此不堪。父皇，女儿被这傻子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害，你也不帮孩儿讨个公道，这不公平。宣平，怎可这么跟你父皇说话？是啊，宣平，还不给父皇道歉？宣平要公道，朕便还你公道。来人，宣何太医过来，朕要彻查此事，还你们一个公道。不一会儿，何太医来了。何太医，你看看宣平公主，他们可是中毒了。何太医望着宣平的脸颊，云状红斑，略微肿胀，其他地方毫无异常，其他人也是一样的症状，明显是中毒症状，可是他竟然诊断不出来，他们究竟中了何种毒？皇上、公主等人的脸应该是中毒了，可是属下官愚昧，竟看不出是中了何种毒物。本以为是皇后一出苦肉计，栽赃陷害，可是他和皇后同床共枕那么多年，他身边的人他都一清二楚，养了几个医者，可是医术平平，不可能调制出让何太医也识别不了的毒物。难道是景王妃的这个奴婢？可是自从上次镇国府崔行香毒案之后，他也派了人暗中调查过这个奴婢。青武是个根本没有拜师学艺，没有系统学过医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丫头，她更不可能调制出连何太医都研究不透的毒药。她怎么知道真正下毒的是傻子王妃？而王妃体内住着未来的灵魂。那个时代的科学发达，对毒物的认知扩展了许多，所以素暖下的毒都是这个时代的医书没有记载的。皇上，臣妾和宣平中了毒，若是没有解药，本宫和宣平岂不是会？皇后凝视着青武，毒是你下的，解药你应该也有吧？皇后，奴婢没有给娘娘您下毒，请皇后娘娘明鉴。去搜身。宫女立刻上前，将青武周身搜了一遍，却一无所获。母后，这个奴婢可能为了掩人耳目，将解药放在傻子身上了。去搜进王妃的身。素暖却不太配合。宫女一走近她，手刚摸到她的身体，她就嘻嘻哈哈地笑起来。皇后，什么都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个手持宝刀的侍卫跑到皇上跟前。禀皇上，慈宁轩那边有2波刺客出没，第一波刺客是2个很会用毒的女人，鸳鸯池被他们投了毒。第2波刺客不知何故要追杀他们，却在鸳鸯池里中了毒。
被御前侍卫抓到了，微臣请示皇上，该如何处置他们？会用毒的刺客，还在鸳鸯池里投了毒，可知是什么毒？我们的人查看了，却没人识得这毒。此言一出，素暖的眼里立刻迸射出异彩。这刺客真是来得恰到好处啊！果不其然，皇上的思路就误入歧途了。莫非你们是从鸳鸯池那边过来的？皇上，难道我们……定是那刺客投的毒，被你们无意中碰触了。母后，怎么办？我们中毒了，会不会死呀？父皇，没有糖果吃，我要回去。回去吧，回去吧。轻舞一声重声，蹒跚上前搀扶着素暖。事实上是素暖支撑着他的身体，一步步往前走着。皇上，皇后尊贵，宣嫔娇贵，可是你别忘了，景王妃虽然傻，她也是景王的正妻，皇上不能厚此薄彼。景王妃今日受的委屈，皇上需好好安抚一番，别在景王、镇国府、护国府心里留下凉薄的影子。皇上当道这出闹剧皆因皇后引起，又恨铁不成钢的剜了皇后一眼。此事回头找你算账。景王府，哼，还能活着回来，看来老天对你们不薄啊。素暖瞪着他，这妖孽不说话会死吗？素暖没有理睬他。新武被皇后的人打了，他今天很不开心，绷着脸将青武搀扶回了天香殿。景王目送着素暖纤秀的背影，这个傻子步态沉稳，与平常无异，想必没受到皇后等人的摧残。悬着的心略微放下，青武，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你让我帮你吧，这样才能减轻我心里的罪恶感。王妃，你这样会折煞奴婢的。你是主子，我是奴婢，自古以来都没有主子伺候奴婢的呀。我从没有当你是我的奴婢，我当你是我的好妹妹。王妃，秦武一定是上辈子做了许多好事，这辈子老天才会让我遇到王妃你。你我都是没爹疼没娘爱的孩子，我们同病相怜，一起共患难，不是姐妹又是什么？里加了安定成分，今天就让他好好休息。绯色阁他一人去便可。素暖已经嗅到给慈妃看病的无比艰巨性和危机性，所以这一次他更加精致地给自己化了妆。一个满脸脏乎乎的纨绔乞丐，今日的绯色阁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天。大理九皇叔一大早就去了绯色阁，趁景王没来时，便摸进了花魁群芳的房间。你就不怕你九皇侄一会儿来了，看到你跟你翻脸吗？怎么，你看上他了？景王亲纬天地，傲视群雄，没有哪个女人能抵制住他的柔情，但是我不好他那口的。宫城今日来不了。为何？昨日皇宫出现了刺客，一波至今没有查出来对方的底细。另一方嘛，当然是希望慈妃死的人。你猜会是谁？你们大理皇宫的事情我没兴致。没兴致？你我各有所谋，我们谋的是一桩桩一件件都与大理皇宫有关，你却忽然跟我说对大理皇宫没兴致。该不会你是真的爱上宫城那臭小子了吧？为了爱，你改变了你的初衷，对不对？宫玉，你瞧瞧你，那么容易就动怒。比起遇事冷静的功臣，
你可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本王看你是真的爱上了他，但是，群芳，你招惹了本王，就别以为攀了高枝就能摆脱本王的五指山。信不信本王现在就要了你？那得看你有没有征服我的本事。这个世上，只有本王不想要的。今天不是好时机，七公主好像惹上什么厉害的人了，有一群武功高强的人正盯着她呢。我想呀，他们应该是对绯色阁那位每天易容的大夫感了兴趣。你说，隔壁那位大夫究竟是谁呀？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隔壁的大夫，离王，说不定那乔装易容的本来面目，会是一位令人惊喜的美娇娘呢。我敢跟离王打赌，离王征服我算不得本事，但是你永远征服不了他。哦，离王若能征服他，我立刻奉送我的处子之身。不过我想，功臣不会给你太长的时间。哼！群芳目送着他离开的背影，好看的笑容凝在唇角。功臣，我们纠缠了8年，你还认得我吗？绯色阁门口，我叫小白菜，2、3岁呀，没了娘呀，跟着爹爹还好过呀，只怕爹爹娶后娘呀，娶了后娘3年半呀，生个弟弟比我强呀，弟弟吃面，我喝汤呀，端起碗来泪汪汪呀。大概是素暖的演技太有感染力，一会儿就聚集了一大堆观众。许多人本来是看热闹的，却被素暖感动得眼泪汪汪的。爷，就是一个乞丐在这里讨生。平素这地方达官贵人多，小乞丐们都喜欢来这儿，收益会比其他地方多。平日那些乞丐乞讨，可有今日这场景壮观。事有反常必有妖。景王扒开人群，走到内围。这时候，从绯色阁郁郁走出来的离王也窥见了景王，看他一个爷们儿竟然对个乞讨的小乞丐感兴趣，心里对小乞丐更加好奇，驻足观望。素暖冷不防瞥到正注视自己的景王，小心肝颤了颤。景王望着这小乞丐，耀若星辰的眸子漫出一丝狐疑。这小乞丐的身高身形和他家的小傻子很像呀，莫不是他？敏锐的洞察力让景王觉察到周遭有许多内功醇厚的武林高手。在看到七公主失落的表情后，他瞬间了然，今日他绝不能轻举妄动。如今只希望这个傻子不要暴露自己来的目的，否则今天会很麻烦。阿九，出动悬疑暗卫。阿九吊儿郎当地望着周遭，然而心里已经是惊涛骇浪。能让爷出动悬疑暗卫的人，那可绝不是一般的对手啊！想必现场一定有深藏不露的高手，爷才会如此谨慎。素暖唱了一段后，委实累了，端着土碗一个一个乞讨。爷，赏点银子吧！每见一个人都要去拉别人的手。景王屏息凝气，他这举动该不会是想跟七公主互通消息吧？众目睽睽，如此多的暗线盯着他，这傻子千万别做傻事啊！因为一旦别人知道他就是给慈妃治病的大夫，总会有人当场了断他的性命，而他可能来不及救他逃离虎口。景王瞥了眼七公主，素暖离他距离更近些，他连近距离警告他的机会都没有。忽然灵思一动，景王从怀里掏出一锭金灿灿的金子。素暖被这抹金光晃了眼，
微微错愕。不会吧，这素来一毛不拔的妖孽打发个乞丐会这么大方？瞥到景王深邃莫测的眼神，与那日赠送他100两黄金时一样诡秘浓浓，突然领悟到其中的深意，不禁打了个寒战。他莫非是在提醒自己有危险？他竟然认出了自己！我操，好失败啊！素暖胸前的2大坨肉垮了垮，素暖往上抽了抽，那里藏着他准备给七公主的药包。景王眉眼抽了抽，幸好别人认不出她是他的妃子，否则他都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了，太他妈丢人了。金子给我的。景王递给他，素暖伸手去接时，他又缩了回去。他奶奶的，戏弄很好玩吗？爷，你到底给还是不给？痛快点儿，一句话。想要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大爷，你说。我想知道帝都有多少乞丐，除了乞讨以外，以什么谋生？我下去做个调查，回头一定告诉你，否则今天会很麻烦。阿九，把这骗人的小乞丐给我丢到护城河去。我操，不带这么玩的，大爷，我把金子还给你，别抓我。救皇旨，这个乞丐我要了。景王蹙眉，心里估计1000万草泥马在奔腾。什么女人他都可以拱手相让于他，唯独这个乞丐不行。九皇叔要这乞丐做什么？一个女人除了暖床，本王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用。小九，该不会你舍不得吧？你这样做就不厚道了。我连绯色阁的花魁都让给了你，就这么个臭乞丐，你还跟皇叔捂着掖着？臭乞丐，种马。小九，怎样？小乞丐，你走好运了。素暖分明看到他眼底漫出一股鲜红，素暖有些心颤。这个男人表里不一，城府好深啊！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分明就是冰与火的世界，两个极端。素暖再望着离王，这男人一脸无害地望着他，素暖的身子就不由自主地向离王靠近。我还是跟他走吧。你确信？素暖点头，他只是做了个趋利避害的选择而已。毕竟离王看起来比这个妖孽好对付多了。哈哈哈哈哈！跟我走吧，春宵一刻值千金呐！两个人从景王身边扬长而去。景王此刻大脑缺氧，他承认此刻脑子不够用。他的妃子竟然当着他的面跟他的皇叔走了，真是赤果果的嫌弃呀！他有这么差吗？绯色阁的海棠春房间里，去沐浴更衣。沐浴做什么？你走运了，本王看上你了。只要你今天伺候好本王，本王定不会亏待你。你确定我走的不是霉运？这么说，你不同意伺候本王？原来是只小野猫啊！你为什么要本姑娘伺候你？你是大离国高高在上的王爷，你是眼睛瞎了，还是心被狗吃了？怎么会看上我这样的小乞丐？本王要你，就是你的荣幸，你没有资格跟本王谈条件。拒绝本王的后果，就是死，懂吗？王爷别生气，小的马上伺候你。素暖屁颠屁颠走到离王面前，端起他的茶盏，毕恭毕敬给他倒了杯水。离王不疑有他，端起来一饮而尽。还不快去沐浴更衣？得嘞。把衣服脱掉，
我冷。离王倏地站起来，几乎是箭步跨到素暖面前，亲手粗暴地去扯她的纱衣。他的双手几乎是径直侵袭着她的领口而去。素暖眼底漫出一抹得逞的邪笑，毕竟是跆拳道黑带9段的高手，闪避攻击可是游刃有余。离王扑了几次空，跟着素暖上蹿下跳，很快毒性被激发出来。离王逐渐感到体力不支，身体里宛若有蚂蚁在啃噬着他的经脉一般。敏感的身体，多疑的性格，很快让他嗅到一丝丝端倪。小乞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我这条命，你想要，得看你有没有那本事。你果然不是寻常之物。心里懊恼自己太过大意，群芳暗示过他这个小乞丐难以征服，可是他就是觉得群芳小题大做。没想到这么个其貌不扬的小乞丐，却让他栽跟斗了。下毒到诱发毒性，甚至是毒发时间，都算得那么精准，完好的保护自己不受侵犯，果然是谋略过人。素暖皱眉，离王这话分明有弦外之音，显然有谁在他面前提过他。会是谁呢？莫非是他那专业坑妻的妖孽夫君？告诉我，是谁指使你来伤害我的？离王此刻已经全身瘫软如泥，心里却异常惊骇。这个小乞丐不止谋略过人，而且洞察秋毫，让人不敢小觑。想要我，是不是？你想干什么？切了你的命根子，看你以后还怎么笑傲秦朝。你要敢伤害本王一根汗毛，本王绝对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告诉你，乞丐也是人，跟你一样，一只鼻子两只眼睛。你也跟乞丐一样，吃五谷大米，打嗝拉屎，别他妈动不动就摆谱，王爷了不起啊！解药就在我那套又破又脏的衣裳里，你不想死的话，就把衣裳泡上半个时辰，沥的水加热喝了，保证你药到病除。素暖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摸进自己的诊室。在那里，素暖进行了第2次伪装，穿上豪华的锦衣玉带，梳着公子哥的头发，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现在绯色阁1楼的大厅角落。七公主已然离去，素暖心里惋惜，七公主到底没有等到她，看来还得找个时间进宫一趟才行。旁桌坐着一位英姿焕发的少年，素暖觉得他有些眼熟，想了许久才想起来他是萧炎将军家的公子，与他倒是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萧山将军的夫人与他的母亲是同胞姐妹，可是不知为何，这对姐妹感情好像不是很好。他二姨母每次来探望他母亲时，母亲都没有好脸色，二姨母每次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说起来，这个二姨母看起来慈爱温和，对以前的凤素暖也是和颜悦色的，老是喜欢偷偷赠送一些昂贵的珠宝给她。可她这个恶毒的母亲还教唆凤素暖远离这个二姨母。可怜的凤素暖没有一点分辨好坏的头脑，听了她母亲的话，远离了这个人世间唯一一个对她好的人。萧南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人，只是目光扫过全场后，眼里便多了份落寞的表情。可能是看到了不远处的凤诀，萧南犹豫了一些时刻，最后还是抬脚走向凤诀。表哥，素暖表姐好。别提那个傻子，他把我家大妹妹害惨了。素暖表姐怎么了？她没事吧？素暖凝眉，
何故萧楠会这般关心他这个表姐？萧楠，别在我面前叫风素暖那个傻子，我心里恶心。小兔，凤珏，你别太过分。素暖表姐虽然是傻子，可也是你妹妹。哼，是吗？看来你那贱人母亲没告诉你她的丑事。萧楠，要找风素暖去景王府，兴许景王殿下会让你那贱人母亲去探望他的。不过，那傻子要不要见你们，可就难说了。凤珏戏谑道。萧楠还想理论，可是环顾周遭，今儿人多，不适宜跟他费舌。我娘生病了，很严重的病，她就想看下素暖表姐而已，你们就要死了。正是报应。萧楠脸气得猩红，捏了捏拳头，最终却又将满腹怒气压制了下去，然后无奈又愤怒地离去。公子，这位小哥，你叫我。适才听闻你和那位纨绔子弟的谈话了，你说你母亲重病，此事是真？家母相思成疾，重病在床，大夫说无力回天。兄台可信我？我虽然年纪很轻，然而自幼习医，对疑难杂症有些鉴定。兄台若是不嫌弃，就让我为你母亲诊治诊治吧。如此，有劳兄台了。明日我必定上门造访，不过还请兄台替我保密。景王府。爷啊，风这么大，小心吹凉了。景王妃可回来了？爷啊，暗卫来报，离王中毒，腿根受伤，被人从绯色阁抬出来了。看起来啊，咱们的景王妃没有吃亏啊。这傻子无法无天了。哈哈哈，干得好！那个顽固就该受点苦头。这回轮到阿九抽了抽眉眼，爷，这样损自己的皇叔好吗？王妃，药材给七公主了。唉，别提了，今儿有许多杀手跟着七公主，我没有机会接触七公主。王妃，你还决定给慈妃看病吗？还有几天就是宫里公主们的才华比试，届时我再寻找机会吧。你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你的药就是有效。翌日，傻子，睡觉流口水，被褥都湿了一大片。你这样的女人是不是投错胎了？哼，初胎或许更适合你。素暖白了他一眼，一大早起来就跑到他这里来找存在感，这人今日怎么这么无聊呀？哼，傻子，今日陪本王逛集市吧。为了阻止他行医，他豁出去了。素暖却摇头。为何不可？二姨母，我想他了。萧将军府。我也好久没和萧将军把酒言欢了，我跟你一起去。素暖头上一群乌鸦飞过，他算是懂了，他分明就是在监视他。先前还只是揣测，如今心里已经确定，这货肯定已经知道他会行医的事了。既然他不挑明，那他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吧。怎么忽然想起要去萧府了？珠宝。萧夫人重病在床，皇上御赐多名太医给萧夫人看病，可是太医们一个个束手无策。素暖闻言，心如明镜。他是在提醒他，冒冒失失给萧夫人看病的话，而且治好夫人的病，就会太耀目，惹人质疑。听闻最近帝都出了一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医，此神医胆大包天，竟给慈宁宫弃妃看病。皇上虽没有发号施令缉拿他，是为了彰显他的气度，可是皇后、太后会不会容纳他挑衅皇威，那就很难说了。
那神医虽然有点小本事，可是太过招摇，而且山野村夫，思路单纯，大概未料到对他千恩万谢的七公主早已出卖了他。昨日七公主本是去绯色阁与他接头的，可能是这神医命不该绝，竟然没有出现，否则那些尾随七公主的暗卫定把他设成筛子。素暖暗惊，此时方知昨日的自己是多么的危险，幸亏这妖孽提醒了自己。偷偷窥了一眼妖孽，发现他正望着自己，目光里满满的警惕意味。傻子，假如你就是那个神医，你说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好可怕呀！躲在家里。哼，希望那个神医如你所说，躲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萧将军府邸，老爷，景王殿下、景王妃来访。景王妃来了，素暖妹妹来了。哎，大哥，等等我。景王殿下，景王妃也来了。闲着无聊，来大将军府看看。表妹，一点没个正经样，还不快快给景王殿下、景王妃行礼？罢了，本王和萧月打小玩一起，情笃似兄弟。萧南从小就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玩，繁文缛节就免了吧。表姐啊，我带你去后花园玩吧。素暖瞪着景王，他这家伙发话才行啊。景王点头，素暖立刻跟着萧南就出去了。表姐，你能去见见我母亲吗？素暖望着他，他大可将自己带过去，他也是没理由怨尤的。不过他选择了光明磊落的方式。萧家人和郑国府一比起来，简直就是人性的两个极端。素暖点头，他今日来本就是要去看二姨母的。萧南见他同意了，兴奋地跳起来，不过忽然转念一想，这素暖表姐怎么会跟变了个人似的？从前可没有这么好说话呀。想必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母亲，母亲，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素暖上前几步，察言观色。夫人虽然消瘦，然眼睛依旧黑亮，皮肤色泽苍白中依旧有一抹红晕，不过是精气神稍微差些，哪里是不治之症了。夫人瞥见素暖，整个人仿佛魔怔了一般。素暖打量着他，萧夫人看他的眼神宛若干涸的枯泉遇到泉水注入，那般惊喜，心里有些狐疑，他这病莫非是心病？母亲见到素暖表姐，眼里就没有我这个儿子了。素暖的心不知为何一颤，这萧夫人明明只是自己的姨娘，与母亲感情疏离，却缘何对自己亲厚至此？姨娘，哎，女儿，快过来，姨娘看看。素暖走过去，萧夫人立即拉着她的手，那一刻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握得素暖的手生疼。素暖暗惊，萧夫人久病，见到她却陡然生出精气神来，莫非她这心疾与她有关？萧夫人年纪不过40，生得花容月貌，她眉眼修长，星月眉，杏眼，鼻子小而挺拔，薄唇，耳垂大而明显。只是一眼，素暖便发现萧夫人和她的母亲虽然是同胞姐妹，然而竟有许多遗传上的差异。譬如萧夫人有阔耳垂，母亲没有。素暖摸了摸自己的耳垂，貌似不小呀。譬如萧夫人的指甲盖修长，可是母亲却是短阔的。素暖瞥了眼自己的双手，指甲盖修长而漂亮。遗传的性状，阔耳垂基因为显性，
翟尔垂为隐姓，同时翟尔垂的父母生不出库尔垂的儿女，除非基因变异。素暖的心一起波澜，这说明他极有可能不是郑国府的血脉。男儿，你表姐难得过来一趟，你快去拿些好吃的过来。哦，还有，我给女儿做的衣裳，快拿过来给女儿看看，喜欢不？是，母亲。来之前听说萧夫人茶饭不思，滴水不进，现在看到她心情好，精气神也不错，素暖便做出这么个试探的动作。姨娘，你吃。哪知竟把萧夫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哎，萧夫人来者不拒，只是眼泪扑簌簌地闪着。素暖眼睛跟着湿润了。从前的素暖是有多傻，这么个爱她疼她的主，竟把她拒之千里之外。萧楠进来时，看到母亲正在吃东西，顿时傻眼了。你这孩子啊！暖儿，姨娘闲着没事儿就喜欢做衣裳，你看看姨娘做的衣服啊，你若是喜欢，就把它们带走，好吗？素楠走过去，一箱一箱检查，衣服都是手工缝制，双面刺绣，技艺高超，图案华丽非凡，不知花了多少心血。萧楠以为他嫌弃，连忙解释道：表姐啊，这可是母亲挑灯给你做的衣裳，我和大哥都没有这个福气。我只是都喜欢，不知如何选择。别选了，别选了，都是你的，你都带走吧。最后4箱是女孩子用的首饰珠宝。素暖泪目，萧夫人分明就不是送礼，而是在给她筹备嫁妆。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我全部带走了。好好好。小傻子，你来这一趟可是赚了。马车上，景王望着素暖，陷入了沉思。萧月曾经告诉过他，景王妃以前最讨厌见到萧家的人，而且从不接受萧府的恩赐。只是今日，他这行为委实反常。他不但主动提起造访萧府，而且还大方地接受了萧府的赠礼。他的景王妃似乎越来越神秘了。听说萧夫人见了你，本来滴水不沾、茶饭不思的人，竟然喝了水，吃了水果。你用了什么方法，竟然有起死回生之妙用？他滴水不沾，茶饭不思。景王脸色一沉，这傻子看来不会好好回答他的问题了。马车刚到景王府，管家就迎上来了。爷啊，绯色阁群芳姑娘刚送来6匹宝马，属下不知如何处置啊。景王府的门口整齐排列着6匹枣红宝马，俊美遒劲，果然不同凡品。景王下车后，目光就在这6匹骏马上流连，眸光里难以掩饰的喜悦。素暖瞥了他一眼，不满挂在脸上。这妖孽究竟是喜欢宝马，还是喜欢送宝马的主人？尼玛，他们都还没有和离呢，他就起劲儿的寻花问柳。看来他得加快他们和离的步伐了。傻子，你喜欢马吗？本王送你1匹。不喜欢。凭什么三儿喜欢的玩意儿他也要喜欢？他才不要三儿的东西。阿九，这傻子是不是有病？本王好心将自己的疾风送给他，他不识好歹。阿九一头暴汗。这2个主子，一个词不达意，一个联想颇丰，只怕是对牛弹琴。爷啊，你没说你送的是自己的宝马啊？我没说吗？爷不说送的是自己的宝马，景王妃会误以为爷送的是群芳姑娘的宝马。阿九，一次性说完你的废话。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自己的夫君把其他女人的东西当作宝贝，更不喜欢自己的夫君借花献佛，而且借的是情敌的花。他竟误会成这样。茅塞顿开。王妃吃醋了。
我从未想过，我和群芳是那样的关系。爷啊，你不这么想，不代表王妃不会这么想啊。最近王府的下人都在传，王府要添侧妃了。靖王妃天性痴傻，又不爱管事，日后来了侧妃才是正主。把这些乱嚼舌根的混蛋给我逐出府去！爷啊，不可啊！你要娶群芳姑娘，这事可比珍珠还真的是。下人们的话不是无中生有啊。爷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取消你和群芳姑娘的？我娶群芳姑娘，并非为儿女情长，乃为家国天下。若是为我和王妃的儿女情长而放弃家国天下，我对得起战场上死去的兄弟吗？是啊，为了大理国泰民安，为了天下苍生有一安稳的小家，我们死去了多少兄弟，离散了多少家庭。战场上的一幕幕，那些残忍的、痛苦的画面萦绕心头。阿九泪目，他知道主子只会做出最冷静、理性的决定。爷啊，侧妃都快过门了，你还没和嫡妃圆房呢。这王妃在下人眼里啊，本来就地位低，爷若是打压着王妃，她在王府可就不好过了。想到下人们竟在背后看低那傻子，心里又来气。她就算是一手遮天，可也毕竟是女孩子呀，有一颗柔转纤长的心，会受伤，会敏感，而这种事她不会让它发生在她身上。阿九，去准备，本王今夜就要去天香殿就寝。王妃，你去一趟大将军府，收获颇丰啊。他在凝神专注地想事情。他的母亲从来舍不得给他吃好的、用好的。从前他或许以为母亲嫌弃他是傻子，在他身上花再多银子也是浪费。今日这样的想法却有一些动摇。常言道，虎毒不食子，骨肉血脉，母亲应该有疼爱呵护的天性，除非她极有可能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景王殿下来到天香殿时，素暖还躺在床上发呆。你来做什么？本王今日要在你这里就寝。虾米？为什么？我们是夫妻了，难道不该睡在一起吗？可成亲那天，你就把我退给郑国府了。景王皱眉，这傻子这么记仇啊？傻子，那日我只是让阿九送你回去省亲而已。本王不是很快就把你接回来了吗？素暖瞪他，这人撒谎起来脸不红心不跳，脸皮比城墙还厚，没想到还有这么不厚道的一面。你真把我当傻子啊？你不能跟我圆房，因为我有病会传染给你的。殿下是金贵之躯，得了传染病可不好。能编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吗？我没骗你，殿下，我生来并不是傻子，可是就是因为我有一种病，我爹娘才嫌弃我。哦，你果然不是天生的傻子。什么病？ AIDS。 什么？艾滋病。此病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得了此病终身不可治疗，平常就跟正常人一样，发作起来就是持续性高烧不断，全身淋巴结肿大，甚至皮肤溃烂，惨不忍睹。当真？我不敢欺瞒殿下，就是因为我自幼生病，所以才偷学了医术。原本我不想给别人治病的，只想能救自己就好。景王半信半疑地瞪着他，这个傻子的话听起来实在让人觉得难以置信，可是又无懈可击。傻子，你放心，本王不会像你家人那般无情无义地抛弃你，但是本王给你下旨，你必须赶紧治好你自己。本王还指望你生下王府的嫡子，
让本王享受天伦之乐。素暖再次傻眼，喉咙忽然滚了滚。这家伙忽然那么煽情干嘛？弄得他很想哭呀。忽然有那么一丝丝后悔捉弄他了。尽一身去保护的感觉。爷，出大事了！原本慵懒的景王敏捷的起床，快速的穿衣，眨眼的功夫，人已经穿戴整齐，走向门外。忽然想到什么，转回头望着素暖，叮嘱道：“最近不可冒失，泄露自己的医术。”素暖萌哒哒的点点头。王妃，昨夜殿下可是与你圆房了？我骗他我得了传染病，不宜同房。轻舞目瞪口呆，自家主子的行事风格愈来愈让他猜不透了。澄清了这么久，好不容易等到景王殿下主动来天香殿就寝，却被王妃拒绝了。轻舞，景王虽好，却不是我的良配。景王殿下是高高在上的皇子，日后甚至可能荣登帝位，他的身边岂是一个女人环绕的？我不想与其他女人勾心斗角，每日里为了得到男人的宠爱，费尽心机，不择手段的害人。我只想找一个人，过点与世无争的平凡日子。我病了，他会对我嘘寒问暖；我饿了，他会为我煮一碗阳春面。唉，人各有志，王妃这样的夙愿，本是平常百姓家的小日子。倘若王妃生在百姓家，这样简单的幸福倒也能实现。只是眼下，王妃已经做了景王的嫡妃，那样的生活就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王妃，镇国府老太爷没了。素暖的身子一僵，太爷也没了。前些时候，他的寿诞他还看到过他，虽然年龄大了，然而精神却矍铄，怎么忽然就没了？可知道是怎么没的吗？没问。镇国府派来通报信息的小厮还没有离去，要不我这就去叫他过来。不用了，我这就跟着过去。轻舞闻言，手脚麻利的为王妃准备了奔丧礼的物资，还为她找来了一套素白的衣服。你是镇国府的嫡亲血脉，老太爷的丧礼你去了可能会待上几天，你清点下物资，看看有没有漏掉的。衣裳我给你多备了几套，都是素色的。好在萧夫人给你做的衣裳里有那么几套素的，正合适。至于铂金，我琢磨着，镇国府虽然是你的本家，可是镇国公和夫人对你却不好。你挣钱那么辛苦，所以适当表示就可。我备了50两黄金，一套犀牛角，一套猛犸象牙，还有东珠10颗。你看怎样？你做事，我放心。镇国府，镇国公和2房、3房的男主人都站在门口迎接奔丧的客人。大哥，这三丫头的傻病没以前重了。哼，这祸害人的东西，将色明害苦了，他还有脸来？素暖神凛冽，走到镇国公跟前，目光落到他的干瘪无肉的耳朵上，那耳垂更是没有一点肉。素暖嘴角扯出一抹讥讽的笑容，原来他们并非嫡亲血脉，难怪他身为他的父亲如此作践自己的女儿，只因为她压根就不是他的女儿。素暖屈膝给镇国公行了礼，全当还了他10几年的养育之恩。父亲，此言差矣。下令让大姐禁足3年的是皇上，朗朗乾坤，圣心决断。父亲不该有诸多抱怨，小心人多耳杂。镇国公气得面红耳赤，他竟然被个傻子给教训了。爹只疼大姐，不疼三丫头，这不公平。大姐有我漂亮吗？有我可爱吗？爹爹有眼不识泰山。
泰山。这2个错误使用的字眼，瞬间让在场的人掉了一身鸡皮疙瘩。傻子果真还是原来那个傻子。滚滚滚，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去北院给你太爷爷哭丧去吧。素暖掉头就走，他还嫌跟他们斗法伤脑细胞呢。看到素暖进去时，夫人姨娘们看到他，都是一脸不屑。景王妃，给你。素暖刚跪下，凤英就将自己的蒲团递到素暖膝盖下。素暖感激地笑了笑。素暖刚跪着，母亲就一巴掌扇过来。你这个不懂规矩的臭丫头，你太爷爷的丧礼上你不哭反笑，你这个死傻子，不懂礼仪规矩就该关在家里，不该出来丢人现眼。素暖铁青着脸，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母亲是怨恨他害了凤瑟明被皇上禁足闺中，所以找了机会迁怒于他罢了。还敢瞪我？既然来了这里，就好好的哭丧。素暖豁地站起来，森寒地瞪了母亲一眼，然后扬长而去，一点没给大夫人面子。来人，把这个不懂规矩的死傻子给我抓住！不许欺负我家王妃！青武，你走开！青武微愣，不解地瞪着王妃，一脸担忧的表情。素暖朝他点点头，青武便对王妃莫名多了份信任，慢慢的挪到门口守着。大嫂，三丫头不懂规矩，她毕竟是傻，你何必跟她较真呐？眼下正是你主持大局操劳的时候，气坏了身子可不好啊。二嫂，你这话就不对了，这傻子丫头闯了那么多祸，连瑟明也被她害惨了。大嫂再不严加管教，指不定日后闯下什么弥天大祸，可就悔之晚矣了。三弟媳说的甚有道理，我这次啊，非得好好管教这丫头不可，将这傻子关进柴房，听候发落。夫人，请饶了我家王妃吧。大夫人看到青武这个在金銮殿上临阵倒戈的叛徒，心里尤为生气，将这恶毒的教坏主子的丫头一起带下去。素暖童子骤然一缩，心里火气倏地窜起。青武是他来到这个世上第一个无条件帮助他的人。素暖上前甩手就还了大夫人一耳光，这一记耳光响亮清脆，一屋子人都惊呆了。傻子，你竟敢打母亲，你无法无天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家法，家法呢？我养了一只白眼狼，多谢母亲养育之恩，若不是念着母亲的养育之恩，以我这没娘教的性子，谁打我一下，我会还他10下。大夫人气得哑口无言，他这么说还是给他面子了。这个傻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傻子疯子，你竟敢打母亲，就不怕被雷劈？青武，哟，三丫头自从当了景王妃长志气了呀，这以前哪里敢打自己的母亲呀？唉，三丫头这恐怕是狗急跳墙给惹的。三丫头的傻病是不是更重了些呀？众人心领神会，一个个暗自纳闷，这傻子好像不傻了。素暖知道此刻不是暴露他不傻的时机。吴君说的，我是景王的女人，打我就等于打他，所以谁敢打我就要10倍100倍还回去。丫鬟将鞭子请来，递到凤珏手上。然而凤珏听到素暖适才这番话，有些退却了。别让人笑话了，谁不知你这个傻子嫁到景王府那么久，景王从来没有在你的店留宿。景王有多嫌弃你，你这个傻子只是没有自知之明罢了。菊儿，愣着干什么？给我打，往死里打，出了事母亲会替你扛着。金一横用尽全力一脚踢在他的裤裆上，疼得凤珏丢了鞭子，2只手捂着裤裆，
嗷嗷大叫。哎呦，这傻子，你竟敢踢我这里！雪儿，你怎样了？哎呀，你个狠心的女人！母亲，我怕是不能人道了。快去叫大夫！那个傻子跑了，快抓住他们！很快，家兵们就围了上来，把这个不成体统的东西给我乱棍打死！素暖面无表情地瞪着他。母亲，这2个字彻底从他脑子里归零。哼，这样的母亲，不要也罢。下人们得了命令，举起手里的棍子。素暖和青武眼看就要经历一场浩劫。住手！小月，这是我的家事，由不着你来多事。小月，你若是执意如此，休怪姨娘对你不念情面。姨娘，你明明知道我们萧家人有多疼爱素暖表妹，你何必让我们难做？我告诉你，她生是我郑国府的人，死也是我郑国府的鬼，与你无关。快滚开，否则我下令弓箭手误伤了你，可别怪姨娘心狠。既然如此，姨娘便下令放箭吧。我若是能成功带走素暖，就是天老爷眷顾他，还请姨娘就此罢手。如果我带不走他，我和他甘愿葬身于此，绝无怨尤。怎样？好得很。很快，郑国府的弓箭手里3层外3层的将素暖他们包围起来。萧月侧目望着素暖，柔声道：表妹，别怕。素暖朝他嫣然一笑，怕什么？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只是望着人群外置身事外的云柳，素暖心思一动。云柳，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过来！云柳脚步慢吞吞地移动着，却是往外的。云柳，你是要公然反抗主子的命令吗？这个罪名可就十分大了，迫不得已，只能慢吞吞地向素暖走去，心里却琢磨着如何自保。放箭！顷刻间，几十支箭齐发。云柳刚要闪身避开箭阵时，却发现背后有一只手死死地拽住了他，让他动弹不得。云柳，你是不是很想我死啊？云柳瞳孔大睁，他想不明白，他刺杀景王妃的事如此谨小慎微，他是怎么知道的？箭射在云柳的胸膛上，一支又一支。素暖拖着他做了人肉盾牌，哼，不愧是少年将军。加派人手。不多时，又来了一层弓箭手，只是这样的打斗场面太过喧哗，很快吸引了来奔丧的客人，包括萧炎大将军和他的小儿子萧南。看到萧月和素暖被围在其中，顿时了然。萧南年轻气盛，怒不可遏，纵身一跃，跳了进去。大哥，我来帮你。大夫人看到萧炎，没有立即下令放箭。萧大将军，这是我和犬子的约定，倘若他能成功救出傻子，我便不再追究此事；倘若他救不出傻子，他就得认命。现在萧南也去凑这个热闹了，我这人素来说话算话，绝不出尔反尔。萧炎望着萧月、萧南还有素暖，脸色是前所未有的凝重，他所有的孩子都在其中。既然是萧月替自己做的主，我无话可说。萧月、萧南，救出素暖他们，别让爹失望。素暖望着萧炎，他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他完全可以舍居保帅，放弃他，保住萧月、萧南。可是他没有，因为他这个傻女儿在他心里一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放箭！顷刻间，黑压压的箭就发射出来，一波又一波的，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大哥，我们清空遁走吧。好。于是萧月抱着素暖
萧南拖着轻舞，施展轻功，飞出剑阵。背后忽然一支响箭射在萧月腿上。素暖望着那射箭的人，一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男子，穿着黑色袍子矗立在屋脊上。又是他。将军，快走！一道浑厚的声音急切响起来。萧月忍着痛，立刻往大将军府疾驰而去。他中毒了。先生，月儿怎样？夫人，月儿中毒太深，灸与毒，无药可解。暖儿呢？刚才还在啊。此刻素暖正在萧府的药房里配药方。好在萧府是军人出身，药房里的药材齐备，素暖需要的都能找。去找厨房熬药。若是有人阻止，告诉他这是大将军的命令，违者杀无赦。青乌点头。王妃救人如救火，时间就是生命，所以二话不说，揣着药包就走了。是。哎呀，都怪我学艺不精，救不了月儿。陈先生莫要自责，这都是我家月儿的命。既然学艺不精，那就闪开，让我来。暖儿，别胡闹。治不好他，就赶紧让开。素暖蹲下来，找到剑伤所处的经脉，按揉与此经络有关的穴位。顷刻间，剑伤处汩汩冒血，都是些黑透的毒血。素暖将毒血排除干净后，从衣袖里挖出一个药瓶，将药粉撒在剑伤上，包扎了下。做完这一切，轻舞的汤药也熬制出来。众人望着这漆黑的药汤，却犯了愁。这药是傻子开的，能服吗？表姐，这药有效吗？轻舞瞪着萧南，仰头就喝了一大口。你看，喝不死人的，为何不试试？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喝吧，一炷香内他就会苏醒过来。不喝，3、5日便要去阎王那里报道，自己定夺吧。我累了，可否腾个房间与我和轻舞休息？男儿，快带你表姐和这位轻舞姑娘去东厢房休息。是，母亲。表姐啊，你会看病。小少爷，你说话能不能直接点？你不就是想知道我家王妃能不能看好你大哥吗？我家王妃不是说了吗？服了药，一炷香内自然会醒过来。不服药吗？等着去见阎王爷。轻舞心里着急，因为他早已留意到王妃的手上正在流血，也知道王妃在郑国府挨了几鞭，他娇贵之躯哪里承受得住？这会儿只想让她好生休息。表姐啊，你就安心在这里住几日吧，这里干净。我母亲每日都亲自过来打扫，里面的物件也是应了天气日日变化。素暖潸然。萧夫人虽然和她骨肉分离，在她心里，这个女儿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萧南，你去萧月那儿，务必让你哥把药喝了。这……爱喝不喝，不喝拉倒。萧南，我问你，你母亲的病怎么好的？这事说来蹊跷，母亲相思成疾，大夫们个个都束手无策。可是前儿，母亲的病自己就好了。你再想想，那日你去绯色阁，可否遇到了一个自称神医的人？他还说明日会来府上给你母亲看病。你怎么知道？可那神医没来，不讲信用。他若没来，你母亲的病就好不了。他来了。你再想想，第二天你们家可来了客人。不就是表姐你吗？傻瓜，我家王妃治好了你母亲的相思疾，你母亲还给她几箱枕巾呢。啊，原来那位神医是你。现在可否让你大哥喝了我的药？好。南院，南院。萧南飞奔而来，萧月的房间里不知何时又多了一名御医。父亲，为何还没给大哥服药？萧炎错愕地瞪着萧南，这家伙出去一趟，怎么就改了主意了？男儿，你相信暖儿真的能治好你大哥？我信。萧南瞄了他父亲一眼，走到床边，将萧月搀扶起来，便自顾自地将药水倒进他的嘴里。男儿，你
犬子既然采纳了别人的药方，恕老夫就不能再给犬子开方了。告辞，老先生慢走。你呀你，攸关你大哥的性命，你怎可如此莽撞？好了，相公，我们做不了主，男儿替我们做了，你还责怪他？萧月服了药，依旧昏迷不醒，等待他苏醒的时间就十分难熬，因为没人敢保证速暖的药方100%有效，点燃的香眼看就要燃到尽头。萧炎唉声叹气，萧夫人也难掩失落。夫妇俩齐刷刷望着萧南，萧南这会儿对速暖的盲目崇拜也开始有点动摇了。母亲，我问你，那日素暖姐姐过来，可给你诊断过病体？她连碰都没有碰我，怎么为我诊断呀？哎呀，我被她骗了。萧炎和萧夫人听到儿子这么一说，原本还存着的渺茫希望彻底化为泡沫。去，重新找个好大夫过来。是。下人爹，娘。却在这时，萧月孱若游丝的声音虚无缥缈地传进耳畔：“玉儿，大哥醒了，大哥醒了。爹，妹妹呢？”萧月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素暖竟能解鸠羽毒，爹，孩儿中的是鸠羽毒。对呀，大哥，先生说了，你就是中的鸠羽毒。小南，大哥平时待你不薄，大哥中毒了，你竟然比过年还开心。我惊！哎呀，大哥，不是我这个做弟弟的不关心你，实在是因为你这病是失而复得的。我经历了从地狱到云端这样的心境，所以开怀不已。萧月瞥见自己的父亲母亲也是挂着温煦慈爱的笑容，俨然没有痛失儿子的悲痛心情。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们的心情会从地狱到云端？他是在捉弄我们，可是他说服了他的药，一炷香内必醒无疑。我们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态度，就给你服了他的药，然后我们就围着这炷香等啊等啊，可是香都燃到屁股上了，你都还没醒过来，急死我们了。然后你猜怎么样？然后你猜怎么着？在香折断的同时，你竟然醒过来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就知道你小子不会那么没良心，快带我去，我要亲自向那位神医道谢。你好好养伤吧，那位神医就住在我家，暂时应该可能不会走。男儿记住，萧府从来没有来过神医，你大哥也从没有中过毒。父亲，为何要隐瞒？最近宫中有人传来消息，有位刺客是制毒高手，这既能投毒，想必也能解毒。萧府莫名出现了一位神医，会惹人嫌疑。父亲，这位神医，父亲真的不打算如实将他上报给朝廷？你可知这位神医是谁？他是素暖，你妹妹素暖。素暖？怎么可能了？他是傻子呀！不跟你说了，我要去东厢房，带你向素暖表姐说声谢。说完，一溜烟儿东厢房，萧南提了只精致的鸟笼过来，那只鸟儿就嚷嚷着：“暖儿，暖儿，表姐啊，大哥醒了，你的医术真是叫人叹为观止。所以，你就找了只鸟儿来谢我。萧公子，要谢我家王妃，就应该拿点诚意出来，拿一只鸟儿过来。莫非是让我家王妃炖了它，好补身体？这可是我最爱的鹦鹉，它能说话的，还能表演。我把我最爱的鹦鹉送给表姐，怎么没诚意了？这是只玄凤鹦鹉，的确能学人说话，可它会些什么？叫来听听。姐姐，姐姐，姐姐，姐姐。萧南脸色有些窘迫，心虚的瞄了眼素暖。你们萧府又没有女儿，莫非是只色鸟？谁说叫姐姐就是色鸟了？你不叫其他女人姐姐，她怎么学得来？
素暖只是笑而不语，心里却涌过一阵暖流。原来自己在萧家人的心里如此亲密。表姐，你受伤了，可有毒？还说不是森娘，见到女人就拉手，也不看看你拉的是谁的手。景王妃也是你能碰的吗？表姐，我有上好的金疮药。再好，能有我家王妃自制的金疮药好？萧南便哑口无言，去吩咐厨房给我做一些馒头来吃，我饿了。馒头也没营养啊，我让他们做点好吃的来。把这鸟儿炖了，给我家王妃喝汤，这就有营养了。萧南思索片刻，痛下决心。表姐要喝，我便炖了她。亲武跟你说笑的，你何必杀生呢？萧南眉开眼笑，这才转身去了厨房。登徒浪子，他这是关心则乱。亲武，萧南他只是把我当做了他的亲姐姐而已。我不是郑国府的千金，所以我的母亲父亲从不疼我，相反，我的姨夫姨娘却对我宠溺有加。从前傻，我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今儿我明白了，我原本就是萧府的女儿。王妃，此事当真？8九不离10。难怪啊，我们在郑国府奔丧，你母亲要置你于死地，萧府的人却拼死救你，竟是这个缘由。萧南端着碗进来时，青武再次见他的眼光就不一样了。我瞥见碗里的特级燕窝，素暖蹙眉，这燕窝是不是给萧月大哥备的？我爹娘知道表姐受伤了，寝食难安，我大哥连养病也不安心了。这燕窝是大哥让我端过来的，说表姐是女儿家，身体弱些，更需要补。哎呀，表姐你就喝了吧，我大哥皮糙肉厚的，只要毒解了，那点伤对他来说不算什么。王妃，这是他们的心意，你就喝了吧。素暖拗不过，便端起来喝了。萧南，你派人去一趟景王府，就说王妃今儿不回去了。萧南去了景王府，恰恰碰上正从宫里赶回来的景王殿下。九殿下，我来告诉你一声，今晚景王妃留宿萧府，就不回来了。凭什么？那傻子是不是活腻歪了？竟敢违抗本王的命令，又跑出去！殿下莫气，实在是今儿出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要不然景王妃也不会去了萧府。哦，什么事？萧南便将素暖在郑国府的惊险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给景王。萧月为救素暖中箭，也说了，只是箭头有毒，却忽略未提。景王闻言，拳头握紧，忽然翻身上马，二话不说，便向萧府疾驰而去。萧南和阿九面面相觑，景王这是去哪里呀？萧府还是郑国府？爷自从娶了景王妃以后，也喜欢不定时抽风了。萧南去了景王府，一眼瞥在素暖那只包裹成粽子一样的手，怒气横生。傻子，你受伤了，告诉我，是哪个王八犊子打伤你的？本王要剥了他的皮。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景王瞪着素暖，阴谋骤然一缩，一抹玩味的气息溢出。别的女人巴不得夫君替她撑腰，他倒好，硬气得很，不求他，不靠他，当他这个夫君是摆设。傻子，你听着，我是你的夫君，你是我的王妃，别人打你，就是打我，你的仇就是我的仇，本王难道还罩不住一个女人？说出去，岂不让本王贻笑大方？那位射伤你的刺客，可有眉目？我派人去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傻子，能端庄点吗？身为景王妃，苹果皮也能囫囵吞枣的吃下去。若是让外人知道了，指不定以为我景王府刻薄你呢。素暖白了他一眼，他刻薄他的时候还少吗？这个刺客是外敌。你怎么知道？萧月也中了救玉毒，跟你的一样。景王深邃的眸子一瞬不瞬地瞪着素暖，他竟然能从刺客想置他和萧月于死地里
揣摩出刺客的身份，委实敏锐。你替萧月解毒了？跟刺客的身份比起来，景王更在乎的是他有没有听话，隐藏他的医术。素暖点头，那个刺客，你可知他的来历？莫非你知道？素暖摇头，他只知道景王挂帅联合萧家军在北境抵御外敌长达6年，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推测出刺客是外敌。不过没有了解过北方战事的他，对于更具体的刺客身份，还真是毫无把握。傻子，你可知道女人不得扰政？素暖碱水秋瞳微敛，是啊，他忘记了，这是封建古板还迂腐的古代。不过你很幸运，你嫁的是本王。如果你能休了我，我会觉得更幸运。怎么，嫁给我还不满意？莫非你也和其他女人一样，眼里只有至高无上的位置？他是误会了，以为素暖想要的也是后位。素暖没好气地瞪他一眼，道不同不相为谋。看来我们还是睡得太少了，所以你才整日里胡思乱想。你想干嘛？阿九，呀，小的在。去，告诉萧大将军，本王今夜要住在萧府，让他替本王打点一下。我操！素暖彻底傻眼，他这是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们睡一起了，是不是？这样的话，以后谁还敢娶她呀？傻子，我最后提醒你一次了，除了萧月以外，倘若你再敢给人看病，我会剁了你这双不安分的爪子。素暖憋屈的点点头。穿越到以夫为纲的时代，他们拥有金手指，也摆脱不了悲催的生活。晚时分，唉，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愁强说愁。傻子，倘若1年前你就在，该有多好。1年前，我大离国和大凤国在赤山决战胜负，大凤国太子殿下君若雪，天赋异禀，制毒投毒都达到顶级境界。可惜我景王府精兵5000，全部中毒而亡，他们全部死在鸠羽毒下。鸠羽毒再现，景王睹物思人，顿生惆怅。素暖暗惊，这人虽身在皇家，然而没有其他皇子的骄横之气，宅心仁厚，委实难得。傻子，跟我去郑国公府。不去。哦，怕被欺负？谁怕了？阿九，备马车，本王要和王妃去郑国公府奔丧。素暖屁颠屁颠地跟上来。景王知道自己的激将法果然奏效了，忍俊不禁。萧氏父子也一同前往。萧月卧病在床，并未通知他。萧夫人又担心素暖，拨了自己的丫头黄羽给素暖使用，英勇牺牲了。景王俊言抽了抽，云柳这么惜命的人会主动替他挡箭，恐怕实情正好相反，是他拉着云柳做了垫背的肉盾罢了。殿下不生气？本王不生气，不过太后生不生气，本王就不清楚了。你还是想想怎么给太后交代吧，云柳可是太后的人。草泥马！素暖顿觉全身无力，早知道不需要跟他交代，他心虚个毛呀。马车到了郑国府。傻子，你还有脸回来？混账！景王妃回府奔丧，聊表孝道，你身为人父，不但不表彰其孝道可嘉，还对他出言不逊，难道郑国府一门从来就没有把孝道放在眼里吗？你已经不是我凤家的子孙，没有资格祭拜我郑国老太爷。母亲，我若不是凤氏子孙，那又当姓什么？上午的时候，你公然与我作对，我心里已经没有你这个女儿了，全当我这三丫头已经死了。今天，我当着老太爷的面
与你断绝母子关系。你走吧。哟，大夫人，你……素暖挥手制止大将军为他讨公道。这公道可以是任何人出面帮他讨，绝不能是大将军，因为他是他的父亲。哼，大将军，这是我家的事，你以什么身份、什么立场来为他求情？傻子，镇国府不要你了，不过没关系，我景王府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你想怎么闹就怎么闹。我景王府毕竟不像其他府邸那么小气。大夫人，这傻子既然和你镇国府没有关系了，那么景王妃也没必要念着你们的旧情。你们屡次残害景王妃的账，新的旧的是不是今儿该了了？大夫人并未接话。景王他得罪不起，但是有人能与他分庭抗礼。景王耐着性子等，才不管他耍什么花招，今儿他铁定护定这个傻子了。皇后娘娘驾到！平身吧，请皇后娘娘为民妇做主。民妇养的不孝女，在祠堂大笑，对死者不敬。民妇一怒之下扇了他一巴掌，他竟敢忤逆道还了民妇一巴掌。此等不孝女，民妇断不敢亲自调教。请求皇后替民妇做主，民妇要断绝与他的母女关系。天下哪有女儿打父母的？真正是悍妇。大夫人的请求准了。母后，镇国府既然不要这个傻子了，直接把他逐出来不就得了？可是镇国府欺人太甚，在府内私设刑堂，对景王妃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惩罚。镇国夫人出了气，可本王这口气就顺不下了，还请母后替儿臣做主，还我景王府一个公道。这皇后有些为难了。景王字里行间并非句句包庇不孝的景王妃，只是为景王府的威仪叫屈。臣儿想怎么讨回这个公道？他打了景王妃一鞭，本王以示公道，还他一鞭便可。众人皆知，大离国的午休，景王绝对是傲视群雄。他天生便有4成玄力，加上天赋异禀，后天修炼，只怕在大离国根本找不到第二个能与他抗衡的人。景王这一鞭子下去，凤绝不死也是半个废人。娘娘，这不公平！觉儿不曾习武，怎么能接景王的一鞭呢？就算景王妃要报一箭之仇，也该是他自己出手才是。他们兄妹的事情，难道不该自己解决吗？景王阴着脸，亏他想得出来，让弱智纤纤的景王妃对付莽夫凤绝。就算凤绝是酒囊饭袋，可他毕竟是男人，夫人也读45经，也知好男不跟女斗的道理。这个主意你提出来，不觉得羞愧吗？大夫人脸色黯然。景王将凤绝说成是酒囊饭袋，任何一个做母亲的听了都不会开心。可是他不能辩驳，此刻宁愿凤绝当酒囊饭袋，当缩头乌龟，也不愿意意气用事，让他与景王决斗。气氛相当尴尬，镇国府咄咄逼人，景王府绝不退让。我来，我来。傻子，这里没你说话的份。这样最好，原本就是他兄妹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死伤自负。景王气得瞪着素暖的目光，要吃掉他似的。凤绝原本吓尿了，现在又精神抖擞的活了过来。哎，对，我和三妹妹的事，我们自己解决。你想怎么解决？别说我当哥的欺负你啊，鞭子给你，我徒手与你决斗，如何？素暖握着鞭子，翻来覆去看了下，最后决定弃而不用，因为他习惯赤手空拳与人近身格斗，多了个战手的玩意儿，反而觉得束手束脚。众人只想他是傻子，所以才做出这么幼稚的决定。妹妹，要不要去外面？这里挺好。妹妹，别说我欺负你，我让你3招如何？不必了，你我已经没有兄妹关系了。哼，
给脸不要脸，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何曾对我客气过？不过我从前对你可是客气得很，今日我倒是没必要再对你客气了。凤珏嗤之以鼻，这时站直身子，双手在胸前一抱，用力。素暖蹙眉，奶奶的，打个架整那么多花式干嘛？忽然一脚踢出去，很准快，而且素暖的腿踢得很高很直，踢在凤珏的脖子上。凤珏闪避不及，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我还没准备好。凤珏敛了粗心，小心翼翼地盯着素暖。毕竟第一次出糗可以说成是意外，第二次出糗可就说不过去了。拳头虎虎生威，直逼素暖的脸打来。素暖敏捷避开，再一个扫堂腿，凤珏跳起来，拳头散开。素暖忽然反捏着他的小手指，身形往凤珏的正后方一闪，凤珏的手便极度扭曲地背到背后。手断了！珏儿，快起来！快把孩儿啊！珏儿，快起来！难道你还打不过一个草包傻子？素暖听了这话，心里顿生不悦，敢骂他草包，那他就把他的宝贝儿子打成草包不如。素暖忽然纵身一跃，扒起凤珏一只腿，一只脚高高的提起来，再劈下去，凤珏的腿也吧嗒一声断了。完了！母亲，我被废了！素暖坐在他身上，得瑟地望着脸色铁青的大夫人。景王妃，母后发话了，你和凤珏有仇报仇，有怨报怨，死伤自负。母亲，快让这傻子停手啊！这傻子力气好大，儿子不是他的对手。凤珏，我是草包，你连个草包都打不过，那你是什么？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摧残人的身体，而另一种是摧残人的精神。显然后者比前者更高明。他要让凤府加诸在凤素暖身上的耻辱，今日全部偿还，从此两不相欠。凤珏咬着牙，却始终不想承认自己的无能。素暖抓起他另一只手，把玩着。凤珏的手短小粗壮，果然与他的纤细修长是截然不同的遗传性状呀。这傻子，你干啥？素暖懵逼地望着景王，不解他为何抽风了。放开你的爪子！我操，原来是为这个呀！不说是吧？素暖轻轻一掰，凤珏的手指骨又断裂了一根。我的手！我是草包，你满意了吧？满意个毛！老娘没把你的几百根骨头一根根拆卸下来，怎么会满意啊？够了！傻子，他已经认输了，你还想怎样？哦，如果母亲您能跟我道个歉，向世人证明凤瑟明与太子蝇营狗苟与我无关，或者昭告天下，这些年来母亲是怎么刻薄我这个傻子的。母亲您能跟我道个歉，向世人证明凤瑟明与太子蝇营狗苟与我无关，或者昭告天下，这些年来母亲是怎么刻薄我这个傻子的。大夫人脸色异常难看，她万万没想到这个傻子竟然变得如此牙尖嘴利了，而且心机如此毒辣。他提出的这两个条件，要么会毁了色明的名声，要么会毁了凤珏的婚配。他是铁了心要毁了他一双儿女啊！算了，凤素暖，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凤珏毕竟和你兄妹一场，你罚了就罚了，难不成为点鸡毛蒜皮的事情还真能将他折磨死，反倒显得自己小气？我就小气，我娘教的。一句话让皇后娘娘和大夫人同时颜面扫地。素暖拆骨半天，手疼，而且凤珏一直鬼哭狼嚎，叫得他耳朵也疼。罢了，今天他着实累了。他们既然拿不出诚意来跟他好好了断，那就下次再说吧。爪子，
还不走？留在这里站晦气吗？在门口时，素暖望着景王府和萧府的马车，颇为犹豫，不知该跟谁走。傻子，你胆敢去个萧府试试，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这次素暖再不犹豫，二话不说就上了景王府的马车，回到王府。爷，景王可是在明泽殿歇息，小的为爷准备洗澡水去。本王今晚留宿天香殿。殿下，还请殿下息命。我有隐疾，殿下不会忘了吧？本王知道。素暖竟然无力反驳，两个人各自心怀叵测的回到天香殿。你行啊，将那饭桶拆了，也不怕会行医的事被暴露。暴露了会怎么样？会怎样？你若会行医，那指证凤瑟明的崔清香变成了伪证，宣平公主那张脸也是你动了手脚，皇宫里那位投毒的刺客也是你。你说皇上会让你怎么个死法？你以下犯上，欺君之罪，数罪并罚。依我看，发配边疆。发配边疆？发配边疆？素暖惊喜的叫起来，眼里藏不住的喜悦。景王瞥了他一眼，感情这傻子就巴不得离开帝都，去外面逍遥，心生不悦，改了口：发配边疆都是便宜了你那些九族的，你嘛，就该被凌迟3000刀。素暖打了个寒战，灰溜溜的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他这瘦弱的身板，全身没有一两肉，能割3000刀吗？不够3000刀怎么办？碎骨。我操！素暖立即不吭声了。所以，从今儿起，你得把你的小狐狸尾巴藏好了。素暖朝他傻笑，尼玛，不就是装傻吗？他演技随时上线。景王看见他瞬间切换的傻相，倒吸了一口气，这傻子果然从前是装傻的。洗澡水已经备好，景王二话不说，径直走到木桶旁。脱衣。素暖听到他这没来由的一声命令，环顾四周，丫鬟都不在，这妖孽不会是在叫他吧？傻子，你没长耳朵吗？素暖不情不愿地走过去，嘀咕道：现在让他帮他脱衣服，那待会儿还不让他给他搓澡？大，我手疼。让你伺候本王就手疼，在镇国府的时候，你拆凤诀骨头的时候，为嘛不疼？疼啊，就是因为疼，今天我才便宜他了。要是换了好的时候，他身上206块骨头，我全部给拆了关去。不伺候就算了，还他妈找些不靠谱的理由，他岂是那么好忽悠的？唉。景王望着某人，忽然抱起他，跳进硕大的水桶里。啊！水流浸过素暖的背，激得边伤生疼。傻子，你怎么了？背上有伤，进水了疼。为何不早说？你也没问呀。雨碧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赶紧逃离现场。等景王快速泡澡完毕，来到榻前，素暖已经换好了衣裳，穿戴整齐。脱衣服。素暖望着他，泡澡后就穿了一件那么薄的亵衣，还脱了可就春光乍泄了。不过碍于某人那张自带绝杀别人的特制表情，素暖就没出息了，懒洋洋地伸出手。你是想冻死本王吗？脱你的衣服。脱我衣服干嘛？变态。给你上药。那个不用劳烦殿下，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哼，你是在害羞吗？我们又不熟，殿下为国操劳，这等小事我可以自己解决。景王身子往前，大长手一捞，素暖立刻被圈入他的怀里。我们是夫妻，既然你生病了，我们暂时不能圆房，但是其他的事，为夫能替你做的，
旁无则代。生病，圆房。素暖脑海里蹦出这些个敏感字眼，倏地想起自己骗他有艾滋病，忽然为自己那夜的机灵感到太庆幸了。素暖脑子里想入非非时，背上短衣被撩开，手指触摸在冰清玉洁的肌肤，自带的温润暖着肌肤。景王轻柔地给他上完药后，便抱着他上了床，一夜入眠，也没想过撩拨他。不，次日两人还在酣睡中，阿九却在门外焦灼如焚地喊起来：爷啊，元德公公来了，宣你和景王妃进宫面圣。知道了，让他稍等等。得来，傻子，起来了。不嘛，快起来，父皇宣召我们入宫。又进宫啊！两人收拾整齐，来到前堂。九殿下，玉硕国太子殿下和13公主殿下来访，主动求娶我朝公主和王子。陛下下令，我朝不论婚配与否的公主皇子，务必出席玉硕国的求亲宴会，还请九殿下和九王妃务必出席。本王知道了。元德公公走后，素暖就为难了。他下午要进宫，谁帮他挽宫廷式的头发？清午还在萧府呀。爷啊，听说那玉硕国的公主可是天下第一美人啊！你若喜欢，本王替你求娶如何？爷啊，小的不敢妄想。倒是爷，万一那玉硕公主看上你了，你该怎么办？拒绝。本王府里有一个傻子都已经鸡飞狗跳了，我还想多活几年。爷啊，如果你不喜欢景王妃的话，那你就把她给休了。从前你要死要活的把这傻子塞给我，怎么现在又有要死要活的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爷呀，小的哪有这样的权限？小的只是看爷的脸色做事。我脸上写着要休掉那傻子的表情吗？阿九点头如捣蒜。你眼睛花了吧？爷啊，小的逗你玩呢，小的有眼睛。你最近巴不得天天待在天香殿里，小的知道你喜欢景王妃。谁告诉你本王喜欢那傻子了？本王不过是尽地主之谊，多照顾他点而已。爷啊，说谎会被雷劈的。傻子，今儿去皇宫，你得藏好你的狐狸尾巴，小心被我父皇发现了，会治你一个欺君之罪，3000刀凌迟。知道了。尼玛，又要装傻。眼看出发的时间就要到了，素暖坐在铜镜前，披头散发，形同女鬼。挽发髻她不会呀。你不会挽髻？还不帮帮我啊！素暖低声下气地求他。景王骈踏而来，拿着梳子理顺他的头发。景王踌躇了，女人的发髻他也不会呀。殿下，须迟到了，皇上会不会砍我的头呀？会。那我还是不去了吧。阿九，爷，有何吩咐？去，把洪福叫过来。洪福？素暖暗忖道：阿九为何听到洪福的名字这么大的反应？等的时间有些久，阿九再次来的时候，身后跟了一名黑衣少女。洪福，快来拜见你的新主人。洪福拜见景王妃。拜不得，拜不得！你这一拜，指不定我又要一命呜呼了。上次穿越就是被个老大爷给跪死的，又要一命呜呼了。素暖心虚的傻笑着，会挽髻吗？给我挽髻吧。傻子，洪福是我在战场上捡回来的，他武功高强，却失去了记忆，如今为你所用。我想你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为妥。不错，如果有一天我恢复了记忆，我可能会离开你。这种情况下，你还愿意收留我吗？不管什么时候你想走，你说一声，我便送你一程。洪福点头，冰魄里漫出一抹异彩。王和景王妃进宫，恰好遇见来回巡逻的萧家军，连受伤的萧月也来了。最近皇城治安不太好，有匿名刺客出没，
大将军多加小心。素暖表姐，你今儿这身衣裳可真漂亮。我和镇国府再没有任何关系了，日后你不必叫我表姐。萧南一脸落寞。倘若他们和素暖没有表亲，是不是和素暖的关系就远了？续个表字，可否？去表字？素暖姐姐，这样甚好。本宫的夫婿定是未曾婚配的，有功名在身的，而且长得要好看，玄历要过4重的。听说你们大黎皇子有9个，可有人符合我这条件？玉硕公主，我大黎皇子长子太子殿下功业，虚岁25。景王和景王妃进宫，不仅长得俊美不凡，玄历已过第5重。八皇子功业顺王，虚岁24，与太子一母同胞，长相自然不差多少，只是玄历差了1重。11皇子公申秦王23岁，玄历4重。这3位皇子既未婚配，又有功名在身的。3皇子公少，4皇子公叔，9皇子公臣已经婚配，其他条件倒也符合公主的条件。至于剩下的3位皇子，年纪小，没有功名在身，可惜了。某人上赶着而来，原来不在人家择婿的条件里啊。我有你便够了。儿臣见过父皇母后。成儿，朕等你许久了，快平身。景王和素暖刚落座，便看到那硕玉公主热辣大胆的目光朝这边瞥来。你也别失落，我看有戏。我若不失落，只怕你就该失落了。玉硕见到景王后，立即被他骈沓而来的绝世姿容、风神俊逸的脱俗气质给吸引，那目光一刻也不离开景王，竟然看得无比痴呆。陛下，我能收回刚才的话吗？哪句话？我原本无意做侧妃，因为不想被嫡妃欺负。可是今日见了景王，我便对他一见钟情。我听闻景王是一名枭雄，16岁上战场，立下战功赫赫，可是娶了一名傻子为妃。原想着傻子是弱势群体，我不与他争宠。可是今日一见，那景王妃一脸傻相，这么庄严肃穆的场合，只顾着吃东西，丝毫没有把景王的颜面放在心里。景王和素暖，那景王妃一脸傻相，这么庄严肃穆的场合，只顾着吃东西，丝毫没有把景王的颜面放在心里。我又为如此卓绝不凡的景王感到不值，所以我愿意嫁给景王为侧妃。你要做侧妃？只要你保证不欺负我，你别说侧妃，嫡妃也让你了。成儿，玉硕公主的诚意已经在此了，你可同意纳妃？景王目光落到素暖身上，看他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心里就来气。父皇，景王府有这傻子在，今儿一抽风，明儿一抽风，弄得景王府鸡飞狗跳，不得安宁。本王暂时没有纳妾的打算。不露痕迹，将妃篡改为妾，也是用心险恶。侧妃地位太高，妾地位低，嫡妃的生杀大权更加优厚，分明就是过度保护嫡妃。玉硕公主温顺懂事的走到景王面前，景王殿下放心，本宫绝对不为难景王妃，不与她为敌，让景王府井然有序。景王还想出言不逊地拒绝玉硕公主，不料太后发话了：玉硕公主喜欢我们的九王，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哀家觉得玉硕公主不需着急，这皇子没到齐，说不定公主能找到一位心仪的皇子做嫡妃呢。这玉硕公主心仪我们景王，那这玉硕太子不知可有喜欢的公主？本王择妃，不求她有沉鱼落雁的容颜，只求她多才多艺，淑贤可人便可。
宋暖对那玉硕国太子投以激赏的目光。在这封闭迂腐的时代，能有人不看女人的外表，只看内心的，委实少见。别忘了你是有家室的人，这花痴病也该连根拔除了。虾米？要他为了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可能吗？指不定还是棵歪脖子树呢。他不会如此冒险。皇上，玉硕国太子殿下求亲求财，不如今儿就让我大黎的公主们比试一下才华，顺便呀，将这和亲的公主也选出来，成全高丽皇帝的联姻请求。此事就依皇后的吧。此言一出，现场原本热闹的场景立刻变得无比紧张压抑起来。别担心，有七姐姐垫底，我们安全着呢。素暖望着七公主，她今日戴着面纱，玉硕国太子殿下不时望着七公主，本是好奇，也多了分揣测。莫非他不希望自己看上他？公主下去准备吧，皇子们辅助妹妹们的表演，再选几个德高望重的大臣做评委，如何？皇上。甚好。很快，评委入席。素暖屁股如生了疮一般，开始左右摇晃。傻子，你又想闹哪般？是不是借口上茅坑，要跑出去兴风作浪，故技重施？你当我傻子？我吃多了，是真的想上茅坑。老娘就是要故技重施，而且还要你重蹈覆辙，气死你货！景王望着素暖面前底朝天的硕大果盘，再瞥一眼周遭都未动的果盘，瞬间觉得好丢人。夫君，求你了。我陪你。素暖哀怨地瞪着他，这妖孽分明就是监视他。傻子，不准东看西看。有什么会比本王还好看吗？我知道你在想找慈宁宫，是不是？我找茅坑，你不信跟我去看看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把戏。说起来，你行医治病确实有两下子。那日我陪着你去萧府，明明见你是两手空空而去，又没有正式对萧夫人望闻问切，偏偏萧夫人的病莫名其妙就好了。傻子，你告诉本王，你是怎么做到的？想知道？景王瞥见他小人得志的模样，虽然不甘心被他拿捏，可是好奇心促使他点头。给我钱。先欠着。小气。萧夫人这是心急，心病还需心药医，无需传统药方。景王豁然开朗，却对素暖的医术更是叹为观止。素暖来到茅坑面前，存心揶揄景王：“要不要进去继续监视我呀？”景王森寒冷眸瞥来，要吃人似的。素暖立即怂了：“开玩笑的。”然后一溜烟就跑了。皇家的茅坑，修的真是奇葩，背后靠着墙，又没个窗户，要想不走正门，只能从屋顶上接瓦爬出去。可是素暖敢肯定，他的脑袋只要露出屋顶，景王那只脚就会无情地将他踩下来。罢了罢了，素暖借机解了手，然后悻悻然地走了出去。怎么那么失落？哼，有吗？景王冷哼一声，拂袖而去。素暖狗腿子的赶紧跟上去。公主们的诗词歌赋比试已经出了结果，长公主当仁不让，一举夺魁，10公主宣评第2，7公主第3。景王，接下来是歌舞比赛。素暖观赏了一阵，哈欠连连。本来以为是索然乏味的一天，然而萧南忽然匆匆来报：“陛下，东宫惊现刺客，此刺客身手不凡，穿越1000御林军，如过无人之境，正朝御花园的方向直奔而来。”
皇上，请移驾他处。穿越1000御林军，如过无人之境，这是何等非凡卓绝的身手啊！萧南话音刚落，在云端的屋脊上飘来一团红影，红得似血，嫣然灿烂。萧深抑扬顿挫，却透着淡淡的忧伤。忽然听到这造诣以真化境的萧深，素暖觉得心旷神怡。只是这个人戴着一张银色面具，魅惑无疆，却也透着浓烈的化不开的危险。素暖的手被人忽然握在手心里，咸猪手。傻子，别离开我。只有把他护在身边，他才放心。护驾！景王呵斥一声，吓傻的众人方才逃窜起来。原来这个魅惑无疆的红衣美男是刺客。萧深停止，那美男的手绕过银冠，就在众人以为可以一睹芳容时，一支冰箭以闪电般的速度疾驰而来，射中皇上的右胸膛。箭太快，可想而知这人玄力有多醇厚。皇上受了箭，御林军才分踏而至。那抹血红手持利剑，忽然向景王刺来。顷刻间，御林军和从天而降的许多刺客惨烈地厮杀了起来。拿好剑，保护好自己。我不会用啊！打不过就躲。景王躲过刺客的剑后，两个人对峙而立，不说话，就静静地看着对方。然而他们周身蔓延出的玄力却将周遭的人吹到1米开外。本来抱着桌子腿狼狈地坐在地上，可是这股玄力太大，震得他很快头晕眼花。还好萧月冲进来将他带了出去。那刺客见过萧月，面具下的眸子眸光暗涌，他的毒这么重，竟然被解了。看来他自持天下无人能解的鸠羽毒被人破解了。这个人会是谁呢？刺客来势汹汹，御林军很快溃不成军。好在萧炎闻讯前来，萧家军训练有素，杀敌英勇无畏，牵制着刺客，很快扭转局势。然而刺客的险恶用心在于用毒。那红衣刺客宽袖一扬，风毒迎风吹在每个人脸上，然后笑得倦狂邪肆，犹如一阵清风般来去无影。快去上方向躲躲，这风里有毒。南10万火急的来拉素暖时，素暖却瞪着刺客飞走的方向。景王也跟着刺客去了，他的心莫名有些烦躁。素暖姐姐快走！素暖从袖口里拔出一瓶解毒丸，递给萧南，把这个放在水里，化了给中毒的士兵喝了。知道了。皇宫千秋殿上，面具下的脸就那么见不得人。大理皇宫9个皇子，有一个我会用性命去保护他，有一个我会穷尽一生斩杀他。哼，很不幸的，本王就是后者。你既然那么恨我，想必本王定是做了对不起阁下的事情。我思来想去，我这人不喜诛杀无名之辈、无辜之辈。死于我的剑下的人只有一种，那就是沙场上的敌人。可是我金戈铁马沙场6年，灭了好几个国家，唯一能和我大力国制衡的大凤国也被我灭了一个，就是不知兄台是哪国人。不如你猜猜，兄台乃用毒高手，听闻大凤国皇室素来对毒很有研究，莫非兄台是大凤人？你很想知道，不可赢。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云淡风轻的互相调侃，仿佛是久别重逢的故友。可是两人之间的杀机却彰显无疑。景王攻城，16岁披甲上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一一次的失败，便是输在大凤帝国太子殿下的毒上，命悬一线。太后却替你取妃冲喜，说也奇怪，你竟然活过来了。哼，老天佑你不死，待你不薄，你死而复生。
大奉太子疏忽，让你钻了空子，赢了天下。什么叫我钻了空子才赢了天下？本王不妨告诉你，中毒不过是本王的苦肉计罢。这最后的殊死决战，两方兵力死的死，伤的伤，本王为诉求速战速决，才迫不得已采取了苦肉计。而大奉太子，太过自负，他输在谋略逊我一筹，而非天运。原来这才是大奉帝国输的真相。晋王，你说的不错，大奉帝国的太子殿下就是太小觑你了。可我不是他，我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受死吧！说时迟，那时快，宽袖里毒气蔓延，景王拔出青红剑，往空中一束，顷刻间剑气如虹，剧毒被剑气震出老远。不愧是天赋异禀的午休天才。那红衣刺客识时务，知道自己擅长的毒根本碰不到景王的衣袖，纵身一跃，消失在云端。景王目送着他消失的方向，陷入了深思。阿九气喘吁吁地跟上来时，刺客已经不见踪影。太狼狈了，爷啊，小的担心你有危险，马不停蹄地赶来，还是迟了一步。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省点力气，站在原地观战便可。本王赢了，连个喝彩的人都没有。爷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浮夸了？大概跟那傻子学的吧。慈明宫，悄无声息的来到慈妃病榻前，从发丝里抽出一根细细的带针孔的银针，又从衣袖里取出一小袖珍瓶，里面装有白色粉末的药剂，又取出另一袖珍瓶，里面装有药剂，两瓶混合，借着银针将药液输送到慈妃的经脉里。慈妃望着他，本想抵抗，素暖却十分严肃道：“别动，我是在救你。皇宫里来了刺客，外面很混乱，我才能抓住机会过来医治你。我来不及伪装自己，你已经看到我的真面目了。我治愈你以后，你可以选择将我送到皇上手上，换取皇上对你的宠爱。不过我警告你，你最好装作不认识我，因为我有一颗济世为怀的心，却也有一颗睚眦必报的心。”慈妃眼睫毛颤了颤，算是对素暖无声的承诺。你放心，静脉滴注会让你的病好得非常快。我能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些了，其他的就看你自己的造化吧。做完这一切，素暖赶紧离开。洪福就站在慈明宫门口，跟门神似的，一动不动。到景王府，洪福，王爷若是问你今日我都做了什么，你怎么回答？奴婢告诉爷，王妃今天在御花园受了惊吓，奴婢将她直接带回了景王府。你这么说，他是不会信的。在他的字典里，景王妃只有惊吓别人的份儿，怎么可能会让自己受到惊吓呀？他妈的，这应该不符合常理啊！洪福失声而笑，王妃的自黑模式令他忍俊不禁。这就对了，女孩子要笑才好看。洪福失神，景王妃是在逗他笑吗？已经许久没人关心过他的喜怒哀乐了。两人说笑时，景王阴沉着脸大踏步走进来。刺客抓住了没有啊？溜得比兔子还快。打不过就跑，挺识时务嘛。什么德行，贪生怕死。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家这是忍辱负重。皇上中了鸠羽毒，需要你的解药。皇上中毒与我何关？是你让我藏好狐狸尾巴的，是你让我不准再行医的。你只需要调制一些鸠羽毒的解药给我，我会让人顶替你出面给皇上看病的，让你的事情依然能保住秘密。我拒绝你的提议。傻子，你想怎样？皇上病重，一般都会贴告示，重金悬赏能治好他的人，是吧？再等2天，等御医们束手无策时，皇上就会加重赏金，到时候
我再出手也不迟啊。你要那么多金子做什么，傻子？金子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金子万万不能啊。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迟早你这条命要被你这贪财的性格给害死。说吧，你要多少赏金？这个数。景王凝眉，100两。又觉得这傻子那么贪财，这个数想必小瞧他了，立即改口，1000两黄金。哪知素暖摇头，露出迷之微笑。你不会想要1万两吧？这就多吗？皇上命在旦夕，你去病床上请示他的意见，说不定他宁愿拿半壁江山来换取他的命呢。傻子，你够狠！成交，要拿来。金子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阿九，把密室宝库的钥匙拿来。阿九立即恭敬地奉上钥匙，只是递钥匙给素暖时，一脸舍不得。王妃，其实王爷很穷的，1万两黄金给了你，王府的开销就该吃紧了。给你，九语毒的解毒方法都在这儿了。阿九，好好拿着。得嘞。阿九揣进荷包里，笑着退下。退出去之前，还对洪福眨眨眼。洪福心领神会，跟着便走了出去。傻子，你的病可好些了？本是致命的重疾，好在治疗这么多年，病情也算稳定，就是不知这传染性还强不强。本王不怕，本王相信你的医术。殿下厚爱，臣妾感激不尽，但是臣妾不能害了殿下，殿下再等等吧。睡觉吧。素暖心虚的爬上床，心里也是一阵空空落落的感觉，实在睡不着。素暖便跟他闲聊起来：“殿下，你会许玉硕国公主为妃吗？”景王白日经过一场棋逢对手的大战，此刻疲惫的只想入睡。不会。为何？景王迷迷糊糊道：“傻子，我有你就够了。”素暖愣了半天，心里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酥麻全身，情不自禁的在他已经熟睡的脸上亲了一口。素暖一夜未眠。景王睁开眼时，就看见素暖一双鱼泡眼，含情脉脉的瞪着他。你没睡觉？忽然赚了这么多金子，激动过头了。景王哑然，所以他还是罪魁祸首了。一大早，景王府就来了一位重量级客人。他是谁啊？他是那个顶替你去为皇上解毒的世外高人。沽名钓誉。我知道，功名被人顶替，你心里不好过。可是傻子，这个皇权至上的世道，你首先要懂得惜命。没有命，再多的荣光也是一场幻境。殿下，玉硕公主求见。她来做什么？勇敢的姑娘来追求自己的真爱，真是让人羡慕呀。你好像很羡慕她的样子。我为你高兴啊，有个大美人仰慕你，这是你的荣幸啊。这是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了，你喜欢那个艳压群峰的花魁，要不改明儿我去求见太后娘娘，让她把群芳一起赐给你，如何？景王阴森森的冷笑。好啊。目光却要杀人似的。他忽然怀疑，他这个大离国第一王爷在自己王妃心里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始终不愿意承认是无足轻重的，可是好像事实就是这样。走，恭迎玉硕公主。素暖跟着他来到前堂。不知公主驾到，有失远迎，失敬了。九殿下，昨日我的话，九殿下可考虑的怎样了？傻子，不准再吃了。手一扬，宽袖生风，素暖如饿狼猛虎般扑过去。景王姐防不胜防，素暖将他扑倒在地上，两个人的嘴就这样给碰上了。素暖回过神来，挣扎着要起来，却被某人环抱着吻了很久。玉硕目瞪口呆，
传言景王根本不喜欢这个傻子呀，可是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啊。玉硕公主失落地往外走了，素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你不喜欢他呀？与你何干？素暖吃瘪，懒得理他。哦，素暖听闻皇上读解，特赏赐景王良田千顷，珠宝5箱，赏金1万两，赏赐8旬衣者赤峰山1座，绫罗绸缎1000匹，黄金5000两。这个消息后，瞬间就傻了。原本这些赏赐都是他该得的。这时，传来元德公公和景王絮叨的声音：“九殿下，那日御花园公主们百花斗艳的结果出来了，皇上已经拟旨，要将七公主嫁给高丽皇。七公主是最后一名。说来奇怪，这倒数第一本是内定的七公主，大家都以为七公主流着鼻涕打着喷嚏登台表演，毕竟有碍观颜。可是谁曾想，七公主那日比试诗词歌赋竟然拿了第3名，这最后一名变成了12公主管平。管平，张贵妃的女儿，难怪会让七公主替她挡祸。谁知道今早冷宫的慈妃手持七公主和12公主的诗词，忽然上殿跪请皇上改旨。皇上理亏，又好奇七公主的鼻病怎么忽然就好了，还有久卧病榻的慈妃忽然能站起来了。皇上心里存疑，有心拉拢慈宁宫背后的神秘势力，自然不敢贸然开罪慈妃。所以啊，皇上此刻尤其烦恼，让我来问九殿下，此事该当如何处理？父皇拟旨未宣，尚有回旋余地。且说那日公主们百花争艳，中途遇到刺客行刺，惊扰了各位评委，恐比试有失公允，特令公主们再来一次比试。元德公公竖起大拇指：“妙哉！”撤退。死过来！我的赏赐。慈妃是你救的吧？不是我。还敢狡辩？是我，又怎样？有出息了。我答应过他，就要说到做到呀。哪怕丢了你这条小命也不在乎。素楠打了个哆嗦。其实他救人时想法很简单，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从没想到有一天救人也会是这么一件危险的事。在乎你的小命，就给我把你的尾巴藏好。你要是再敢胡作非为，我就宰了你的狐狸尾巴。我不就是救了一个人吗？可你救的是慈妃。我不管她是高高在上的妃子，还是命如草芥的匹夫，我只知道她是病人，她渴望活下去。我救她有错吗？景王望着暴走的素暖，愣住了。傻子！爷，你和玉硕公主的事，太后在等你的回话呢。去把青武叫过来。阿九愣了愣，爷这是自动过滤了他的话吗？从前爷可是眼疾耳聪的，如今愈来愈爱发呆了。阿九叹口气，转身去叫青武。奴婢参见殿下。青武，你来的正好，本王有事问你。殿下，你问。景王妃平素都吃些什么药？你可知道？吃药？没听王妃说过她在吃药呀。景王本来是想嘱咐青武好好的伺候景王妃的身子，如今看到青武诧异非凡的表情，心神一动，起了二心。王妃的身子病了，你不知道？王妃病了？怎么会呢？景王眼底闪过一抹狐疑的色彩，心里头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因子，仿佛死灰复燃的希冀，阴霾笼罩的心情豁然明媚起来。他竟敢骗他，骗他有该死的艾滋病，骗他每天喝药喝到呕吐，还骗他这病是不治之症。枉他这些日子里为他担惊受怕，原来竟然是一场子虚乌有的天大谎言。风素暖，
阿九见势不对，赶紧支走轻舞。玉说：“爷，你先消消气儿。景王妃若是做了令爷不开心的事，爷只管拿她出气就是。反正景王妃还在王府，好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爷何苦拿自己撒气啊？都不值当啊！爷是千金之躯，景王妃一傻子，那能值多少钱？王妃为了傻子气坏身子，不值得啊！”阿九，你说的对，为了他气坏自己的身体，确实不值得。想到他一颗火热的心捧给他，他却视若不见，甚至为了躲避跟他圆房，竟然编造出个天大的谎言来搪塞他，气得他蛋疼。天香殿，轻舞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景王妃听后，什么？殿下竟然拷问你我的病情？千算万算，竟然算漏了他会对他这么上心。景王驾到！景王驾到！阿九趾高气昂的一声，吓得素暖再次从椅子上滑坐到地上。景王妃，你是不是亏心事做多了，不敢做得太高，怕被雷劈呀？我做了什么亏心事啊？我就只是觉得房间里有点热，想坐地上凉快凉快。哦，阿九，景王妃嫌烤炕间太热，把烤炉都搬走吧。啊？景王妃可满意了？满意？不知殿下来此有何贵干呀？年关将至，按照惯例，你这个新媳妇得给太后备份大礼。本王过来提醒你们下，往年其他几位皇嫂都要一掷千金，你生性抠门，哼，可不要惹得老人家不开心，丢了我景王府的颜面。素暖听毕，整个人顿觉不好啊！一掷千金，他好不容易才存点金子，难道就要千金散尽？瞥到某人明显不好的脸色，竟扬长而去。我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爷啊，景王妃眼光不好。我有在说他吗？阿九愣，难道不是？他可是主子肚子里的蛔虫，他们十分有默契的呀。还记得暗卫冷雪营5000精锐侍卫吗？爷啊，怎么忽然想起他们了？这件事是埋在他们心里的一根刺。冷血暗卫营是爷最先着手创立的私家兵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爷亲自挑选的，几乎每个人都和爷有一段愉快的童年回忆，所以在爷心里只把他们当成了自己最好的兄弟。可是他们却在一夜之间被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用一种不知名的毒全部瓦解了。爷失去了冷血营，整个人备受挫折，失魂落魄，不吃不喝3天3夜。若不是心里燃烧着复仇的焰火，只怕爷更长的时间也走不出来。毕竟那是爷第一次失去亲人。阿九的心不知为何隐隐的不安起来。爷啊，你是不是怀疑那个刺客就是？吩咐暗卫加强防卫，特别是景王妃的安全。知道了，爷。帝都某个地宫里，龙椅上坐着一红衣少年，戴着银色面具，气度不凡。庚成没死，萧月也还活着。这人一个中了本王的鸠羽毒，一个中了本王的血封喉，哼，都是顶级毒药。按理说够他们死10次了，然而他们却鲜活的在本王面前耀武扬威。殿下，鸠羽毒和见血封喉被他们破解了，眼下我们只有2条路可走。第一，发明新的毒药，不过这需要一定的时间。第二，将那位破解毒药的神医给找出来，要么为我所用，要么杀。能解本王的顶级毒药，此人也不是泛泛之辈，去把他找出来，本王倒是想见他的姐。是。玉硕公主相思成灾，几日下来憔悴不堪。
太子殿下无奈，只能亲自出面央求大理皇帝。陛下，舍妹对景王一往情深，痴心不改，请陛下看在舍妹痴情一片的份上，赐她与景王殿下一段金玉良缘吧。玉硕公主既然不介意做景王的侧妃，朕就允了。只是此事还得汇禀太后，毕竟景王殿下是太后一手带大的，他的婚事太后有权做主。玉硕国太子殿下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又转到太后的飞凤宫，拜见了太后，言之切切地向太后诉说了玉硕公主对景王的痴迷。舍妹非景王不嫁，还请太后成全舍妹一番痴心。此事若成了，倒不是美事一桩。可这景王不比其他皇子，生性倔强，不好女色。这若是再塞给他一个侧妃，哀家担心他会拒绝，到头来受伤的也是玉硕公主啊。娘娘，景王年纪不小了，这成亲有数月了，可是景王妃肚子还没有动静，是时候考虑给她纳侧妃了。依小的看，这玉硕公主年轻貌美，好生养。尊嬷嬷说的极是。殿下先回去吧，等哀家的好消息。玉硕国太子闻言大喜，向太后抱拳施礼后方才离去。孙嬷嬷，臣儿是死脑筋，此事万不可透露风声。若是给了他时间，他若不想，此事便办不成。奴婢知道了。幸得你提醒我，我差点就让臣儿错过了这么好一段姻缘。太后冰雪聪明，一点便通。太子殿下有皇上皇后撑腰，臣儿有兵权在手。虽然目前看来太子殿下动弹不得，但是假以时日，太子殿下羽翼丰满，臣儿若是没有坚实的靠山，以太子的小心眼，将来荣登大统，指不定怎么算计哀家的臣儿。太后居安思危，高瞻远瞩，是景王的福气呀，也要他领情才行啊。去吧，准备景王的婚事，此事已偷偷举办，妥当了，我们杀景王一个措手不及。皇帝老了，太子殿下的天下快来了，哀家再不能宠着臣儿，让他那么任性妄为。诺。这傻子挺顽强的嘛。阿九，爷有何吩咐？你说傻子的生命力怎么就那么顽强？爷，要不晚上断了天香殿的热水？你什么时候心胸变得跟个娘们似的了？这还不是为了给爷出气吗？此计甚妙。阿九瞬间风化，所以爷这是间接的承认他的心胸比娘们还小了。素暖坐在旁边的秋千上，远眺前方，那一抹铿然屹立的身影映入眼帘，心里有一丝悸动。自从他穿越到这傻子的身上后，可谓尝尽白眼，受尽屈辱。只有这个妖孽对他另眼相待，虽然经常跟他恶语相向，却从不伤害他的心。从前以为他是为了他的颜面才会保护他这样的缩小，可是当青武告诉他景王竟然关心他的身体，这就实在不是颜面的问题了，他喜欢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后，素暖便生出一抹悔意来。青武，王妃怎么了？回房，本宫要好好的梳妆打扮。为了拿出和解的诚意，素暖豁出去了。青武洪福循着王妃目光望过去，看到景王后，二人立即明白了素暖的用心，二人欣然答应。太过分了，王妃快别脱了，小心凉着了。
厨房没有热水供给天香殿。大冬天没热水，可怎么过呀？请王妃，不是没有热水，是没有供给天香殿的热水。死妖孽，小心眼！枪杆子里出阵拳，看来只有抢了。我去。素暖沐浴完毕更衣，美丽动人。这傻子大晚上跑到他这里来，莫不是梦游了？再穿这么薄，偷偷摸摸跑到他房间来，若不是他足够了解他，他差点就自作多情的以为他是来现身来了。说吧，你来做什么？你看不出来？这种事儿，她是女孩，还真的不好意思说出口啊。景王打量着他，眸子里流光溢彩。该不会是没水洗澡，找本王接热水来的吧？榆木疙瘩，我洗过澡了。你不会有事求本王吧？若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回去了，本王不会帮你的。我都没说求你做什么，你就拒绝我啊？哼，是，只要是你求本王，本王都会毫不犹豫的拒绝你。你小气鬼，自大狂，我才不会求你呢！我宁愿去求阿猫阿狗，也不求你。这可是你说的，永不求我。不求。素暖特别有骨气，转身就走，不欢而散。平静的星湖仿佛被投石入海，激起涟漪。景王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不可置疑，他是真的不可自拔的爱上那个傻子了。幸亏他是异常理智的，及时遏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并且趾高气昂的在他面前扳回一城。阿九，有什么喜事，报来爷听听。爷，喜事，不也是爷的喜事吗？爷能有什么喜事？昨夜景王妃留宿明泽殿，景王和王妃不是好上了吗？景王望着阿九，表情愈发的凝重起来。昨夜那傻子过来找他，难道是这个意思？他沐浴过了，还穿那么少，难道他还找他是来现身的？阿九望着主子一向俊美无愁的脸，时而青，时而白，顿觉情况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乐观。爷，你该不会没有和王妃成好事吧？阿九，我把傻子给骂走了。阿九差点瘫软在地上。爷呀，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怎么昨晚的智商就那么脱线呢？铜镜前，素暖无精打采的望着铜镜里憔悴不堪的脸。昨夜，他竟然失眠了。王妃，殿下昨儿肯定是糊涂了，等他回过味儿来，他定然会来找你的。他是榆木疙瘩吗？我都做的那么明显了，他看不出来？殿下虽然是万众瞩目的亲王，可是殿下跟其他纨绔子弟不一样，他平素不近女色，自然不那么了解女人的心思。这点，素暖是颇为赞同的。他昨夜去寻他，原本想挑开来问问他，一世一双人，他可做得到？若是能，素暖便与他好生过日子；若是不能，素暖也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希望他尊重他，放过他。谁知事与愿违，装了一肚子气回来。青武也是玲珑剔透心，见主子一大早就为此事烦心，体贴地转了话题。王妃，太后的贺礼该得准备准备了。年关逼近，奴婢听说端王府和裕王府已经着手准备了。两府的奴婢们最近忙得不可开交。青武、洪福，待会儿陪我去逛逛市集，我们也去给太后备礼物。王妃，不可！太后身份尊贵，见过的奇珍异物比吃过的米还多，这市集上的东西哪能入她的眼呢？就因为她老人家什么都见过了，所以我们才要出奇制胜啊。帝都的商业街，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素暖对逛街还是很有热情的。素暖在一家裁缝店门口驻足，她好像看见玉硕公主进去了。请王妃，
这是帝都手艺最好的一家裁缝店，里面有10几个裁缝师傅，个个手艺精湛。皇孙贵族穿的衣裳，许多都是由他们供应的。走，进去看看。对不住了，里面有大客户把店铺给包下来了。今儿我们店铺不待见客。素暖翘首望着里面，朔玉公主正在挑选布料，不过手上拿的都是大红的锦缎。再看她的脸，洋溢着幸福的笑颜，素暖的心仿佛被马蜂蛰了下。里面那位，他来做什么？他是来做嫁妆的。凤冠霞帔2套，喜服4套，给了5000两金子。你说这么诚心的客户，我们敢得罪吗？小哥，里面那人我认识，让我进去跟他说句话便走。小厮为难，洪福上前直接点了他的风子穴。少废话，王妃，进去吧。王妃姐姐，真是巧，竟然遇见你了。素暖朝青舞使了眼色，青舞试探道：“公主，这些锦缎真漂亮，我家王妃穿起来也一定很好看。”别说傻话了，王妃姐姐已经嫁过人了，怎么还能穿喜服呢？哦，我忘了，王妃姐姐当初嫁给景王的时候，是跟一只公鸡拜的堂。说起来，王妃姐姐也真是可怜，就是因为你傻，景王也不待见你。那日我瞧见他亲你，还以为他是发乎于情喜欢你，可是现在我知道了，那不过是他故意演给我看的而已。他不想娶亲，我偏要嫁给他。哦，是吗？可是公主，你想嫁给景王，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还是你自己想无媒苟合呢？当然有。我父王委托我皇兄向大黎皇帝求亲，景王殿下是太后娘娘带大的，如今太后金口已开，择日就为我们完婚。怎么，你们不知道？啊，你们肯定不知道，因为太后说了，此事要一直捂着，直到最后一刻才会公开，免得夜长梦多。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素暖黑着脸，掉头便走。渣男，一脚踩两船。素暖郁郁寡欢地回到府上。你竟敢对本王动粗！渣男，人渣！大清早抽什么风呢？傻子，信不信我废了你的拳头？哎呀，冲动是魔鬼！想想昨天晚上，傻子，昨晚跑到爷的房间里来做啥？我他妈是眼睛被鸟屎糊了，智商严重下线了，心被狗吃了，魂梦游了。昨晚才会跑错地方，进了一块敷渣的地方。哼，早知如此，我昨晚就该办了你。谁要和你这个人渣办事儿啊？你做梦！傻子，给爷说清楚，爷怎么就成渣男了？你说过，你有我就够了，是不是？说过。既然有我就够了，为何又要与玉硕公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几时与他暗度陈仓来着？你装啊，功臣，装逼会被雷劈的。玉硕公主连凤冠霞帔都准备好了，就等着良辰吉日你娶她进门。你要娶她就娶她，你为何要欺瞒于我？景王身子一颤，仿佛被雷劈中了一般。傻子，你听谁说的？玉硕公主亲口所言。听着，傻子，本王不会娶玉硕公主的。我也不是不让你娶她，只不过你若娶她，便先休了我。没门儿！天下人只知道我娶了个傻子，若我休了你，我还是人吗？素暖气结，死妖孽为了面子，就宁愿耽误他的幸福。扫兴！素暖望着他愤愤离去的背影，想起适才他说的话，心里的怒气总算消了大半。飞凤宫，唉，孙嬷嬷，你说一会儿陈儿来，哀家该怎么跟他开口啊？太后只是想他了，聊聊家常话，仅此而已。太后切不可让景王殿下生疑。
哀家对陈儿素来都是君子坦荡荡，偏就这一回，却要枉做一回小人。哀家的苦心，陈儿他能明白吗？太后对景王殿下宅心仁厚，毫无保留。可是太后别忘了，太后是大凤帝国的人，景王殿下他是大理人呐。景王殿下浴血奋战6年，灭的就是大凤帝国。他死了许多战友，太后亡了国。太后不愿景王殿下的杀伐果决，可是景王，他对太后可又是毫无膈应啊。奴婢就是怕景王一心为国，忠正不阿，他能大义灭亲啊。太后的手颤了颤，这么多年，她从不怕什么，只一件事，她怕，那就是景王疏离了她。皇奶奶！恍惚中，天籁之音渐行渐近。皇奶奶，孙儿想你了。哈哈哈！瞧瞧，孙嬷嬷，这孩子说他想我了，可是我怎么记得是我把他召进宫里来的呢？皇奶奶，其实我早就想来看你了，只是最近公务缠身，前儿刺杀父皇的刺客得查，再上前儿给皇后宣平公主投毒的刺客也要查，儿孙最近是一个头2个大。哎呀，你这话骗骗你父皇还是可以的，骗哀家可骗不住。哀家可是听说了，你最近经常往绯色阁跑，还跟那花魁相谈甚欢。皇奶奶是不是觉得孙儿想女人了，才把那个花瓶公主塞给孙儿我？这话谁告诉你的？皇奶奶已经塞给我一个傻子了，我那时昏迷不醒，不能做主也就罢了，可是这次孙儿断然不同意皇奶奶再为我做主。哦，陈儿莫不是喜欢那绯色阁的群芳姑娘？孙儿宁愿娶群芳姑娘，也不要娶玉硕公主。太后应该很忌讳群芳的青楼出身，断断是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谁料太后却十分开通，陈儿是男人，男人嘛，3妻4妾很正常，只要陈儿喜欢，那就一起娶进景王府，让景王府的人气也旺起来。这事儿，景王倒吸一口冷气，想到玉硕还没有进门，那傻子就敢踢他。倘若双交进门，那傻子不把景王府的娃给接了，他可消受不起。皇奶奶说笑了，孙儿只是觉得男欢女爱，发乎于情，止乎于理，有感情才能欢愉。孙儿不喜欢玉硕公主，强行娶了她，却不碰她。孙儿不怕伤了玉硕公主的心，却怕玉硕国国王憎恨本王，迁怒大离，孙儿却罪孽深。陈儿既然不喜欢，哀家不提便罢。多谢皇奶奶成全。陈儿，哀家此次召你入宫，确实有事要跟你商量。哀家想重新为你和景王妃举办一次隆重的婚礼。为何？当初景王妃嫁给你的时候，你昏迷不醒，人家景王妃可是和一只公鸡拜的喜糖。哀家始终觉得这事儿屈了景王妃，而且你没有参加拜堂，婚礼不够正式。原本以为要很是费一番口舌才能说动景王，谁知景王沉思一想，立刻应承下来。孙儿同意皇奶奶的建议。好，好，孙嬷嬷，去查查黄历，选个吉日，把这事儿给办了。太后，后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日子，不如就后。但凭皇奶奶做主。太后，日子虽然仓促了些，但是这眼下就是年关，正热闹呢。此事，孙嬷嬷赶紧去操办。太后，儿媳来看您了。姹儿见过慈妃娘娘。哦，
原来是九殿下。听闻景王殿下长身如玉，俊美如谪仙，身负通灵绝世宝剑，飘逸出尘，祸事无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只是怎么不见景王佩戴那把宝剑？剑重，婵儿喜欢一身轻松。此妃到飞凤宫来，也该让下人通报一声。太后年事已高，大概忘了皇上早些年宠爱本宫，许本宫自由出入皇宫。哼，哀家虽然年事已高，然而脑子还灵光。慈妃娘娘喝什么茶？奴婢去准备。不必了，飞凤宫的茶本宫不敢喝，连茶也不喝，想必也不是打紧的事儿。既然如此，哀家罚了，你退下吧。太后，儿媳吃一堑长一智，同一个坑，断然不会跳2次。儿媳此次来飞凤宫，确实有一件事需求太后。慈妃，有事就说，没事，哀家就要歇息了。太后，玉硕国太子殿下向我大力求亲，儿媳这次来，只是想向太后求一个情，还请太后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将七公主许配给玉硕国太子殿下。若此事成了，儿媳定当感激不尽。若是哀家不许这个人情呢？当年本宫在帝都外见到景王的时候，景王还只是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没想到本宫这一病竟然倒了20几年，景王已经变成如此俊美若天神下凡的模样，真是太后的福气呀。景王望着慈妃，再望着太后，他二人唇枪舌剑，想必结怨已深。慈妃似乎有心从他的出身挑拨他和太后的关系，而他是该给他这个机会呢，还是成全皇奶奶一片养育之恩？很快，景王便有了答案。慈妃娘娘多年前见的，未必就是成儿，毕竟慈妃这一病就是20几年，时局变幻莫测，许多人许多事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不愧是太后调教的好皇孙啊。皇奶奶，孙儿告辞。太后，儿媳的提议就好好考虑一下吧，儿媳等着你的好消息，慢走不送。望着慈妃的背影，太后拳头紧握。太后，当初你一念之仁，没能对他痛下杀手，所以今日才反被他牵制了。慈妃这人看起来柔弱，心却似海底针，不可捉摸。看他上赶着巴结景王，就知道他在威胁我们。是啊，成儿，是哀家的致命弱点。人一旦有了弱点，就不再是无坚不摧。太后娘娘放心，我们能让他死一次，也能让他再死一次。可查出医治慈妃那名医者的来历。查过了，只知道他在绯色阁坐诊看病，却次次都以不同面容示人。七公主的鼻病也是他治愈的。继续查，此人不可留。遣人去知会玉硕公主一声，让她准备好当景王侧妃。诺。慈妃站在空荡荡的御花园里，怅然若失。景王不想见他，他即使追出来，也徒劳无功。景王府，下人们紧密锣鼓地布置着喜堂。景王坐在书房里，没有写字，只是发呆。阿九望着爷一副神魂颠倒的模样，啼笑皆非。上一次爷和景王妃的婚礼，爷可不是这副神驰向往的模样。犹记得，爷在病榻上明明已经昏迷不醒，阿九在病榻前禀报他的喜事时，爷就好似回光返照了似的，忽然坐起来，
声嘶力竭地嚷道：“本王宁死不娶那个傻子！”可这次，人家景王妃都还没点头，也就自作主张的要重办喜事。瞥到阿九不怀好意的笑容时，景王正了正身子，把你的花花肠子给本王拉直了，胆敢再嘲笑本王一次，信不信本王让你一次笑到发癫？爷，小的怎敢嘲笑你啊？小的就是想问问你，这事儿真的不需要提前知会景王妃一声？万一景王妃不配合，临阵逃脱怎么办？他敢？爷这是抬举他，他要是敢不识抬举，本王把他送回郑国府去。爷，小的晚上多贪了几杯，这会儿有点醉，小的打胡乱说的。景王妃怎么可能会不同意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嘿嘿，本王看得起他，那是他的荣幸。阿九想笑又不敢，差点憋出内伤。明明一向运筹帷幄的主子，做什么事都是气定神闲的模样，可是刚刚明显有一抹失措。景王望着阿九，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撑不过3秒，秒怂道：“我不是不想跟他商量，可是就他那性子，他能同意吗？此事只能蒙着他进行，到时候你给他菜里下点蒙汗药，轻点，可别下多了，让那傻子软哒哒的有意识，又没有力气发疯，这事儿不就成了？”爷怎么变得这么卑鄙无耻了？果然，爱情让人疯狂到失去理智。这傻子，我要定了。可是王府里大张旗鼓的布置着喜糖，景王妃若是问起来，怎么回答他？就说本王寿宴将至，府里大办寿宴，他便不会再多心了。爷，此计甚妙，还不快去忙去，把喜糖给我布置漂亮一点。还有，吩咐下去，爷和景王妃的洞房布置的一定要恢宏气派一些。那傻子爱财，就把府上的珍稀宝贝都拿出来做装饰。兴许傻子看在钱财的份上，心甘情愿就跟了他呢。虽然不太想承认，在那傻子眼里，自己的魅力不如钱财，可是这是事实啊。阿九愣住了，爷这是千金散尽，只求博美人一笑啊。爷，幸亏你不做君王。若是做了君王，只怕比昏庸的周幽王更加过犹不及呀。死阿九，信不信爷拍死你？你小的马上去准备。一夜之后，原本素装银裹的景王府披红挂彩，举目远眺，喜庆一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王妃，年关将至，有钱人家都会装点一下，增加喜庆的气氛。景王府是天子脚下最有声望、最富有的王府，有这样的派头，不足为奇。这不是景王的作风。景王殿下如今是有家室的人了，这行事作风自然得改一改。些许是吧？素暖凝眉，王府莫不是有什么喜事要办吧？阿九，王妃，有何吩咐啊？我问你，是不是你家主子要纳玉硕公主为侧妃？没有的事儿，昨殿下才入宫，向太后亲自回绝了玉硕公主与她的亲事儿。景王回绝了玉硕公主不假，可不代表他回绝了天下姑娘。阿九，不许给我打马虎眼！景王妃，王府是有喜事，不过不是红白喜事，而是殿下的寿诞快到了。太后说，殿下24岁的寿诞宴会一定要隆重举办，这是他时隔6年后第一次在帝都举办寿宴。哦，素暖陷入了凝思。景王的寿诞，他是不是该表示点什么？去，把我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择一件上等奇货，给那妖孽送过去。阴泽殿，阿九正在布置洞房，满屋子金灿灿的珠宝，说是黄金屋也不足为奇。阿九，床柱上东珠太小了，换大的。爷，你说景王妃跟你入洞房，为的是你，还是这满屋子价值连城的珠宝啊？
让你乱嚼舌根。殿下，王妃来了。让她进。话没有说完，景王妃破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的红，大红的喜字，大红的轻纱帷幔，还有满屋子金灿灿的金子珠宝，妥妥一个黄金屋啊！素暖纹丝未动，良久没有说出一句话，心里却忽然溢出一个酸软的气泡，在莫名放大。阿九觉得屋内气氛瞬间冷凝下来，打了个冷战，心虚到结巴。爷，我好像还有事没做，我这就去了。殿下这是要金屋藏娇呀，就是不知道是谁这么倒霉，下嫁到景王府。景王脸上清白交加，这傻子用倒霉和下嫁的字眼，真是把他肺都气炸了。嫁给我，是他的福气。能把我的福气拿走吗？我不稀罕。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倒霉的下嫁给本王的，日后会让你哭的女人就是你字还没有说出口，就被素暖眼里那一抹满不在乎的表情给深深刺痛了。明儿你自然就知道了。哦，景王殿下如此铺张奢靡，娶一个侧妃，岂不是太浪费这良辰美景了？何不顺道纳个妾？主意不错，本王明儿就把侧妃和美妾一起迎进门。素暖一愣，望着恬不知耻的景王，看他春风得意，笑得淫荡不堪，实在没忍住，一个拳头击打在他的俊脸上。景王的鼻血立刻如泉水涌了出来。方素暖，本王要杀了你！不许进去！青武，你没听见吗？爷叫的多凄惨啊！里面就只有景王殿下和景王妃2个人，我们王妃弱质纤纤的，能把你家爷怎么样啊？王妃不抽风的时候弱质纤纤的，抽风起来就是粗暴赛金刚。我家爷不打女人会吃亏的。洪福闪身在阿九面前，阿九碰不得女人，只能干着急，一副拉开架势就要开打的局面。来吧，看招！2个人在门口就决斗起来。殿内，景王恶狠狠地斜瞪着素暖，素暖心虚的傻笑。景王一脸生无可恋，素暖无力地抑制陪笑。傻子，能别笑吗？爷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景王有气无力道，目光涣散地瞪着屋顶。他怎么就喜欢上这么个粗暴狂野的傻子？素暖立刻绷着脸，36计逃为上策。阿九和洪福听到吱呀一声，立刻停止打斗。阿九健步跑进大殿内。爷，你没事吧？回到天香殿，素暖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发呆，不吃不喝。许久后，亲武、洪福，皇妃，你午膳也没吃，晚膳也没吃，肚子该饿了，奴婢去给你找点吃的，好不好？启堂设在哪里？死妖孽，敢背着他，给他戴绿帽子，他就让他沦为天下人的笑柄。按照惯例，应设在前堂。亲武、洪福，抄家伙！老娘这辈子最讨厌朝秦暮楚的纨绔。景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要拆了他的喜堂，策马奔腾，畅游江湖。轻舞洪福会心一笑，虽然觉得王妃的报复行为有些疯狂，后果可能还很严重，可是只要景王妃不再发呆，能说话能抽风，就是好现象。奴婢马上去准备。洪福嗖一声消失在门外，轻舞瞬移连步，手脚麻利的去打包细软首饰，为亡命天涯做准备。素暖站在喜堂中央，切身体会到金玉满堂的意义。素暖从脑海里搜寻自己出嫁景王时的光景，珠宝没有，玉饰没有，最他妈让人糟心的是连新郎都没有。跟他拜堂的是一只公鸡，因为他是傻子，景王也拒绝娶她，
素暖吸了吸鼻子，锐利如鹰的眸光扫过全局。最大的夜明珠拆了，最炫目的花球拆了，最闪烁的星空拆了，拆，直到满目苍夷，一片狼藉。洪福才走到他跟前，小声提醒他：“王妃，该走了，迎亲的队伍该要出发了。”素暖才依依不舍地摆手，悄然离去。明则殿，爷，景王妃若是看到爷这么玉树临风、英姿勃发，定然会心动的。爷平日看起来很差吗？没有。那傻子眼瞎，根本辨不出男人的优劣。要不然在绯色阁的时候，他怎么会选择跟九皇叔那种中看不中用的顽固走？爷，低调，这么自恋好吗？对了，凤冠霞帔可送到天香殿了。爷，小的昨儿可是药量没有掌握好，天香殿昨夜可安静了，到现在也没个丫鬟起来。爷不是交代过你药量放轻点吗？殿下，不好了，出大事了！殿下，喜堂被人拆了，之前的珠宝都被人抠走了。去查，一定要抓到这个偷宝贼，也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阿九打了个哆嗦，爷这气势，比当年在战场上被人算计还要恼羞成怒。阿九颇为那个不识时务的偷宝贼担忧起来。杵着干什么？还不快去重新布置喜堂？阿九布置喜堂去了。景王想象着那傻子穿上大红喜服的模样，必然是娇媚万千，灵动可人，脸上不禁漫出甜腻的笑颜。只是想到这傻子吃了安眠药，此刻还在酣然入睡，也不知会不会误了良辰美景，又有些不安起来。痛定思痛，最后决定亲自过去走一趟，才能安心。当殿的大门紧锁着，景王尝试着推了推，朱红大门岿然未动。撞开！他今日穿着喜服，不方便做粗鲁的事，脏了喜服可不好。侍卫上前，一下又一下的撞击着厚重的大门，每撞击一次，都能听见巨大的哐当声。景王暗自腹诽道：这么大声，也没能把这傻子惊醒。心里划过一抹不安，景王忽然用力，一掌劈出，大门砰一声爆裂了，如一阵清风般的飘了进去。傻子！径直来到景王妃的寝宫，望着景床上空空如也的被褥，整个人石化如雕。阿九好似得了什么消息，匆匆赶来，看到失魂落魄的景王，整个人都傻了。他也是才得到消息，景王妃携着轻舞红拂跑了，那棵歪脖子树上还留着他们的脚印，可能因为走得太仓促，一路上还露出来许多珠宝。爷！阿九看到景王哀莫大于心死的模样，心痛到无法呼吸。景王几时这么落魄过呀？景王妃真是不识抬举。爷，祝贺的宾客来了，护国公来了，丞相、太师、大将军，连太后也来了，怎么办？那傻子呢？小的已经派人去追了，不过有洪福在，可能不能那么快带回景王妃。成儿，是你说的，感情的事不能勉强。景王妃既然不愿意与你再续前缘，看来你们缘分已尽。你堂堂7尺男儿，拿得起放得下，不要沉溺于痛苦之中，想想办法应付眼前的难关。你看，外面宾客爆满，觥筹交错，你总得给他们一个交代吧。景王望着窗外，不知何时天已大亮。寂静无声的景王府，人声鼎沸，笙歌燕舞，无比喧哗。原来他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成儿，为了你的声誉，这婚你必须结。
至于新娘，好在凤冠霞帔都是现成的，帝都里爱慕你的女人也大有人在，哀家只能替你做主了。黄奶奶，此事还请黄奶奶留给孙儿自己去解决。解决？怎么解决？晋王，你的事朕都听说了，外面的大臣议论纷纷，都在为你出谋划策。归根结底，这场荒谬的闹剧都因晋王妃引起。朕想过了，晋王妃生性痴语，不识大体，不顾大局，实在不配做你的嫡妃。她竟敢砸喜堂，宽了包袱跑路，简直是无法无天。朕实在容不下这个傻子了，朕要替你休了这个傻子，朕还要治他的罪。求父皇收回成命。这么多年了，你可从来没为谁求过父皇，今儿一求，竟然是为了个傻子。就因为他傻，他痴，儿臣才不忍心牵连于他。你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傻儿子？那你说，你要怎么跟外面的大臣交代，跟天下人交代？儿臣的事，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他们嘲笑儿臣，儿臣管不着。儿臣的心，不受外界影响。朕不同意，朕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的孩儿，特别是镇国府家的傻子，朕要赐他死罪。父皇，孙氏儿臣求你了。我若是不收回成命，你就不会起来，是不是？好，好，好，朕就看在你的份上，朕退让一步。你选个女人成亲，应付了今天的丑事，朕就饶那傻子不死。晋王闭目，任凭他韬光养晦，运筹帷幄。然而面对此刻的乱糟糟的局面，他不得不为保全素暖做出牺牲。心里绝望地想着，纵使他不纳侧妃，那傻子也不愿和他好生过日子。他的心从来就不曾归属过他，他娶谁又有什么相关呢？但凭太后做主。去吧，安排迎亲队伍去接玉硕公主进门。景王颁发的指令，全城搜索罪妃凤素暖，连下13道通缉令，几乎让素暖寸步难行。好在素暖化了妆，不太容易被人认出来。素暖吃完面出来，玉硕公主的送亲仪仗恰好路过面馆，仪仗隆重非凡，嫁妆数不胜数。透过薄薄的红色面纱，素暖看到了洋溢着幸福微笑的玉硕公主，压制在心底的酸涩再次喷发。素暖眼眶微红，那妖孽明明娶的就是玉硕公主，还骗她说她不会娶她，亏她差点信了他。景王府可找到那傻子了？爷，你也知道，景王妃冰雪聪明一个人，若要是纯孝桃要夺，我们要找到她谈何容易？哼，是啊，他是纯孝离开我的，又怎么能让我找到他？阿九心里发酸，爷一向不近女色，好不容易有个能走进心坎的，却偏偏这么残忍的对待爷。晋王妃不识抬举，新娘什么时候到？爷，新娘子已经到王妃府门口了。给爷宽衣。啊！爷要出府，就算掘地3尺，我也要把那傻子抓回来。敢戏耍本王，我看他是活腻了。爷，就算你要去追王妃回来，那也把这堂拜了再走啊。我娶景王妃时，你是怎么做的？这次还怎么做？阿九一愣，娶景王妃时新郎也不在，用的是公鸡，可是这次是玉硕公主啊，用公鸡好吗？瞥到爷执拗倔强的表情，阿九认命地叹了口气，出去寻找鸡新郎了。
素暖好不容易才寻找到广城门外，轻舞红拂还没有来，想必是他到早了。素暖站在树下等。这时，凤爵率领着一队兵马，正向素暖的方向赶来。老婆婆，你见过这个人吗？手里画像一抖，素暖瞧了瞧，惊骇不已。我操，他找的人也是他？他如今是逃犯，郑国府趁虚而入，落井下石，这确实是他们一贯的作风。我好像见过。见过？哼，告诉我，他从哪个方向走了？我看这个姑娘长得实在可爱的紧，可是有人好像要追着要杀她，造孽呀！这些个强盗连这么可爱的女孩子都不放过，生儿子肯定没屁眼。我看你像好人，我就告诉你吧，他往那个方向去了，去了好一会儿了，快去救他吧。凤爵脸色很难看，虽然老婆婆帮了他的忙，可是老婆婆骂他生儿子没屁眼，因为他就是来杀素暖的，所以听到这样的诅咒，心里莫名窝火。杀了他！忽然对属下下了一道残酷无情的指令。素暖猛惊，我操！从前虽然知道他纨绔，却不曾想他心肠如此歹毒，连无辜老婆婆也不放过。那侍卫得了命令，立刻拔出宝剑朝素暖挥来，一颗石子哐当一声击落侍卫手里的剑。王妃，你没事吧？红拂轻盈飘落在素暖跟前，轻舞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王妃，你没事吧？觉瞠目结舌，剧情逆转得太快，有些难以接受啊。傻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凤爵，你竟敢谋杀景王妃！景王若是知道了，你吃不了兜着走。哼，死到临头还嘴硬，你们以为你们还是景王府的人吗？哼，真是太天真了！你们拆了景王的喜堂，让景王沦为天下人的笑柄。太后皇上龙颜大怒，太后要剥你妃位，皇上更是气得要杀你谢罪。这个时候，景王也巴不得抓你回去大卸八块，而我不过是奉上头的指示，杀了你们。只有功，没有过。就你想杀我们，做春秋大梦吧！把他们给我拿下！侍卫们一拥而上，红拂拔剑，敏捷的身子在空中一个旋转翻跃，头朝下，双手握剑在素暖前一划，顷刻间倒了4个侍卫。有弓箭，射死那个傻子！有几名弓箭手立即搭弓射箭，轻舞脸色煞白，立刻推开素暖，箭不偏不倚，射中轻舞的胸膛。轻舞！素暖抱着缓缓倒下的轻舞，眼里是无比的悲痛。王妃，快逃！轻舞孱弱无力，却焦灼万千地叮嘱道：“你躺着，别动。”素暖站起来，目光森寒地瞪着凤爵。他们曾经是兄妹，却一步步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郑国府容不下他。虽然素暖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但是铁证就在眼前。既然如此，素暖何必强求？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红拂，杀无赦！凤爵颤了颤，这样冷血无情、肆虐残杀的素暖，是他始料未及的。你说什么？傻子，我是你哥！凤爵，拿命来！原来你会搞！你知道的太晚了，凤爵。素暖的目光落在脸色惨白的轻舞身上，痛苦的闭眼，
手上的劲儿加大，凤珏的腿在马肚上使劲地踢打着，马儿受惊，疯了似的乱跑起来。景王妃！洪福望着失控的野马向悬崖边跑去，惊吓中赶紧施展轻功去追。然而晚了，素暖抱着凤珏一起滚落了陡峭横生的悬崖。王妃！当景王的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城门外时，看到遍地横陈的尸体，洪福抱着轻舞，两个人脸上挂着悲痛欲绝的泪痕。景王的心就不由自主地站立了下，阴损的眸子四处搜寻，却未发现那傻子的踪迹，心里划过不安。洪福，景王妃呢？是你派人来追杀我们的，是也不是？那傻子呢？死了！骗我！我没骗你，他抱着凤珏，跟他一起跳了悬崖。景王倏地瘫坐在地上，无情隐忍着悲痛。去下面搜，务必带回景王妃的尸体。景王听到无情的声音，意识从一片空白里慢慢聚拢，忽然爬起来奔向悬崖，纵身一跃，便跳了下去。殿下，野九中玄力，这道悬崖难不住他。望着因流血过多而脸色苍白的轻舞，将他们带回去，让会议给他医治医治。诺，其他人跟我下去。搜寻了一天，除了凤珏面目全非的尸身外，毫无所获。景王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景王府。爷，你怎么去那么久？可把小的给急死了。皇上太后都逼问下属，你去哪里了？小的只好撒谎，说你气急攻心，剧毒发作，晕死了过去。太后皇上来看你的时候，我让小厮穿着你的喜服躺在床上，好在皇上太后没有怀疑什么，默许用了鸡新郎带你拜堂。爷，小的都快被吓死了。絮叨半天，发现平素欢脱的主子闷声不响，摸着脸，看起来心情不佳的样子。爷，没找到景王妃？那傻子怕是再也不会回来了。爷，侧妃还等你掀盖头呢。告诉他，本王毒发，命悬一线，近期不便跟他同房。阿九一愣，也只是拿着他的借口当挡箭牌呀，这样他倒是省心了。唉，可他的罪孽就深重了。迷迷糊糊中，素暖睁开了睡眼惺忪的瞳子，一张银色面具，3000青丝飞扬在眼前。素暖一个机灵的瞬间清醒过来，是他，那个喜欢伫立在屋脊之上，融入云端的酷帅屌炸天的男人。你醒了？素暖朝他挤出一个傻笑。我怎么会在这里啊？你跌落悬崖，是我救了你。说吧，怎么谢我？素暖的思绪从男人的美貌身上移到自己的处境上。他记得，他抱着凤珏落下悬崖时，他确实很不厚道的将凤珏的身体拉来做了自己的人肉垫子，但是悬崖太高了，几次颠簸后，他头脑发晕，可能是轻微脑震荡，所以失去了知觉。然后醒来就在这个鬼地方，看起来像是一座地下宫殿，眼前的男人就是曾经刺杀景王的刺客，竟然厚颜无耻的跟他讨要救他的酬金。麻烦你把我从哪儿带来的，就送我回哪儿去。不给酬金也没有关系，肉偿怎么样？不给酬金也没有关系，肉偿怎么样？素暖张大嘴，吓傻了。没想到这个人武功这么出神入化，落到他手上，那他岂不是死定了？慢着！
素暖忽然伸出手，抵在他胸膛上，望着他瞬间阴鸷的脸，目光落到袭胸的罪魁祸首上，立刻识趣的拿开爪子，嘿嘿的干笑起来。据他判断，此男有高度洁癖症，所以肉偿只是他唬他的手段罢了。要肉偿也可以，可是你戴着面具，怎么玩亲亲呀？该死，他是怎么识破他的谎言的，反而将他一军。此女子果然蕙质兰心，睿智非凡。男人伸手用力，瞬间狂风大作，强于脖骨架上的冰蓝酒壶忽然飞了过来，下一刻素暖被迫张开嘴，冰蓝酒壶的蓝色液体尽数倒入素暖的口中。我操，毒液呀！素暖皱眉，手指伸进嘴巴里抠呀抠，然后是一阵狂吐。男人则悠闲惬意的闲情逸致的欣赏着素暖与毒液挣扎。素暖呕吐完毕，愤满地瞪着男人：“喂，变态狂，解药呢？”啊！见血封喉的毒药，即使吐出来大半，也有毒性渗透入体内。男人修长漂亮的手指指向角落，素暖走过去，发现这里只是一壁药柜，幡然醒悟。这个人抓他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试探他的解毒技能。不会解毒，兴许还有一线生机；若是会，反而必死无疑。素暖装傻充愣地打开断肠草的格子，是这个吗？美男眼里噙着不怀好意的笑颜，点点头。素暖蹙眉，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美男眼底浮出困惑，莫非他弄错了？这个傻子并非医者。断肠草加见血封喉，两毒混合，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他了。素暖吃了断肠草，顿时抽搐，口吐泡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殿下，看来我们弄错了。这个傻子不是什么神医，把这个傻子丢到景王府去，引蛇出洞，让我们的人盯紧了。这次一定要抓到那个医者。诺。郑国府，凤爵的尸体冰冷地躺在大堂中央。大夫人看见自己的儿子意气风发地出门，然而回来却是这副光景，心里一口气提不上来，凸着眼睛喊了声：“傅素暖，你死也要拉着我的菊儿陪葬！你好毒啊！”凤爵，大夫人瞥了眼失魂落魄的凤瑟明。他如今只剩下这个女儿了，绝不能让她禁足3年，成为凤家一颗死棋。他要她站在权力的最顶端，替凤爵对峙景王，替凤爵报仇雪恨。他以为凤爵是死在景王的手里，因为他始终不愿意相信，他派出去的精锐骑士连几个小姑娘都对付不了。轻舞的伤势可好了？已经无大碍了，就是时不时嚷着要出去寻找景王妃，小的怕她动静太大撕裂了伤口，所以嘱咐惠姨给她的药汤里加了点安神的药，这又变成成天呼呼大睡。唉，洪福去找那傻子了。去找了，还没有消息。这时门外一道黑影疾驰，景王和阿九眸光微凝。呀，小的在后花园的茅坑旁发现发现。因为太激动，说话都开始结巴，惹得屋内的某人黑着脸，极为不耐。小的发现景王妃的景王妃的。你说什么？呀，小的在后院巡逻的时候，忽然从天而降一庞然大物，小的赶紧跑过去一看，却看到景王妃趴在地上，蠕动了几下就没动了。小的赶紧来向王爷汇报。景王妃？那傻子回来，就值得你这么开心？林静歪脖子竖了，景王却刻意放缓脚步，对阿九颐指气使道：“去，看看那傻子还有气没。”明明知道那傻子还没有死，老远就留意到他趴在地上跟虫儿似的蠕动。阿九一愣，爷现在想起自己的脸了，刚才跑到飞快的又是谁呀？
阿九上前，爷，景王妃好像中毒了，把她给本王拖进去，找霍爷来给她看看，中的是什么毒。拖。阿九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虽然景王妃的所作所为委实可恨，可她到底是个女人，用拖不太好吧？男女授受不亲，阿九只能拉着素暖的后脖子往前挪。你在干嘛？阿九懵逼，不是按照你的指示在做事吗？爷，你看不出来？抱着他走。阿九倒吸一口气，拖着走也只是发脾气而已。他要是敢抱着景王妃走，也铁定剁了他的手。不就是拉不下脸来抱人家吗？爷，我的手受伤了。傻子，你胆狂啊！砸了本王的喜堂，还敢跑回来送死？大哥商量，能不能等我解了毒以后再找我算账啊？你中了断肠毒、见血封喉毒，没人能救你。素暖寻思着，他毒一解，他肯定就会找他麻烦，所以得骗着他。虽不能解，却能让我多活个1年半载，足也。你要敢1年半载就死了，本王定叫你鞭尸泄恨。景王眼底情笑，就知道他能救活自己。这个死骗子，总有一天把他爱骗人的死性子给釜底抽薪。谁把你弄成这鬼样的？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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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非常都加重语气，直到景王瞥来要吃人的目光，素暖才道出下文。一个霸气侧漏的清晨妖孽，请我去研究研究毒物，我输了，所以他把我送回来了。某人气结，死傻子，都剩最后一口气了，还惦记着外面的妖孽，倏地放了手，整个身子往后一退，素暖咚一声落在地上。哎呀，死妖孽！阿九，找人来把这傻子抬进去。躺在熟悉的床上，望着熟悉的环境，即使处境危险，素暖虚软的身子顿时如浮萍靠岸，一颗漂泊不安的心也得到救赎般，心特别踏实。素暖喝了药，便沉沉地睡了一觉，再醒来时，精神明显好了许多。王妃，你终于醒了，殿下过来看了你2次，你都睡得迷迷糊糊的，殿下见你没醒，便阴着脸走了。他来做什么？完了完了，我把从他喜堂里抠出来的宝贝全部弄丢了，他若是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我。那怎么办呢？亲我这病怕是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若是有谁好心来探我，你就告诉他，我身体现安，意识迷糊，见了也等于没见。啊？轻舞一向单纯，不解素暖的深意。天香殿大门忽然被人由外而内的大力推开。奴婢参见殿下。殿下，王妃这病怕是一时半会儿好不了的，这都睡了1天1夜了，也不见醒来。出去。若不是心里惦记着他，随时都来天香殿听墙角，恐怕还听不到这个内幕呢。轻舞望了眼主子，纵是心里100个担心，此时也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他。傻子，别装了，本王知道你已经醒了。素暖睁开一只眼，偷窥着妖孽，狭长俊眉微微蹙起，一张俊脸透着华贵清奇，表情无温地审视着他。好似并不那么生气呀。素暖这才放心地睁开黑宝石般璀璨的双眸，一脸无害地瞪着他，竟敢试探他。傻子，你竟敢拆本王的喜堂！殿下，你说什么？臣妾听不懂啊。听不懂没关系，也有东西给你看。景王朝外拍了拍手，侍卫们抬进来几大箱珠宝，那是萧夫人
赠与他的嫁妆。因为走得仓促，他把它们藏在景王府的后院里，并着那晚拆喜糖的珠宝一起埋在后院。本想着等风声过后，偷偷把它们挖出来，谁曾想这么快就被这妖孽给发现了。王妃，你看这些珠宝是你的吗？像是，又不像。殿下，臣妾一定是病糊涂了，等我的病好了后，一定能辨认出来的。景王愣了愣，苦大仇深地瞪着素暖。他这辈子走过最多的路，想必就是这傻子的套路。本以为罪证凿凿，必能让他俯首认错，再顺便讨个天大的好处，谁曾知道他竟然来个拖延症。既如此，那就把这几箱珠宝抬到本王的寝殿里去。素暖忽然伸出一只手，就像葛朗台回光返照时想要拼命地抓住最后的念想一般，这个动作特别浮夸。王妃的病看来快好了。景王多次探望景王妃，这个消息被人酝酿发酵后，变味儿的传到了新上任的景王侧妃玉硕公主的耳朵里。公主，景王殿下根本没有生病，奴婢今儿还看见他去天香殿探望那个傻子王妃，听说傻子王妃中毒了，被人丢了回来，还是殿下把她抱回来的。真有此事，始终不愿意相信。他心心念念的夫君称病不跟他拜堂，不跟他圆房，原来只是不想娶她的借口。还能有假呀？你傻子王妃昏迷这一天一夜里，殿下都不知道去探了多少回了。适才王妃苏醒过来，殿下看望她以后，走的时候笑得咧开嘴，别提多开怀了。奴婢只是奇怪，你傻子有什么魅力啊？怎么就把殿下迷得团团转呢？本宫倒要去天香殿看看，你傻子别是使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才迷惑住了殿下。天香殿，玉硕公主破门而入，素暖因失去了宝箱，此刻正无比沉痛的哀悼。奴婢见过玉侧妃。王妃姐姐昏迷多久了？13个顿时了。殿下来过几次？3次了。你这个下作的混账东西，快说，你使了什么法子，让殿下对天香殿魂不守舍？素暖冷不防听到这一声巨响，看见青舞脸上5根指印，顿时气不可遏。滚！好你个傻子，亏我一向敬重你，看你先天痴傻的份上处处让着你，没想到你原来是这么个泼辣货。今儿我不教训教训，我就不是玉硕公主。来人啊，把这通通给我砸了！你敢想打架是不是？有本事跟我打，砸东西算什么英雄好汉？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若是本宫下手重了，打断你的胳膊腿儿，可别怨我。哼！两人屏退左右，拉开架势就开打在一起。素暖知道自己的劣势，远距离攻击是自己的硬伤，毕竟走路不便，所以一开战就和玉硕公主死死地抱在了一起，上演了有史以来最尴尬的一场比试。扯头发、掰手腕、咬大腿，看得洪福瞠目结舌。原来打架也可以这样啊！侍女们见2个主子打起来了，关键是谁都占不了上风啊，都气得焦头烂额。玉硕鼻青脸肿，素暖腿折了，只是天香殿的动静太大了，很快此事就被人捅到阿九耳朵里去了。阿九闻言连忙跑去明则殿禀报主子。什么？爷，听下人说王妃和玉侧妃都打了好一会儿了，2败俱伤，也没有停下来的趋势。那傻子的毒解了。阿九震了震，欲哭无泪。爷，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打起来了。爷，就算请王妃解了毒，
可是身子骨还弱得很。据说公主是草原长大的女子，听说她把王妃的腿给卸了。阿九气沉丹田，不对爷用非常手段，也肯定找不到东南西北。果然，景王一听景王妃报废了，脸色瞬暗，飞快朝天香殿奔去。殿下！一屋子侍女看到景王殿下后，纷纷下跪行礼。素暖和玉硕看到景王殿下阴鸷的脸，两个人心虚。景王的目光紧锁在素暖身上，原本心痛他受伤中毒，满肚子怒火，都舍不得苛责他一下。他倒好，跟人打架还打得那么销魂。再瞥一眼玉硕公主，好好一个姑娘，脸上鼻青脸肿。说吧，为何打架？傻子，你说。没什么可说的。夫君，臣妾不服。为何不服？夫君明明没病，却装病，不跟臣妾拜堂，不跟臣妾洞房，甚至这么多天来也不来探望臣妾一眼。可王妃姐姐一回来，殿下就迫不及待地跑过来看她，这厚此薄彼、偏袒之心，让臣妾心寒。景王语塞，玉硕公主挑衅天香殿固然不对，可是这挑衅天香殿的源头却因自己处事不公而起。倒是这傻子，他对她如此厚爱，巴不得穷其所有讨她欢心，可他却毫不领情，屡次伤她的心，委实可恨。景王妃，玉侧妃浑身是伤，你该当如何处理？我也有。你的伤难道不是抱着凤诀粉身碎骨得来的？素暖是聪明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悉听尊便。今日起，景王妃搬离天香殿。阿九，去后院批个房间给景王妃住。玉硕，你可满意？请，全凭夫君做主。景王府爷，今儿明明就是玉硕公主上门寻景王妃的麻烦，爷怎么反倒罚起景王妃来了？爷处事不公，王妃该有多心寒啊！他做的让爷心寒的事还少吗？那傻子生性淡薄，喜欢幽静。后院离玉硕公主的清河殿远，让那傻子眼不见心不烦，岂不更好？原来爷是这个意思啊！可是爷这份用心，王妃她能体谅吗？他若是有那一份玲珑剔透心，本王就烧高香了。哼，就一个大傻子。素暖当天下午便搬进了后院，后院多年未住人，积灰很重。轻舞红拂打扫了好大半天，才收拾得整洁明舞。素暖义愤填膺地铺开笔墨纸砚，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大字：景王和狗不得入内。然后命令轻舞将它贴在门上。素暖给新院落起了名字：素心向暖。几日后，素暖的毒解得差不多了，唯一不方便的就是脚踝骨折了。不过素暖是闲不住的人，不能翻墙出去游玩，那就在后花园里搭起炉灶野炊。生柴火是个技术活，轻舞不会，红拂更不会。素暖亲手操刀，半个时辰后，素暖小脸漆黑，柴火灶里浓烟滚滚。爷，好像后院着火了。阿九，你说这傻子是不是烧了后院逃走了？阿九傻眼，爷这明显就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呀。爷，以小的对景王妃的了解，他应该不会故技重施。以他满肚子的花花肠子，他会搞个新花样来将我们整崩溃的。后院烧了，你难道不崩溃？阿九如五雷轰顶。啊！妈呀，这还得了！快快快，来人！后院扑火去！马不停蹄地赶到后院，却看到景王妃在后院生火的狼狈情景。爷，没着火。阿九将下人轰散开去，轻舞和红拂用娇小的身躯贴在门神上。不论如何，不能让景王殿下看到他们新请的门神。景王与狗
不得入内。景王望着满脸漆黑的素暖，见证出这确实不是他刻意为卖惨而化的妆，是无意中擦到锅灰才这么狼狈的。景王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受伤就该好好养伤，瞎折腾干嘛？既然精力这么旺盛，他就帮他释放释放。告诉火膳房的人，这后院的膳食他们自己会做，以后就不让他们费心了。哼，本王这么安排，你没意见吧？素暖瞪着景王，摇头，没意见才怪，老娘只是不敢说而已。老娘现在只求你拍拍屁股赶紧走人，因为老娘怕你看到我新请的门神。景王蹙眉，这么快认怂，不是这傻子的风格。循着傻子适才的目光瞥过去，景王挪动脚步，慢慢走过去，沉吟道：素心向暖，素心如许，微笑向暖。原来这就是他的心声。素暖微微一颤，虽然很不想承认，这个妖渣竟然这么懂他。让开让开，你们俩干嘛呢？当门神呢？可是轻舞红拂依然纹丝未动。让开！景王施展玄力，那纸从门上脱落，看到上面的内容后，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哼，风素暖，你敢把本王和猪相提并论？素暖嘴唇掀了掀，想要狡辩，又觉得罪证确凿，狡辩反而罪加一等，索性缩着脖子等着制裁。景王看到他心虚的巴不得地遁了似的，盛怒又化为暗笑。哼，字写的不错。哼，傻子，你既然这么爱写，本王就让你一次写个够。阿九，备笔墨纸砚，让景王妃把这8个字写个万千遍的，每个字只能写的比这更好的，才算过关。变态！素暖咬牙，去写吧，明儿本王过来检查。景王随之而来一句话，把素暖批得完全无力招架。鹦鹉为他研墨，红拂为他换纸，素暖则不停不休地写着景王和狗不得入内。此刻肠子都悔青了。忽然脑子里漂浮出那个害得他中毒弱化他体能的罪魁祸首，发丝飞扬的刺客。再次落笔，笔锋一3000青丝飞扬，银色面具灼然生辉。轻舞和红拂面面相觑，景王妃这画中人是谁啊？能让王妃记得如此刻骨铭心，这人想必也是一个非凡脱俗的大人物吧。王妃，他是谁啊？刺客。轻舞和红拂都惊了一跳。王妃，你现在是景王嫡妃，不可惦记着其他男人，若是被有心之人看到了，乱嚼舌根，这众口铄金，咱们就百口莫辩了。看来指望你们把他裱起来挂在我床头上是不太可能了。红拂为他换，是想时时提醒我自己，这个男人对我来说很危险而已。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和景王殿下匹敌的男人，虽然剑术逊色一分，然而毒术弥补了他的不足。他刺杀过景王和萧月，又一心置我于死地。我这次活过来，只怕已经入了他的眼。他是绝技不会放过我了，今日可要小心些。知道了，王妃。傍晚时分，元德公公忽然造访景王府，通报了一件晴天霹雳的消息。景王殿下，17皇子病重，只怕熬不过今晚。皇上特召皇子们入宫，皇上的意思是希望17皇子走得安详一点儿。17弟到底怎么了？17弟前几日不是好好的吗？想时时提醒我自己。忽然得了肺病，喘息不停，傍晚时分唇不子干，太医们束手无策，17皇子吞不进汤药水，
所以药效不能发挥。元妃娘娘哭死了过去，这事发生的太突然，皇上也是干着急。公公，你先走一步，本王去就来。景王说完，脚步一转，便向后院走去。路上，景王殿下脸色凝重，阿九也是默不作声，心事重重。17皇子素来最亲景王殿下，元妃对殿下也是十分慈爱。如今17皇子有难，景王断不会袖手旁观。可是景王妃也是一个倔强的主，加上这几日他们的关系十分恶化，景王这趟低声下气求他是在所难免的了。但是求他有用吗？望着怔怔站在门口的男人，他表情凝重，唇角掀了掀，欲言又止。阿九望着爷从来没有求过人，他这么高傲的性子怎做得出来呀？阿九扑通一声跪在素暖面前：“阿九，你干嘛啊？你这样我会折寿的。”“求王妃救救17皇子吧。”素暖震了震，原来是找他看病来了。皱眉，找他看病为嘛不好好说话？跪他干嘛？会折寿的。王妃，你就行行好，救救17皇子吧。你要是不救他，17皇子可能就熬不过今晚了。他还那么小，就这么走了，多叫人心痛啊！而且他是爷最疼爱的皇帝，你就看在爷的份上，救救他吧。有什么症状？肺病，滴水不进，喘息，咳嗽不止，唇干。素暖痛心的闭目，只怕是小儿肺炎，还不快带路啊！皇宫，文秀宫。陛下，晋王殿下来了。有皇旨，皇上只召皇子入宫，你带个傻子和奴婢来做什么？景王妖娆一笑，算是回击离王的无礼。父皇，景王妃的奴婢轻舞，会些医术，不如让她试一试。宫城，你在说什么？她只是个奴婢，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奴婢，她怎么会行医？九皇叔怎知轻舞不会识字？离王当然知道，因为自从他在绯色阁被那个小乞丐戏弄后，他就特意央求群芳告诉他小乞丐的线索。群芳只说了3个字：景王府。他便大动干戈的将景王府所有的女眷都调查了个遍。这奴婢给皇子看病，没有先例呀。皇上，此刻不是因循守旧的时候。17皇子病危，只要轻舞能治愈他的病，我们可以给轻舞重赏，就算赏他一个格格座又何妨？皇上点点头，浓郁叹口气，算是默许了太后的提议。王携着轻舞素暖进去时，离王跟了上来。九皇叔，轻舞的医术是秘术，外人还是别看了。拿着傻子进去干嘛？他又不能帮什么忙。就因为他是傻子，轻舞不介意被他看到，反而能帮许多小忙。离王哑口无言，悻悻然后在门外。元妃看见景王殿下进来，红肿的眼睛里露出一抹喜色。晨儿，母妃。唉，这位姑娘可是来为和儿诊治的大夫。轻舞向后缩了缩，景王递给他一个眼光，轻舞立即走到门边上，守着大门，以防被人闯进来。素暖却走到他面前，伸手去探17皇子的肺部位置，孩子的衣服，给他推拿了止咳化痰的穴位，天突、痰中，背部肺俞位置点按揉，配合太溪穴。一套推拿做下来，已经过了2个时辰。17皇子猛咳起来，吐了一些痰出来。这几日给小皇子服着汤药，记得1天多服几次。元妃望着素暖，震惊撼动，久久不能平静。她听说景王妃的丫鬟会些医术，却没想到真正懂医的是景王妃。景王望着素暖，她的认真专注，记事为怀，
让他的心荡起久久不平的涟漪。这么久以来，他一直不明白，为何他偏就喜欢上这么个傻子，笑起来没有形象，看到美男咸口水，粗暴狂野，毫不端庄，还贪财抠门。现在他明白了，比起他那一堆小缺点，他有更吸引人的优点。他值得他呵护他，他值得他多用点心思去征服他，暂时脱离危险。不过元妃若是不介意的话，倒是可以带着小皇子到景王府留宿几天，我需要对他留观察看。妃，今晚的事，切记不可对外人提及。母妃知道，你且放宽心。室内的人稍作调试后，轻舞才打开门。皇上搀着太后急匆匆迎上来，急切地问：小时妻怎样了？元妃抱着孩子出来，却见17皇子脸色恢复正常，众人震惊非凡，对轻舞刮目相看。狄王眼里漫出一抹疑色。太子摸着脸，崔琴香一事再次在心里骨疼。朕的太医们竟不如一个28少华的丫头。皇上过誉了，好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真是景王府的福气呀。素暖耗了大量体力，而且身体中毒后的后遗症就是虚弱无力。景王审时度势，匆匆告辞皇上太后。父皇，小时妻暂时脱离危险，儿臣告辞。轻舞姑娘说，皇儿还需要紧急服下几剂汤药，巩固一下，需得赶紧回府调治。如此，赶紧回去吧。刚走到狭长的巷道里，素暖便撑不住了，整个人往下面坠。景王将素暖抱起来，心疼不已。傻子，你坚持一下。走到宫门口，阿九的马车已至，景王抱着素暖上了马车，阿九飞快地驱车赶往景王府。行了。素暖目光环扫，这阔入海洋的房间，分明就是他的明则殿。我怎么会在这里啊？你留在这里，我照顾你。算是酬劳吗？算是酬劳利息。傻子，你的狐狸尾巴可露出来了。我饿了。我吩咐膳食房的人给你做清粥了。这几日你身体虚弱，想要吃什么都依你。能餐餐燕窝鲍鱼吗？景王点头。素暖感动得快哭了。尼玛，原来只有生病了，这个男人才这么大方。素暖心里莫名感到温暖。次日早膳过后，元妃果然带着17皇子来景王府了。小皇子禁忌饮食，不一味的太极，煮点清粥米汤，少吃多餐。景王妃真是医者父母心，这对孩子的关心啊，不比我这个做母亲的少呀。本宫把孩子放到景王府，就100个放心了。这里王不开心了。你告诉本王，绯色阁坐诊的大夫就是景王府那位会行医的丫鬟，对不对？你是说景王妃身边的丫头轻舞？景王，许久没来了吧？你很失望吧？他不会来了，你就那么想他？是啊，我想他到发狂了。本王哪里比不上他？哼，因为你不是他。总有一天，本王要让他俯首称臣。将我送到景王身边去。我有什么好处？做你的细作，助你宏图霸业。哼，那你有什么好处？我只需要用尽一生去纠缠景王，我不开心，便要他也不开心，我开心，他才能开心。为防你不归，本王得给你吃下黄毒。离王，其实你没必要这么做。人心是最难以捉摸的东西，也是这个世界上变化最快的东西。本王已经很多年都不相信这个东西了。你放心，我永远不会让你失望。群芳，本王会好好补偿你的。九哥，你看，
这是你的画像。小团子啊，把姐姐的画像给我。我不叫肉团子。萌萌哒。我不喜欢萌萌哒。肉团子啊，黄嫂，我叫宫和，你可以叫我小和和。小团子啊，叫我姐姐。你都这么大了，还欺负个孩子，你有点羞耻心好不好？素暖一愣，尼玛，他也享有羞耻心啊！可是那画像是他对他不忠的证据呀，他得销毁证据，免得他又要惩罚他。17，把画像给我。殿下，能别看吗？臣妾画的不好，怕碍了你的慧眼。哼，不妨，本王答应你，不管你把本王画成什么鬼样子，本王这次都不罚你。能想着画他心里就莫名的开心。素暖仔细咀嚼着他话里的意思，惊悚的发现一个 bug， 那就是只要画的是他才不会罚他。可是他画的不是他呀，他都答应他不罚他了，为何这傻子还不放手啊？瞥一眼对面惶惶不安的轻舞红服，心里顿觉事情并非想象的那般美好，展开了画轴。好一幅冰清玉洁的风骨，银色面具的风华。某人脸色黑到极致，家，你说过，不论我画的怎么样，都不罚我的。不罚你？你画的这么好，本王怎么会罚你？他不过才见他几次面呀，竟然能把人家的风韵画得淋漓尽致，而他呢，跟他朝夕相处，指不定他还不记得他长什么模样呢。他对那个刺客真是该死的用心啊！景王妃画工不俗，恰好前儿太后向本王索要一幅肖像画，本王正愁在帝都里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画师能描绘出本王对太后无穷无尽的思念之情，不如这事就交给景王妃替本王完成吧。素暖瞠目结舌，画着妖孽的画像也就算了，还要画出他对太后的思念之情，这分明就是故意为难他呀！臣妾定当不负所望。景王沉思片刻，这傻子想必是他罚他写千字文的时候偷空画了野男人的画像，脑子里不禁又浮出那8个大字：景王与狗不得入内，心里就特别不爽。他和野男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真是高低立现呀，一个耀如云端新月，一个却卑微如尘泥。傻子，本王让你抄写的千字文呢？素暖耷拉着脑袋，这男人太过分了，他都把那一堆纸拿来生火了，他却来个秋后算账。景王望着他不知所措的脸，阴厉冷笑，就知道他只顾着画野男人去了，而忘记他的交代了。哼，你说本王该怎么罚你？你说吧。肉偿。素暖瞪大眼，他没有听错吧？这妖孽从前不是十分嫌弃他的吗？素暖审视着景王一张妖孽倾城的脸，他不信他是真的想要他，他那金玉喜堂又不是为他准备的。肉偿就肉偿，想吓唬他？靠，他又不是吓大的。景王微愣，郑重半天，然后回过神来，朗声大笑。阿九，今晚接景王妃来明泽殿就寝。他如果以为这只是一场欲擒故纵的游戏，那他不介意将他生米煮成熟饭。得嘞！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小团子，亏姐姐对你那么好，你却把我给卖了。我不叫小团子。那天下午，袁飞来接小团子回去，看到活蹦乱跳的小团子，袁飞倍感欣慰。袁飞赐给素暖许多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算是对素暖的答谢。起风了，记住，不论发生什么事，千万别出手，切记。素暖错愕，袁飞这话分明就是在暗示他有麻烦了。因为随着袁飞来的有许多是皇上的人，素暖不便多问。
平日别给小团子午后了，小团子就不会那么爱生病了。本宫记下了。素暖姐姐，虽然你老是给我起小绰号，可是我还是喜欢你。有空了一定要来宫里看我。吃饭要乖，多吃素菜，少吃肉。等你长这么高了，姐姐就来看你。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叫你皇嫂？素暖干笑着，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元妃将景王府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公主，景王殿下今晚定是要临幸那傻子了。景王殿下明明不喜欢那傻子呀，怎么会临幸他呢？哎呀，公主，这次是真的啦！景王殿下的丫鬟今儿下午全部赶往后院了。我看他们托盘里的衣服都是那种薄的透明的轻纱，还有一件厚实的披风，就再没有其他的了。这不是为临幸做汤浴又是什么？她毕竟是景王妃，殿下本早该临幸她了。殿下若不临幸她，又岂会乱了规矩，先临幸侧妃呢？殿下是聪明人，不会让侧妃先有子嗣的，这样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公主说的是。素心向暖院，素暖正端坐案前，专注凝神地画着妖孽殿下的画像。忽然，门口处进来黑压压一群人，扰了素暖的心神。你们这是做什么？小的们来伺候王妃汤浴的。汤浴是什么意思呀？王妃晚点就知道了。素暖还没有弄个明白，姑娘们就涌上来。你们干什么？都停下，都停下！王妃，你就别为难小的们了，这可是殿下的意思。殿下吩咐小的们，今晚必须把你洗干净了，送到他的床上，否则为我们试问。素暖打了个冷战。我操，他这是要霸王硬上弓吗？本宫知道了，你们都下去吧，有轻舞红拂伺候我沐浴更衣便可。王妃，爷说让我们将你洗干净后抬过去。你去告诉你们爷，就说我月事来了，这事儿能不能推就几天？殿下已经猜到你会这么说了，所以命小的要亲自检查验证王妃的话是否属实。素暖的脸红了，尼玛，他是不是撒谎次数太多了？他对他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骗你的，骗你的，我洗还不成吗？洗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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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刷刷。素暖一边洗一边唱起小曲儿，别人都以为他是多么的轻松自在，其实他心里紧张的发毛。王妃，水冷了，该起来了。我自己走。我最近身体不适，倒立颠簸，就头晕得厉害。路过昔日的天香殿时，巧遇侧妃。王妃姐姐，这是要去哪里呀？妹妹这是看不出来吗？殿下呀，今晚要临幸我，这是姐姐的荣幸。姐姐可要好好的伺候殿下，若是能怀上子嗣，可是大大的福气啊。素暖倒吸一口气，怀孕？她差点忘记了，今天是她的排卵期，可不是安全的日子。素暖脸色一暗，垂头丧气地往前走了。玉树望着素暖，那傻子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明则殿大门开启，似乎在等待一场洗礼的到来。景王殿下素衣似雪，盘坐硕大的锦床上，3000青丝凌乱散落，魅惑无疆。素暖正在原地，脚步竟挪不开半步。从前知道这个男人帅，可是没想到天然去雕饰的他帅出天际，让他这个阅美男无数的人也震撼到走不动路了。怎么，见到本王的美色就走不动路了？还愣着做什么？过来。素暖慢吞吞地走过去，刚走到床边，某只妖孽就直接命令道：脱衣服。
素暖纹丝未动，不要挑战本王的耐心。素暖无奈地上前，刚贴近锦床，纤纤束腰就被一只大手一揽。你在害羞？傻子，别怕，我会很轻的。殿下，我好像有些不舒服。傻子，别想玩什么花样。今儿本王不管你舒不舒服，也会要了你。玉璧吻铺天盖地而来。殿下，我好像……傻子，你死个试试。素暖头一歪，栽到一边。怎么，翌日，素暖悠悠然醒来，发现自己身着卫履，顿时吓得花容失色。他不会真的变态到奸尸吧？昨夜旖旎的一幕尽数载入脑海，望见床上刻意铺垫的雪白锦帕上那一抹触目惊心的嫣红时，整个人踉跄了下。人渣！殿下呢？王妃，殿下一早起来就去上朝了。殿下特别交代奴婢让你多睡会儿，别打扰到你。殿下说昨晚可能把你折腾坏了，叫奴婢们今儿好好给你补补。素暖此刻脸红得跟辣椒似的，巴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脑补下折腾的画面，脸儿发烧。果烟将锦帕宝贝似的折叠起来，素暖瞠目结舌。果烟，这个还是我自己来洗吧。洗它做甚？殿下特别交代，这个要进宫呈给太后娘娘的。素暖差点没跌坐在地上。唉，好吧，这就是迂腐的古代呀。去吧。有气无力地回到素心向暖院。轻舞，胡服，没有你，昨晚欺负我。王妃，奴婢知道你想要找一个一世一双人的男子做夫君，可是事已至此，你哭也没用啊。好在景王殿下也算人中龙凤，模样极好，人品也好，王妃就屈了吧。王妃若是不喜欢殿下宠幸其他女人，这还不简单？奴婢去把玉侧妃给杀了。胡夫，你别冲动，不能滥杀无辜。他只是不开心，他会趁虚而入欺负他。可是这事儿说出口多羞人呢。王妃，年关将至，现在帝都的夜市可热闹了，何不去逛逛？好啊，帝都的夜市，家家挂着红灯笼，喜庆一片。商贩们忙着吆喝拉客，猜灯谜的地方门庭若市。素暖的目光却被几个街角的流浪儿所吸引，本是10来个小孩子，即使天气回温，然而依旧冻得唇部发紫。素暖刚要走上去，却忽然想起元妃的提醒，让他切记最近不论遇到什么事也不能出手。给他们点银子，我们走吧。不好了，这个乞丐病倒了。素暖略微沉吟，这个孩子刚才还好好的，只不过碰见他们后就忽然发病了。这事儿太偶然了。只见人群里有个男人刚好望着自己，素暖瞬间了然，这是有人在考验自己医术的一个黑暗阴谋。王妃，他死了。其他几个孩子抽泣着，姐姐，我们中了毒，有个叔叔说今晚我们坐在这里会有人来救我们，如果他不来，我们全部都得死。如果他不来，我们全部都得死。素暖骇然失色，这就是一场阴谋。有人给景王妃布局了，逼迫他出手解救这些孩子。金武、洪福，人都有意思，或重于泰山，或喜于鸿毛。我是医者，为苟且偷生而失去医者的良心，我会鄙视我自己。玉璧大踏步走上前，给那病倒的孩子检查身体。shit！ 这群孩子本身患瘟疫之毒，然而还不到危险丧命的地步。有人给他们服了毒药，定是让他们毒发身亡，只不过就是为了诱他出手救人。我要把你们带到我的家里去，
这样才能更好的为你们治病。你们愿意跟姐姐一起走吗？孩子们点点头。素暖便将他们都带回了景王府。不过为防此事泄露出去后，闹得景王府人心惶惶。七武、洪福，从今儿后，后院务必与外界隔离，吃穿用度都单独解决，待瘟疫过后再恢复往常日常。诺。入夜时分，景王回府，遥远就闻到王府的空气里充斥着一股难闻的药味。殿下，你回来了。这药味可是从后院飘散来的。可不是吗？不知王妃姐姐在做什么？从傍晚开始，这味道愈来愈浓了。景王蹙眉，想到自己上早朝时，这傻子还没有清醒过来，难道昨夜真是把他吓晕死过去了？殿下，昨儿你宠幸了王妃姐姐，今儿是不是该去我的清河殿歇息了？景王眼里划过一抹浓烈的抗拒色彩。阿九知道主子的心意。玉侧妃，帝都瘟疫流行，皇上今儿上朝大为恼火，令爷必须尽快解决此事。爷今儿心力憔悴，你就暂且放过他吧。玉硕公主脸上的落寞令人心疼。景王望着他，喟叹不已，转身便向自己的明则殿走去。阿九，去叫那傻子过来。景王妃说她今晚不方便见你，不方便见我。阿九颤了颤，爷最近的脾气真是与日渐长呀。素心向暖院，四合院的玉兰镂空铁门竟然被上了锁。景王脸色铁青，他这是要彻底和景王府断绝关系吗？就因为他昨晚欺负他了？阿九，砸了他！阿九上前举手劈下去，锁开了，可铁门依然打不开，竟然意外地发现铁门上中下都用铁链子绕了几圈，上了3把锁。阿九，劈开！阿九，住手！阿九刚要放下手，就听见自家爷一声怒吼：“劈开！”这么晚了，你抽什么风呢？景王刚要发怒，爷，想一想你来找王妃的企图，别冲动。这深更半夜的，你给这素心向暖院上3把锁，意欲何为？防色狼的。王妃，帝都盛行瘟疫之症，爷来找你，不是让你侍寝的，而是有事相求。有事相求？傻子，你听见了？帝都在一夜之间涌入了许多战争流亡的孩子，他们身患瘟疫，已经大面积扩散。本王命令你，3天内必须拿出解决策略。如果臣妾拒绝领命呢？你敢？他自然不会不管这场瘟疫的盛行。他此刻不正在做这件事吗？他只是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因为他还生他的气，谁叫他昨晚没有人性的欺负他了？你要怎样才肯答应？我可以帮你解决这场瘟疫，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你说。待瘟疫解决后，你我便和离了吧。哪怕你我昨晚都那样了，你还是要跟我和离吗？凤素暖，今儿一早你的落红锦帕已经送入宫中了，如今天下人都该知道了，你凤素暖是本王的女人了。你和本王和离后，谁还会要你？不就一层膜吗？谁在乎？景王和阿九掉了一地鸡皮疙瘩。这什么女人啊！不管她怎么掏心掏肺的对他，她都像是一条喂不佳的野物。他甚至为了强留她在身边，昨夜不惜弄伤自己的手，制造圆房的假象。可是即使这样，依然留不住他的心。是不是只要我答应你的要求，你就会救这些孩子？是。好，我成全你。只要这场瘟疫被成功控制住了，
我便成全了你。素暖只觉自己要瘫软在地上，他对他有知遇之恩，可是他却把他置于舆论的风头浪尖。说起来，他亏欠他太多了，对不起啊。是啊，你去告诉他，不必了。我们王妃昨夜便救了几个得瘟疫的孩子，阿九嘴巴张成半圆，所以昨晚给铁门上3把锁的原因，不是针对爷的。爷，王妃说患病的孩子不用送过去了，不送病患给他怎么研究瘟疫之症？阿九，素心向暖院昨夜从外面捞了几个得了瘟疫的孩子，王妃从昨晚开始便已经出手搭救了。这个该死的傻子，明目张胆地把瘟疫的孩子往家里带，就不怕被有心之人盯上了吗？利用瘟疫的孩子逼迫傻子出手救人，其心可诛。阿九，去查太子府和离王府，本王对他们素来忍让，但是这次他们太过分了。小的一定查出这幕后黑手，粉碎他们的阴谋。那傻子明知这是别人请君入瓮的伎俩，竟然还是要带回那几个孩子，真是傻。爷，兴许这只是巧合，王妃碰巧遇见了几个生病的孩子，碰巧带回了他们。金銮殿上，皇上，臣妇有罪，愿将功补过。起来说话。臣妇不敢起来。既然如此，你且说说看，你犯了什么罪？臣妇教女无方，让3丫头犯下了滔天大罪。哦，你说那个傻子晋王妃，她一个傻子能犯什么大罪？起来吧，就算她有错，朕也从轻发落。3丫头生来便有不足之症，臣妇怕她早夭，便对外声称3丫头有先天痴傻的余症。事实上，这丫头精明着呢，不但在外拜了个野师傅，教授她医术之道，还以傻卖傻，调制催情药，陷害大姐凤瑟明，还胆大妄为的向皇后、宣平公主下毒，甚至毒杀兄长凤珏。3丫头看起来痴傻，其实医术精湛，就连这7公主的鼻病，此非多年的顽疾，都是她给治愈的。皇上，臣妇原本不想揭发这个女儿的，可是她心肠歹毒，不但残害大姐凤瑟明，还害死了同胞的哥哥凤珏。臣妇悲痛欲绝，不得已才站出来指证她，还请皇上体恤臣妇一片苦心，治她欺君之罪，治臣妇欺君之罪。皇上，请看在郑国夫人揭发有功的份上，从轻发落。皇上，自古以来有功过相抵一说，郑国夫人欺瞒天下，旨在养活不足之症的幼女，其心可悯。然而景王妃却以傻卖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其心可诛。皇上，郑国夫人其情可悯，错在这景王妃不该以傻卖傻，犯下弥天大罪呀！大殿中央的景王伫立堂上，浑身散发出不容侵犯的冷冽威严。大臣之所以敢负义离王，还不是觉得景王不可能庇护那个傻子，说不定他巴不得借此机会休了那傻子呢。他们这是在帮他呀，让他休妻出师有名。皇上，臣反对。哦，景王，你有何话要说？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若是景王妃真如郑国夫人说的那么歹毒，郑国夫人作为其生母养母，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郑国夫人颤了颤，本以为景王殿下就算要辨识他的申诉，也是替景王妃辩解，届时他只需要拿出具体的实证便可以了。那傻子的野师傅，他以为他找好了，
谁知景王却是另辟蹊径，竟然死抓他不放。所谓虎毒不食子，郑国夫人今日在朝堂上用词险恶，分明就是存心置景王妃于死地。试问这样狠心绝情的母亲，如何能教出一个知书达理、温婉贤淑、善良温情的女儿？郑国夫人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想必大家心里已经有定论吧。景王说的有道理，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景王妃生下来时也是一张纯洁的白纸，郑国夫人却没有好好的教导，有错，有错也。哼，九皇叔，一棵墙头草是不可能产生真知灼见的，你何必浪费唇舌？皇上审视着景王，显然他根本就知道景王妃在装疯卖傻。景王妃的欺君之罪无可厚非，他倒要看看他这个最优秀的儿子如何从君王的铁腕里救出他心爱的女人。他了解他的儿子，他极其护犊子。景王，依你看，这郑国夫人和景王妃该当何罪？按照大黎例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哦，好，将郑国夫人和景王妃押入天牢，秋后问斩。景王府，当黎王带人来抓素暖时，几乎是势如破竹，顷刻间将素心向暖院围了个团团转。王妃，王妃，不好了，不好了！来了好多官兵，将我们围住了。素暖听到轻舞咋咋呼呼的声音，立刻了然。昨夜有人请君入瓮，今日他便真的入了人家的瓮，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瘟疫之阵，他还没有彻底征服呢。素暖叹了口气，一脸凛冽地走了出去。黎王望着他，眼里漫出一抹玩味的探究式的目光。这傻子明明就是傻子呀，前几年看他发疯的样子是真傻呀，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神医了？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景王妃，你母亲今日在金銮殿控诉你欺君罔上，以傻卖傻，做尽恶毒事，你可知道？现在知道了。景王妃，如果不是郑国夫人揭发你，本王竟然不知道你竟是一手遮天的女神医。九皇叔过誉了，素暖不过是略懂皮毛而已，怎可担神医美名？环顾四周，有些纳闷，景王殿下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刻失去踪迹了，难不成这货看他落难了，避风头去了？不，他绝不是这样的人，这点信任素暖对他还是有的。此刻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处。爷啊，你既然担心景王妃，为何不在朝堂上替王妃讨个人情？没用。阿九吩咐玄尉盯紧绯色阁花魁群芳姑娘。爷啊，你怀疑此事与群芳姑娘有关？那傻子女扮男装去绯色阁坐诊，却来了月事，想必群芳对她生了疑心。除了她，我想不出还能有谁能捅破这傻子天大的秘密。诺。九皇叔，容我跟着傻子道个别，如何？皇侄你请便。素暖望着景王，不知为何鼻子一酸，将眼泪硬生生的给逼了回去。景王拉着他的柔蹄离开了人群，来到僻静的地方，似嗔怪似宠溺，五味杂陈道：别怕，有我在。素暖登时喉咙一热，只觉所有的恐惧荡然无存。他虽然看起来若无其事的模样，其实心里怕得要死。天牢里面会不会有人欺负我呀？谁欺负你，就报本王的名字。哦。傻子，记住，去了天牢，不论遇到什么，
都不要交出解决瘟疫的秘方。本王要用这秘方换取皇上功过相抵4个字。素暖怔怔地望着他，就知道他不会弃他不顾。这么帅的男人，这么深情地跟他保证，他的心一点点揉碎了。景王从宽袖里划出梅花袖剑，这个拿着，兴许你用得着。殿下，你能不能抽空多来看看臣妾呀？你不来，让阿九、洪福来也可以啊。如果他们忙的话，你让王府里的下人来看我也可以。我会亲自来看你的。倒是会为自己打算呀，紧锣密鼓的让人去探望他，谁他妈敢动他一根毛呀？不敢活了不是？狄王将素暖带进天牢里的时候，素暖见到了自己的母亲郑国夫人。郑国夫人见到素暖，分外眼红。素暖视若未见。秀皇叔，我能不能住单人间啊？狄王微愣，鼻子冷斥，这女人凭什么认为他会给他开后门？他在绯色阁里对他又是下毒，又是拿刀捅他命根子，他都还没有找他算账呢。这丫做了亏心事，竟然还能如此厚颜无耻地面对他，胆儿也太肥了吧！景王妃，单人间有许多，可我凭什么给你单人间啊？狄王的声音充满着不怀好意的奸逆邪恶的阴谋味儿。素暖颤了颤，莫非自己捅他的事儿被他知道了？周人间牢房其实也挺好的，有人聊天不会得抑郁症。素暖嘿嘿的干笑着，心虚的朝正前方打开的天字号牢门里走去。牢房里坐着3个男人，郑国夫人目光瞥了眼素暖，以为他会苦大仇深的找自己算账。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行医？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傻病是怎么好的。哼，我可奉告，此刻景王府。爷，小的遵照爷的吩咐，已经让人将北京瘟疫浮夸放大的传了出去，相信很快就会传到圣上的耳朵里去了。吩咐蛰伏宫中的谍者，不遗余力的干扰陛下接见任何人。诺。阿九眼里浮出对主子击赏的眼神，主子为救王妃，竟然敢忽悠陛下！一片陛下瘟疫横行，天下大乱；二段陛下与医者接触，堪堪将陛下架在火炉上烧烤呀！景王算无遗漏，为阻止防不胜防的纰漏出现，他决定亲自协助那个人，一个毒术不在素暖之下的人，一个唯一有能力搅黄他计划的人。阿九，备马车，也要去一趟绯色阁。绯色阁，群芳坐在铜镜前，望着化妆盒里的白粉发呆。九殿下，老神，这就去叫群芳姑娘出来。景王瞥了眼楼上花魁的房间，没有出声，已经提着脚步，悄无声息的来到了群芳姑娘的房间。王循着她的目光落到她面前的粉盒上，阴森的眸子骤然一缩，眼底划过一道危险的目光。群芳竟然浑然无觉。群芳思虑良久，似乎想到了什么。雪儿，一个挽着双肩的丫头应声而出。哎！然而陡然看到正前方的景王殿下，花容失色。姑娘！群芳的手微微一颤，轻挪铜镜，终是看到侧后方那个人儿，眼底的错愕稍纵即逝，却依旧没能逃脱景王的眼底。雪儿，这粉的颜色太白，我不喜欢，你拿去用吧。多谢姑娘赏赐。景王望着主仆二人，唇角勾出戏谑的笑意，戏份太足了。雪儿，拿过来给本王看看。雪儿一愣，犹豫地望着群芳。去吧。雪儿便将粉盒捧到景王面前。回到景王府，阿九刚好办完事回来，
刚踏进明泽殿，就看到景王妃画的刺客画像发呆。阿九愣了愣，那么专注，难不成是睹物思人，借以慰藉相思之苦？阿九，你仔细的瞧瞧，这画像有何玄机？阿九微愣，爷既然这么问了，想必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阿九翻来覆去的看了看，抿着眉苦憋道：“爷，小的看不出来啊。”最讨厌烧脑特辑，这是阿九一辈子的痛。笨，瞥了眼画像，一副酸溜溜的口吻提醒道：“还得感谢那傻子，把这刺客画得入木三分。你看那双手，手指修长，骨节特征更是明显，与众不同，和本王倒是有几分相像吗？都是练武的骨骼。爷，这手也不能说明什么，笨死了。出去别说是我的人，给你好好研究研究，琢磨不出来不许吃饭。爷，你去哪儿？天牢。天牢。素暖没皮没脸的试图跟人套近乎。喂，兄台，你犯了什么法呀？老子杀人了！杀得好，杀得好，那些混蛋该杀。姑娘，我奸了人家的老母，杀了人家的幼女，这样也杀得好？他老母一定是个虎毒食子的恶毒妇人吧？奸得好，奸得好。郑国夫人瞪了苏暖一眼，这傻子该不会是含沙射影的在骂他吧？姑娘，一看你就是同道中人，你犯了什么法？给长姐戴绿帽子，还把兄长给杀了，还把生我的老母鸡给害得一起来坐牢了。怎么样，厉害吧？牛叉吧？南球闻言，顿时眼里散发出崇拜的表情。我操，他都已经是无恶不作的大恶人了，可是他犯了事以后，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愧疚的。尼玛，这个年纪不大的小姑娘竟然弑杀亲兄，毒害亲姐和老母，还能如此大言不惭地说出口。我操，简直是他的偶像啊！姑娘，如果姑娘不嫌弃，我愿意与姑娘结拜为异姓兄妹。日后姑娘哪怕是出了天牢无处可去，我丐帮兄弟必然收容你。丐帮？可是天下第一大帮派。你想多了。就是帝都东城门的破庙是我的地儿，手里有10来个人，每天同享破庙的贡品。我操！大哥，女神最恨他老母，你把他老母给奸杀了，就当送给女神的见面礼。素暖望着郑国夫人吓得苍白的脸，挤出一丝淫荡的笑容。郑国夫人本以为素暖会看在母女一场的份上会帮她，哪里知道素暖竟然抛出一个比男人还淫荡的眼色，一副凑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郑国夫人顿时吓尿了。活该！女神，只要你一句话，兄台我就替你报复你老母，保证让她享受下销魂荡魄的滋味。你别过来！兄台，算了，这个老母鸡人老珠黄，别脏了你们的身子。不如等小妹出去以后，给你们银子去绯色阁找那花魁群芳姑娘，那可是香艳欲滴的大美人儿，保证你们喜欢。花魁？几个男人流露出猥琐的目光。郑国夫人缩在角落里，听闻素暖用人老珠黄的词语讽刺她，心里百般不是滋味。牢门前，不知何时伫立着一道玉树临风的身影。原本担心他在天牢里孤单寂寞，日子难过，现在看来真是多此一举啊。素暖无意间瞥到某人的脚。殿下，
你怎么才来？臣妾想死你了。有多想本王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有多想本王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傻子，别受苦了。你放心，很快你就会出去了。景王说这话的时候，目光却是藐视着郑国夫人。郑国夫人的脸上划过一抹嗤笑，显然觉得景王在痴人说梦。夫人，杀敌1000自损800的伎俩，只有智障才会配合你演出。郑国夫人苍白一笑，没有理睬景王，谨记着那人的谆谆教诲，说多错多，最好当哑巴。景王走的时候，素暖特别语重心长地交代着：殿下，下次你来的时候，能不能别两手空空啊？尼玛，有空手来探监的吗？景王好像有点自知之明了，这傻子想自己的原因在哪里了。看他舔了舔嘴皮，一副实求不满的样子，忽然有点后悔没给他带点好吃的来。不过最好的办法还是把他捞出去，让他一次吃个够。此刻的千秋殿，景王正候在门外等着皇上召见。元德公公进去通禀皇上了，须臾功夫便出来了。景王殿下，皇上正和离王下棋，今日不见客。九皇叔，元德公公，麻烦您再去通禀一声，就说本王今日只谈国事，不谈家事。元德公公一愣，犹疑时，景王从宽袖里划出鸽子蛋大的夜明珠，递给元德公公。有劳公公了。元德公公接过来，眼里闪过一抹诧异，随即脚步轻快地进去了。景王笑容凝望眼角，不知道那傻子知道他的宝贝不见了后，会不会抽风呢？千秋殿，狄王和皇上下棋，狄王步步紧逼，皇上焦头烂额。元德公公再次叨扰时，皇上明显不悦。朕不是交代过了吗？今日朕与九弟下棋，任何人都不得打扰。皇上，景王说了，他今日来只谈国事。哦，那让他进来吧。九弟，你这棋艺可又精进了不少。皇兄，九弟我无欲无求，平日里闲着没事，就下下棋，听听曲儿，有所进步也是应该的。倒是皇兄整日里操劳国事，没时间下棋，得多注意龙体呀。九弟，朕就喜欢你这副恬淡的性子。说话间，景王功臣偏踏而来。儿臣见过父皇，见过九皇叔。免礼，长儿，听元德说你有重要的事情禀报。父皇，北境王国大凤帝国的流民涌入我大理，此批流民身染瘟疫，将瘟疫带到大理各省。如今举国上下瘟疫盛行，民不聊生。儿臣恳求父皇接济太医，下放各地诊治病人，以迅猛之势阻断这场瘟疫的传播。皇上勿需担心，大理医者繁多，总是能找出凤毛麟角来扼住这场灾难。父皇，不如将寻找解决瘟疫医者的任务交给九皇叔，儿臣相信九皇叔定当不负众望，在2天内找出解决瘟疫的方子。2天？怎么，九皇叔嫌多？那便1天吧。此次瘟疫来势汹汹，被染上的人短至4天，长至10来天便病入膏肓，命丧九泉。九皇叔若是2日内找出治病的方子，再推捕下去，也要2、3日的时间。等到边境时，正好可以在第4天给患病及时服药。若是九皇叔多耽搁1天，每延迟1天，我大理就以成千上万的子民死去，这不亚于战争的残酷。请问九皇叔，2天还少吗？狄王愣了愣，心道这瘟疫这么厉害，
皇上犹豫片刻，想起早朝上大臣们集体发声，帝都瘟疫盛行，四处可见患病的流民恶妇，街头每天都有死去的流浪儿，死状凄惨，惨绝人寰呢。帝都尚且是这副光景，这源头的边境岂不是更加不堪入目吗？皇上心惊，九弟，此事就一长二的，朕命你2日内找出解决瘟疫的方子。诺。景王府，阿九坐在画像前，冥思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一道灵光从脑子中劈过，脸上是惊骇无比的表情。我知道了，我知道这画像是谁了。他要去告诉主子，他琢磨出画像的玄机了。从千秋殿走出来，离王追上景王的步伐。九皇侄，皇叔叫我有事。哼，你行啊，给皇叔挖这么大一个坑，你说吧，那治病的方子，你是不是有？本王还真没有。亏皇叔平日里那么疼你，你就舍得这么对我？九皇叔，我可没坑你。帝都那些可怜的流民是谁放出来的？你应该很清楚吧？九皇叔不要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皇侄这话什么意思？皇叔我听不懂。装不懂？哼，不懂没关系，只是2天后，大理子民顷刻间死了半数。你说你会不会成为大理的千古罪人？离王望着他宛若游龙般的背影，眼底冷凝成霜。爷，你不会是现在才琢磨出那幅画的玄机吧？原本为自己无敌智商感到自豪的某人，因为主子这句话，仿佛在寒冬腊月被人淋了一盆冰水，瞬间就如被霜打了的茄子歇菜了。他以为能琢磨出来答案就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原来在主子这里还有时间长短这一说。说吧，都琢磨出什么来了？爷，画像上的刺客看起来霸气侧漏，威风凛凛，无处不透着帝王的气度，所以乍一看是男人。可仔细一瞧，他的手指修长如玉，肌肤皙白，耳垂娇嫩，分明就是女人。哼，就这个？此人究竟是男生女相，还是女生男相？小的还请殿下指示指示。不管是男是女，反正她是绯色阁艳压群芳的花魁。刺客是群芳姑娘，难怪爷最近老喜欢去绯色阁，小的还以为爷转性了，喜欢寻花问柳了。你觉得本王是那种看到美人就迈不动腿的人吗？小的误会了，爷，小的愚蠢。知道你愚蠢就好。多做点好吃的糕点，本王要给景王妃送去。一屋子的人全部瞪大星眸，这还是先前那个不近女色的修罗王吗？阿九会苍蝇似的。快下去准备，也马上就要。天牢里，素暖百无聊赖，正和自己的拜把子兄弟玩起了猜拳的游戏。6顺呀4季财呀！哎，小妹，你输了，该你喝。素暖抱起面前的酒坛子，咕噜咕噜的喝了下去。来，再来！景王来到天牢时，老远就听见某女纨绔放荡的声音：“哥俩好呀，一心敬呀，满堂彩啊！”空气中还漂浮着浓烈的酒味儿。某人春风和煦的脸立刻冰霜笼罩，他在外为他拼命奔波，他在牢里却甘之如饴。王妃！阿九小声呼喊某个毫不知情继续犯错的女人，南球冷不防听到这样的称呼，吓得立刻趴在地上。大哥，你咋了？这就喝醉死了。起来起来，咱们不醉不归。没多少酒了，没事儿，我去叫牢头再给我送点来。
我夫君是景王，他可卖我面子了。醉醺醺的走到牢门前，却发现面前站着一绝世美男，揉揉眼睛，觉得有点眼熟。王妃，阿九赶紧出声提醒他。素暖望着景王，总算是找回一丝魂魄。殿下，你来啦？是谁给你的酒？素暖指了指牢头，一脸无辜的模样。滚过来！殿下，他说他是景王妃，他说他是景王妃。如果我不给他酒喝，他会灭我九族的。小的害怕才。他把本王说的惨无人道你也信？小的，哎呀！要怪就怪那女人演技太好了。从今日起，除了一日三餐，别给他整些额外的赏赐。麻蛋，堂堂景王妃在监牢里跟人划拳行酒令，传出去，他还要不要脸了？夫君，你别这样嘛，这牢里可不好玩了。怕他怨念太深，某人将一篮子美味佳肴呈上，素暖登时瞪大美眸，便抓了块桂花糕就囫囵吞枣起来。景王一脸嫌弃，真的，他已经很久没有嫌弃他了。堂堂景王妃如此邋遢，女人的端庄在他这里视为无物，看不惯就别看呗，反正都要和离了。男囚们看到素暖嘴里叼着的美食，咽了咽口水。素暖从篮子里取出其他糕点，丢给他们。景王脸色更加难看了。阿九，我们走。哎，夫君，篮子。没有篮子，下次他还怎么带好吃的来啊？把它吃了。素暖望着某人气势汹汹离去的背影，炸毛了？谁惹他的？反正不是我，还巴不得金屋藏娇呢。几个男囚闻言，你妹！原来绯色阁的花魁是战神王的相好啊，那他还怂恿他们去泡他，这不是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吗？大瘟疫解决之后，你和我便和离了吧。那傻子的话再次萦绕耳边，景王功臣的心莫名就灰了起来，无情无声无息骤然出现在景王阿九面前。爷，暗卫来报，离王出府正往绯色阁的方向去。知道了。阿九，走，跟爷逛青楼去。诺。离王会想方设法与那花魁见面，你的任务就是盯紧离王，给他制造一切障碍，关键时刻可以暴露你的身手，一言以蔽之，绝不能让他与群芳会头。诺。变天了。绯色阁，离王刚踏进绯色阁的门口，阿九便笑嘻嘻地走出来。离王，我家主子有请，让你去景王府做客。你家主子才跟本王分开没多久，就巴巴的想本王了。阿九，你这谎言撒的可不高明啊！你家主子今儿说这个智障，明说那个智障，他知不知道他收了一群智障做狗腿啊？离王，自古以来成者王败者寇，智障都是形容我家爷的手下败将的。离王脸色一黑，景王嘴巴阴损也就算了，没想到调教出来的下人也这么阴损。区区一个下人，竟敢含沙射影的咒他是手下败将。瞥了眼绯色阁的2楼，只要拿到群芳手里的解决瘟疫的方子，那景王妃就必死无疑。到时候景王也只有哭的份儿，还以为他真的不在乎那个傻子呢，如今才知道他把他当宝贝疙瘩似的。离王，请吧，我家爷等着呢。等我上去会会美人，立刻跟你去景王府。离王不给我家爷面子吗？我家爷一向守时，最不惜等人。离王让他等，岂不是瞧不起我家爷吗？阿九，你这是故意找茬吧？
来人，将阿九拿下，待我会了美人儿，再与你去景王府。此刻几之上，你来了。哼，你在等我，我怎能不来？天籁的富含磁性的声音，如温暖的弦，撩拨的人心里万籁俱寂。两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瞥向绯色阁的门口，那里，黎王和阿九正打得不亦乐乎。想不到啊，阿九，你竟然深藏不露。打了半天，黎王也没有占到半点便宜。阿九秉持爷的谆谆教诲，做人要低调，能用1成力克制对方的，绝不用2成；能用2成的，绝不用3成。所以每次黎王都以为自己快制服阿九时，结果阿九猛地又增加1成内力，让黎王功败垂成。这样打了半天，黎王气急败坏起来。阿九，你都有什么绝学？一次使出来，别这么藏着掖着，这么打下去，打到天亮也分不出胜负。阿九只笑不语，凭什么要分胜负呀？他的任务就是缠着他，不让他去找群芳姑娘，又不是跟他打架分个输赢。屋脊上，我等你许久了，你就不怕我的毒针刺瞎你的双眼吗？哼，你的毒，抱歉，我免疫了。哦，是吗？黑影舒展，随即玄力8重和玄力9重的撞击，就是天雷勾地火，地动山摇。黎王和阿九停止了打斗，王都以为静静地望着屋脊之上。此刻，天牢里正呼呼大睡的某个女人，忽然敏感地惊醒起来。地震了！地震了！一声嚷嚷，惊醒了天牢里所有的人。牢头，放我出去！快快快，咱们就来不及了。牢头十分为难。这是什么呀？皇上可说了，将我秋后问斩。倘若我死了，你便是亵渎公职。皇上问罪下来，你吃不了兜着走。你也看到了，我夫君对我还是有感情的，他也会追究这事儿的。好，小的这就放你出去。哥哥们，快走！天牢外，一道闪电规模宏伟的劈来。完了完了，老娘要死了！哎呀，小妹，不是地震，是有武林高手在决斗。尼玛，谁他妈打架能打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作来？循着大哥手指的方向，倒吸一口气。那不是我家妖孽吗？再一看，跟景王打架的人不就是那个刺客吗？2个人终于正面开打了。哇塞，好酷啊！素暖趁机赶紧溜回了景王府。洪福、金武，华妃，你回来了，孩子们怎么样了？金武、洪福耷拉着脑袋，摇摇头，告诉姐姐，你们现在怎么样了？姐姐，我感到冷，胸口疼，全身肌肉也疼。素暖替他听诊了肺部，发现有几个孩子合并感染了支气管炎。最糟糕的是，他们并没有打喷嚏、流鼻涕的现象。素暖几乎立即下达了结论：甲流。这可是非常厉害的病毒性流感。素暖调整了治疗方案，又对青武和洪福仔细交代了，询问孩子的病情发展，记录药方的效果。青武、洪福点头，素暖这才离开。离开前，素暖偷偷去明泽殿拿走了几件宝贝，反正都是他的东西，这个不算偷吧。惊觉地发现他的夜明珠不见了一颗，心肝肺当时都疼起来了。丫的，那个妖孽挪用他的宝贝，真是欠揍！回头找他算账。回到天牢的时候，我操，牢头竟然没有发现他失踪过一样。屋脊上那2个妖孽还在打。你输了，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普天之下，
会使归宗离恨剑法的人只有一人，连我的真面目都没有看到，竟敢大言不惭地说知道我的身份。哼，宫城，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靠谱了？哼，既然你这么想摘掉面具，本王成全你。话音刚落，剑气如虹，纵横天地。那刺客的面具被击碎成粉末，面具下的脸本是精华，却是一张熟悉的脸。景王似乎并不吃惊。群凤，好久不见。那刺客动作太快，几乎是同时掩袖离去。谁允许你出来了？这死傻子不知道高手过招，刀剑无情吗？还不是你呀！深更半夜的打什么架呢？震得地动山摇的。我以为是地震，所以就逃出来了。所以你还顺便回府洗了个澡，偷了点宝贝出来。什么是偷啊？这明明就是我的好不好？是你的？哼，那宝箱里为何有我装点喜糖的东珠？那宝箱里为什么少了一颗夜明珠？我拿去送人了。那是我的，你凭什么拿去送人？景王瞪着素暖，这傻子什么德行啊？他取走他一颗普通的夜明珠，他竟然就要死要活的，心疼的要命。那他满屋子的东珠呢？被他抠得七零八落，他还没找他算账。还我夜明珠！傻子，抽什么风？本王告诉你，你的夜明珠，本王拿去贿赂元德公公了，还不是为了救你，逼得本王委曲求全的去见父皇。哼！尼玛，是为了救他？既然本王在景王府后院挖出来的宝箱是你的，那里面有本王的几百颗洞珠，又怎么说？素暖懊恼不已，他这是马失前蹄了，为了一颗夜明珠失去理智，竟然忘记了这茬儿。还有，我那些价值连城的珠子不在宝箱里面，又去了哪儿？素暖快哭了，尼玛，那些宝贝在他跑路时都丢了，怎么办呢？说。丢了。丢了。景王脸色青绿交加，他巴巴地望着跟他澄清，结果呢，他带着他的珠宝跑路，给他来了一个人财两空。别生气，别生气啊！以后我给你看病不收诊金，1年怎么样？哼，你这是在咒本王生病吗？素暖真的快哭了，他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呀，人都有头痛脑热的时候嘛。那你想怎么样？收回你和离的话。素暖怔怔地望着他，小脸宁死不屈的模样，刺痛了景王的心。拂袖而去，素暖朝他偏袒的背影挥舞着拳头。恃强凌弱，欺负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鄙视你！景王府。爷，大呼小叫做什么？爷，帝都一夜之间忽然多出许多患瘟疫的患者，医馆挤爆了人，大理的子民也有许多被感染上了。医馆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先救大理人，再救流民。为了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你们竟然视人命为草芥，道德沦丧至此，留你们何用？阿九颤了颤，爷发这么大的脾气，自然是有道理的。想当初，爷在沙场上浴血奋战，为的就是保天下苍生，给他们一个安稳的后方。也目睹着自己的兄弟一批又一批的死亡，每一次心都沉淀到无法呼吸的地步。可是这些个在后方过惯安乐的纨绔子弟，却如此轻贱人命，怎么能不叫人生气呢？的朝堂上，离王殿下因为拿不出解决瘟疫的方子，负荆请罪。朝臣们将瘟疫来势汹汹的态势诉诸给陛下听。皇上，大理子民染上瘟疫的不计其数，医馆接纳病患有限，而且老臣走访了帝都的医馆，无一家能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出来。
还请皇上不拘一格，降人才。请命的是大将军萧炎。李王想了想，脑子里电光火石，有了主意。景王不就是想借机捞出天牢那个傻子吗？这2天，景王府可谓集结全力阻止他找出药方。那他就把这烫手山芋丢给他吧。他就不信那个傻子真有什么天大的本事，能够阻断这场瘟疫。届时他罪上加罪，岂不更合他的心意？皇上，臣愿意推荐一人。哦，谁？不过此人此刻是戴罪之身，他就是景王妃凤素暖。大臣们附议道：皇上，倘若凤素暖真能阻断这场瘟疫，还请皇上破例一次，让他戴罪立功。若是不能立下功劳，皇上再斩他不迟。皇上早已被这场瘟疫弄得焦头烂额，可谓六神无主。此刻巴不得顺应民意，让他们消停一下。既如此，朕就依各位吧，释放凤素暖，让他戴罪立。天牢，几位哥哥们，小妹先走了，你们等着，我想法子救你们出去。不过你们出去以后，可得痛改前非，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否则再被抓回来，我可就无能为力了。小妹若是真能把我们捞出去，我等对小妹定当感激不尽，日后就做小妹的跟班，任凭小妹差遣，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母亲，女儿走了。凤素暖，你别得意，你以为你真有本事阻断这场瘟疫？简直是痴人说梦。你若拿不出解决方案，你会死得更惨。这个嘛，就不劳母亲忧心了。母亲还是想想自己怎么出去吧，可别把牢底给坐穿了。素暖走出天牢，才发现景王和阿九也在门口等他。傻子，帝都一夜之间有数千人感染了瘟疫，医馆已经挤爆，而且没有医者能解决这场瘟疫。你的时间紧迫，这几日你可能会无法休息。你需要本王为你做什么尽管吩咐，但本王命令你必须尽快找出解决瘟疫的切实有效的办法。我替大理子民大奉留米，谢谢你。素暖一愣，我操，这个高帽子一戴，他真是退无可退了。我尽力吧。因为时间紧迫，素暖回到王府检查那几个孩子的病情，实在太意外了。孩子们的烧退了，精神也在慢慢复苏。新武洪福高兴坏了，对素暖赞不绝口。王妃，你真是菩萨在世，你把他们从鬼门关里拉回来了。素暖苦笑，甲流在古代是可怕的瘟疫，放在现代只是比较严重的流感而已，治好几个人对他而言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眼前的难关是瘟疫盛行，病患太多，如何才能快速的收拢药材，隔离病患，统一医治？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推广治疗秘方。怎么了，傻子？可有办法将所有病患隔离，将治疗秘方广为传播下去？本王的暗卫遍布五湖四海，消息的传送也是谍者中最快的，不如让他们效劳。能眨一下眼就传输过去了吗？傻子，你逗我玩呢？素暖白他一眼，谁他妈逗你玩了？他只是想到了电脑手机而已。这件事交给你了，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解决方案传播出去，立功。热气腾腾的药汤里漂浮着艳红的玫瑰花瓣。公子，你想好了吗？真的要恢复你本来的面容？侍女这个问题，今夜已经是第3遍问了。宫城已经看过面具下的脸了，飞雪，我已经做不回军方了。飞雪，瘟疫盛行，我不能坐视不管。侍女眼里划过一抹隐忧，却不再劝阻。全身上下止于卸衣卸裤时，
他走进了会让他掉一层皮的药汤里，他需要一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洗礼。凌晨，药汤里豁地钻出一个人头，3000青丝披散，凌乱的黑，衬托着皙白晶莹的肌肤，宛若一幅旷世的水墨画。美丽的少年从药汤里走出来，勾魂摄魄，顾盼神飞。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堪堪就是此刻的美少年。黎明时分，帝都的街角处伫立着一抹火红的身影。公子，她便是景王妃，听说会些医术，有些本事，要不要小的去？先看看吧。大夫，他们是流民，凭什么排在我们前面？洪福，把药方写给他，让他滚蛋。洪福小笑嫣然，写了药方递给他，例行公事的嘱咐了一遍：若是呼吸道病症，按药方1抓药；若是胃肠道疾病，按药方2抓药。大夫，你给这些流民看病，望闻问切，面面俱到，可轮到我们大理子民的时候，为什么就如此敷衍？人群里有些心态不平和的大理子民纷纷附和起来。就是，凭什么亡国奴的身价比我等还高贵了许多？人命无贵贱之分，他们病入膏肓，等不得。你们还有精神在这里大呼小叫，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老子有钱，先替老子看病。那纨绔走上前，掏出一钱袋子，素暖收了他的钱袋子，算是诊金。还不走？大夫，你收了我的银子，言外之意就是……言外之意就是，竟然他妈的不给我开后门，让我先看病。你用我的药方，我收你诊金，有问题吗？哼，你等着，老子饶不了你！来人，把这锅炉给我砸了！立刻从四周涌出来一群家丁，不管3七21，就要杂乱现场。飞雪，出手！说时迟，那时快，美少年飞身而出，一个空灵的旋风腿，那群家丁立刻倒在地上，鬼哭狼嚎。素暖望着宛若从天而降的2个侠义人士，那红衣少年宛若漫画中走出来的王子，美得让人窒息。顿时眼眸一亮，花痴病陡然发作。帅哥哥啊，谢谢你啊！飞雪，我们走吧。几天后，素暖登门造访。虽近年关，然而景王府的气氛却前所未有的压抑。景王殿下不知抽什么风，这2天将自己关在明则殿，连景王府庆祝瘟疫解决的宴会，他也没有赏脸参加。阿九明白爷的心思，不就是惦记着王妃说的和离一事吗？也以为这样躲着不见景王妃，便能将这事儿捂过去吗？景王妃，有事吗？我要见殿下。小九九，你家爷什么时候才跟我讨论和离的事呀？啊，景王妃，边境不宁，爷最近忙着参详地图，连午膳都没吃。以小的看，你这事儿可能得往后拖延几天。爷正发脾气呢，王妃，你好自为之。素呢，吞了吞口水，算了，他还是别往他刀口上撞了。没事，就问问他，明儿年关了，什么时候去给太后送礼？这事儿你自己做主吧。虾米？苏暖望着里面的男人，真有这么忙吗？前几日闹瘟疫的时候，不是天天在外面浪吗？哦。从明则殿出来，苏暖愁眉苦脸的。为了阻断这场瘟疫，他已经千金散尽，手上没有值钱的东西，拿什么给太后做年礼呢？王妃姐姐，姐姐，明儿就是年关了，按照往年的惯例，我们这些做媳妇儿的可得进宫给太后贺礼。
我这性子迟钝，准备了许久，今儿才算完成。下午我便进宫给太后送礼了，不知姐姐可要一同去呀？如此甚好，我正愁没人作伴呢。下午的时候，素暖和玉侧妃便同往飞凤宫去了。阿九将这消息告诉给景王殿下后，景王殿下如获重视。阿九，那傻子的宝库不是已经花完了吗？那他用什么给太后准备的年礼？小的不知，还不去打探？景王此刻祈祷着，那小财迷千万别抽风，若是送了什么廉价物给太后，惹人笑掉大牙。阿九疯也似的奔去后院，没多久，气喘吁吁的回来了。爷，不好了！那傻子又做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了？爷，惊天地泣鬼神都已经不能形容王妃了，他竟然给太后送了一件他穿过的马褂。小的听秦武说，这是王妃亲手缝制的，丑陋不堪呐！景王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某人穿那件丑陋无敌的羽绒马褂时的鬼样子，脑补一下，将他挪到尊严无比的太后身上，活生生把个仪态万千的太后给逼成一个逗逼。他这是给自己找死吗？阿九，备马，也要进宫。飞凤宫，请王妃和御侧妃觐见。皇奶奶，孙媳亲手为您老人家缝制了一件马褂，模样是丑了点儿，可是保证你穿上它以后背心暖和，少用几个烤火炉。哦，快给哀家呈上来。孙嬷嬷接过素暖的盒子，当着众人的面慢慢打开。素暖只想挖个地洞钻进去了，他绝逼没想到太后会当着众人的面拆礼物。众人看见那件奇丑无比、做工粗糙的羽绒褂，都憋着一口气没笑岔过去。哀家想过它会很丑，可是万万没想到它会这么丑啊！这能穿吗？能穿，正穿着呢。皇奶奶，我这件丑出天际了，可是一想到穿上它以后可以少穿几件中衣，而且再冷的天气也能出去嘚瑟，我就穿着它。你摸摸我的小手，可暖和了。太后见素暖确实比其他人穿得薄，虽然才立了春，然而早暖寒凉，这衣裳可不能减呢。大家都穿着厚厚的袄子，身材臃肿，实在不够窈窕，反而是素暖婀娜有致，窈窕曼妙。莫非这羽绒褂真有这么大魔力？大胆景王妃，你竟然用这么件不入流的烂货来敷衍塞责，搪塞太后！哦，此言差矣。常言道，礼轻情意重。儿媳这件礼物虽然简陋，然而绝没有敷衍塞责。儿媳这双手本就不会针线活，可是为了体现儿媳的一份赤诚孝心，儿媳才会亲自动手，一针一线缝制这件羽绒褂。她花了儿媳几十个日日夜夜，母后焉能说儿媳敷衍塞责呢？母后又岂能保证这些礼物中没有人假手他人，借花献佛？皇后脸色暗了暗，素暖这番言辞不知啪啪打脸了多少皇孙子弟，嘴角勾出一抹邪睨笑容。这傻子一句话不知树立了多少敌人。哪知素暖话锋一转，各位兄弟姐妹送的是价值不菲的物质财富，素暖自知囊中羞涩，抵不过各位兄弟姐妹的财大气粗，所以另辟蹊径，送上一份精神财富。不知孙媳这份礼物可曾暖到皇奶奶的心？请王妃将财富划分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可真是会使巧。好吧，哀家就看在你这份诚心上，哀家就穿一穿你这丑出天际的羽绒褂。
孙嬷嬷，给哀家换上。太后从凤鸾上下来，孙嬷嬷搀扶着太后向后室走去。太后一走，大殿上开始人声鼎沸。皇后一党以宣平公主为首，开始对素暖评头论足。哼，郑国府的弃子，自然送不出什么值钱的宝贝，所以才拿出这么件老石子玩意儿敷衍皇祖母。说呀，他把自己的母亲亲手送到了天牢里，如今倒好，景王把他给救出来了。可怜那郑国夫人大过年的还在天牢中呢。我就不信这场瘟疫真是他想出的解决法子，还不是景王请了世外高人来相助。景王妃，过来坐吧。素暖望着慈妃和七公主，缱绻淡笑，走过去大方地坐下来。七公主望着素暖发呆，回想往昔，心里瞬间将所有断片的画面拼接起来。那日她因为鼻病遭到宣平公主他们的嘲笑，景王妃也在场。然后没多久，她就得到一封匿名的指示，让她去绯色阁寻找神医，可以医治她的鼻病。她去了，那神医果然大为改善了她的鼻病。她在狂喜之余，请求她出手搭救自己的母妃。那神医也确实来了，可是那日景王殿下也来了。许多幸运的巧合，如今才知道，都是景王妃的一手遮天罢了。冷宫弃妃，还有脸跑到这里来丢人现眼？要是我，一辈子躲在里头不出来了。皇后娘娘，猫儿惹急了，也是会抓人的。慈妃妹妹，听说你病体康复也有些日子了，在皇上的千秋殿也跪了几个晚上，可是皇上就是不愿意见你，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真的。素暖的目光不自觉地望过去，当朝皇贵妃凤素素，郑国夫人的同胞妹妹，也就是她的姨娘。可惜这个姨娘从来没有正眼瞧过她，不过她以前是傻子，谁也瞧不上她，这个实属正常。只是这次慈妃偏袒素暖一回，这位姨娘就针对慈妃，想必对素暖也是存了恨意的。太后穿好了羽绒褂，已经走了出来。景王妃这羽绒褂虽然丑了点儿，但是还别说，穿上以后呀，就觉背心暖洋洋的，好像有一个烤炉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热量。景王妃真是蕙质兰心，哀家得重重地赏你。皇奶奶不嫌弃孙媳手镯做的马褂丑，已经是孙媳的荣幸了，怎么能好意思再要嘉奖呢？景王妃，你不是囊中羞涩吗？哀家赐你2箱金银珠宝，可好啊？素暖内心好崩溃呀！太后这投其所好，她根本无法拒绝呀。盛情难却，收下吧。万一日后太后知道这马褂是2手货，大发雷霆，让她10倍偿还回去，那她岂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皇奶奶，孙媳孝敬您是应该的，不能要您的打赏。瞅瞅这孩子，成儿不是说他是小财迷吗？哀家怎么看着不像呀？虾迷？素暖下巴惊得快掉地上了，那妖孽竟然这么诋毁他的声誉！我操，家丑不可外扬，他不知道吗？太后有这样孝顺的媳妇儿，真是鸿福齐天呐！景王妃，你就别拒绝了，哀家都知道了。为了这场瘟疫，你已经掏光了老底，这些赏赐你就接着吧，就当哀家补偿给你的。既然如此，孙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素暖的送礼环节这才落下帷幕。
孙喜给皇祖母请安。景王殿下有绘制兰心的景王妃，又添了这么个绝色倾城的侧妃，难怪这些日子啊，都舍不得到飞凤宫里来探望哀家了。侧妃的王兄神采飞扬，温润如玉，就是不知道他心仪之人可是我朝的公主。皇兄倒是向我提及过一人。据说我朝公主众多，这宣平公主乃皇后所生，性子率真可爱。皇贵妃有如意公主，有闭月羞花之貌，还有温馨公主端庄大方，知书达理。康宁公主诗词歌舞样样精通。你回去给你王兄捎个信儿，就说哀家这4位公主任其挑选。玉侧妃露出诧异之色，太后怎么就偏把她的太子哥哥最在意的七公主给漏掉了呢？太后怎么忘了七公主了？此妃，皇上已经决定将七公主嫁到高丽去。此言一出，如一颗定时炸弹砰然炸裂。七公主一脸难以接受的模样。我不信，父皇不是说了吗？谁去和亲，要另行安排一场比试吗？放肆！此事哀家做主了。皇上精力有限，这前朝的事情都忙得焦头烂额，这后宫嫁公主的事，哀家还不能替他做主了吗？何必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比试，劳身劳力？七公主眼泪吧嗒吧嗒的落下来，梨花带雨，或见犹怜。唉，素暖叹口气，皇家儿女的婚事都不能自主，真是太过悲情。从飞凤宫出来，七公主如霜打的茄子，无精打采的。母妃，我真的要嫁给那个高丽皇吗？小七，记住，事情没有走到最后一步，永远不要气馁。在这风云变幻的后宫中，时局瞬息万变，谁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赢家。母妃，那我们该怎么办？这可是太后娘娘的安排呀。太后又怎么样？我偏就不听她的话。表面看起来对谁都温厚无害的太后，是个多么狠辣的角色。她存心让她不好过，那她为何还要顺她的意呢？七公主看着母妃笼罩冰霜的脸庞，只觉心里一阵战栗。这样的母妃，感觉好可怕呀。傍晚时分，苏公公，慈妃娘娘，怎么是你？20年不见，你也老了。慈妃娘娘，哎呀，你这病了20年，心性怎么一点儿不改，还是这么的心无城府呢？瞧你说的，本宫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心性岂能不变？本宫就念着我们是同乡，当年感情深厚，这才没忍住。慈妃，你找咱家所谓何事？苏公公，我想明白了，在这后宫，有没有皇帝的宠爱都没关系，因为皇帝的宠爱最不长情。我想为自己活一次，你别拒绝我，好吗？慈妃的红唇忽然就落在她的唇上，蜻蜓点水的，很快，然后就娇羞般的跑开了。苏公公一脸痴呆，良久后，嘴角勾出一抹憨厚的笑容。小侄见过师叔。李煜怎么会在这里？哼，师叔应该听说了，大凤帝国亡了，小侄我无处可去，便来到这繁华的帝都凑凑热闹。你还骗我？你是不是想着复国的念头？师叔，小侄岂能为一己私欲
先一场血雨腥风。是这样的人，可是你来大理干嘛？被人发现了你的身份，你可会没命的。师叔，景王攻城亡我大凤，害我同胞离散，这仇我若不报，枉为男儿。贤侄，我听闻那景王攻城虽然年纪与你相仿，然而满腹诗书气自华，一身纵横之才。如今他又是大理最耀眼的皇子，有皇权护佑，你与他为敌，实在是不智啊。师叔，难道黎月比他差吗？啊，贤侄凤毛麟角，人中龙凤，自然不比他差。就知道师叔最心疼黎月。说吧，有姑怎么帮你？黎月立即跪在地上，给高黎皇行了叩拜大礼。儿臣见过父皇。你，师叔，你父皇对我有救命之恩，你对犬子有救命之恩，姑就全你个人情，收下你做义子吧。多谢父皇抬爱。黎月，这下好了，你我兄弟之称名副其实了。若冰哥哥，父皇，儿臣带黎月弟弟先出去玩会儿。高黎皇点头默许，目送两个孩子走远，兀自陷入了回忆中。那年太子若冰误食毒草，濒临死亡时，黎月亲自为他解毒。若冰好了后，便与黎月结拜为兄弟，两个人的感情胜过同胞手足。夜色撩人，酒色醉人，可是都没有我家黎月秀色可人。这大黎的月亮没有我大凤的圆。攻城那个王八蛋，老子迟早把他送到大凤去给我画月亮去。若冰哥哥帮你，师叔不是荒淫无道的人，却要向大黎公主求亲，莫非是看我大凤帝国被大黎亡了，心生恐惧，害怕落得我大凤的下场，所以生了试探的心思。瞧你这聪明劲，你说对了，父皇就是害怕大黎出尔反尔，违背盟国之约，对我高丽出手，所以想试探下大黎皇帝与我国结盟的诚心。倘若他们能答应用年轻貌美的公主嫁给我父皇，我父皇心里安逸。所以到时候真正娶公主的是我们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若冰哥哥。是啊，你哥哥我要娶大黎公主为妻，我父皇母后才舍不得牺牲儿女的幸福，去谋取半壁江山。新月格格跟我们一起来了大理，喝完这壶酒，要不我们去找他叙叙旧。他真来了。黎月从小就把新月当作瘟神一样躲避着，没想到这么多年了，黎月害怕见新月的毛病一点没改。以前我也是阳气方刚的男儿，喜欢黑袍加身，举止言谈霸气侧漏。自从那新月见到我以后，没日没休的纠缠着我，我母后便让我穿红装扮伪娘，还说时间一长，新月定然怀疑我是断袖之癖，会知难而退。可是谁知道，我这红装都穿了10年了，新月却还是纠缠着我不放。更可悲的是，我的阳刚之气变得阴柔起来。我母后还一个劲儿地安慰我，说伪娘在未来的世界里可红了。若冰哥哥，你说这样的黎月，可有姑娘会喜欢？黎月莫非是有心上人了？看来真的是被女人给摄魂了。大哥只是好奇，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魅力，竟然让我们的黎月动心了？黎月浅笑安然。大黎慈宁宫，臣妾见过皇上。他们说你病了，朕前些年来看你的时候，你每日里昏昏沉沉的，朕不便打扰你。爱妃身体康健了，日后可得多陪陪朕。臣妾谢皇上抬爱。起来吧。皇上勤于政务，
奴婢给您捏捏吧。皇上对慈妃的温柔体贴十分满意，本以为她会主动提及七公主的事，却没想到慈妃只字不提。慈妃，七公主的事，朕听太后提过，是朕亏欠了她。皇上，七公主是您的女儿，能为皇上分忧解劳，是她的福气。皇上颇感欣慰。那一夜，皇上与慈妃温存一夜，慈妃重新得宠，慈宁宫蓬荜生辉。大年初六，大理皇宫隆重迎接高丽使团的到来。哇塞，好帅的男人呐！素暖打起精神，好奇地瞥过去，却发现高丽使团里有一抹红影，特别绚烂夺目。景王好奇素暖怎么忽然来了精神，循着他的目光望过去，却发现高丽使团里有一位身着红衣轻纱的男人，容颜精致，似笑非笑，一双狐狸眼勾魂摄魄，顿时如坠冰窖。原来他喜欢这种类型的。傻子，有什么好看的？绣花枕头好看不好用。素暖白他一眼，然彼时他气量狭小，李煜的目光往对侧蜻蜓点水的一扫，看到素暖，立刻漫出无害温柔的笑容。陛下，我是高丽太子若冰，我替我父皇诚心诚意到大理来求亲，不知陛下选出的和亲公主是哪位呢？若冰太子，我朝待嫁公主有宣平公主、温馨公主、如意公主、康宁公主，还有七公主。若冰太子可以从他们5位中选一位。若冰略微沉吟，目光瞥向公主席位，暗忖道：大理使臣明明说定的是七公主，一个连封号都没有的公主，今儿皇上怎么忽然改了主意？若冰替父皇多谢陛下厚爱，只是若冰对5位公主心性脾气不甚了解，也不知5位公主中有谁愿意嫁到我们天寒地冻的高丽去。待会儿你去跟太后说我们和离的事，我不想拖着这么久。没见到皇奶奶和父皇闹得不愉快吗？我可不敢去。宁愿认怂，就是不愿意和离。他妈的和离了，他自由了，下一刻是不是就去找对面的美男呢？皇上，高丽使团难得来一次我们大理，我听闻高丽的皇子们自幼在草原长大，擅长骑射，工欲不才，想跟他们比试比试。哈哈，若冰定当奉陪到底。若冰太子，我朝不止男子擅长骑射，女子更不出男儿，特别是我朝的3位皇妃，可谓巾帼不让须眉。不知高丽女子可有擅长骑射者？高丽女子和男儿一样，都是草原长大的孩子，骁勇善战，不输男儿。素暖觉得脑门疼，我操，一个个吹牛不打草稿，凭什么把他牵扯进去啊？快看！素暖站起来，使劲往上吹，众人诧异的望着他。景王妃，你在吹什么？你没看见吗？天上好大一只牛，我在吹它呀。吹牛？皇后脸色立刻煞白，这个傻子要装疯卖傻，也不看看场合。景王妃简直丢脸丢到家了，景王却一脸宠溺的望着素暖。对于离王这种借别人荣光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着实厌恶。既然若冰太子也喜欢骑射，朕就决定了，下午2国的皇子、大理皇妃和高丽公主们在马场比试骑射，赢者重重有赏。殿下，皇上会奖赏什么？按照惯例，应该是1万两黄金。素暖眼睛蓦地睁大，我操，1万两黄金啊！拿到这笔金子，他就可以实现开连锁药铺的宏愿呢。午膳过后，大家小憩一会儿，然后移步到马场。使者团不知何时多出来3位娇媚的美少女。据若冰太子介绍，这是他们高丽的朔月公主、银月公主、新月格格。你们高丽的月亮是不是没有我们大理的月亮圆啊？所以才要从名字里面寻求安慰。是你们大理的月亮没有我们高丽的圆，
所以你们的祖辈给你们起名字时，压根就想不起用皓月千里的月字。好吧，你长得美，你说了算。我朝有3位皇妃，恰好高丽有3位公主，不如就让她们女子先行比试，如何？这样也好。为显示公平起见，理应让大理公主出战才对。九皇嫂，此事关系大理国运，不可胡说。大理国和高丽使输了，四方嘲笑，输和赢是国力的象征。我操，原来还有这层深意啊！傻子，比赛输赢无关紧要，你的身子给本王护好了，要是伤了一根毫毛，本王唯你是问。那我输了比赛，有安慰奖吗？本王颁给你。九皇侄，你这样护着景王妃，不太好吧？我自己的女人，我不护着她，难道腾给别人去护着？素暖望着景王，循着他阴损的目光落到黎月身上。我操，这妖孽什么眼睛力啊！竟然洞察秋毫，敏锐的嗅到他和美少年不寻常的暧昧气息。唉，这景王可是天下名扬的战神，怎会娶了这么个贪生怕死之徒？若冰哥哥，若论眼光，你差宫城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你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莫非你小子也喜欢？后面的话没说完，看见黎月笑的百媚千娇的样子，立刻顿悟，心里叫苦不迭。这家伙怎么就偏偏喜欢上一个有夫之妇，而且还是宿敌的女人？这下有好戏看了。原来大黎的女子都是缠绕在男人身上的藤蔓，离开了男人就活不成了。比就比，不就是骑射吗？谁怕谁呀？黎王很快遣人送来军令状，素暖一目十行，傻眼了。他妈的，什么叫比赛能免除意外，生死勿论？我操，这不是将他往死里整吗？能现在合理吗？众人齐刷刷大跌眼镜。景王妃，你的节操呢？为保障素暖的安全，景王也算是用心良苦，让阿九牵来他的良驹，还让景王妃去上茅坑的时候偷偷穿上了他的软猬甲。傻子，记住，这马的名字叫追风，你若叫他，他会听你的指示。记住，打不赢人家就跑，他们的马没一个是追风的对手。殿下，你在战场上是不是打不过就跑啊？反了天了你！景王妃，你若是怕死，只需要跟我们说一声，我们让你就可。磨磨蹭蹭的还比不比呀？素暖气急败坏，双手拉住缰绳，双腿夹紧马肚。追风似乎了解主子的想法一般，如离弦之箭，往前狂奔而去。有种追上我再说！景王再次头痛扶额，这傻子不骄傲会死啊！驾！待在原地的五匹骏马不甘落后一般，立刻跟了上去。马匹很快穿进密林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夜幕降临，守在终点翘首以待的皇子公主们的耐心已经被消磨殆尽。若不是碍于对面的黎月美男，大黎的公主们就差对景王妃爆粗口了。有景王妃这朵奇葩在，真是什么事儿都不走寻常路了。以往这样的比试，2个对10就可以结束了。可是今天都快6个对10了，他们还没有回来。九皇叔，该不会是你在密林里设计了路障吧？确实有些路障，不过对于这些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豪杰们，丝毫没有难度。都有些什么障碍？哦，没什么，无非就是藤蔓毒障，但是难不住景王妃。还有20名刺客，拖延一下他们的时间。本王交代过他们，不许重伤他们，只需要拖延时间。一旦计谋被人识破，立刻解除阵法。还有大峡谷处10米宽的陷阱，当然，陷阱里面有些猛兽，不过本王给他们吃了蒙汗药，威力大为减弱，不足为惧。黎王说完，
众人的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毒、刺客、陷阱加猛兽，这些障碍对男人们来说尚且困难，何况是女子。景王的目光气毒了似的，冰寒地瞪着离王。九皇叔，我家傻子若是有个3长2短，你该如何自处？皇侄说笑了，景王妃聪明绝伦，怎么可能有事？万一呢？九皇侄想让我接受怎么样的惩罚？因为你智障的设计，让他们以身试险。倘若有人丧命，你便一命偿一命吧。这惩罚太严苛了。别人的女人我管不着，我的女人若是有个3长2短，我便10倍偿还。快看，他们来了！他们这样算谁赢啊？九皇侄，你看，他们都没事吧？瞧把你紧张的，是你技不如人吧？哦，不对，是智商被某人无情碾压了。尼玛，这景王横说竖说都有理得很呢。他们这样一起走过来，算谁赢啊？众人其实都在纳闷这个问题。然而当素暖他们接近终点时，却忽然停止前行。要不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冲刺终点。先说好啊，输了不许抵赖，我可是长跑高手。哼，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是打听过了，你们大理的3位皇妃，除了3皇妃乃将门之后，4皇妃会点防身之术以外，你根本就是弱智纤纤的姑娘。这一路走来，你只会动脑，却从不曾动过手。你这是班门弄斧，小心砸了自己的脚。新月，我若赢了，你请我喝酒啊。好，你若输了，便请我喝酒。一言为定。九皇叔，麻烦你起个数，数到3，我们就一起跑。好，1、2、3。他们这素暖他们顿时如离弦之箭，飞快地向目的地奔跑。素暖跑到最后面，与第一的新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让大理皇室的人很不满，觉得他未尽全力。景王妃分明未尽全力，我家傻子天生体弱，不可以吗？眼看新月快到终点了，素暖忽然厚积薄发，加快速度冲刺起来。新月忽然觉得身边有一个黑影如风一般的吹过，新月便知一切已成定局。素暖冲刺到终点，景王立刻接住了他，一身的疲惫加上最后800米的体力大消耗，素暖瘫软在景王怀里。景王妃勇猛无敌，在女子比试中一举夺魁，朕奖励她5000两黄金。素暖一听说自己得到5000两黄金的恩赏，忽然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推开景王，扑通一声跪在皇上面前，谢父皇恩赐。来来，你们告诉朕，离王殿下给你们设计了这么多的陷阱，你们都是怎么破的？我们穿进密林以后，遇到藤蔓毒瘴，景王妃识破毒瘴，故而停了下来。新月格格一马当先，马儿中了毒，然后4王妃被刺客纠缠，我和新月、明月上前解围，也是景王妃识破刺客纠缠我们的阴谋。最后一道障碍，我和明月落进有猛兽的陷阱里，是景王妃利用藤蔓编织成绳子，借用钢竹慢慢挪动，找到我们，并成功救出我们来的。景王妃果然是才思敏捷，蕙质兰心。几位姑娘，不知3皇妃为何没到？我们遇到藤蔓毒瘴时，3皇嫂便绕道而驰，我还以为她早到了。不着急，本王马上派人去找。不过接下来可是皇子们的比赛，不知高丽使团派出谁来比试。既如此，接下来的比试就以寻找3皇妃为目的，谁能成功带着3皇妃走出密林，谁就夺魁。就依景王殿下吧。此次比试，我和4皇子离月出战，不知大理皇室派出的皇子又是哪2位？本王愿意出战，本王出战。 4个人跨上骏马，宛若风驰电掣般，眨眼的功夫
就消失在密林中。素暖看得目瞪口呆，高手对决果然是与众不同啊！等待的过程很漫长，素暖百无聊赖地走向新月，讨要自己的赌注。输了比赛，可记得请我喝小酒？请就请，时间地点你定。择日不如撞日，我们偷偷溜出去，逛窑子，喝花酒，怎样？新月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喝花酒，泡女人，亏他怎么想得出来这么奇葩的主意？都说你们高丽的女人豪气冲天，原来也是这般畏缩。算了，你不去，我一个人去。我去！被素暖一击，新月就气得脸红脖子粗的。不就是逛窑子喝花酒吗？九皇侄，你让我解释多少遍，我绝无存心害人的心思。这些陷阱都是安全的，要不然就凭他们区区女流之辈，也能成功逃出密林。马儿跑得快，刹不住会冲到中间的陷阱格子里去，下面有猛兽。你倒是给我想办法，在没有4重玄力护身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把他们救出来？你若是能想到办法，本王就信你。你要是想不出来，就吃我一剑。皇侄，你真的要杀我？你欠揍！剑光一闪，密林里瞬间弥漫着剑气，长剑劈下，眼看要削弱离王这一头墨黑发丝，忽然一片红叶如闪电般飞了出来，打在剑身上。剑身一转，有惊无险。两位哥哥，比赛第2，友谊第1，可千万别为了夺魁伤了和气。离月，男生女相，倒是和一个人很像嘛。不知哥哥说的是谁？改日定要介绍我跟他认识认识。离月说完，飞身上马，策马离去。对那个离王很不错吗？若冰哥哥吃醋了？去死！我看到景王看你的眼神，巴不得一口吞了你似的。该不会他是怀你？你高估他智商了。宫城不是普通人，你得当心点，千万别露出马脚，以后少在人前露出自己会武功和医术的事实。知道了。两个人并肩同行，走了一会儿，却见密林外响起一道爆竹。他明了，走吧。结局是离王将被困迷阵的3皇妃解救出来，毫无悬疑的获得男子比试的悬赏5000两黄金。九皇说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却让我等劳心劳力的配合你演出，你不觉得你太无聊了吗？九皇侄，有时候啊，太聪明未必是一件好事。你看，起码我们大离赢了，皇上开心，不就成了吗？哎，新月呢？景王妃呢？九皇侄，你还是好好关心关心你的心上人吧。他若有事，我定不轻饶你。怎么又跟我扯上关系了？哎，九皇侄，我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扯上景王妃的事，你就跟疯狗似的乱咬人。若不是你出这劳师的破主意，怎么会有这么多破事儿？啊，我知道了，他们必然是去。你说，他们去哪儿了？天花地喝花酒去了。谁出的主意？景王妃。若冰瞪着景王，怪他家教不严。景王却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丝毫没有一丝丝担心的模样。本来也无需担心，素暖出入绯色阁就跟进出自己的院子一般，只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得把他们拎回来才放心。绯色阁，老鸨，老娘有的是金子，去把花魁叫出来伺候小爷。景王一行人匆匆赶到绯色阁，不可置信的瞪着角落里花天酒地的素暖。老鸨，把花魁给小爷带来。那叫什么鬼的？哦，群芳。对了，叫群芳，把他给小爷叫来。爷，景王殿下来了，花魁肯定是不能陪你了。景王殿下来了。心虚的东张西望，终于瞥到门口浑身冷冽的景王殿下。怎么办呢？别怕，别怕，我们还没有卸妆。从这里逃出去后，来个事后不认账。他们没有证据，也不能凭空烦难吧？如果你被他们抓住了，他们会怎么罚你啊？若冰哥哥会惩罚我陪他练剑，
500个回合都是最少的，他是暗恋你吧？要不然干嘛为了惩罚你，把自己也给搭进来？他有病啊！给本王站好，喝成这样，成何体统？喝了多少酒？3壶。哼，你长本事了，不但学会泡妞了，还学会喝酒了。都跟你学的好吗？景王倒吸一口气，该死的，他该不会以为他来绯色阁是找女人游乐来的吧？没好气的拎着他就往外拽。以后再来这个地方，打断你的腿。心月，我跟你一见如故，我们今天没喝好，改日你到景王府来，我们再喝。景王府，素暖吹了一会儿冷风，酒精上头，开始发酒疯。香啊香啊，苍啊苍啊，让啊让，请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闪闪红星里面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闪闪红星里面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花圈般恋爱，每次都是猜，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阿九，你说他是真醉还是装醉？爷，从王妃步态不稳，动作不协调来看，王妃是真醉了。不过听王妃这歌不成歌调不成调的曲子来看，王妃好像又清醒着呢。她还惦记着你拿了她银子这事儿。废话，素暖今日真是借酒发疯，把平日存在心里的话都给掀得底朝天。宫川，你明明说了，等瘟疫过后你就跟我和离的。你说话不算话，你故意拖着我，你是想把我从28少华拖成7老80的老太婆吧？到时候我嫁不出去，就变成老姑娘了。你说，你那天到底要没要我？这个很重要吗？老娘的清白，你说重不重要？是谁说的？不就是一层膜吗？不是不在乎吗？那是气话。看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景王的心莫名的抽疼。别哭了，难看死了。那晚你睡得跟死猪一样，本王还没有饥渴到跟一条咸鱼成婚。真的？景王看到他变天使的脸，懊恼自己这么快就坦白了真相。次日清晨，清河殿，翠儿，你们说我哪里比不上那个傻子？公主，奴婢觉得靖王妃哪里都比不上公主。论才貌，公主花容月貌赛西施，靖王妃顶多是中上姿色。论家世背景，那景王妃更是望你项背。你是玉硕国最受宠的公主，可景王妃不过是郑国府不要的弃子，爹不疼娘不爱。听说她嫁给景王府的嫁妆可是少得可怜呢。论才情，公主琴棋诗画样样精通，可是景王妃整日就跟野猫似的，乱嚎乱叫，毫无修养。唉，可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景王就是宠爱她，就是不知那傻子给殿下灌了什么迷魂汤，昨日殿下可是抱着他回来的，还照顾了他一晚上，真是气人。公主，奴婢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昨日景王妃发酒疯，你也听见了。那晚殿下并没有碰她，可是次日太后却收到了殿下临幸王妃的落红锦帕，这可是天大的欺君之罪啊！公主若是能狠狠心肠，将这一状告到太后那里去，保管让景王妃吃不了兜着走，也许公主还能借此一役彻底拔出这个眼中钉。时间一长，殿下也许就忘了她，而慢慢的开始注意你了。不成人便成魔。暖院，素暖披头散发在铜镜前端详着自己的脸，从眉眼到丹果红唇，从脸蛋到身材，然后扁扁嘴无精打采道：
秦武、洪福，你们说，是不是我魅力不够，所以那妖孽才不要我呀？我那晚毫无抵抗力，可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是他竟然没有碰我，他平日里一口一个傻子叫着，我只当他有口无心。现在看来，他是在嫌弃我。红妃，殿下不碰你，是因为他有金子风度，不是那种荒淫无道之徒。秦武，你别说了，没有魅力就是没有魅力，老娘不在乎。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我就不相信了。天大地大，男人那么多，总有一个会被老娘忽悠成忠犬夫君。吃过早膳后，素暖一个人偷溜出王府。我好像听到你叹气了，素暖妹妹可是有心事？素暖望着英气逼人的萧月，将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萧月华貌轻松之姿，鹤立鸡群，她们可是亲兄妹啊，她应该没有差太多吧？萧月大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快别提了，这年关还没过完，我母亲每天闹腾着让我找个媳妇儿，还说我年龄大了，再不找就没有姑娘愿意跟着我了，每天唠叨着无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不，为了躲避她的唠叨，我出来散散心。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找媳妇儿吗？包在我身上。萧月大哥，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我喜欢性格直率的姑娘。性格直率，萧月大哥，你等我好消息啊！皇家驿站，素暖刚出现在驿站门口，他们见到我干嘛要躲呀？我又不是鬼，干嘛这么怕我？你现在是我们高丽人心目中头号的混世魔王，我太子哥哥下了旨意，要高丽人见到你就要躲避，千万不能看你，不能听你说话，更不能跟你一起玩。唉，原来他是个人见人厌的讨厌鬼啊，难怪家里那只妖孽也不愿意碰他。你别生我若冰哥哥的气，他是智商不如你，怕你把他最心爱的新月格格给带走了。我就知道他喜欢新月，不然干嘛有事没事惩罚新月陪他练剑呢？练剑？他练的哪门子剑呢？分明就是贱人的剑，哪有这样追姑娘的？这是在利用职权，威胁新月做他不喜欢的事情。新月是人，他有自己的思想，他有自己的感情。若冰要追求他的幸福，新月为何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若冰哥哥喜欢新月，新月不喜欢他，新月喜欢的男人又不喜欢新月，你说该何解？找一个喜欢新月的男人，让新月回头是岸；找一个喜欢若冰的女人，让若冰悬崖勒马，岂不两全其美？素暖走的时候，深深眷恋地望了眼驿站深处。哼，若冰当他是瘟神般避之唯恐不及，他就找个母老虎镇住他。3日后，阳春3月，正是猫耳思春的好日子，特邀高丽使者团所有单身的男男女女，与我大黎的单身贵族们一起撒欢。地点：城郊草原，时间：中元节。若冰看完信，头痛的扶额。这锦王妃还真是异类。若冰太子，我家王妃还等你回话呢。不去不去。我家王妃说了，若冰太子若是嫌光明正大的寻找良配丢人的话，那他就安排一场暗夜进行的撒欢派对，不知可否？我家王妃说了，如果明着不行，暗着也不行，他可以把你装扮成第3类人，人妖，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被人认出来了。老子去不行吗？这女人怎么可以如此厚颜无耻？你怎么会喜欢上那样恬不知耻的女人？哼，我就喜欢看到她把所有人耍得团团转的样子，变态。景王府。阿九，爷，什么事儿？你看这个人能想到什么吗？爷，他是你的情敌。爷大清早的坐在这里画情敌的画像，我是吃饱了撑的吧？啊，小的明白了。爷，这位黎月公子，男生女相，会不会是
爷怀疑他是大奉太子？他是高丽皇子。阿九就十分困惑了，总觉得自从那次战役后，爷就有些草木皆兵了。看到漂亮的男人会怀疑，看到像男人的女人也会怀疑。之前那位巡锋就因为身高高了点儿，就被爷盯上了。不过不得不佩服爷的洞察力精准敏锐，巡锋果然是有问题的。阿九立刻明白了爷的心思。小的力气吩咐无情，盯紧这个璃月公子。哼，聪明。殿下，爷，小的内急，先出去了。有求于我，要本王帮你也可以。有什么好处？只要你办成了这件事，我给你100两金子。景王眉眼抽了抽，100两，他当他就叫花子呢。我给你200两黄金，求你别让我办这事儿。1000两，怎么样？我给你1万两，也求你做一件事，可以吗？1万两，碎银吧？黄金。那你要我做什么？今晚来明泽殿侍寝。我们都要和离了，你竟然让我侍寝？景王望着反应极大的素暖，眼眸一沉，心里头窝火得很。他用1万两黄金买侍寝机会，传出去他得多丢人呢。他竟然还不同意。再说了，他既然让他侍寝，又怎么会舍得跟他和离呢？那你求我又所为何事？又所为何事？你今儿去宫里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交给七公主？景王接过来，打开一看，上面写着：阳春3月，正是猫耳思春的好日子，特邀高丽使者团所有单身的男男女女，与我大黎的单身贵族们一起撒欢。地点：城郊草原，时间：中元节。报酬呢？不是说好了1000两黄金吗？好。中元节那天。傻子，你想去吗？殿下，今儿是上元节呢。景王一愣，全身被绝望碾过，他竟然还记得和离的事。我知道。加油结束后，我们就进宫面圣。素暖的鼻音很重，快哭的样子。他望着景王，如此近距离地打量着他，想把他记得更牢一点。是他将身陷囹圄的他从郑国府捞出来，从此过上安宁的日子。是他一次次在背后帮他收拾残局，让他度过不适应的新生活。殿下，过了今天，我就要离开景王府了，你会想我吗？你可以一辈子待在景王府。他有些不明白，每天哭着闹着要离开的是他，如今又表现出一副眷恋不舍的模样。这傻子的脑子就是复杂，让人捉摸不透。然而令他二人意外的是，和离的进程比他们预期的来得更快更猛。我贺德妃凤宫，皇祖母欲说今日来是要揭发景王妃的一件弥天大罪的。哦，弥天大罪，妃呈给太后的落红锦帕乃是假的，景王妃那晚并没有和景王殿下圆房。你说什么？这是我亲耳听见王妃说的，她还是处子之身，皇祖母若是不信，可以找人来验一验她。孙嬷嬷，去宣景王、景王妃觐见。诺。景王殿下，景王妃，太后有旨，宣你二人立刻进宫。太后娘娘为什么找我们呀？景王将素暖捞进怀里，用尽所有的勇气，总算开口了。傻子，待会儿到了皇奶奶那里，别提和离的事，好不好？素暖微震，他这么个骄傲的人，竟然如此低声下气的求他。若不到最后一刻，他竟然都不知道，他内心深处如此抗拒和离这事儿。可是，他毕竟是大黎皇室最耀眼的新月，岂能如他所愿，守着他一个女人，甘心归于平凡？傻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娶玉硕，找个时间，我会跟他说清楚，让他主动离去。素暖内心一颤，眼睛瞬间就湿润起来。那可是玉硕国唯一的公主啊，娶她为妻意味着什么？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没有尊贵的母妃依靠，所以太后将玉硕指给他，必然有考虑到玉硕公主背后的国力，可以成为他日后最得力的依靠。可他为了郑国府一个弃子，竟然放弃玉硕公主，如此他离那至高无上的皇位可就远离了一大步。他身为大黎的皇子，既然可以为他伏魔，那他为何不放纵一次，陪他疯一回呢？好，孙媳给皇奶奶请安。孙儿见过皇奶奶。王妃，你平日里装疯卖傻，哀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了你。可是你竟然辜负哀家对你的期望，竟然犯下不可饶恕的欺君之罪。你和景王圆房是真是假？皇奶奶，此事素暖并不知情。那夜她身体欠安，晕死了过去，是孙儿为了哄骗她，才刻意制造了落红的假象。此事与素暖无关。皇奶奶如果要责罚，就请责罚孙儿吧。程儿，你看看你自己，为了这个疯疯癫癫的丫头，你这双跪天跪地不跪皇权的膝盖，竟然为她下跪2次。她以前装疯卖傻，我想着她是你的福星，对她百般忍耐。可是现在，她自持你的宠爱，竟敢用落红锦帕来糊弄哀家。哀家今日若是不重罚她，日后她岂不是要上墙揭瓦？素暖瞠目结舌，这妖孽已经向太后解释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了，太后竟然还要降罪于他。素暖第一次感觉到身处这大离宫的黑暗和无奈，他甚至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风素暖，你欺君犯上，罪大恶极，哀家要罢黜你景王嫡妃的身份，将你贬为庶人。景王妃，你还有什么狡辩的？太后娘娘想让我说什么？说太后娘娘英明神武，公正廉明，还是说太后娘娘你刚愎自用，压根都不给素暖半分辩驳的机会？你没什么可说的了，那就领命去。皇奶奶，此错乃我一个人犯下的，与素暖无关，求皇奶奶收回成命。素暖望了眼景王殿下，心头一热，为了保护他，他也算竭尽心力。可惜他也是皇权下的棋子，逃不掉被人摆布的命运。素暖转身，落寞地向飞凤殿外走去。他听到宫臣伉俪情深的呼唤：“素暖，你等我。”他还听到他苦苦哀求太后的声音：“皇奶奶若是不收回成命，孙儿永远不起来。”走远了，他依稀听到他天籁却激愤的声音：“玉硕，本王永不可能与你在一起。”回到景王府，王妃，你怎么了？请我，以后我不是你们的景王妃了。太后娘娘将我贬为庶民了。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高高兴兴出趟门，回来就变成一个大噩耗呢？素暖便把玉侧妃陷害自己的事简明扼要的讲了一遍。我去宰了他，小人！你别添乱了，现在快想想办法，怎么才能留住景王妃？你们放心，景王殿下答应我的，我可以一辈子赖在景王府。夜半时分，景王殿下回来了，却是被人给抬回来的。本王受伤的事情，不可告诉王妃。殿下，你说说你，太后在气头上，你何必与她顶撞？这下好了，挨了100大板，还惹得太后娘娘不高兴了。以后啊，你的日子更难过了。王的王妃，合理不合理，本王说了算。哎呀，你这么想，只怕人家不这么想啊。爷，要不让景王妃过来给你看看吧，她开的药好得更快。不必了。一来是男儿的骄傲在作祟，这么狼狈不想被他看见；二来经过昨日一番情意吐露，他知道他心里也是有自己的，所以不想让他担心。翠儿，你说我今日这么做是不是错了？唉，公主为自己争取幸福，何错之有？如今景王妃不复存在，公主要趁热打铁，赶紧将她逐出王府。景王有伤在身，等他好了，
他便会护着那个傻子。公主，你到时候就黔驴技穷，有心无力了。你听，外面又是打雷又是下雨的，公主何不趁夜去把他给撵走？即便身世大些，也惊扰不到王爷。你说的对，趁热打铁，否则前功尽弃了。素心笑暖院，凤素暖，你怎么还死皮赖脸的待在王府里？你已经不是景王妃了，太后将你贬谪为庶民，你还不走？景王殿下还没让我家主子走呢，你着什么急呀？哼，没脸没皮的东西，想赖在这里享受王妃的待遇，真是痴心妄想。滚！你竟然叫本宫滚！你们几个上去把这个贱人的脸给我撕烂了！老娘一肚子气，正愁找不到地方撒呢。抡起袖子，侍女拳打脚踢的，打得鼻青脸肿不说，连边上站着的玉硕公主也被素暖将她按在地上暴揍一顿，一边打他们一边说：“老娘今日打得你爹娘都不认识你，这风雨交加的晚上，反正也没有人看到，你尽管去老太婆那里告我，看看谁给你作证，臭娘们儿！”打累了，坐在玉硕背上休息。凤素暖，凤素暖，你区区庶民，本宫有100种让你生不如死的方法，你还敢留在景王府嚣张吗？王妃，要不我们离开这儿吧，留在这儿指不定为御侧妃怎么消遣呢。素暖想想，也觉得是，景王殿下不能24小时都盯着他，他每日早朝，难不成这心机婊都来闹一次？那他岂能安宁？你们2个留在这里，替我照顾好我的财物。过几日，等我找好了栖身之所，我便来接你们。不要啊，王妃，外面又下雨又打雷的，你一个姑娘家没有我们照顾，可怎么办呢？素暖离开了王府，发现他被人跟踪了。你为什么要杀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说完，便朝素暖直刺过来。素暖闪躲，跟他对决起来。这是个武功平平的江湖菜鸟，10几招后就被素暖制服，连环无影腿将他踢倒在地上。你会武功？谁派你来的？你知道的，做我们这一行的，绝不能报出东道主的名字，这是江湖规矩。挺有义气嘛。那我把你的脸划了，你爹娘都不认识你，再挑掉你的手筋脚筋，这样你的东道主绝对认不出你来了，好不好啊？要不把你的狗眼挖掉，让你认不出你的东道主，这样你就不用害怕了。女侠饶命啊！我说是怡王府的人让我来取你性命的。素暖，哦，怡王府。那人在素暖凝思之际，说时迟那时快，从腰间扯出一包药粉，朝素暖的脸撒去。素暖的眼睛瞬间模糊一片，那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擦掉药粉，素暖视力开始模糊。偏偏这个时候又来了几个刺客。老娘不打了，带我去见你们的主子。我们主子只会见你的尸体，不会见你个活人。素暖心里暗暗发誓，倘若能逃出升天，回头定然把那纨绔离王的命根子给彻底阉了。忽然一道黑影从天而降，那群刺客竟然来了个厉害的，拔腿就跑。素暖，没事吧？跟我回萧府。景王府，青舞，王妃呢？昨天半夜时分，御侧妃带着侍女来素心香暖院找茬儿，将我家主子给撵走了。你说什么？我哭哭啼啼的将昨夜发生的一切告诉给景王。爷，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呀！阿九，派出暗卫去寻找景王妃，天涯海角也要给本王找回来。是，小的一会儿就去颁布爷的指令。爷，你先回房休息吧，你可全身都是伤啊，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别管我，快去，让素暖平安无恙的回来。诺。昨夜回府，素暖泡了个热水澡，睡了一觉，再醒来时精神复苏不少。暖妹妹，你告诉大哥，昨晚究竟是谁要杀你？大哥我今晚去阉了他。谁敢欺负我姐姐，我去抽了他的筋。
你们别冲动，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的。玉硕那个贱人敢算计他，黎王那个纨绔敢谋害他，这2个人的仇他记住了。等他稍微休整几天，便要连本带息的还回去。2位少爷，凤小姐，护国府老夫人来了，夫人让你们去前堂见客。外祖母怎么来了？哼，准没好事。萧月、萧南，我还是不去了。妹妹自便吧。姐姐，那罐绿荔枝给我留点。好梦。哼哼，早知如此啊，昨儿就该把我房里的留给你们2个馋嘴货。萧月拉着萧南往前堂去了。素暖闲着没事儿，就在小院里逛了逛。萧府的假山叠石，怪事嶙峋，特别讲究阵法。素暖走了一会儿，便迷失在里面了。素暖听到后方的屋子里，透过墙壁传来一老者威严慑人的声音：“楠楠，我知道你心疼女儿，可是你别忘了当年你对大姐的承诺。如今你大姐被那傻子害得儿子没了，女儿被禁足3年。等她出来变成了老姑娘，谁还会娶她？你大姐尚且还在天牢里，好好的一家子，呼啦啦似大夏青，好一个凄凉的景象。你就忍心让你大姐过得这么凄惨？母亲，楠楠不想违背自己的承诺，可是姐姐她但凡对我家女儿好那么一丁点儿，让我这心里好受一点儿，我也不会僭越到将女儿接到家中来呀。母亲，求你体谅楠楠的苦衷。楠楠，我也是母亲，我也知道你心里的痛楚。可是现在，你姐姐活在水深火热中，难道你就见死不救了？母亲求你了，你让景王妃去替她求求情。皇上说了，此事是他母女2人的私事，只要景王妃不追究此事，皇上便可以以郑国府功勋卓著，换取郑国夫人出狱。楠楠，算母亲求你了。外祖母，你这样归我母亲，分明就是想让她折寿啊！母亲为了姐姐如此逼迫女儿，我能理解母亲的苦衷，可是我宁愿折寿，也不愿去了我家暖儿。姐姐对她可曾留过一丝情面，她是技不如人，输的精光。倘若是我家暖儿技不如人，只怕落得更悲惨的下场。郑国府的人，谁真心疼过她？你这个忤逆不孝子！见过外祖母，你怎么会在这里？楠楠，莫非你已经告诉他？母亲，素楠什么都不知道。既然如此，景王妃又怎么会在萧府里出现？只因昨日素暖被人暗杀，多亏一副巧玉施救于素暖，否则素暖怕是已经遇难了。可知是谁对你下的狠心？若是从前，必定是郑国府。只是母亲如今人在天牢，断然没有这份心思了。素暖自从当了景王妃以后，难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是谁杀我，就不得而知了。素暖外祖母适才的话，素暖已经听见了。你们放心吧，我会想办法救出郑国夫人的。孩子，委屈你了。不委屈，你的母亲真是老糊涂了。你这次救她回来，我必然好好的教训教训她。素暖点头，只愿她吃一堑长一智，别再找她麻烦。她有办法把她从天牢里救出来。倘若她对她依旧穷追猛打，素暖照样有办法让她再次跌入地狱。在萧府过了几天养尊处优的日子，素暖开始张罗着买店铺的事情。这位公子，你若是真心看上这个院子了，回头我跟主人说说，给你便宜点，80万两，怎样？80万两。这院子坐落在景王府和黎王府的中间，地带金贵，而且院子有6亩，房屋60间，这么大的院落，若不是有些来头的主人，
谁能拥有这么大的院子啊？你买了这院落，日后啊，自然会有人替你撑腰。谁敢来这里造次？这多少银两都不是问题。可是你能事先告诉我，这院子现在的归属权是谁呀？是黎王府的主人。黎王府的主人不就是那个纨绔王爷吗？嘴角勾出邪笑，正要找他这个纨绔算账呢，这机会就送上门来了。和他交易，保证坑到他底裤都没得穿。这院子地理位置虽然好，布置也算静雅，可是父皇让我用5万两黄金买一块300亩大的地，这就算把黎王府圈进来，这大小也只能算差强人意了。姑娘，有钱就能办事儿。你稍等啊，我去问问那头的主子。今儿本姑娘没空，明儿我让小的过来问话。那前客目送着素暖走远的背影，心里狂喜。这姑娘适才口不择言，冒出父皇2个字，分明就是阔绰的主子，就是不知是哪国的公主。爷，好消息！前客细声的将买主情况交代了个详尽。狄王听毕，大喜。真有5万两黄金，千真万确。不黄，听他口音，像是来自东边。呵呵，东边可是盛产黄金的好地方。脑子里立刻想起了富甲一方的玉硕国，莫非是她，玉硕公主？他嫌院子小，5万两黄金，好，本王就将我这黎王府一起卖给他。姐姐，你哪里来的5万两黄金啊？而且你的父亲是郑国公，你哪里来的父皇？我说的父皇是姓傅的傅，凤凰的凰。你是故意误导人家，这样好吗？谁让那个纨绔王爷老是跟我作对呀？那晚是他派人杀你的。湘南弟弟果然聪明。你遇到这么强劲的对手，还不让我和学友帮你，你有把我们当兄弟吗？消息吃醋了？我不把你们当兄弟的话，我才让你们去为我出头，为我拼命。湘南不好意思的笑起来，原来素楠姐姐是关心她的安危啊。素楠央求湘南带着她来到东城门的破庙，几个乞丐围在那里斗蛐蛐，玩物丧志，当乞丐像你们这么懒，迟早饿死。你是谁呀？你管我们？我是你们老大在监狱里结拜的义妹。我知道你，大哥说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子。姐姐这么厉害，想不想跟姐结婚呢？保证让你餐餐吃肉，每天都穿新衣服，在帝都的大街上横着走。我愿意，我愿意。把他们带回萧府，给他们做几身新衣裳，我等着用人，费用我出。好。果然是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啊！穿上这几身新衣裳后，倒也有几分衣冠禽兽的模样啊！有这样夸人的吗？明儿你们把这箱珠宝给我使劲的砸在身上，要装出暴发户的样子，使出浑身解数去迷惑黎王，让他务必签下这一份卖房的协议。你们让黎王看的是这份合法房契，但是签字画押的时候，务必使一招偷梁换柱的伎俩。凤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嗨，怎么叫的？你大哥跟我是结拜义妹，你们既然是我大哥的结拜兄弟，自然也是我的结拜义兄。今后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什么呀？我们从小就是孤儿，在帝都里靠着见不得人的手段生存了下来，别人都看不起我们，我们走到哪里都被人欺负，只有凤小姐拿我们当人看。叫义妹。义妹好，跟着瞎叫什么呢？不是他让我们这么叫的吗？要学会变通。义姐好。好，从此以后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次日，二狗和钱三猫、李四娃一大早就去谈生意了。姐姐，他们几个可是目不识丁的乞丐啊，你让他们去骗黎王，这事能成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们能在帝都这里称霸一方，
显见是有些本事的，要不然早已被这里残酷的竞争法则给无情淘汰了。而且此事非他们成不了事，真实合法协议给钱三猫。钱三猫接过来瞄一眼，黎王逐一看过每一条交易细则，这样甚好。三猫接过来，二话不说就签字画押。轮到黎王时，李四娃忽然一惊一乍起来。呀，我想起来了，还有一箱珠宝在客栈。在场的人都惊得看向李四娃。钱三猫立即飞快地从袖口里换了份协议，事前由素暖签字画押过。黎王不疑有他，拿过来径直画了押。明儿银两全部送上，绝不拖欠。可是房契呢？什么时候给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日，钱三猫他们又来到了黎王府。钱三猫这次带来许许多多的宝箱，黎王一件件打开，都是货真价实的金子呀，便将房契交给了钱三猫。钱三猫拿到房契，仔细看了一下，计划得逞，便装得忙碌的样子先走了。契是到了，可是黎王若是发现这金子是假的，自然不会乐意交出房子来。我们还得逼迫他自己将房子交出来。姐姐昨日教你们的童谣，你们马上去帝都最繁华的地方传唱，会唱的就奖励他们一锭碎银。我已经将这份协议誊写下来，你们把它贴到大街小巷，就说父皇为了庆祝自己购得黎王府的2座宅子，决定普天同庆。很快，黎王因为手头紧贱卖房产的事情被整个帝都的人都知道了。购房者父皇用500两黄金购得黎王府近300亩地，价格童叟无欺，公道无比。这事儿不日便被皇上知道了。听说你最近手头紧，所以把宅子都卖了。遇到合适的价格，所以就出手了。哼，合适的价格，500两就贱卖了自己的宅子，朕不知道你在高兴什么。黎王一愣，赶紧从袖口里取出协议一看，顿时气得吐血。那份协议果然写着用黄金500两购得黎王府2座宅子。这样也好，我们皇家子孙难得有人像你这般体恤民情。这宅子卖得好，如今大街小巷都在歌颂我朝，你这宅子一卖，朕收获民心。你做得好啊，朕决定了，再赐你1座宅子。诺。无精打采地从千秋殿走出，他堂堂大黎的王爷，竟然被人坑得家底败光，如今就剩下500两黄金。他恐怕是大黎最穷的皇子了。待他查到是谁在整蛊他时，一定将他挫骨扬灰。殿下，滚！我不想见到你。殿下恨玉硕，玉硕自知理亏，可是玉硕不明白，殿下对姐姐伉俪情深，却为何对玉硕那么残忍？哼，玉硕，既然你都这么问了，那本王也问问你，你爱本王，能不能也请你将你的爱分一点给其他男人？殿下怎么可以这样侮辱玉硕？玉硕的心里只能装得下殿下，哪里还有多余的分给其他男人呢？玉硕对我的爱，犹如我对素暖的爱，满满一颗心只能装1人。本王多谢你的厚爱，但是也请你体谅本王，无法回应你的爱。我堂堂玉硕公主，竟然抵不过一个装疯卖傻的傻子。你不知道你和他的差别，本王就来告诉你。你为一己私欲，残害王妃，你善妒心机不纯。可是素暖呢？每一次装疯卖傻的背后，都在利用自己的善心拯救人的性命。他若害人，必然是人心犯他。素暖不屑于争宠，他要的男人，必须用全身心去爱他的人。他的爱没有勉强，没有委屈，只有平等。玉硕第一次体验到哀莫大于心死的悲哀，如今才知拼命去争的东西，原来从一开始自己就没有得到过。阿九，可有那傻子的下落？其实景王妃的消息一早就打听到了一部分。那晚王妃被侧妃逐出府后，被几拨人刺杀。这消息倘若如实上报给爷，
只怕爷这浑身是伤的身子骨又好一番折腾。你没还没有消息？你干嘛说话结巴了？没呀，爷。你胆敢欺瞒本王的话，信不信本王丢你去喂狗？阿九望着精力略微复苏的主子，前几日他伤口发炎，整日里昏昏欲睡，欺瞒他还不算难事，这刚好一点儿会察言观色了，可失了。爷，景王妃怕是遭遇不测了。你说什么？阿九，你快仔细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日晚上，王妃被御侧妃逐出府后，次日一早我们才得了消息。我们的暗卫在附近搜寻王妃的踪迹时，发现了她的脚印身后有许多脚印跟着，还有3处打斗痕迹。据暗卫来报，王妃是刺客最多的地方凭空消失的。所以那傻子被3波刺客追杀，第一波以他的诡计多端，想必能全身而退；第2波尚且可以应付，到了第3波时，精力不济，便如待宰羔羊。爷，王妃就算遭遇不测，只要人还在帝都，我们定能将她解救出来。只要你下达出动铁手营的人，相信他们全城搜索，很快就有消息。还不快去？那你还等什么？让铁手营的人全部出动。且说素暖得了房契，便琢磨着要找人来修缮一下院落的布局，把这离王府的牌子给我拆了，改成素心向暖院。拆！素心向暖院的牌子一定要比离王府这3个字瑰丽宏伟，要亮瞎离王库那双狗眼才行。好嘞，一妹，你放心啊，此事我保证做得让你100个称心满意。还有这里，统统给我拆了。安库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夺回他的院子，老娘要把这里改造的让他找不到回家的路。把前门给我封了，大门对着东边开。这后面是哪里啊？昨晚来这里探了地形了。这后面应是景王府。原来他的院子离那妖孽这么近啊！好，在这里给我打个狗洞。以后他要是想洪福和轻舞了，就偷偷爬过去看他们。一妹，万万不可呀！这景王可惹不起啊，他可不像李王爷那么窝囊愚蠢。传闻这个景王殿下可是位冷面修罗，杀伐果断，没有人敢挑衅他的权威。就连当今天子也在他16岁首战告捷后，准他不跪皇权。把这狗洞掏大点儿。哦，这是怎么回事？爷，隔壁李王府在进行修缮工程，这噪音就是墙体坍塌的声音。这智障是银子多了没处使，好好的院子修缮它做什么？走，跟我去看看。景王府与离王府相差1墙之隔，然而这1墙之隔却是不可逾越的天堑鸿沟。这堵院墙不仅高不可攀，而且院墙上爬满了有毒的藤蔓植物，独独在一个最僻静的拐角点上，墙体一分为2。景王府就在这里打了一个狗洞，可以通往外面。当景王殿下和阿九飞身跃入离王府时，发现在相同的地方，他们竟然也打了一个更大的狗洞。如此，只需要爬过这个狗洞，离王府和景王府便可畅通无阻。离王这是安的什么心思？阿九，把这狗洞给本王堵死了。爷，你放心吧，明儿我就去找人来把我们的狗洞给堵上，绝不让离王府有可乘之机。本王有说过堵我们的狗洞吗？景王府的狗洞，他才舍不得堵呢，他要留给那傻子，他喜欢爬狗洞。好吧，你什么人？我们赶时间呢，你哪边凉快哪边待去。怎么说话呢？这是景王殿下，怕啥呢？有我们主坐镇，管他是景王还是李王，咱把他干嘛？哼，管他是景王还是李王，咱把他干嘛？哼，你们主子谁呀？不知天高地厚吧？哎，对呀，我们主子连李王都不怕，看到没？这宅子就是我们主子买来的。我家主子不喜欢先前的园林风格，要进行修缮。你们有意见就去跟我主子说，找死！小的不敢造次了。说吧，你的主子是谁？我家主子，我为什么告诉你啊？不说是吧？本王不喜欢睡觉的时候听到这院子里哐哐当当的噪音，所以你们回去告诉你主子，要么晚上中午停工休息，
要么就自己想办法销声。如若不然，本王不介意摧毁这座院子，让你们没完没了的修缮一辈子。说完，一掌击出，素暖命人掏的狗洞立刻被一阵飞沙走石堵得死死的。完了！这可是个不好得罪的主。中午小憩时，阿九专门在院墙边上摆了临时的懒人靠，景王便躺在上面休息。阿九望着小肚鸡肠的爷，啼笑皆非。爷太狠了，他不让人晌午时施工，就跑到这里来监督人家。就他那只灵敏的耳朵，隔壁的脚步声都能悉数辨听。阿九，你给爷好好的听着，隔壁若是在爷睡觉的时候发出稍许不正常的声音，你就给我杀过去。谁干的？给老娘站出来！隔壁的景王不但堵了我们的狗洞，还不许我们晚上这么动工。他奶奶的，欺人太甚！他是猪吗？成天都睡，他不让动我们就不动了，他管得还真宽。老娘不但要动，还要动大声一点。老娘就是不让他休息，这个小气的家伙，给老娘砸开！阿九听见这边传来巨大的声音，脸色一凛，飞奔过来，却瞥见下方那个一脸傲娇的小主人，立时傻了眼。啥？老娘要从这里钻过去，凭啥不让老娘钻呢？他分明就是仗势欺人，干嘛不堵他自己家的狗洞啊？阿九，你怎么去那么久？他们又在砸墙了。是啊，爷，把你堵死的狗洞又给砸开了。阿九，你为何不阻止他们？爷，小的不敢啊。阿九，你的胆是被狗吃了吗？爷这辈子怕过谁呀？瞧你这怂样。阿九心里暗暗狂喜，待会儿有好戏看了。爷，你是真的决定堵死灵王府的狗洞吗？不堵死隔壁的狗洞，老子就是龟孙。爷，其实没必要说这样恶毒的誓言。完了，玩笑好像开大了。将一跃，跳到了院墙上，远远的就瞥见那边有抹秀丽的身影，一副指点江山的气概。景王算哪个葱啊？竟敢堵了我的狗洞，气死我了！素暖还在为那个狗洞需要反攻而愤慨。景王远远的就听见素暖对他大不敬的声音，久别重逢的狂喜很快被他气死人不偿命的性子给冲淡的荡然无存。这个欠揍的傻子！爷，他们又把狗洞给砸开了。景王回眸瞪着阿九，这时心里才回过味儿来，原来这家伙从一开始就知道是那个傻子在跟自己作对，所以才故意引诱他发出那个毒誓。阿九，你是不是最近活得有点不耐烦了？回去给本王蹲马步。景王走到素暖面前，素暖后退一步，防备着他一掌拍飞自己。傻子，你给本王站住！殿下，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好，干嘛把我挖的狗洞给堵了？以后我还怎么去找秦武洪福啊？这个狗洞离素心向暖院太远了，封了它。本王另行给你挖个洞，怎样？真的啊？阿九，把这堵墙给本王拆了，听到没有？动啊！你看这墙固若金汤，拆了多可惜啊！没关系，推倒了永无再见，也不必花费银子。殿下，这不好吧？殿下是风华正茂的军艺少年，我是大黎风头正盛的寡妇。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请王殿下还是离我远一点吧。当日你既然答应过本王不合理，做人就要讲究信誉。本王还当你是我景王府的当家主母，你竟敢自称寡妇，你是在存心诅咒本王去死吗？奶奶已经将我贬谪为庶民了，难道我还要死乞白赖的跟着你吗？那多丢人呢！哦，我倒是把这茬给忘了。既如此，如今你只是我大黎的庶民，见到本王却不下跪，你可知罪？草民见过景王殿下。哼，修缮工程才得以顺利进行。景王现在反而听到那边没有动静就会凝眉，
阿九，隔壁今儿怎么没声音呢？材料欠缺，停工了。这要什么时候才能修缮得完？阿九其实想说，爷，你是想让隔壁的女主人早点入住吧？好久不见，朋友们。素暖，你这些天去哪儿了？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我告诉你啊，大帝皇帝准备把七公主嫁给我们的王，不日我们便要启程回高丽了。以后见你可就是难上加难了。新月和我去景王府找过你好几次，可是他们都说你不在景王府，这是怎么回事？我和景王假圆房的事情被御侧妃禀告给太后了，太后龙颜大怒，贬谪我为庶民，我当然不能再住景王府了。那个玉硕公主真是太令人讨厌了，她就是嫉妒景王殿下只对我好，其实她误会了，景王那个妖孽最爱的女人不是我，是绯色阁的群芳姑娘。那混蛋还准备用金屋喜糖迎娶人家呢，他独独对她才舍得花银子，对我们就一毛不拔。黎月心里五味杂陈，倘若素暖知道景王娶寻芳不过是为了验明他的真身，并一剑了结他的性命时，这样的误会一旦解除，素暖对功臣是不是会爱得奋不顾身？黎月，你能帮我一件事吗？请把这个替我呈给我们的皇帝陛下。好的，我一定不负使命。黎月公子就是对我胃口，不如我们结拜为兄妹吧。兄妹？他才不要跟他做兄妹呢。从前他是景王妃，他尚且生出夺人所爱的无耻念头，他如今是自由身，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追求心中所爱，为何要作茧自缚？做我的兄弟很好的，有我一口饭吃，就绝对饿不着你。天冷了，还可以给你做温馨牌羽绒马褂；生病了，还可以给你看病抓药；你饿了，还可以给你炸油条。反正一句话，有我这个妹妹在，就是你居家旅行最好的必备品啊！凤姑娘往自己脸上贴金，就为了博得黎月颔首。可是我告诉你，黎月不可能答应你这个要求的。你今天不答应我没关系，以后等你了解我了，喜欢我了，随时一句话。反正我等着跟你结拜兄妹呢。别求他们两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榆木疙瘩。素暖，我告诉你，我第一次见到黎月哥哥就喜欢上他了。我追了他这么多年，他不是穿女装骗我他断袖之癖，就是想着法子躲着我。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喜欢上这么个无情无心的人，原来是你改变了黎月哥哥的性取向呀！景王功臣能活这么久，简直是奇迹。素暖一脸懵逼地望着大家，他有说错什么吗？看到黎月的迷之微笑，素暖恍然大悟，好像是说错了点什么。黎月的性取向看来应该是正常的，真想看到景王是怎么制服你这个小刺猬的。什么叫他制服我？分明就是我制服他，好不好？你们没看见，每次他都被我气得一副快要暴毙的样子，笑死我了。景王就是一头纸老虎，看起来凶神恶煞的，其实比猫儿还温顺。哦，是吗？背后传来熟悉的富含磁性的大提琴声音，素暖吓得跌坐地上。殿下好啊，你怎么到这里来啦？殿下，听说你的素心向暖院修缮完毕了，什么时候搬过来？1个月后。半个月，我马上回去搬。莫急，容我跟黎月公子说几句话，我便和你一起去。景王殿下专程来找我，不知所谓何事。听闻黎月公子擅长骑射，想约公子马场一叙，不知公子赏脸否？恭敬不如从命。我也想有个这么宠我的男人。是的，傻子都能看出来，素暖就算对景王殿下出言不逊，甚至是大为不敬，景王就算有天大的怒火，只要素暖勾勾手指，殿下就像得到了蜜糖，顿时甜蜜的怒气烟消云散。话说，在景王的监督下，素暖当天便搬进新府邸，
苏暖将东隅的控制院落整理出来，做了药堂。第一善堂，这不是我离王府的地儿吗？本王倒是要看看，是谁敢霸占我的离王府，让本王吃了这么大一个哑巴亏。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什么？这是本王的府邸，滚蛋！哟，离王爷大驾光临，令善堂蓬荜生辉啊！来人，快给离王倒水！凤素暖，怎么是你？凤素暖，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众星捧月的景王妃吗？哼，我可听说了，太后已经罢黜了你景王妃的身份，还把你贬低为庶民。哼，区区庶民，你认为你还能斗得过我？护甲的用意自然没有那么庸俗，这护甲的学问大着呢，有毒。凤素暖，你胆儿也真够大的，竟然把我好端端个离王府给坑了去。我奉劝你啊，最好把他双手奉还回来，再给本王好好的道个歉，把本王逗开心了，本王些许放你一马，否则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王爷，我好怕哟。宫玉，明人不做暗事，你堂堂大离王第一王爷，竟然连番派人追杀于我，跟老娘这条尊贵无比的性命比起来，你这离王府的宅子就当是我回敬你的一点利息了。老娘现在慎重警告你，我们平素无怨无仇，你最好适可而止。倘若你惹老娘不开心了，你要老娘的命，只怕你不能得偿所愿，还偷鸡不成蚀把米。素暖凑近离王，护甲在他脸上轻轻划着，离王要躲避，素暖大喝一声：“别动，否则死伤自负。”离王才警觉到这护甲竟然有毒，你对付我的手段太他妈低级了，老娘压根就瞧不上。但是老娘要是用心对付一个人来，绝对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而且还能让他的尸骨在若干千年后被人从土里拉出来鞭笞一顿，你信不信？常言道，多交一个朋友就少了一个对手。离王是聪明人，我这样的市井小民不值得你浪费那么多心机。李爷，再补不是。凤素暖，你说的对，多交一个朋友就少了一个敌人，何乐而不为？孺子可教。凤小姐医术精湛，改日再来登门造访。素暖姐姐，她怎么来了？她呀，跟我有仇。我被玉侧妃从景王府撵出来那个晚上，她三番两次派人刺杀于我，可惜技不如人。我为了还敬她点颜色瞧瞧，就把这离王府给坑过来了。这不，离王来找我茬了，不过被我三言两语给糊弄走了。怎么会呢？我们的素暖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离王爷怎么舍得残害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啊？我又不是金子，怎么可能让人人都喜欢我？上元节那天，你和萧月大哥玩得可尽兴呀。萧月是谦谦君子，新月交定他这个朋友了。其实你们的关系还可以更进一步的。素暖，你别瞎说。新月，你害什么羞呀？这个世道，像萧月那样的好男人都快灭绝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么好的男人，就要奋不顾身的去追，错过了就会遗憾终身。素暖，难道我和离月就不算好男人了吗？萧炎将军只娶了一位夫人，萧家家训严格，萧月萧南秉承父训母戒，想必能欣然接受一世一双人的思想。这样的男子，你们能比吗？你们皇室中人，哪个不是三妻四妾？你们的婚姻绑架在政治利益之上，说不定三妻四妾里都没有你们真心喜欢倾慕的女人呢。一句话变得骆宾哑口无言，因为他此番来大理就是带着政治目的求亲的。素暖，你的爱情观恰好和我的一模一样。离月哥哥，你这辈子只娶一位夫人吗？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足矣。素暖瞬间对离月的好感度蹭蹭蹭上升，可惜了，他是被人退过婚的二手货，要不然
他就厚颜无耻的去追求她。素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后院，就瞥见床上坐着一位如神奇一般的人物。殿下，你怎么来了？今日第一善堂开业，我没能亲自到场为你祝贺，非常抱歉。不过为了祝贺你，我也会送你一份礼物。什么礼物啊？我今日上朝替你给镇国府求了情，父皇答应释放镇国夫人和风大小姐了。你还让皇上解除了凤瑟明的禁足罪？既然要送礼，当然得送双份，免得你老是唠叨我一毛不拔。我操！傻子，你又怎么了？别管我，我找面墙撞死算了，免得日后被凤瑟明烦死。你抽什么风呢？有我在，他岂敢造次？罢了罢了，你已经放虎归山了，我也难得劳心劳力的把他再给关回去。只要他不犯我，我便不犯他。景王微微心虚，却气定神闲地望着素暖。不错，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过了素暖的授意范围。他这么做，无非是想取悦太后和皇上。说不定太后看到素暖这么通情达理、宽容大度的份儿上，就罢出了自己先前贬谪她的旨意呢。这素暖不是一般的女子，她爱他，便要光明正大的、名正言顺的跟他在一起，因为他尊重他，他要给他一场配得上他的爱情。素暖又岂会了解他的心？傻子，除了这个礼物以外，本王还为你精心准备了第二份礼物。殿下，我看不必了。殿下的礼物，素暖消受不起，不要了吧。再来几份这样的大礼，素暖今天可能就要暴毙在这里了。哼，5000两黄金，要不要？我要。不过立即想到了什么，这本来就是皇上赏赐给他的，原就属于他的东西，那是我的金子啊。殿下，你什么时候还给我？除却这5000两黄金，本王另送你5000两，怎样？是不是你元宝上镀金了？要的话就跟我走吧。景王将他径直带到景王府。此时正值阳春3月，百花盛开。景王府的海棠园绽放出一片妖冶的红色，穿插在各个院落的名贵花卉也十分绚烂夺目。湛蓝的瓜叶菊沿着小径一路盛放，摇曳多姿的虞美人在风中摇摆，好漂亮啊！喜欢的话就搬回来住吧。喜欢。殿下，这些花太茂密了，可以移栽一部分去我那边的素心院啊。看在你我相识一场的份上，我可以免费为你提供地皮哦。你喜欢的话，本王许你天天过来欣赏。我娶玉硕是情非得已。那日太后是铁了心要把玉硕塞给他，素暖又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太后若是动真格的，杀伐一瞬间。他担心素暖小命不保，适宜娶了玉硕，消了太后的盛怒。你是聪明人，你倒是替我想想法子，如何能皆大欢喜的解除我和他的婚书？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你告诉我，当初为何娶她？现在为何退她？若是你的理由能令我折服，我便帮你。这么说，你真有法子解决我眼下的困境？现在没有。既然没有，本王何须跟你解释？办法是想出来的嘛。你让我回去睡一觉，说不定明儿就有妙计出炉了。黄金在哪里呀？就那儿了。望着满屋子的珠宝首饰，瞬间傻眼。这里竟然是一座宝库。景王望着素暖，嘴角微微上扬，眼角轻笑。他思忖着，这小财迷会不会因这珠宝而爱屋及乌呢？傻子，不可！为何？此剑大动后会射出精纯的绿光，能灼伤人的眼睛和肌肤。景王玄力一出，那剑就飞入他手中。听说剑会认主，这宝剑也太没眼光了吧！景王因这句话而黑了脸。素暖又壮着胆子调侃那宝剑：“你是井底之蛙啊！第一眼见到他就认他做主人，
这实在是不明智的行为。其实我比他聪明，而且我很喜欢小东西。比起闷骚的殿下，我更适合做你的主人哟。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易主啊？本王手腕一转，剑，那把剑忽然射出一缕精纯的光芒，射得素暖眼睛瞬间就不敢睁开。素暖瞪着宝剑，我操，好记仇的性子啊！不过他越是这么有个性，素暖越是好喜欢。他大概不知道报复他的是妖孽呀。你冥顽不灵，你家主子本身就是个厉害的主，你跟着他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你没听说吗？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傻子，你看这些珠宝，你喜欢吗？素暖点头如捣蒜，喜欢啊，能都送给他吗？1万两黄金，现在信了？信了。这些可以送我一点吗？都是你的。他说这些珠宝都是他的，那他岂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吗？你怎么了？我忽然变成有钱人，有些高兴。高兴成这样？为了保住他的小命，本王收回成命。逗我开心呢。次日，大夫，我没银子抓药，我就让你给我看看我还能活多久。你这病可治，只要能吃10几剂药啊。恭喜你，你是善堂的第1位客人，你的费用获得全免资格。还有这种好事儿？你们都是好人，可是你们善堂得罪了别人，所以不会有别的病患到你们这里来看病的。帝都里几家大医馆背后都有朝中的大人物撑腰，我们善堂开得这么大，难免挡了别人的财路，被当作眼中钉也是在所难免的。掌柜的若是想继续营业，可能需要花点银子打通人脉关系方可。银子用在刀刃上，平白无故给这些黑心黑肝的钱商，我是不同意的。此事我会解决，你们只管好好给病人看病分忧。素暖出现在明泽殿时，景王殿下和阿九刚从外面回来，冷不防看到那抹熟悉的身影，两个人惊得眼睛都快掉地上了。爷，王妃知道你富可敌国，主动巴结你来了。哎呀，我看爷和王妃复合有望了。说什么呢？该死，王妃求复合，自然是爷的魅力征服了她，跟金子无关。傻子，殿下，这是我亲自给你做的早点，你尝尝吧。好吃吗？爷，是不是太咸了？还不错。傻子，你这又是卖笑又是送东西的，是不是有求于本王？殿下，素暖确实有事儿，不过并非求你，而是看在你这些日子对我照顾有加的份上，给你提供一个赚银子的机会。哼，你觉得本王缺银子？好吧，算我求你。说吧。素暖叹口气，便将第一善堂面临的困境给妖孽如实的讲述了一遍。景王玩味的望着素暖，合着这傻子是让他去给他当门神挡妖魔鬼怪呀。你想让本王怎么帮你？殿下，我让你入股我们德善堂，赚的银子你我3、7分，怎样？景王逆着他，3、7分，他3，他7，他的地位岂不是凌驾在他之上了？这样岂不助长了他的气焰？他日同房时，莫非也是欺上夫下？他绝不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阿九，本王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要去做？啊？4、6分。没兴趣。好，5、5分。你要是再不满意，我就去找别人了。成交。从明泽殿回来，素暖就着手画了一幅景王的画像，想着这画像是用来镇宅子的，所以从他精彩纷呈的表情里独独提取了面瘫表情。因为素暖觉得这样的景王看起来更加煞气，特别骇人。大功告成后，就挂在了德善堂的前院的照壁上。
你知道我们善堂是谁开的吗？是当今的战神景王工程，有他撑腰，谁敢造次？那果真如此的话，我就去帮你们宣传宣传。爷，你如果是想见景王妃了，不如就过去看看他。反正这么近，又没有人绑着你双腿，你何必庸人自扰啊？爷若是不好意思主动上门找他，可以装病去找他。本王一表人才，何须如此低声下气去追他？好像我没人要似的。阿九，你去善堂看看，那傻子都在忙什么？得嘞。可是我去了后，景王妃问我来干嘛，我该怎么回复她？这个也需要本王教你。哎，那我就说爷，你想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你干脆直接告诉他，本王想他想的茶饭不思，昼夜难寝。得嘞，想看我的笑话是不是？爷，小的怎敢？那过去后该怎么说？小的就说王府差了几味药材，问问善堂有没有。就告诉他，本王需要当归。爷，高明。阿九刚踏入门槛，便看见爷的画像威武霸气的挂在一侧的照壁上。阿九禁不住走近一瞧，就听见旁边一个精神病人指着那画像道：“看见没？这是我儿子，好看吗？”阿九暴汗，爷若是知道自己的画像被人如此观瞻，景王妃的好日子怕是要到头了。不好了，病人好像死了！哎呀，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儿。这个病人是有人故意丢在我门口，故意毁我们名声来的。此名病患倒在医馆门口，老夫替他把脉时还有跳动，可是干了人就没气了。掌柜的，是老夫糊涂，这恐怕是有人故意而为之，谋害我善堂名声来的。脱衣服！愣着干什么？阿九，快给他脱衣服！上衣全部脱掉。素暖双手在他胸部按压，进行心脏按压复苏。阿九望着那完全没有呼吸迹象的男人，他死了。素暖进行心脏复苏按压，一下又一下，表情认真专注。没多久，病人的脉搏忽然起跳。他活过来了。现在交给你，没问题吧？没问题。阿九，你来这里做什么？王妃，也让我来问问你，你可有当归？他用当归干嘛？府里正巧缺了这味药。素暖望着窘迫不安的阿九，立即回过味儿来。他是不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你让他过来，我给他安排点事儿做，免得他犯无聊。什么德行啊！素暖立即意识到自己长姿势了，区区庶民岂敢这么嚣张？调教天子脚下最得宠的皇子，你回去禀告你家爷，素暖知道了。怎样？那傻子究竟在做什么？你给爷细细道来。爷，我刚到善堂就看见爷威武霸气的画像贴在前院照壁上，许多人围观爷的画像，他们对爷的画像评头论足，还有个疯子指着爷的画像说：“这是我儿子，好看吗？”这个时候，我听见善堂里传来一声尖叫。我急忙跑进去，就听见王妃命令我脱衣服。景王妃竟然让我脱病人的衣服，还要脱个精光，我不敢违背，只好照做。幸亏是个男病人。什么？大庭广众之下，他让你脱男人的衣服，他想干嘛？小的立马去查。大庭广众之下，他让你脱男人的衣服，他想干嘛？爷，你别生气，你先听阿九说完。原来景王妃是要给病人做心脏按压的，那病人明明已经死了，就连名满帝都的孙大夫也说他死了，可是被我们景王妃按了几下就活了。爷，此事不能怪景王妃没避嫌，实在是情况特殊，王妃若是不出手，善堂轻易受毁。我听人说这个病人是被人故意丢在第一善堂门口的，孙大夫慈悲心肠捡了进去，谁知道刚进去人就死翘翘了。王妃若是不能力挽狂澜，你说误诊是多大的事儿？善堂还能保得住吗？善堂是王妃的命根子，为了善堂，她岂有见死不救之理？有人算计善堂。反正这事没这么简单。阿九觉得那个病患已经命入膏肓，不可能自己爬到善堂门口去吧？好吃。本王要亲自揪出这幕后黑手，
狠狠的教训教训他，杀鸡害猴，看谁以后还敢找我们家傻子的麻烦。小的立马去查。秋殿，风素暖，你可知朕找你来有何用意吗？素暖不知。你猜猜。皇上，请原谅素暖是个懒癌入髓的人。皇上若是有个头痛脑热的，素暖定当竭尽心力替皇上排忧解劳。皇上若是让素暖猜谜语，原谅素暖，可能想一辈子都想不出来。朕赦你无罪，你只管猜。皇上脸色红润，说话中气十足，显然没有疾病。可是皇上神情落寞，微露憔悴神态，情绪不佳，所以素暖妄断皇上是急于攻心，受了重重的打击。长儿不止一次跟朕提及你，他说你是大智若愚的女子，聪慧过人，世间少有。朕原本不信，今日才知，你比朕见过的所有女子都更加冰雪聪明。如此，也不枉朕找你来这一趟。皇上过誉了。可是光是聪明有什么用呢？人应该聪明与胆识共存才行啊。皇上需要素暖做什么，请明示，素暖竭尽心力去做，定当不负皇恩。你倒是个识时务的聪明人，朕确实有事需要你出手代劳。朕知道你好奇，朕有这么多优秀的皇子，怎么偏偏此事让你一个局外人来做？这件事涉及到江山社稷，不宜让朕的皇子妃嫔们知道，所以朕才找你来。风素暖，朕说了这么多，你应该猜到朕找你来的用意了吧？恕素暖直言，皇上是怀疑皇室里血脉不纯，想让素暖排查真相。风素暖，朕知此事做起来必定艰难重重，朕不能明着护你，唯赐你免死金牌，你自己千万小心。诺。孙娘不必挂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本宫不是忘恩负义的人。素暖，本宫也不跟你绕圈子了，本宫知道你手上有一件棘手的使命，若是你不能迎刃而解，只怕有性命之忧。本宫今日找你来，就是给你提供一个线索的。线索？还望娘娘提携素暖一二。此事得从22年前说起。那一天，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本宫的七公主感染风寒，太医们束手无策。虽说风寒对性命无碍，然而七公主在以后的每一个夜里，总是哭得撕心裂肺的。本宫心力交瘁。太医院总管和太医说，七公主之病，普天之下恐怕只有同样被寒疾缠身的大凤帝国的陛下凤锦寻能治。和太医还说，他宅心仁厚，只要找到他，然不会见死不救。本宫心里焦急，便抱着七公主偷偷离开了皇宫。那时候不就是吃着皇上的无上恩宠，才做得出这样无法无天的事情，最后总是得了报应。本宫抱着七公主出了宫门，便看见一桩最不该被本宫看见的事情。宫里的老太监手里提着一只篮子，慌慌张张的从外面进来。本宫好像听到篮子里有婴儿的哭声，可是声音太细了，本宫不能确定。加上自己也是慌里慌张的出逃，便和他擦肩而过了。本宫万万没想到，本宫的事情很快被揭发，御林军将我捉了回去，皇上更是龙颜大怒。虽然没有直接将我打入冷宫，然而自那以后圣眷不在，慈宁宫日益萧条，本宫的善事被人动了手脚，本宫却无能排查，身体渐渐萧条不支。这之后的事情
想必你都知道，本宫便不说了。本宫七公主今年25了，若不是本宫躺了这么多年，她又岂会待字闺中，蹉跎成老姑娘？多谢慈妃娘娘给素暖指路。素暖告辞降妃，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皇宫。素暖并没有径直回到自己的宅院，而是在帝都里绕了一圈，确信无人跟踪后，才移步到萧府。暖儿，你来的正好，这几日你二姨娘念你的紧。暖儿，你告诉姨父，皇上召你入宫，所为何事？皇室血脉不纯，皇上令我彻查此事。啊！他居然给你派了个这么棘手的任务，他们都是皇子，你要怎么彻查他们的血脉？一个庶民，难道还请得动皇子们献血吗？就算他们配合你献了血，他们不起疑心吗？更关键的是，滴血认亲，可是需要皇上的血液呀。皇上有这么多皇子，难不成你每一次都要去向皇上索取血滴吗？那倒没有这么费事。素暖用的方法，并非2滴血认亲。姨父，我得到线索，能排除一部分皇子，余下有嫌疑的几位皇子，我单独提取他们的血液也无妨。慈妃告诉我，22年前，她抱着感染伤寒的七公主出宫，巧遇宫里的老太监从宫外慌慌张张的回来，她手里提着一个婴儿，慈妃料定这个婴儿必然是外面的孩子。后来慈妃被害，卧榻20年有余，这个孩子显然已经成为了宫里的皇子。我今日来，就是想请教姨父一个问题：宫里在22年前出生的皇子有几位？周岁22岁，那不就是当今的储君胞弟顺王吗？姨父再想想，可有遗漏的？顺王排行第8，暖儿，九皇之景王与顺王同年出生。还有吗？这个人最是有嫌疑。谁？离王。姨父为何说离王最有嫌疑？先皇在45以后10年未有子嗣，偏偏时隔10年就晚来得子，你说这不奇怪吗？素暖点头，确实诡异非常。阿九，我问你啊，前日让你去查的那个陷害单堂的幕后黑手，可找到了？爷，小的查过了，那日是天字号的惠民医馆将这名重症病人丢到单堂门口的。小的还查到惠民医馆背后的掌权人其实是太子殿下，不过太子殿下有没有授意惠民医馆做着伤天害理的事情，小的暂时还没有查出来。爷，今晚你就别去做梁上君子了，爷几晚都没休息好了。景王妃的安全，小的让暗卫盯着就是了。给本王盯紧点儿，可千万别出岔子。这傻子人缘不好，说不定想他死的人比想本王死的人还多。到素心向暖院，皇妃，你不是说皇上交给你的事情不用查，真相自己就会浮出来吗？为什么你今儿还要进宫去啊？多危险呢！听我，只怕事情真相还没有浮出来之前，我就已经一命呜呼了。所以，我还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来一个快刀斩乱麻，让对手措手不及，免得他们整日念叨着杀我灭口。对了，今晚保护工作做好。知道了，按你的吩咐，今晚我们偷偷去景王府的后院里睡觉，东西都备好了。有你们2个在，我真是省心多了。月黑风高夜，正是妖魔出没时。洪福站在素心向暖院的门口，如一尊雕塑一般巍峨不动。星武和素暖则在夜色中款款爬行。景王府的狗洞此刻正向他们大张着，一群黑衣人无声无息地蛰伏在素心向暖院的周围，淹没在夜色中。爷，王妃又钻狗洞了。他倒聪明，跑到爷的地里睡觉。刺客再嚣张也不敢动我的地盘。既如此，你们在这里守着，爷回去就寝了。一觉睡到自然醒，素暖觉得神清气爽，伸伸懒腰，侧头望着星武，不知何时变成了祸事无双的妖孽。
啊，殿下，你怎么会在这里啊？这话应该本王问你吧？这是本王的后院，本王在自己的府里待着有问题吗？我大概是梦游到这里来了。殿下，听说离王和绯色阁的那个群芳姑娘夜夜笙歌，你可有听说？哦，呵呵，本王还奇怪那群芳姑娘怎么突然销声匿迹了，原是被离王金屋藏娇了。离王公然抢你的女人，你不觉得倍儿没面子吗？依你看，本王该怎么办？要是我，就闯入离王府，当着离王的面抢走心上人。倘若他敢阻拦，当头给他一刀，直接阉了他，让他这辈子都没法跟你抢女人。景王眉眼抽了抽，心有余悸地望着素暖。这傻子不仅要闯离王府，还要离王见血，这用意何为啊？不如去看看。你说的对，本王的女人，本王就该把她抢回来。侍卫呢？怎么守门的？我说景王，这是我的王府，你怎么跟进了自己家门似的呢？本王可没有进过你的王府啊！皇叔不是不想进皇室的家门，是没那个本事进得了。你，方素暖，前些天本王求你来给本王的爱猫看病，你推三阻四，怎么今儿不请自来了？王爷，你看不出来素暖是被逼的吗？哼，说吧，有何贵干？我听有人说你把本王心爱的女人给藏起来了，可有这回事？心爱的女人？哦，莫非你说的是绯色阁的群芳姑娘？提到那个群芳，离王全身打了个哆嗦。那群芳看起来冰清玉洁的似一个大美人，万万没想到，当他和她温存时，才发现他竟然是个男人。皇侄要找群芳，跑到我离王府来做什么？本王对那个花魁可没兴趣。景王嘴角轻笑，看来这智障总算聪明了一回，应该是窥探到群芳的机密了。看来九皇叔成功抱到美人归了，恭喜恭喜啊！皇侄，你是不是一早就对美人用了强？你以为本王跟你一样粗暴狂野？皇叔，你为什么永远学不会动脑子？素暖听这二人一唱一和，言谈里却都对群芳弃之如敝履，心里纳闷万分，怎的忽然态度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呢？之前这两人可是抢群芳抢得面红耳赤的，现在又互相谦让至此了，有问题。你有见过大理的女人有像群芳这么挺拔的女人吗？虽然身高是高了点儿，但是仅凭这个就做出断定，还是有失偏颇。我大理女人即使活得像我旁边这位邋遢不修边幅，可是你见过哪个女人没有耳洞呢？一箭双雕，狄王和素暖同时气得够呛，前者被骂智障，后者被嘲不修边幅。不过素暖的愤满却被景王话里影射的深意给彻底震惊住了。这妖孽的意思是群芳姑娘是个男人，所以这两个争风吃醋的男人之前抢的是一个男人，然后发现真相的他们，所以相互嘲讽，对群芳弃之如敝履。大理国两个最他妈神气的皇子，竟然差点被断袖之癖了。傻子，你竟敢嘲笑九皇叔和本王，该当何罪？对不起，殿下，小的再也不敢了。本王今日若是不罚你，日后你定无法无天，闯下弥天大祸。你说，本王该怎么罚你呢？殿下饶命啊！小的再也不敢造次了。别说本王没有给你机会，你看到墙上的箭靶没有？去抽10支箭，倘若能中红心5箭以上，本王便饶了你。这不是天赐良机吗？他正愁没机会下手呢，这个妖孽竟然给他10次机会，10次机会，他不信他让离王见不了血。第一支箭，素暖故意射得很偏很偏，但是离离王和景王却十分的远。第二支箭，素暖装作十分认真的模样，双脚在原地跳了跳。景王和离王都看傻了眼，投箭就投箭，跳得这么起劲干嘛呀？傻子，
你身上有跳动吗？景王大喝一声：“不就是要取点智障的血吗？至于这么畏首畏尾吗？”素暖受到了惊吓，手里的剑倏地投出去。风素暖，你竟敢谋害本王！九皇叔，你没事吧？哎呀，疼死本王了！风素暖，本王要杀了你！不就是一点皮肉之伤吗？粗暴地拔了离王手臂上的剑，转身递给素暖。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去打水来？我明白了，你今日来就是来要本王的命的，你不知道轻点吗？我可是你的亲皇叔啊！皇叔言重了。素暖拿着渗血的剑，折断剑头，装进袖珍瓷瓶里，然后小心藏好，便匆匆离去。他必须尽快完成血型鉴别实验。好在有景王在，及时安抚着离王的情绪，所以离王府并没有人通缉他。素暖畅通无阻地出了离王府，狭长的巷道里，一抹黑影如巍峨雄山伫立在素暖的面前。又是你！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认识？面具下，倾城绝世的脸露出激赏的笑容来。你想阻止我调查离王？你要么是离王的食客，要么就是和离王走得特别近的人。依我看，你气度不凡，自然不会甘心屈居人下，所以我更相信这后面一种答案。你无心伤我，既如此，你回去吧。今儿就算打得天黑，你也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人的唇角勾出一抹邪笑，他太捐狂，一般的凡夫俗子还真是奈他不了。可是他小觑他了，他又岂是泛泛之辈？踢起一颗小石子，石子不偏不倚，径直打在素暖的中府、云门2个穴位上。立刻一阵酥麻窜入四肢百骸，素暖已经完全动弹不得。黑衣人向着素暖大踏步而来，然而说来，当他伸手搀扶素暖站起来时，一只钳子般的大手豁地挡在他的前面。黑衣人调转身飞速离去。景王殿下一脸心悸地望着素暖，若是他来迟一步，真不知道那个人会对素暖怎样。他太了解他，他就是那种为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为什么不早点来？早点来帮你对付他，傻子！一天利用本王2次的人，你可是第一个。殿下，今天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改日请你喝酒。本王没有喝花酒的那些不良爱好，不如你来我的府上，帮我刮痧拔罐，如何？好啊。景王知他着急离去，不再刁难。素暖脚步匆匆，几乎一刻不留地回到自己的府邸。然后等他伸手去掏藏在腰带里的瓷瓶时，才发现瓷瓶不翼而飞。唉，白忙活一场。晚膳过后，景王府的果烟来到素心向暖院。是不是你家爷邀请我过去给他刮痧的？正是。不去，你去告诉他，我的事儿没办成，他今天的忙白帮了，所以我说的话别当白说了。殿下说，姑娘若是不去的话，他就把景王府的狗洞给堵了，并把蛰伏在院墙附近的暗卫给撤了，让姑娘好自为之。我操！谁他妈稀罕的景王府的狗洞啊？爱堵不堵，悉听尊便。还有院墙附近的暗卫，赶紧他妈的给老娘撤了！他想监督老娘吗？王妃，景王府的狗洞不能堵，暗卫也不能撤，否则素心向暖院朝不保夕。看到洪福郑重其事的提醒他，素暖这才恢复了一丝丝理智。现在的他是众矢之的，假皇子一派会阻止他查出真相，会千方百计杀他灭口。敌在明，他在暗，防不胜防。若不靠景王府那块宝地庇佑，他可能真的会命丧黄泉。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你去告诉你家殿下，就说小的马上就来，我去准备刮痧的物件。明泽殿。怎么才来？殿下要刮痧，下次记得来我素心小院，我那里刮痧拔罐的物件齐备，这样才能给殿下提供最好的服务。还有，殿下，晚上刮痧不好，上午是人体气血生发之时，刮痧有利于气血通畅，下午晚上到了气血闭藏的时候，刮痧起效甚微。哦，既如此，今晚便不必刮痧了。既然你不刮了，那我先回去了。站住！殿下还有什么吩咐啊？过来，本王有话问你。殿下，你想问什么？那日父皇召你入宫，并非让你为他诊病的，对不对？皇室血脉不纯，是不是？素暖暗惊，这个人太可怕了。他自认为今日的表现，他掩饰的天衣无缝，可是这妖孽竟然还是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最有效的讯息。看来本王猜对了。素暖淡笑不语。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论谁说出口都可以，唯独不能是他，否则皇上会治他欺君之罪。景王脸神略微黯然，这个傻子倒是忠君，他知道不知道，他才是这个世界上对他最没有威胁的人。自从认清自己的心以后，他就巴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送给他，可是他却防备着自己。傻子，你今日在离王府，不只想取离王爷的血，也想取本王的吧？天下什么都知道，何苦为难素暖？傻子，我只是想保护你。你们天家的人就是爱欺负人，你们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这些小人物拒绝不得，被迫接受使命吧，还不能行差就错，否则小命不保。好了，你不想说，本王便不问了，好不好？素暖红着眼眶，怔怔地望着他。原来这妖孽吃软不吃硬啊！本王提醒你，今日的刺客是大凤帝国的太子，他学历8重，医毒双绝。听说他的父母很是传奇，他从他的父母那里学到了许多神奇的本事。他既然盯上你了，你日后就得特别提防他。此人男生女相，亦正亦邪，可以妩媚之颠倒众生，也可以霸气之威慑四海。殿下，那个大凤太子和你比起来，谁厉害？本王灭了他的国家，你说我们谁厉害？如果你不怕的话，今晚就期在这儿了。谁说我怕了？不怕不怕，那请回去吧。竟然睡在了一起。是的，皇奶奶。唉，看来哀家原是棒打鸳鸯了。既然郎有情妾有意，哀家就收回成命。不过凤素暖行为有偏差，自然是不能再担嫡妃一位，暂且就留在景王府为妾吧。过些日子，等风头过了，哀家再想办法扶正你，如何？多谢皇奶奶恩典。你既然是景王的妾，就当以色刺人，让男人过得舒坦，日后别再像从前那般任性妄为了。哀家今儿先回去了。太后，小的还有话说。笑什么？哼，傻子，你再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膳食，景王喜滋滋地吩咐阿九：“去，把天香殿清扫一下，本王的小妾要入住里面。”谢你个头啊！老娘的婚事老娘自己做主，凭什么被他摆布啊？他又没生我没养我，不过就是投胎时运气好了点儿，当了太后就可以随随便便摆布别人的命运吗？傻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你们皇室的人
不是动不动就抄别人的家，灭别人的族了吗？让他抄吧，让他灭吧，反正郑国府也容不下我，我跟他们一起下地狱，岂不更好？你宁愿死，也不愿意做我的妾，是不是？素暖一愣，其实只要他是真心只爱他一人，做他的妃和妾，他都不介意，他就是不喜欢被太后摆布。不过素暖此刻也懒得跟他解释了。本王自作多情了。阿九望着失魂落魄的景王，再望着气急败坏的素暖，这两冤家碰头准吵架。傍晚时分，冷清多日的天香殿又恢复勃勃生机。主子，厨膳房说没有食物供给天香殿，说是上头没有发话，他们不能做主。想必是殿下还没有来得及吩咐下去。不妨，青武，你去一趟明泽殿，告诉殿下我们已经入住天香殿了，让他传话下去便可。诺。不一会儿，青武满头大汗的回来了。主子，殿下出去了，不知何时能回来。不就是不给吃的吗？还能饿到我们的肚子啊！青武、洪福，带上银子，我们去外面吃好的，喝好的。帝都街角的天下第一席，人满为患。且说那人生就帝星之相，又有紫微星高照，文曲星辅助，自出生之日起便被诸国君王猎杀。好在少年拜了一世外高人做师傅，这才平稳过了10年。10年后少年出道，真是锋芒毕露，谁与争锋？只是可惜呀，出道之至便闻父皇母后殉国的消息，惨痛不已的少年从此一个人走上了复国的道路。20年卧薪尝胆，终于收复失地，一统天下。哎，你说的可是前朝大凤皇帝凤景巡啊？说书的，你竟然把前朝的事拿到天子脚下来说，你想造反吗？前朝，哼！如今的大理可是大凤的藩国，大凤是大理的主子，怎么说是前朝的事？大胆！大堂里，几个官兵拔出佩剑，向那说书人刺去。那说书人穿着素衣白裳，头发花白，胡须很长，却十分飘逸，看起来竟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气质。那几个官兵刚走近说书人，那说书人便提起地上的方凳，套住同时刺来的几把利剑，然后旋转方凳，几把剑便从官兵手里小脱下来。好！素暖拍掌喝彩，他藏着尊老爱幼的心思，生怕老者吃亏。如今看他反客为主，不禁为他开心。小姑娘心肠不错，这个东西送你了。随即解开腰带里的香囊，抛给素暖。回到天香殿，如香囊，里面装着一颗琥珀，里面封存着一滴可以流动的血液。素暖最近对血液十分敏感，因为他奉皇上之命调查皇室血脉的问题。这滴血在这个时候出现，究竟是何用意？在透明的琥珀上竟然隐隐雕刻着几个字。素暖默默记下这几个字样，压箱底里藏好，可千万别被人给发现了。更时分，素暖正酣然入睡，却听到阿九猛然拍门的声音。阿九，小主已经睡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吧。爷出事了，情况危急。阿九，带我去。哎。素暖一眼瞥到躺在床上毫无生气的景王殿下，到底怎么回事？阿九，素暖本以为致命要害在心口的伤势处，然而仔细查看后才知道伤口并不深，好在剑伤没有伤及心脏，皮外伤无大碍的，只是喝了许多酒，胃黏膜受损，胃出血了。小主，这严重吗？放心吧，没有性命之忧，只是日后的饮食切忌辛辣。告诉我，你家爷昨日是不是因为我才闹的性子？阿九微怔，那一瞬间很想点头，可是又担心爷醒过来后臭骂他一顿。小主，小的不知。唉，我去给他熬药。
算是赔罪吧。翌日一早，今日殿下的早膳就交给你们了。记住，殿下的早膳一共是18道餐点，4道果点，辰时就得给明泽殿端过去。妈蛋，他是猪吗？吃那么多？小主，怎么办？18道餐点，时间这么短，怎么做呀？我有办法了，洪福，你去准备4道果点，这18道餐点由我来做。洪福将信将疑的离开。等洪福回来后，望着18盘餐点，顿时瞠目结舌。这样也成啊！明泽殿，靖王坐在石案前，阿九拿着筷子，皱着苦瓜似的脸瞥向爷，内心是无比抗拒的。爷能不吃吗？爷却吃得津津有味，瞥着无动于衷的阿九，不吃午膳，晚膳就都别吃了。爷，这硬度都可以打狗了，你不觉得很香吗？阿九懵逼，这也叫香？是有点香。战后，萧月来到景王府，打着来找景王的旗号，却偷偷的找到素暖。妹，我爹我娘希望你抽个空去萧府一趟，他们有事找你商量。看到萧月脸上痛惜的表情，素暖已经猜到7、8分了。想必是他们知道他现在的日子艰难，想要认回他这个女儿，日后好光明正大的给他撑腰。可是他如今身陷囹圄，又怎忍心在这风头浪尖的关头去认他们呢？认了他们，反倒连累他们。我知道了，你告诉姨父姨娘，素暖虽然贬为家奴，但是日子过得还算舒坦。景王不是残暴不仁的人，对下人也算仁慈，让他二老勿念。若是遇到什么难事，千万别一个人扛着，只要你一句话，萧府永远是你的后盾。我知道了，萧月大哥。今晚父亲去离王府替你完成使命。不可！别担心，父亲权力8重，进离王府如过无人之境，不会被发现的。父亲让我转告你，他弄到手以后，你尽快到萧府来一趟。素暖泪珠如断线的雨帘落下。他虽然不知道为何萧家当年遗弃了他，可是就凭他们对他的挂怀，他就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别有一番洞天。他们必然是在十分无奈的情景下才会做出这样的抉择。在这个夜晚，一道黑影推门闪入离王的寝殿内，而黑影倏的一闪，手里剑光一闪，便向离王砍来，几乎是一招制敌。有刺客，快来人呐！黑影似乎有些慌乱，提着滴血的剑夺窗而逃。然而一个戴着银色面具，穿着黑色锦袍，提着绝世宝剑的男人截断了他的去路。两抹黑影如云卷云舒，在黑色的夜空中展开殊死绝杀。景王府，半睡半醒的素暖忽然从床上弹坐起来。不好！小主，你怎么了？你立刻去一趟离王府，帮助萧炎大将军对付那个戴着银色面具的刺客。记住，不要恋战。洪夫闻言，服从性的点头，迅速穿上夜行衣，提起宝剑，悄然出府。一个要杀本王，另一个要帮本王，这2个人的身份，本王都好奇的很了。这2人权力都在本王之上，本王就坐山观虎斗，等他们两败俱伤了，本王就坐收渔人之利。忽然进入视野的一抹黑影，让离王婴童骤然缩紧。他又是谁？王爷，这2个人尚且可以保持平衡之态，这多出来一个人，也不知他是帮哪边的。他这一出现，这场决战很快就会失去了平衡。要不我们也出手？不，这些人本王一个不识，本王不趟这趟浑水，保持实力才是上策。萧炎本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历来遵循速战速决的原则。当有人相帮后，萧炎瞥了眼染血的宝剑，目的达成，生了去意之心。萧炎趁势飞走。洪福见状，转身没入了夜色中。你是谁？那人瞥了眼，伸手去摘面具，
这个举动反而让离王惊讶非凡。你是群芳？离王爷，你再看看，我是高丽的四皇子凤离月，怎么变成群芳了？哦，对，你是离月公子。加上这一次，离月公子已经帮了本王2次了，本王感激离月公子的仗义相助。只是本王心里存疑，离月公子是高丽四皇子，而我是大黎离王，你我各为其主，本是不同阵营的人。本王实在想不明白，离月公子为何对本王如此厚爱。你好好想一想，最近是不是有人接二连三的让你进去？不错，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王爷，你关注的重点好像错了。他们想对本王干嘛？大黎皇室血液不纯，他们大概是怀疑到你的头上了。怀疑我？本王怎么可能是假的呢？他们真是异想天开。我就说景王和凤素暖故意演的那一出拙劣的表演，原来藏着这么个目的。让他们查吧。本王啊，身正不怕影子斜，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离王爷，世事难料，离王爷多长一个心眼吧。怎么说走就走？不留下来聊聊？暖儿，这剑上沾着离王和刺客的血迹，还能用吗？可是一个戴着银色面具、穿着黑色锦袍的人。你怎么知道？景王殿下说，他是大凤太子。我们上次出手也遭到他的破坏。如此看来，离王和大凤太子定然有勾结，离王的反心昭然若揭。兴许有用。这一晚，素暖忙碌到天明时分。大功告成后的素暖喜滋滋地回到了景王府。素暖不知道，此刻景王殿下正饥肠辘辘地候在石案前，等着他的早膳。爷，作为萧炎大将军去了一趟离王府，若不是大凤太子居若雪阻止，萧炎大将军提了血剑就回府了。阿九，你说萧家2位公子怎样？风雅翩翩，温润如玉，乃人中翘楚。跟本王比呢？爷，这没法比。他们是人中翘楚，爷是凤毛麟角，人中龙凤。本王原本以为那傻子爱慕萧家兄弟，所以和他们刻意走得近。昨晚萧炎大将军竟然为了他不惜冒犯离王府，看来那傻子和萧府根本不是儿女情长这么简单的事情。阿九，本王要你亲自去查，那傻子究竟和萧府有何渊源？上，素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从床上爬起来，头晕得十分厉害，胸闷。素暖捂着心口，正纳闷他这么大的举动怎么会没有惊醒青武、洪福2个丫头。等他转头去看他们时，发现他们脸上红润，睡得异常香甜。素暖倏地惊醒，他明明出了一身冷汗，可为何身体感觉到如此燥热？抬眸发现除膳房已经浓烟滚滚，烈火焰焰。青武、洪福，你们快醒醒啊！快醒醒啊！素暖无助的大哭起来。我求求你们，快醒过来！你们这是怎么了？那一刻，素暖集结着所有的力气，拼命的去拖青武，拖不动，又去拖洪福。火势乱窜，火苗扑在脸上。素暖跌跌撞撞的将被褥子掀下来，费了9牛2虎之力才拖到水桶旁，用积存的水湿润了被褥，然后盖在青武、洪福身上，看着他们安睡的容颜如婴儿一般安详。素暖的手握紧成拳头，指甲陷进了肉里。今日的晚膳是青武、洪福做的，他根本没有怀疑有诈。好在他今日情绪低落，吃的极少，所以此刻还能保持微弱意识。此刻看到被火海包围的除膳房，景王殿下的脸上倏地苍白如纸。爷，这是千金之躯啊！就算要救凤姑娘，就让小的去好了。阿九蒙头钻进了火海里。爷，我求求你快出去，这太危险了！怎么会这样？殿下怎么能进去呢？
他若是有个3长2短，我这还有活路吗？公主，下令救火呀！景王在水缸旁找到昏迷不醒的素暖，然后抱着素暖腾空飞出火海。阿九跟着进来了，看到床上的青舞、红拂露出双脚，径直裹起2人，施展上沉旋力飞了出去。何太医来的时候，素暖依旧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中。何太医替他把脉时，素暖手背上密密麻麻的牙齿印惊呆了在场所有人。他以这种悲壮的方式强迫自己保存一丝意识，他是医者，知道在火苗中如何保护自己。若不是身上及时得到水的补充，适时散发烈火带来的高温，只怕凤姑娘早已小命不保。都怪我，明知他不善出膳房的火，偏偏去为难他。此刻，景王心里想的，那场火灾也不过是素暖他们失足不慎造成的灾难。次日下午，素暖才悠悠然地苏醒过来，看到景王闪过一抹寒光。同样的食材，为何偏偏他没事？你醒了，要喝点水吗？素暖点头。景王转身时，猝不及防的脖梗一抹冰凉。素暖爬起来坐着，扳指的锋利齿轮抵在他的颈椎大动脉处。你想做什么？看不出来吗？我要杀你！杀人不过头点地，能让我知道原因吗？同样的食材，为何我们吃了有事，而你吃了却没事？景王的眼底射出一抹嗜血的寒芒，他万万没想到这场火灾不是偶然，而是人为。说你傻还真是傻，我若是想你死，随便找个借口便可以刺死你。你不过就是一个家奴，值得我用一个除膳房换你一条命吗？太抬举你自己了。素楠想了想，好像他说的也有道理啊。忽然有些尴尬，松开扳指，收拢齿轮，窘迫的不敢直视他。傻子，我还是那个愿意为你提供遮风挡雨的景王，永远都是。能给我点水喝吗？景王端起碗，小心翼翼地喂他。他能接受他的水，至少说明他们的关系还没有恶化裂变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傻子，别对我那么没信心。素暖微微错愕，只觉更加羞愧。阿九急冲冲地奔进明泽殿。爷，红福和青舞姑娘在外面。阿九，宣他们进来。诺，两位姑娘请进。小主，都是奴婢的疏忽，才惹了这么大的祸端。青舞，你把刚才未说完的话说完了。昨日给我们送食材的小哥是一个新面孔，青舞从未见过他。他送食材来的时候，奴婢还十分诧异，可是他自己解释起来，说是往日送食材的小李子生病了，让他代劳。奴婢不疑有他，所以就用这食材做了晚膳。素暖望着景王，食材有问题，为何这妖孽没事？红福和青舞在素暖冷冽的目光提示下，也疑惑不解地望着景王。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怀疑我吗？你们身陷火海，是殿下和小的奋不顾身成运气把你们给救出来的。你们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把爷的一片好心当做了驴肝肺。实话告诉你们吧，昨天爷根本就没有吃你们准备的晚膳，吃了几天你们做的膳食，爷的胃病都犯了。不是硬的可以打狗的18油炸餐点，就是腻的冒油的一大盘猪食肥肉。也只有殿下才容忍得了凤姑娘这么肆无忌惮的冒犯。你们不就是仗着爷喜欢凤姑娘，才这么胡作非为吗？一席话说得青舞红福羞愧地低下头。阿九，你去查一查，昨天的食材是谁送进来的，顺藤摸瓜，本王一定要找出这幕后黑手。哼，好好的景王府，绝不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好好的景王府，绝不是藏污纳垢的地方。诺。素暖望着景王，这才发现他的脸色有些苍白，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他的手一直捂着他的肚子。
你怎么了，殿下？素暖强制性的将他的手拽到自己面前，替他把脉，脸色逐渐凝重起来。他的脉搏好虚弱呀，想必生病不是1天2天的事了。素暖鼻子酸酸的，想到他拖着病体去火场救他，还要熬夜守护，眼眶就湿润了起来。我没事，这点痛不算什么，倒是你，给本王好好的休息。等你恢复元气后，本王的膳食还由你负责。你就不怕我的黑暗料理毁了你的身子啊？本王不怕，本王害怕吃不到你做的菜。阿九的眼珠子瞪成铜铃似的，爷这是开窍了，情话说的肉麻兮兮的。这天下的女人，哪个听了爷这样说情话，不会投入爷的怀抱呀？凤姑娘就算是铁石心肠，也该被融化了吧？阿九仿佛看见自己的曙光即将来临，只要这2冤家冰释前嫌，和好如初，爷这变态魔人的性格才会好转吧。星武，给我晚饭，扶我回去吧。明则殿留给殿下休养身子。他这话一出口，明显感觉到一屋子的人神色都有些紧张。素暖的脸略微有些烧伤，这是景王殿下最怕他面对的问题。然而素暖刚苏醒过来，就嚷着要晚饭，要回自己的院子。轻舞红拂无助地望着景王殿下，他们和景王的担心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害怕素暖看见自己受伤后结巴的脸无法接受，做出失智的冲动行为来。傻子，和太医说了，你大伤元气，不宜走动，你就在明泽殿里好好休息，本王去书房休息片刻。素暖愣愣地望着他，他自己就是医者，难道还不知道病者多走动利于病体康复的道理吗？除非他的情况特别不乐观，他乃健全之身，他们为何不让他走动？莫非伤不在腿上？与火苗接触最多的地方当然是脸上了。素暖的手便附上了自己的脸庞。轻舞，拿铜镜过来。轻舞摇头如拨浪鼓。素暖心里一沉，莫非真的是面目全非了？傻子，你要知道，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不是外表，而是美丽的心灵。素暖倒吸一口气，连心灵鸡汤都用上来了，看来情况不容乐观呢。去吧，素暖再次请求道。景王无奈，朝轻舞点头。轻舞慢吞吞地取来铜镜，素暖望着铜镜中的自己，然后愤满的目光扫过众人。我操，他们把他吓惨了，结果呢，就是轻度烧伤，只需要用点中药膏擦一擦就能恢复的皮外伤。不知道他们在担心啥。傻子，其实你以前比现在丑多了。本王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你衔着口水，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衣裳，跟孔雀开屏了似的，追着本王喊夫君。哼，那时候你外表正常，内在就十分吓人。起码现在你精神正常了。可对外宣称过我的病情？小的还没来得及宣传出去呢。能暂时秘而不宣吗？如此，秘而不宣。管他是何用意啊，只要他开心，他就可以放纵他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景王只是好奇地望着他，这傻子看到自己烧得惨不忍睹的面容后，不但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反而还挤出一抹诙谐的笑容来。啊，爷，你且去休息吧，凤姑娘已经无大碍了。傻子，去吧，回头我给你做晚膳去，你记得吃。目送着景王离去的背影，素暖柔软的目光忽然沉了下来，眼底漫出一抹碎毒的寒气。玉硕，该我还击的时候到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景王府除膳房着火的事情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太后老人家的耳朵里。太后，景王府除膳房着火，凤素暖和他原来的2个奴婢被困火势中，听闻是殿下和阿九不顾生命危险，
亲自冲入火海里，把他们给救了出来。如今凤素暖尚且留在明泽殿，生死未卜，而殿下去了书房就寝，此事透着怪异呀。什么？殿下竟然为了一个家奴，亲自冲入火海里去救他？哀家实在不明白，这凤素暖是景王自己贬谪为奴的，他怎么还对他念念不忘呢？太后，如奴婢说句实话，殿下和凤素暖只怕是郎有情妾无意。那玉侧妃想必是得了你的授意以后，对除膳房动了手脚，可是手段着实不高明。此事若是被聪慧过人的景王顺藤摸瓜寻到太后这儿，只怕会影响景王殿下和太后深度的感情啊。凤素暖安然无恙倒也罢了，若是有个闪失，以景王殿下不依不饶的性格，老奴就担心太后和殿下产生了隔阂。在这非常关头，这可是大大的不妥呀。孙嬷嬷，你说的对，在这非常关头，哀家不能与殿下产生裂痕，只有这样才能共度难关。孙嬷嬷，你说哀家该怎么做呀？太后，何不以除膳房无辜着火为由，治凤素暖一个失职罪？也可以顺当考察一下殿下对那凤素暖的感情。倘若殿下不闻不问便好，太后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了结了他的性命。倘若殿下护得厉害，太后娘娘就给他一个活命的机会，把他捞进宫里，放在眼皮底下，岂不安心？甚妙。景王府，素暖穿着白色的袍子，披头散发，悄然地来到清河殿。玉硕，你害我小命，还我命来！有鬼，有鬼啊！玉硕，你还我命来！姐姐饶命，姐姐饶命啊！不是我害的你，不是你还有谁？你在我食材里下了迷药，让我活活被大火烧死，我的腿也被打断了，你赔我一双腿来！姐姐饶命，小妹也是受人之托，实属无奈呀。说他是谁？小的不敢说呀。不说呢，那就用你的命来偿我的命。玉硕，拿命来！素暖忽然荡入玉硕的面前，玉硕呐呐道：“是，他。”整个人双眼一翻，就晕死了过去。素暖匆匆回到明泽殿，琢磨着那玉硕昏厥前透露的一个太字究竟是何意思。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太后。可是太后若是要杀他，何必大费周章借刀杀人？他已经沦落为奴，杀他不需要这么费事啊。除非他杀他还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理由？难道是因为太后害怕他查出皇室里血脉不纯的人？这种揣测让素暖感到前所未有的惊慌。翌日，素暖还在睡梦中，太后却一脚踢开了明泽殿的大门。怎么是你？殿下为何不在明泽殿？素暖暗忖，你明明知道殿内栖息的人是我，才故意那么大力的踹开门。倘若是你的宝贝孙子，你会这么粗暴的对他吗？奴婢见过太后娘娘。哀家听说，因为你的失职，景王府的除膳房给烧没了。此事可是真的？道听途说，半真半假。那你说给哀家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除膳房确实着火了，但是着火的原因并非奴婢失职，乃是有人蓄意陷害。你说有人蓄意陷害你，可查出来那人是谁吗？素暖直勾勾地望着太后，没说话，眼睛里带着迷之微笑。太后更觉心虚，孙嬷嬷忽然清了清嗓子，递给她一个狠厉的眼色。太
太后敛了敛心虚的神色，正色道：“大胆奴才，莫非你无凭无据的，只是想推卸责任？奴婢有证据，把证据呈上来，还请太后宣出膳房购买食材的小李子上来。”选等待的空隙里，太后端详着素暖那张疤痕密布的脸，只觉丑陋无比，心里忽然觉得宽慰。兴许他变丑了，景王对他的心变淡了。然而小李子没有来，来的却是他的宝贝孙子景王。孙儿见过皇奶奶。太后儿，快过来给皇奶奶看看。听说你冲进火海里救人，可没烧着你吧？皇奶奶，你看孙儿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见素暖还跪在地上，景王心疼素暖，径直替素暖求情起来。皇奶奶，你冤枉素暖了。除膳房无故着火，小李子被谋害，这里面必然藏着天大的阴谋，还请皇奶奶不要受害者含冤。这凤素暖若真是受害者，哀家断然不会罚他。只是你可抓到了这纵火的凶手？他可曾供出这幕后主使人？孙儿已经查出，指使这纵火案的幕后主使，正是清河殿的玉侧妃。皇奶奶，你怎么了？你皇奶奶自你成亲以后，就日夜为你操劳，这不，好好的身子也垮了，昨儿还咳了整夜。都是孙儿不孝，让皇奶奶替我操心了。说哪里的话呀！你是哀家一手带大的，哀家不为你操心，还能有谁为你操心啊？素暖静静地望着他们，情真意切，太后真情流露。若是事情如他猜测那般，太后为保护自己心爱的皇孙，诛杀素暖是最明智的选择。既然你与纵火案无关，哀家也就不为难你了。这时，孙嬷嬷忽然跪在景王殿下面前，老身斗胆向殿下讨个人情。老身听闻凤姑娘医术惊人，就连宫里的太医们也自愧弗如。老身斗胆向殿下讨了凤姑娘去，能不能请凤姑娘为太后凤体精心调理段时日？待太后康健后，必然将凤姑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本王不同意。素暖的性子哪适合待在深宫大院那种阴诡密布的地方啊？殿下反应过于激烈，惹得一屋子人都愣愣地望着他，护犊情深溢于言表。皇奶奶身体欠安，孙儿可以亲自带着素暖晨昏定省，也不耽误诊治皇奶奶的凤体。不知皇奶奶意下如何？太后面露疑色，素暖瞥了眼太后，她的脸景王殿下，她的脸上带着不可撼动的坚定。素暖心里微微漾起一圈涟漪，在她看得到的地方，她尚且如此执拗地跟太后僵持不下。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不知道又有多少矛盾冲突。此就让他也为他做一次。奴婢愿意听从孙嬷嬷的意思，留宿宫内，为太后凤体精心调理。儿子，殿下脾胃不好，素暖已经将食谱和药方交给金武了，殿下只需记得按时服药，清淡膳食便可。傻子，你可以选择不去，没有人能为难你。言外之意，即使是皇太后也不行。景王殿下也是动若悬明的人，孙嬷嬷分明就是故意找了借口，将素暖扣押在飞凤宫。凤素暖，你既然心意已决，本王便不再拦你。可是本王有几句话，不得不警告你一番。宫里看着心善的不一定是朋友，看着心恶的不一定是敌人。你可把你的眼睛擦亮了。胆敢愚蠢到让自己伤胳膊断腿的，本王定然拿你试问。本王遇神诛神，遇魔杀魔，也绝不轻饶对你不敬的人。前提是，你得有命回来亲口告诉本王，明白吗？一番话看起来是警示良言，其实也是为了杀鸡害猴。孙嬷嬷和太后的手心此刻都渗出细密的汗水。景王这是故意说给他们听的吗？他要让他们知道，
奉素暖在他心里的位置举足轻重，让他们即使带走了他，也不能对他为所欲为。素暖望着景王，眼眶微红。这妖孽看起来凶巴巴的，他对他的好也许一开始就是这样，凶巴巴的，霸道又专制，所以让他无所适从，起了反抗的心思。两个人最后渐行渐远。好，皇室血脉不纯，皇上捕风捉影，却主宰了多少人的命运沉浮。狄王重金请来了薛神医。还请薛神医别见怪，本王请神医过来，乃是心里存疑，还望神医替本王释惑。王爷请讲，小的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近日宫里传来消息，皇上怀疑皇室血脉不纯，薛神医乃宫里3朝元老，想必最是清楚其中的内情吧。薛神医知道什么，只管道来，本王绝不为难你。王爷想必是听见了什么风声，才来询问老朽的吧？实不相瞒，正是如此。本王才请薛神医过府一叙，解我心中疑惑。王爷既然问到老朽了，老朽便说上2句，希望王爷心里有了答案以后避祸才行。先皇患有先天不足之症，身体一直不算康健，因此先皇并不醉心于儿女情长，后宫妃嫔鲜少得到他的宠幸，自然所生的子嗣也不多。先皇年纪大了后，经常将百善孝为先挂在嘴边。先皇说他的子嗣不多，对不住祖宗，日后去了阴曹地府，无颜见他们，所以反而是到了晚年后，先皇纳了许多妃嫔，夜夜笙歌。可是却不见妃嫔们的肚子里有动静，唯独你的母妃竟然怀孕了。先皇高兴得不得了，他还对老朽开玩笑说他老当益壮。薛神医，依你看，我父皇当时的身体情况能生下我吗？先皇那时候的身体已经是每况日下，非常糟糕，按理说是不太可能生出孩子来的。薛神医可曾怀疑过，本王就是那血脉不纯的皇子？老朽不敢妄断。薛神医，你可知我母妃是因何而故的？你母妃生下你之后，皇后娘娘便指证你的母妃与人通奸，皇上怒不可遏，下令将你母妃和那位奸夫斩首示众。还是皇后娘娘为了顾全皇室颜面，最后将你的母妃和那位奸夫秘密处决了。狄王遣人送走薛神医，而他自己彻底的瘫软在椅子上。他的出身竟然带着如此不光彩的色彩，难怪父皇没有将皇位传给盛世风华的他，而是传给了平庸无能的当今圣上。公子亲口告诉小的的。狗头，你说那离月公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本王？小的不知，你好好想想。王爷，离月公子会不会就是那个男生女相的群芳啊？本王也觉得他们是一个人，离月、群芳，这2个人似乎都是毫无条件的愿意为我所用。你说这是为什么？小的不知。你当然不知道，本王告诉你吧，皇室里那个血脉不纯的人就是本王。王爷，你现在知道了吧？那个离月说不定是我流落在外的兄弟呢。我母妃偷人生下的我，太后并没有处决我的母妃，仁慈的太后定是将她打发出宫了，要不然我的亲弟弟怎么会找上门来？真是可悲可笑啊！本王辛苦一场，原来都是泡影。皇帝的宝座永远都不可能是我的了。本王的出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笑话。王爷切莫泄气，只要王爷振作精神，好好权谋一番，何愁大事不成？你说的对，就算本王是假的，
只要夺得皇位，成者王，败者寇。哼，谁还会在乎本王的出世？那是当然，只是为了谨防万一，王爷需要在成事之前杀掉所有知道真相的人。真相来得越晚，王爷筹备的时间会更加充分，所以那血神衣，王爷留不得，千万别留下蛛丝马迹。诺。皇宫，素暖在飞凤宫待了几日，除却日子有些单调乏味外，倒也过得十分平静。经过这几日的观察，素暖发现太后虽然没有咳嗽的毛病，然而经常犯头痛病，偶尔天旋地转的发作，着实害人。素暖猜测，太后老人家应该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慢性病，此病最忌动怒。太后，你的血压不稳，切忌动怒。还有，少食动物内脏、油腻食物，多食蔬菜水果，少食多餐，对稳定血压有益。哀家将你贬谪为妾，你可恨哀家？不恨。哼，哦，哀家不信。嫡妃可是荣光无限的主子，美妾再受宠，也不过是嫡妃的附属物，任凭嫡妃辱骂贱卖，毫无地位尊严可言。你真不恨？不论是嫡妃还是美妾，不过都是男人的附属物罢了。太后，素暖认为，尊严这个东西是自己给自己争取的，不争名，不夺利，以一技之长，能谋取生存的价值，最后还能服务于人，这是素暖的夙愿。太后听闻素暖一席话，震惊不已，第一次对素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可是没有功名利禄在身，没有高高在上的母族做支撑，仅仅凭借你的一技之长，你认为在这浮沉阴轨的皇室里，你能走得多远？生命或长或短，我能走多远，乃命也。至于母族，我不必依靠他们，相反，我想要强大到能用我的方式保护他们。素暖笑了起来，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萧炎大将军、萧夫人，还有萧月、萧南的面孔。只要想到他们，素暖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幸福。谁说她是没有母族支撑的弱势女子？哀家听闻你一席话呀，只是在想，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征服你这颗不羁的心？太后抬举素暖了。素暖想要的爱情，无非就是一世一双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罢了。乡野村妇的爱情不都是这样吗？莫非你宁愿做乡野村妇，也不做高高在上的皇妃？你喜欢那些让你风餐露宿的穷苦男人，也不喜欢能给你提供锦衣玉食的尊贵皇子。太后，素暖不是真正的傻子，当然也喜欢英俊潇洒、富有诗书气自华的伟岸皇子。可是嫁给皇子，意味着我要和许多女人分享一个丈夫。如果我爱他，希望他多陪我一天，便会被贴上善妒的标签。嫁给皇子，素暖有人老珠黄的一天。素暖对相公的情感会从感情变为亲情，可是高高在上的皇子们会轻贱这份亲情，他们会乐此不疲地寻找比素暖更温柔美丽的解语花。太后，原谅素暖，活得足够理智，足够清晰，在寻找爱情的路上不愿意将就，更不会凭头脑发热就将自己交付于人。那么景王殿下呢？你是要放弃他了吗？景王殿下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哪个女人见了不生几分喜欢？只是殿下从前有金屋藏娇，心有玉侧妃，素暖不敢做设想。丫头，你告诉哀家，你是不是也喜欢殿下？只是因为他娶了玉侧妃，
你才如此抗拒他的情谊，对吗？也不全是这样。太后，素暖能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吗？你说吧，哀家恕你无罪。殿下虽然无心夺嫡，然而殿下有经纬纵横之才，是做君王最合适的人选。常言道，功高震主，殿下的耀眼已经威胁到别人的前途了。试问殿下能高枕无忧地过安宁日子吗？就算殿下想，别人也不会成全他。久而久之，想必殿下自然就会明白一个道理：要想自保，只有将权力握在自己的手里。太后惊骇地望着素暖，想不到她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远见卓识。太后凝神细听，丝毫不忍打断素暖的谈话。唉，殿下倘若有朝一日做了帝王，素暖若是现在盲目跟着他，只怕将来悔之不尽，悔之晚矣。太后久久不能平静，只是想着素暖对景王误会之深，又替景王惋惜。他对他痴心一片，他却将他当作登徒浪子。哼，丫头，殿下金屋藏娇，另娶侧妃，不都是为了你吗？素暖不知太后娘娘的意思。你找个时间问问景王，便知其中缘由了。哀家今日乏了，先去歇息了。你也去歇息吧。这一夜，素暖辗转难眠。太后说那妖孽金屋藏娇，还有娶玉侧妃，皆是因为他，这是怎么回事啊？太后娘娘，你今日和那丫头谈得久了，身子也该乏了，去歇息吧。孙嬷嬷，那丫头的身上好像带着一股魔力，让人不得不喜欢。她真实不做作，没有那些名媛千金、阿谀奉承、谄媚的本事，活得自我洒脱。你说，哀家的陈儿怎么能不喜欢她呢？太后当年不也是这样的性子吗？人见人爱的活泼性子。若不是进了这深宫大院，怎么会变得这般深沉历练了？你说的对，那丫头比哀家更加独具慧眼，哀家就是害怕她执拗回归乡野，与陈儿分道扬镳，伤了陈儿的一片心呢。奴婢倒有一计。好，孙嬷嬷，你说，让他二人生米煮成熟饭，就算那丫头性子再野，有了这个事儿，只怕也淡了出逃的心。此事须得从长计议，可别弄巧成拙。诺。翌日，昨日与你推心置腹聊了一晚，你带给哀家的震撼太大了。以前，哀家以为你和其他女子一样不能免俗，活着的意义就是一门心思的攀高枝，为家族争取荣光。现在我才知道，哀家看错人了。你绝不苟且、不迁就的性格，哀家自然难为不了你。哀家只是在想，你一个弱女子，被卷入皇室的腥风血雨中，没有母族依靠，又不愿意委身做攀援的常绿藤，你该如何自保呀？素暖脸色渐渐失去了血色。太后说的可是血淋淋的事实啊！她纵使清高，想要独善其身，然而没有景王府的庇佑，也不知死几回了。想必太后娘娘已经知道皇上单独召见素暖的事情了吧？太后说的没错，自那日后，素暖隔三差五的会遭到刺客的袭击，日夜寝食难安。若不是景王府庇佑，素暖小命不保也。如此说来，景王殿下对你也算是有救命之恩。素暖，你可想过如何回报景王这份深情厚谊？无以为报。太后笑意盎然，心里的摇摆刹那间有了定论。抬眸示意远处的侍女，侍女端着玉托盘走过来，给她倒了一杯浓烈的玫瑰花茶。素暖嗅了嗅花茶，玫瑰花的味道。太后常有便秘，素暖嘱咐她多喝玫瑰花茶、银花茶。
不疑有他，素暖将他引进。这时，孙嬷嬷忽然急匆匆跑来。孙嬷嬷，怎么了？玉侧妃来过了，说景王殿下肠胃不适，疼得在地上打滚。殿下，太后娘娘让奴婢将凤姑娘亲自交到你手上。奴婢已经完成太后的嘱托，先行告辞了。傻子！瞥到素暖红霞满面，心里顿时划过一丝不祥的预兆，赶紧将素暖抱回了明泽殿。素暖如八爪鱼一般紧紧地抱着他，这对景王来说简直是一种非人的折磨。傻子！试图唤醒他，然而出口才发现自己的声音里更是饱含欲望。素暖贴上来，主动送上自己的丹果红唇，然而脑子里却回想着素暖那一句信誓旦旦的宣言：我宁愿死也不做你的美妾。他痛苦地闭上眼睛，倘若他趁虚而入，不知他清醒过来后会怎样的鄙视他。他不愿与卑鄙为伍，可是素暖需要解药，他只能任凭他对自己胡作非为。素暖悠悠然地醒来，侧头看见睡在自己旁边的清晨妖孽，昨日抵死缠绵的一幕载入脑海，每一个画面都是自己对他的欺负，而他呢，好像对他的所求无动于衷一般。死妖孽，不是说喜欢他吗？喜欢他能如此淡定到倒贴他都拒收的地步？傻子！干嘛？素暖白了他一眼，心里火气正大着呢。昨晚你欺负我了。欺负你了又怎样？谁让你不欺负回来的？昨晚又没把你怎么样。夫妻该做的都做了，你还说没把我怎么样？说吧，怎么回报我？我都不记得了。要是昨晚我们真的那个了，我肯定会疼啊。而且你看，这里干净着呢。看到洁白的床单上，没有落红，心里竟有些苦涩。服侍本王穿衣，这不好吧？常言道，非礼勿视。昨晚你看的还少吗？何止看了，还摸了，还啃了。我穿，不就是一块猪皮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傻子，你是不是活腻了？不好意思啊，殿下，你不是猪，我才是猪。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本王说？如果你是想对本王负责的话，本王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本王是有条件的。你想太多了，不就是睡了一晚吗？你情我愿的，难不成你要用我一辈子来负责吗？哼，得了便宜还卖乖。两人穿戴整齐地走出明泽殿，素暖看到木偶似的杵在门外的阿九，眼睛登时闪闪发光。小九，你过来，我有事问你。阿九仿佛被雷击了似的，呆若木鸡地望着自家爷。景王黑着脸瞪着阿九：爷，小的什么都没做啊。你怎么这般扭捏作态呢？和你家爷一样，跟个娘们儿似的不痛快。他竟然被人说娘们儿，还是自己喜欢的女人。看来昨晚的表现适得其反了。早知是这样的结局，他真该狠狠地蹂躏他。王妃，萧府的二少爷来找你了。别乱叫，我现在可不是你们的景王妃，我是景王府的家奴。景王就拉长着脸望着阿九：爷，小的查过凤姑娘和萧府的关系了，其实你犯不着吃萧家两位公子的错。哦，据说当年郑国夫人和萧夫人姐妹俩相隔3个月的孕期，生产的时候因为是年关，郑国夫人临近临盆期，所以请来了个接生婆。谁知偏巧不巧，萧夫人因摔了一跤而早产了。当时郑国府只有1位接生婆，为了方便接生婆同时为他2人接生，便把萧夫人和郑国夫人放在一间屋子里。先生出来的是郑国夫人的千金，后生出来的是萧夫人的千金。只可惜萧夫人的千金因为是早产，先天不足，不到2年便早夭了。你怀疑这2位千金在出生之时便被抱错了。王妃，萧府的二
你怀疑这2位千金在出生之时便被抱错了。小的找到了当年的接生婆，她说话支支吾吾的，神情闪烁。小的给了她许多金子，她见钱眼开，这才道出内情。有什么内情？快道来。这郑国夫人和萧夫人抱错了孩子，若是能将错就错，大概也不会有后面的事儿。偏巧不巧，这萧夫人是个慧心兰志的人，她发现自己家的女儿酷似凤瑟明小时候的模样，反而是郑国夫人的3千金像极了自己的2个孩子小时候的模样。萧夫人生了疑心，便找来自己的大姐商议，原本是想让这2位抱错的孩子各回各家，可是谁知道就在那个当口，萧夫人养大的女孩生病夭折，郑国夫人伤心欲绝，对萧夫人的失职更是恨之入骨。萧夫人也是纯善之辈，在母亲护国夫人的协调下，萧夫人被迫放弃收回女儿的权利，这才让自己的骨血在郑国抚养大。阿九讲到这里，惊觉景王的脸色十分煞白，因为愤怒而拳头紧握。若是郑国夫人能善待这个孩子，兴许萧夫人也就将遗憾藏在心底。可是偏偏郑国夫人对这个孩子不是打则是骂。萧夫人爱女心切，悲痛难忍之余，总是想着法接近她的女儿。可是那时候凤姑娘偏偏是个傻子，对萧夫人的爱拒之千里之外。反倒是这一年，兴许是凤姑娘想透彻了，郑国夫人对她如此刻薄无情，只有萧府的人真心对她好，所以慢慢就跟萧府走动了，而且看起来相处的极为不错。萧夫人间接害死了郑国夫人的女儿，郑国夫人恼羞成怒，便将所有仇恨宣泄在那傻子身上。可怜的傻子，从前过的日子该是多么艰难。爷，兴许郑国夫人虐待凤姑娘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复仇泄恨。小的听那接生婆说，当时有个占卜师刻意去过郑国府，说萧府千金将来会……阿九望了望四周，将嘴巴凑在景王耳朵旁，窃语一阵，只见景王的脸色倏地煞白，整个人如被雷击，仿佛傻了一般。这个可信吗？当然。素楠姐姐，我等你好久了。快告诉姐姐，你是不是已经检验了七公主的血型了？那是当然，姐姐好不容易才从七公主身上提取了点血液，我能浪费吗？快说，是什么？其实姐姐，我和大哥还提取了温馨公主、三皇子、四皇子的血液，他们的血型小弟我也知道了。真的？巧了，七公主和三皇子是 A 型血，四皇子和温馨公主是 AB 型。苏暖金的瞳子蓦地放大，凝思细想，同父异母却都有 A 抗原，说明皇上体内肯定有 A 抗原，皇上极有可能是 AA 血型，所以皇子公主们都有 A 抗原，只是离王的却无从考究，毕竟他的生母还有先皇都已经去世了。姐姐，你现在已经猜到了皇上的血型了，是不是接下来该提取3位嫌疑人？景王殿下，圣王殿下。苏暖点头，然表情格外凝重。离王血型虽然不能确定，倒是可以用反证法证明，只要景王、顺王洗脱嫌疑，那几乎可以坐实离王的身份。越接近真相，不知为何，他的心就愈惶恐不安。苏暖忽然想到了什么，小月大哥呢？我需要用 AB 抗原做一次实验。正巧今日不值日，大哥待在府上好半天了。那我们赶紧去找他。来到萧府，妹妹把我们当做血牛了，母亲便吩咐除膳房日日给我们做补血益气的猪肝汤。我今日闻着那汤味儿，便要发呕了。大哥，你再忍1-2天，相信素暖很快就能找到真相了。萧月跟萧南分别提供了 AB 抗原。素暖将2瓣琥珀打开，取出血滴玉，挤了一滴血出来，又将血滴玉原封不动地封存在琥珀里。这个实验素暖做得特别认真，因为他坚信一个身怀武功的说书人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将血滴玉赠送给他，说不定别有用心。很快素暖就得出了结论，O 型血。他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假设猜想，譬如这血滴玉里封存的血液会不会就是这假皇子的血液，而这琥珀上雕刻的字体
会不会就是与他出身有关的讯息？该找谁看看这3个字是什么字体？最后，素楠想到了一个人，可以去问问他。黄烟罗寻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目。嗨，都在啊，真巧啊！这简王妃怎么穿着奴婢的服饰？若冰大哥，我换身份就跟你换衣服一样频繁。你这是夸你自己人生大起大落，刺激无限，还是贬低本王穿的衣服不换花样？唉，这大理皇室他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一会儿把你捧到天上，一会儿把你踩入泥壤，全凭他们心情。哼，总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鬼地方，我要带着我的小姐妹一起策马天涯去。素暖，我支持你。璃月哥哥，支持可是要拿出实际行动的。素暖，你让璃月哥哥怎么支持你呀？你有轻舞鸿福，也有赚钱谋生的本领，依我看，你不需要任何支持，也可以混得风生水起。新月，你没发现我缺个暖被窝的吗？素暖，你要找暖被窝的，怎么不去景王府？切，我才不要那么妖孽呢！高冷禁欲还面瘫的帅哥，用来暖被窝，我还害怕他把我被窝暖成冰块呢。璃月哥哥，听说你广读诗书，博学多才，而且会多国文字，可是真的？那当然是真的。璃月哥哥才华横溢，文武双绝，普天之下只有景王殿下能与之抗衡一二。若说这普天之下文武冠绝群伦者，非大凤太子君若雪与景王殿下功成莫属。听说这两人纠缠了8年，到最后虽然是景王灭了大凤帝国，可是他至今未能找到流浪在外的大凤太子。依我看，他2人是雌雄莫辨，并列第一。璃月哥哥虽然不及那大凤太子和景王殿下的赫赫威名，但是小妹想请教璃月哥哥的问题，也并非需要冠绝群伦的人来为我释疑。既如此，你便问吧，璃月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素暖想了想，将璃月的手掌摊开，在他手上轻轻划了一个字，乃琥珀血滴玉上的第3个字。哪知璃月见到这个字后，顿时惊骇不已。不止他，连若冰、新月也是惊骇不已。怎么啦？素暖，此字乃大凤字体，念雪。雪有问题吗？雪字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它偏偏是大凤字体。大凤字体里的雪字会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一个人。大凤太子君若雪，对吗？素暖已然猜到，琥珀上第1个字是君，第2个字是若字。可是倘若揣测成真，他若是问了出来，必然遭致他们的质疑，所以素暖没有再行问下去。真巧啊！素暖的心思特别凝重。告别璃月他们后，素暖失魂落魄地离开了皇家驿站。璃月，人死不能复生，你别这样。你的热血哥哥若是知道他有个弟弟如此敬重爱慕他，想必他在九泉之下也感到欣慰。若冰哥哥，我找到我的热血哥哥了。你说什么？大凤太子君若雪早伤，此事是凤景巡大帝心里永远的痛。璃月大概在见到若冰第1次时，因为若冰若雪听起来十分接近，所以璃月对若冰十分依恋，仿佛真的把若冰当做了自己的亲生哥哥一般去爱去呵护。那时候若冰就了解到，璃月的亲哥哥生来没多久就失踪了，凤景巡大帝寻找多年也没有消息，众人便在心里认定君若雪已伤。璃月为了减淡哥哥早伤带给双亲的痛苦，总是对外宣称他就是大凤太子君若雪。许多人都知道大凤帝国的太子君若雪，然而并不知道大凤还有一个凤璃月的存在。你是不是找到他了？莫非他就是大黎皇室的黎王爷吗？若冰定定地望着璃月，璃月点点头，心疼。为什么是他？回到景王府时，
素暖径直回到了天香殿，然而刚进去，便瞥见屋子内站着一道散发出森冷气息的身影。素暖皱眉，不招惹他，反而送上门来了。你竟然还活着！你是不是很失望？不过是命大。不是命大，是凶手太弱智。纵火这种伎俩太引人瞩目，这不，眼里的男人也敢来救场了。风素暖，你别得意的太早，本宫不能奈你何，自有人将你收拾的妥妥的。岳侧妃，你是不是觉得天下女人就你最大，所以可以嚣张跋扈的欺压别人？你想过没有，跳蚤也懂得反咬一口的。你想怎样？老娘警告你，再敢对我身边的人动手动脚的，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傅素暖，你区区家奴，竟敢对本宫如此大不敬，本宫要去禀告殿下。你去啊，你不去你他妈是王八蛋，什么德行啊？动不动就去找男人告状，你家男人志不在此，每天替你出头整顿这些芝麻小事，也真是够悲催的。风素暖，本宫看你是活得太长了。不是我活得太长了，是你活得太窝囊了。身为御侧妃，却得不到男人的宠幸，只能变成怨妇，化身为阴谋的爪牙，被别人当作借刀杀人的利器。玉硕，你不过就是一把钝刀，别太抬举自己。你想过没有，野董太后想杀我，是因为我太强，威胁到她的利益。你说，会不会有一天，太后嫌弃她手里的刀太迟钝了，而把她丢进火炉里，免得给她招致无穷无尽的麻烦？没那个本事就别想出头，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一切都还未成定局，傅素暖，你高兴得太早了。屡教不改。傍晚时分，飞凤宫的小太监来到景王府，传素暖立即回宫。素暖心心念念着提取景王殿下的血液，便让轻舞去拖住小太监，就说容他和殿下告辞一番。他决定色诱殿下。殿下，傻子，你又抽什么风？平时在隆重的场合，他行礼都是极尽敷衍，今儿莫名给他行如此大礼，他只觉好笑。素暖抬眸，眼眶微红，心里却在腹诽：我操，老娘这么庄重肃穆的跪你，连我的先人祖先都没有这个殊荣，你这死妖孽竟然还笑。傻子，你怎么了？素暖要回宫去了，特地来向殿下告别的。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看你。傻子，你是不是不想回宫去？如果你不想去，便不去了。本王亲自去给皇奶奶求情，让她放你回来，好不好？便不去了。本王亲自去给皇奶奶求情，让她放你回来，好不好？太后凤体还需调理一段时日，素暖不能半途而废。那本王的病呢？你不管了吗？殿下的胃病还疼吗？景王见他难得如此紧张自己，舒心一笑。其实这几日他清淡饮食，再加上服了他开的药剂，已经好了许多。素暖看他吃了，忽然俯身上前，轻轻地在他性感迷人的薄唇上蜻蜓点水地亲了一下。傻子，这是你自找的。我操，好像发展态势有些出乎意外呀。傻子，做我的妻子。他忽然听到他低声呢喃的声音，近乎哀求，饱含深情。他以为他听错了，他竟然让他做他的妻子。他是皇子，难道不该是嫡妃、侧妃、美妾吗？好，素暖鬼使神差的答应他了。只要他放下这一世荣华富贵，愿意回归乡野，他愿意永远跟他做夫妻。景王得到了素暖的认可，一时间欢喜非凡，这一刻只想将她占为己有。
素暖觉得身上一凉，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让素暖忽然有些惶恐不安。可是景王如蛰伏已久的豺狼虎豹出动，钓上自己的猎物怎可轻易罢手？偏偏天公不作美，这个时候门外响起阿九焦灼的声音：“爷！”素暖猛地惊醒，趁机狠狠地咬破他的唇角，然后故作被惊吓般：“呀，殿下，我……”赶紧抬起手替他把渗出的血给擦了。景王尚且处在巨大的遗憾中，等他回过神来，发现素暖已经不动声色地将血液收进了他的玉斑之中。景王没有发难，他是为取血而来。然而刚才他也能感觉到他有把自己交给他的念头。滚吧！素暖微愣，尼玛，他都跟他滚床单了，没有进入最后一步，也不是他的问题好不好？凭什么生他的气呀？莫名其妙。傻子，验了血记得回来告诉本王一声。素暖整个身子顿住，他竟然发现了。我操，这人太精明了吧！素暖点头，赶紧拔腿就跑，生怕他反悔后夺了他的玉扳指，他就功亏一篑了。难道我来的不是时候啊？不是有事要禀吗？爷，无情来报，高丽四皇子身份有诈。高丽四皇子在半年前便染了剑母的人的病，高丽皇顿发雷霆震怒，四皇子被禁足府邸，至今没有释放出来。如今这位四皇子虽然不知道他的来历，但是他肯定不是真正的四皇子。本王第一眼看到他便知道他有问题。高丽人在草原上长大，游牧生活让他们风餐露宿，别说高丽的男人，就是高丽的女人也是肌肤黝黑，皮肤粗糙。他们虽然是皇族，娇生惯养，肌肤难免比普通人细腻娇嫩点，可是像黎月这种吹弹可破的肌肤，冰清玉洁的风骨，却是高丽的草原养不出来的真皮。爷，是小的鲁莽，坏了爷的好事。哼，你来的确实不是时候，不但坏了爷的好事，还让那傻子成功的取到爷的血液了。这会儿只怕已经在某个角落里咽着血了。小子罪该万死！不就是咽下本王的血液吗？看把你吓的！你动动脑子，那黎月公子上赶着巴结黎王爷，黎王爷是智障，他不明白道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皇室血脉不纯，先皇老来得子，黎王的出生本来就透着玄乎，那个血脉不纯的人昭然若揭，本王怕什么？一番话说的阿九拍了拍胸脯，重重的吐了口气，如释重负。瞧你那点出息，就算本王是假皇子，那又怎么了？不过就是拿着先前的免死金牌，脱下这身至高的锦服，策马啸西风，岂不更好？哼，本王倒是想得很，就是没那命。爷，小的听闻皇上已经有禅位之心，只要太子殿下登基之后，爷就可以高价归隐山林，从此日日与景王妃琴瑟和鸣，过着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快活日子。不错，阿九，你这张嘴越来越甜了。就在明泽殿欢歌笑语时，素暖却望着石桌上融合的血液发呆。验血结果出来了，景王殿下的血液与 AB 抗原皆能成功融合。这个结果将素暖彻底震懵，那妖孽竟然是 O 型血。心里的巨大惶恐如一朵巨大的乌云笼罩在素暖头顶上。素暖听闻脚步声逼近，伸手打翻了所有的器皿。黎王爷，怎么是你？听说你也在宫中，我便出来走走，看看有没有那个幸运碰上你。素暖，看来我被老天眷顾了，竟然在这里碰上你。目光落在素暖被血染红的衣袖上，黎王眼底闪过一抹嗜血的光芒。黎王爷说话越来越诗情画意了。王爷什么时候开始惦记起素暖来了？哦，莫非是黎王爷爱屋及乌？黎王爷还放不下你卖给素暖的老宅子？不就是座宅子，卖了就卖了，没什么可惜的。黎王爷若是没有别的事情，素暖得走了。
太后等着我给他捏肩呢。哦，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本王就是想啊，前段时日你举办的郊游活动，让本王过了一个愉快的日子。本王琢磨着礼尚往来一回，所以决定在离王府大宴宾客一次。这嘉宾自然得首先邀请你这个功臣，对吧？然后还要请上高丽的皇子公主们。当然，景王殿下要来的话，本王也表示欢迎。离王爷，你不会是筹备了一出鸿门宴吧？就算是鸿门宴，就凭你和景王殿下2个人的智慧，还能入瓮不成？说的也是。既然离王如此抬举素暖，素暖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今日到此为止，我们改日再续。回到飞凤宫。素暖，你怎么去了这么久的时间？没你在，哀家这日子过得烦闷枯燥啊。素暖望着太后，太后眉目慈爱，笑容可掬。然而这样慈眉善目的背后，却为了保护一个人，弑杀着许多无辜之辈。你告诉哀家，你是不是和景王圆房了？素暖红着脸点点头。其实他和景王经过那么多次的缠绵后，可圆房有何区别？如此甚好。待你有了身孕以后，便不必伺候哀家了。到时候，哀家就恢复你景王妃的封号，让你风光回府。看以后府里谁还敢动你的歪心思？此话看起来是嘉奖，实质也是一种变相的警告。言外之意，素暖只有在怀上景王的子嗣后，才能离开飞凤宫。如若不然，这辈子可能都要留在飞凤宫为奴为婢了。太后见素暖发了呆，也不知她在想什么。你去歇息吧，今儿你也累了，明儿再来替哀家按摩吧。打探的怎么样了？太后娘娘，这事儿应该是成了。小顺子说，他去接凤姑娘的时候，凤姑娘专程去给景王殿下拜别的。小顺子说，告别的时间可长了。夜阑人静，素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景王殿下的身世，太后显然是知情的。这些年，太后娘娘为了掩饰景王的身世，双手也沾满了血腥，慈妃就是其中一位悲惨的受害者。就在当夜，皇后亲自来到飞凤宫，跪求素暖不计前嫌，为太子殿下治病。你去东宫走一趟吧，叶儿乃大理储君，切不可出事。素暖望着太后，她是真心为太子着急，想必她的心里也不敢将鹤立鸡群的景王殿下推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制高点。太后是聪明人，能让景王殿下在阴诡密布的皇宫里安度一生，便已知足。素暖更加坚定了隐瞒景王身世的决心，只要他不争不抢，他也会和太后一样护着他，让他安度一生。素暖这一晃神之际，皇后以为素暖还惦记着他们的前仇。素暖，从前都是本宫的不是，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本宫的叶儿吧。我这个人一向睚眦必报，今日我答应你为太子殿下诊治，并非我能包容你们的骄纵蛮横。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是看你身为一国皇后，却为了自己的孩子低下高昂的头颅。我答应你，我就跟你走一趟。不过，能不能成功救得太子殿下，也得看他的造化。素暖跟着皇后，脚步匆匆地来到东宫。还未走进东宫，就听见里面传来太子殿下丧心病狂的咆哮声：“我要做皇帝！你们别想拦着我，你们都该死！”母后，你怎么把这个丧门星给请来了？皇后直接赏了他一巴掌。素暖摇摇头，确实该打。凤素暖，你……素暖白了他一眼，走到发狂的太子殿下面前。太子殿下脸色红润，阴眸猩红，唇红齿白，看起来并无中毒现象。
这天病发作就发作吧，他却偏偏不吃不喝，这样下去，这命还保得住吗？太子殿下什么时候开始发作的癫病？昨日下午便开始发作了。殿下发作前可受到过刺激？我怎么知道？大哥见了离皇叔后没多久就发狂了。没多久？到底是多久？还是说，离王没走的时候，太子殿下便有发作的迹象？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离皇叔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我送离皇叔回来后，便发现大哥不对劲儿了。安取下脖子上的翡翠吊坠，提着吊绳来到太子面前。太子殿下，你要杀了谁呀？龚城，我要杀了你！你是不是很想杀了宫城那个王八蛋？你看，那王八蛋就在你面前，你可看仔细了。太子殿下什么时候开始发作的癫病？你是不是很想杀了宫城那个王八蛋？你看，那王八蛋就在你面前，你可看仔细了。太子殿下望着摇晃不已的吊坠，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素暖循循善诱道：“你看好了，等他不动了，你便一口咬死他。”奇怪的是，太子殿下真的停止乱扑乱撞，而是静静地望着那摇晃不停的吊坠。等他不动了，我便咬他，龚城便没了。素暖点点头，安抚一个不谙世事的婴儿般：“殿下，你看，他快不动了，就快不动了。”太子殿下望着摇晃不止的吊坠，本来就心力交瘁，疲惫不堪，这么突然地专注在一件事情上，身心得到短暂的放松，很快产生了睡意。当太子殿下闭上眼倒在地上后，素暖舒了口气。今日太子殿下这么一闹，储君的位置还能不能保得住？还得仰仗凤素暖替他瞒天过海。皇后娘娘，你放心，今晚的事情素暖只字不提。不过素暖不是圣人，救死扶伤也是需要受一定的报酬的。娘的枕巾，本宫绝不亏待你。素暖要的报酬不是财物，那是什么？你且说说你需要的报酬是什么？太子殿下他日登基后便是九五之尊，素暖我这个人性子直率，说话莽撞，若是他日在宫中闯了祸，还请皇后娘娘告知太子殿下一声，能还素暖一个人情。本宫成全你。世事变幻莫测，还请皇后娘娘能给素暖一个安心。哀家发誓，倘若叶儿能顺利登基，必然偿还凤素暖今日的救命之恩。若是凤素暖有什么请求，本宫替叶儿做主，必然成全凤素暖这个请求。如若不然，就让叶儿不得好死。皇后娘娘言重了，太子殿下这是被有心之人刺激了，一时急于攻心，犯了失心疯。对方可能是希望他就这样不吃不喝，又疯狂的抓挠，直至消耗体力而亡。素暖用催眠术让他进入催眠状态，待他苏醒后，体力得到复苏，昨日便只是南柯一梦罢了。素暖的话说完了，告辞。皇后娘娘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脸色极其复杂。唉，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幸好她是女人。这丫头本事不小啊！混账，还不给本宫如实道来，你大哥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顺王懊恼地望着气急败坏的母后，心里觉得委屈非凡。每次只要大哥出事，母后都是这般不分青红皂白，便将他先训斥一顿。母后，昨儿下午离皇叔来找大哥了。离皇叔说，景王府是个神秘的地方，景王若是没有称帝之心，为什么他的府邸从来不让人进去探望？离皇叔还说，景王是所有皇子里功勋最高的人，人心所向。若是景王有称帝之心，只怕大哥地位不保。
还有性命之忧。当个人耳根的糊涂虫，若是景王有称帝之心，还轮得到你大哥做太子吗？要知道，当初你父皇可是一门心思立景王为储君的，是景王再三推却，才被你大哥捡了好处。离王随便说几句，你们竟然就不动脑子的信了，还闹出这么一场闹剧，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返回到飞凤宫时，小憩了一会儿，便已经天明。收拾了一下，疾步来到飞凤宫的正殿。刚进去，便瞥见那一抹熟悉的素衣白裳加身的挺拔身影。那日缠绵的情景导入脑海，素暖有些羞赧窘迫。素暖心情凝重地走过去，给太后施礼后，然后站在景王的边上。太后的目光在他二人之间来回打量，眉眼的笑意未达眼底，便染上冰魄。素暖和景王殿下二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有些膈应啊。圆房这件事看来有诈。成儿，你也老大不小了，先皇到你这个岁数已经子嗣成群了，哀家替你选了御侧妃，还有美妾，不知道可有圆房？回皇奶奶，孙儿暂时还未与他们圆房。素暖绝望地闭上眼。景王望着羞愧难当的素暖，眉头蹙紧。他已然猜到这傻子肯定是又对太后撒谎了，心里划过一抹无奈。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他这脑袋瓜子怎么就不能长长记性？成儿，你真是太让哀家失望了。给孙嬷嬷使了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眼神。今日你们留在这儿，好好的给哀家反省反省。语毕，太后走出了大殿。一切发生的太突然，节奏太快，景王和素暖疑惑的面面相觑。这样的惩罚又算哪一出啊？大门忽然传来上锁的声音，景王和素暖猛然大悟。奶奶，凤素暖已经被孙儿贬职为家奴了，孙儿跟他圆房名不正言不顺啊。哼，傻成儿，家奴也是你的私有物，只要你想要，他便没有拒绝的道理。景王瞥了眼处于迷茫呆怔中的素暖，想到每一次和他亲热，他都是各种拒绝抵抗，心里涌起一股子无奈。皇奶奶，恕孙儿无法完成皇奶奶的心愿。此事由不得你放肆。素暖望着垂头丧气的景王，忽然咧嘴一笑。其实他和他许久没有单独相处过了，这样能独处一会儿，也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为何不生气？你皇奶奶让我跟你圆房，说明她看得起我，我干嘛要生气啊？可你知道吗？皇奶奶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倘若你不配合，皇奶奶可能会对你使出非常手段的。我又不是吓大的，她知道不知道？倘若她今日拒绝与他圆房，她的性命堪忧。傻子，要不我们就……你想都别想，我才不要跟你圆房呢！在别人的房间被别人威胁圆房，他宁死不屈。景王听见他这么决绝的声音，看着他气鼓鼓的脸，魅惑倾城的脸上微凝冰雪。他也不是没人要的男人，凭什么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他？一赌气，干脆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生起了闷气。素暖偷偷觑着他，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说的话好像产生了歧义，伤了妖孽的心。素暖想跟他好好解释一番，可是又不知如何启齿。景王就看见对面的小人儿坐在椅子上摇啊摇，实在看不下去了。你是内急了吗？又没求你看我。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景王站在他旁边，静静的聆听着。这傻子在这种场合思春，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啊？而且他这词曲里的男人，分明就是一个不专一的花心男人，亏他还惦记着人家。这个男人又是谁？你想干嘛？傻子，太后说的对，你是本王的家奴。你知道家奴是什么意思吧？就是你的所有都是本王的。所以你想对我为所欲为，是不是？没门！本王对你为所欲为，那也是因为本王看得起你，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我不稀罕，不识抬举。爸，你皇奶奶就是想问问素暖，昨夜东宫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去去就回。你和凤姑娘没有圆房之前，你们都离不开的。昨夜东宫出事了。太子殿下受人蛊惑，患了失心疯，一门心思只想着杀掉那只王八。素暖说着就笑了，景王眼神一暗，素暖口里的王八不就是指他吗？素暖这是在暗示他，有人将矛头对准他了。这傻子除却圆房这件事与他不能在一条心上，其他时候还是挺向着他的。嬷嬷自幼看着成儿长大，也该知道成儿是个无欲无求的人。成儿今日斗胆向嬷嬷讨个人情，还望嬷嬷成全。殿下，这是干什么？这主子跪奴才，岂不是折杀奴才了吗？孙嬷嬷伸手去拉景王，然而景王纹丝不动。罢了，殿下，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老奴答应你便是。景王望着呆愣中的素暖，请孙嬷嬷将这傻子完好无损的送回来。孙嬷嬷身子一颤，独独这个请求，她就是不能答应他呀。可是为了太后，为了她的日后安枕无忧，孙嬷嬷决定做一回出尔反尔的小人。带不回素暖，老身以死谢罪。景王颤颤地站起来，神思恍惚，目光悠然地望着素暖。这傻子一脸的云淡风轻，还笑得那么璀璨。他知道不知道，孙嬷嬷这份誓言后面足以见证太后要他小命的决心。你不该这么不信任你的皇奶奶，她是爱你的。男人的胸怀应该像海洋一样浩瀚无垠。景王被他这句话彻底激懵了，难道真的是他太多疑了？皇奶奶毕竟是他最亲近的人。素暖趁他不注意，忽然跑了出去。孙嬷嬷眼疾手快，将飞凤宫的大门哐当一声锁了。殿下放心，老奴一定替你照顾好素暖。黄泉路上，孙嬷嬷一定竭尽心力照顾她的素暖，因为这是她最心爱的姑娘。除却4个从未谋面的侍女以外，再无他人。素暖此刻才明白，那妖孽如此紧张是有道理的。太后若是下了狠心，那可真是不给你丝毫回旋的余地。太后呢？素暖等了一会儿，便失去耐性，自言自语道：“太后娘娘怎么还没来啊？”孙嬷嬷向4处的侍女点点头，4个侍女从前后左右围上来，站在离素暖1米之外的位置，才停了下来，静待第2道命令。素暖镇定许久的心开始扑腾起来。我要去见太后，我有话跟她说。抓住她！救命呀！孙嬷嬷飞身上前，也不知哪里变出来的手绢，眨眼的功夫就塞进素暖的嘴巴里。太后说了，手脚快点儿，减轻她的痛苦。诺，一只手如爪子一般攀向了素暖的咽喉。素暖顿时觉得喉咙一紧，眼珠撕裂外翻。这种濒临死亡的感觉，让素暖陡然生出一股无畏的精神，画面定格在那妖孽的脸上。他那一张惶恐紧张的脸，那时候素暖不能理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此刻好像有些明白了，他为他担忧，他不想失去他。犹如现在，只要想到他是假皇子，想到他未来的路布满荆棘，他就觉得惶恐不安。他一颗心为他担忧，
他一颗心为他牵挂。他们两个人早已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把彼此烙印在了心底。宋暖忽然觉得他不能死，也不想死。他若死了，他怎么办？宋暖忽然使出无比生猛的力气，挣脱了那被钳制的双手，然后一脚踢在钳制他咽喉的那名侍女的肚子上。只听见几名侍女吃痛的闷哼一声，就放开了素暖。宋嬷嬷，容我说一句话。有什么快说吧。杀了我，景王身份明天便会大白天下。你什么意思？就是你听到的意思，咫尺而立。皇奶奶，素暖呢？走了。走了？走了是什么意思？哀家让孙嬷嬷将她送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是天堂还是地狱？放肆！景王，你看看你自己，为了个女人落魄到如斯境地，哀家绝不允许任何女人将那个傲然天地、风采卓绝的景王变成了一个只问风尘不问世事的情种。如果我的一生都要活在皇奶奶的强权摆布下，孙儿宁愿从未来过这世上走一走。我要去找素暖，天涯海角，天堂地狱，我随他而去。太后的脸此刻煞白如纸，为了一个凤素暖，她竟然说出如此决绝的话来。想她一生从不争到争，从生无可恋到害怕生病，害怕死亡，满满一颗心为她操碎了。然而到头来，她却为了另一个女人如此轻生，还怨她管太多。她现在是哀莫大于心死，她以为她不心痛吗？太后娘娘，你这是……臣儿怨哀家，只怕是一辈子都怨上了。孙嬷嬷，难道哀家这次真的错了？后老身还没有动手。怎么回事啊？什么？他已经知道臣儿？后半句话却硬生生憋了回去。要知道这件事，不管他心里想了千万遍，可是为防祸从口出。太后这些年一直严于律己，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谈及景王的身世。然而纸还是包不住火，起码凤素暖知道了。不但他知道了，还把这个秘密放在了另一个地方。如此，知道景王秘密的又多了个暗处的敌人。这个凤素暖果然不是省油的灯。太后，此事需从长计议呀。把他带上来，哀家倒要看看他要耍什么鬼把戏。一会儿，素暖被带了上来。太后威严冷峻地望着披头散发的素暖。素暖站在太后的下方，同样冷冽地望着她。两个人静默对视了一会儿，还是素暖率先启齿。素暖的死，对太后而言只有一个好处，无非就是让太后焦躁不安的心得以安宁罢了。然而，太后担心的隐患根本就没有解除，杀我不过是多此一举。哦，怎么讲？太后，你想一想，素暖为什么要捅出你的秘密？这对我有什么好处？相反，对我而言，其害无穷。素暖，你如何让哀家心安？太后的秘密，素暖必将守口如瓶。若是违背此事，就让素暖永失所爱。哀家不想要这些虚无缥缈的誓言。素暖，原谅哀家见多了誓言转头空的人。哀家无法将他放在这么摇摆的棋局上。哀家要拥抱他的安慰，亦如此，一命换一命如何？什么意思？素暖并非郑国家的傻子，素暖乃萧府的血脉。太后，如今素暖将自己的命脉放在你的手心，不知太后可否安心？你宁愿抛出逆鳞与他相互掣肘，
却为何不做他的女人？你应该知道的，只要你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哀家何苦枉费这些苦心？太后，若是为了活命而委身于一个不能专情的男人身上，活着还有何意义呢？素暖，我好像听见了天大的笑话。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说景王用情不专，唯独你不可以。素暖痴痴地望着太后，为何太后会说出这样的话？难道这里面真有什么隐情？他原本想找着机会问问那妖孽，不过还没问，就被太后给算计了。能请太后娘娘为素暖施宜吗？竟中毒，命在旦夕。哀家找了个占卜师，他说郑国府的傻子与他命里相称，乃福星高照，所以哀家不顾陈二的反对，将你赐给他为妃。后来他真的好过来了，哀家心里就默认了你这个嫡妃。可是你行为乖张，举止轻浮，哀家见了你多次后，深觉你配不上风采卓绝的景王，便有心将玉硕公主许配给他。哀家曾经试探过他，景王说他这一生娶一个妻子便够了。哀家知道他性子执拗，不敢强迫他，便巧使妙计。哀家对他说，当日他娶嫡妃时朕神不在，用的可是大公鸡代婚，续了嫡妃，不如重新为你们举办一场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婚礼。景王听罢十分开心，便住就近玉玺堂，准备迎你过门。可是你却偏偏逃婚了。哀家看着他精心准备的喜糖，那是他承载了全身爱意在里面呢。哀家生气，皇上也是勃然大怒。皇上要治你死罪，是景王跪在皇帝面前3叩9拜，才把你的小命给保住的呀。素暖听毕，整个人僵硬如冰。他万万没想到，他最介怀的金玉玺堂，那妖孽竟然是为他准备的。素暖眼眶湿润，眼泪簌簌而下。是我误会他了。你又生了什么？是我误会他了。你又生了什么误会？那时候，素暖不知绯色阁的花魁姑娘其实是个男人，景王殿下与他走得近，素暖误以为金玉玺堂是殿下为他做准备的。素暖望着漫天繁星的喜堂，想到平日里一毛不拔的殿下，为了一个花魁，竟然如此慷慨，又如此用心地布置这场婚礼。素暖心里难过，气不过，便砸了喜堂逃跑了。景王是哀家一手带大的孩子，他见多了深宫里的痴男怨女的无奈，所以从小就立志要像寻常百姓家那样实行一夫一妻的制度。哀家将你塞给他后，原本他是不同意的，狠心将你退了回去，就是因为他想把嫡妃留给他挚爱的女人。偏偏你命运多劫，他看不惯郑国府欺负你，又发了善心把你给捞了回来，这一捞就把你彻底的放在心上了。素暖，你的福气是多少女人羡慕不来的呀。素暖震惊万分，他万万没想到，景王殿下身在这深宫大院里，却有一颗凡夫俗子的柔肠百结的心。素暖心里涌出一阵难以名状的窃喜，仿佛刹那间阳光射进心底的阴霾，驱逐了身体里所有有益的黑暗。素暖心里愉悦，面上就欢脱雀跃不已。太后见到素暖，瞬间娇羞似少女，那种少女怀春的情怀一览无余。太后眼底弥漫出欣慰的笑意，从前为景王的抱不平，顷刻间化为缕缕春风，拂过心扉。这就是爱情。素暖，告诉哀家，
你真的会替哀家保守这个秘密吗？不是哀家想方设法的胁迫你，而是因为你心甘情愿的守护着他。太后，景王殿下对素暖有救命之恩，素暖不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就算殿下对素暖没有发自肺腑的深情厚谊，素暖也不会将他推到风口浪尖上。素暖只会守着这个秘密，守护着他。更遑论殿下对素暖如此情深意重，素暖这一生没有得到爹娘的厚爱，是殿下让我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情。素暖对殿下早已情根深重，只是从前不明白他的心意，不愿意委曲求全。如今知道他的心意后，素暖只会更加的爱他，更加坚定守护他的决心。太后，从前素暖是人人欺凌的傻子，是殿下为我撑起了一片蓝天。今后，素暖与殿下一起披荆斩棘，为他开拓一条康庄大道。所以，请太后不用质疑素暖的心意，不用再费尽心机试探素暖对殿下的爱意，更不要担心素暖对殿下生出不利的心。素暖，你快快起来，哀家懂了，哀家什么都懂了。哀家从前是误会你了，就像你误会了殿下一样。你放心，从此以后，你和殿下的事情，哀家还你们自由，让你们自己去处理。你们的儿女情长，哀家再也不会阻止了。谢谢皇奶奶成全。乖，乖，回去吧，去景王府，好好的修复你们的关系。素暖，玉侧妃毕竟是你招惹进来的，你若是容不下她，便找个好的借口，和和气气的打发了她。切记不要因玉侧妃而让玉硕国和大理国产生隔阂。素暖知道了，回到了景王府。刚到景王府门口，就遇见匆匆忙忙往外走的阿九。小九九，凤姑娘，你没死啊？大清早的，你咒我干嘛？呸！凤姑娘，幸好你回来了，要不然我家爷就没了。那你还不去告诉他我回来了？阿九这才醒悟过来，拔腿就往明泽殿的方向跑去。说话打哑谜，情商这么低，难怪追不到女人。望了眼自己一身狼狈的衣裳，素暖决定先回天香殿去收拾一下，再去看那妖孽又抽什么风。爷，不是让你带人去找他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爷，小的自作主张，取消发布你的命令了。阿九，你是不是活得特别不耐烦了？爷，你的命令没法执行啊！爷让小的颁发命令下去，搜寻凤姑娘的下落，可是凤姑娘就在……那傻子在哪儿？不等阿九说出口，景王的脚步一转，向大门冲去，然后蓦地想到了什么，倏地驻足，回眸望着阿九，脸色是踌躇惶恐。阿九，他可好？阿九瞠目结舌地望着爷，爷想到哪儿去了？凤姑娘还好着呢。阿九的表情，那种看好戏似的坏笑表情，瞬间被景王冻若秋毫。景王紧张的脸终于彻底舒缓，这会儿恢复了生气活泼的性子。阿九，你过来。爷，你要干嘛？爷保证不拍死你。小的知错了，爷饶命啊！越来越放肆了，敢调侃爷了？爷啊，与其在这里干巴巴的想他，不如去天香殿看看他。素楠好好的洗了个澡，神清气爽的躺在床上，望着屋顶发呆。小主莫不是撞邪啦？洪福，我们找个人给小主驱驱邪吧。洪福点点头，表示赞成轻舞的决定。
青武望着痴痴呆呆的素暖，叹口气，转身出了门。青武路过明泽殿外的梅园时，阿九正把洗脚水放在自己屁股下，做了520个深蹲。青武，你这是要去哪儿啊？阿九，我家小主像是撞邪了，我来了大半天，不吃不喝，只知道发呆。阿九，我想去找个道士，为我家小主驱驱邪。可是真的。我家小主回来的时候，一身狼狈，浑身脏兮兮的。你说，别是遇见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把他给吓坏了吧？青武，你家主子到底怎么了？求殿下救救我家主子！他愈是这么焦灼，景王殿下就愈是仓皇不安，也顾不得什么面子、骄傲和自尊，拔腿就往天香殿的方向跑去。阿九，还愣着干嘛？快去找道士！傻子，你怎么了？素暖的目光慢慢地移到景王脸上，看到他笑得更加灿然迷人。若是平日他对他这么笑，他会觉得十分魅惑。可是今日青武说他一身狼狈地回来，他还笑得这么没心没肺，景王的心可十分不安。毕竟他是从太后手里劫后逃生的。他忽然想到了慈妃，一个同样从太后手里劫后逃生的女人。虽然命保住了，可是在床上行尸走肉的躺了20年。如果太后以为将素暖变成和慈妃一样的废人，就能阻止她去爱素暖，那她真是大错而特错了。傻子，你放心，本王永远都不会放开你的。素暖闻言一愣，他这么说，只是因为他爱她。素暖顿时觉得幸福无比，哪里知道下一刻，景王殿下却道：“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就算是傻子，一辈子的傻子，本王也认了。”素暖瞬间炸毛：“你才是傻子，你全家都是傻子！”果然又开始抽风了。我操，真他妈扫兴！好不容易有情调一次，走出大门，却看见阿九领着一群道士绕着天香殿在做法。然后道士们看见他出来了，还把燃烧的香灰往他身上撒，吓得素暖嗷嗷大叫，吓得赶紧往树上爬。殿下，快把他们轰走啊！景王望着坐在树丫子上摇晃着双腿的素暖，这会儿看他怎么就是当初的傻子呀，所以哪里肯听他的话，只想着死马当做活马医，发誓一做，素暖就好了。傻子，下来！素暖气得只想捶人。我操，竟然把他当傻子！他奶奶的，这群愚蠢的蠢驴！法事持续了一整夜，素暖在树上待得实在无聊，最后生无可恋地下了树，配合这场法事的进行。黎明时分，素暖全身沾满香灰，黑乎乎的小脸难看异常。道士们领了赏银，离开了王府。子，你可好了？景王的脑袋瞬间轰炸了，脸色凝重非凡。阿九，你请的什么鬼道士，根本没用啊！阿九点点头，很明显，景王能主动亲吻爷，这行为举止实在是不正常，诡异非凡。这傻子抽什么风？不行，得给他请个大夫来看看。小的马上去。暖望着铜镜里的自己，尼玛，一身狼藉，满脸漆黑，活脱脱是从非洲挖煤回来的小瘪三一般。这妖孽真是气死人了！他不就是犯了花痴而已，就被他当作傻子一样恶搞，还有没有天理啊？小主，你没事吧？你们俩看我像是没事的吗？去打水，我要沐浴更衣。青武和洪福相视一眼，主子说话了，而且逻辑清楚，条理清晰，看来这场法事很有效呀！奴婢马上去准备。凤姑娘，殿下有令，禁止凤姑娘出府。我操！凭什么？老娘又不是他的私宠，凭什么不让我出府？姐姐，听说你这2天精气神不太好，昨夜还做了一场法事，现在可好了？
素暖从玉硕的瞳子里看见那妖孽信步而来，想到那妖孽他妈愚昧的请道士为自己做法事，惹得玉硕借此嘲笑自己，心里就十分不平衡。好啦，好得很。素暖咧嘴一笑，忽然转身就趁势拉着来到自己身边的景王殿下。景王微微错愕，这傻子的爪子将自己拉得那么紧，难不成是在寻求安全感？再看玉硕，俊颜蹙紧，莫非他又欺负他家傻子了？他不傻的时候，玉硕固然欺负不了他，可是如今他又傻了，还不得跟从前一样被人随意虐待呀？看来他得把这傻子看紧点，免得被人欺负。殿下，玉硕听说姐姐又变傻了，心里真是替她着急呀。殿下，他欺负我。殿下，你替我做主。玉硕，从前你怎么胡闹本王不管，但是从今以后，你见着他，须得绕着他走。如若不然，他若是有半点伤害，本王只管为你试问。殿下，这不公平。以前本王对他也有不公平的时候。殿下存心偏袒这个傻子，却对玉硕不公，玉硕心里委屈。玉硕，本王让你绕着他走，已经对你是十分客气了。倘若本王要较真的话，那一场火灾足够要了你的命。殿下，抱我。景王刮了素暖的鼻尖，将他打横抱起来，然后往明泽殿的方向走去。素暖如八爪鱼一般，双手挂在殿下的脖子上，冲着面如死灰的玉硕挤眉弄眼，胜利的喜悦溢于体表。傻子，你只有傻了，才能不拒绝本王的情谊吗？素暖哭笑不得，明明他不傻呀，你自己才是天下第一傻瓜。大概是看到素暖对他的接近没有像从前那么排斥，景王有些得寸进尺了。抱着这么个心爱的舒心的人儿，自然是疼爱的不得了了。将素暖的脸掰向自己，便霸道的俯身攫住她的丹果红唇，一个吻硬是把素暖吻得天昏地暗。素暖不懂得怎么换气，很快憋得晕头转向的，一把推开妖孽，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景王望着娇媚动人的素暖，笑意迷人。素暖发现被变傻好像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起码可以明目张胆地向着妖孽撒娇卖萌，求抱抱，举高高。好吧，妖孽的温柔让他有点沉迷其中，不愿意醒过来。好在第二天，皇宫里传来喜讯，说是玉硕国的太子携着二皇子再次来访大离国，就传召皇子公主们参加迎宾宴。高丽使者团上，素暖，是不是觉得很好奇啊？我们高丽人都换了装束。素暖点头，一脸诧异，这可得多亏了你。你业余若冰太子换衣服的频率就跟你换身份一样快，打击到我们若冰哥哥的自尊心了。不但打击到我们的若冰哥哥，连带着某些人也怕被你嫌弃。你瞧，某人破天荒地换下了红装，稀奇不稀奇啊？素暖，你的话对某些人来说可真具有影响力啊。也包括你们几位小仙女吗？讨厌。素暖，你今儿打扮得这么漂亮，究竟是为了给谁看呢？当然是给他家妖孽看的。只是他家妖孽却不这么想，这傻子一向不喜欢在妆容上下功夫，今儿却如此精心的装扮自己，莫不是存心给别人看的？这么一想，景王殿下的脸色就黑了下来。璃月哥哥，一朵花有一位护花使者便够了，多了反而乱了这份静好。那得看他有多长的命来守护这朵花。玉硕太子远远地瞥见景王殿下风姿卓然，偏袒而来，眸光含笑。然而
瞥到他旁边站的却依旧是那个声名狼藉的傻妃时，笑意凝结。景王殿下，玉侧妃为何没有一起来？本王的旁边位置太窄，除了娇小的傻子以外，其他人勉强站过来也会掉下去。所以为了确保玉侧妃的安全，本王对她一向敬而远之。景王殿下，玉侧妃好歹是我玉硕国最得宠的公主，你如果是要让她守活寡，恐怕我父皇会不高兴的。你父皇的心情本王恕不奉陪，本王只管自己开心便好。你，景王殿下，你娶了我妹妹，就该对她好。你若不对她好，你又娶她做什么？一句话噎得景王哑口无言。殿下，给你。景王殿下想着这桃花是素暖赠送的，想也不想便接了过去。咦，你明明喜欢的是海棠花，今儿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也爱上灼灼妖冶的桃花了？这只桃花竟然自己飞入我手中，本王是该弃之采之，还是让它回到桃花枝头，兀自盛开，无人欣赏，亦或是待到来年花期时，找到喜欢桃花的人，来桃园欣赏它，采撷它？不如你们替本王拿个主意。以花比人，两位皇子自然明白景王殿下的心意。玉硕太子也知道，当初玉硕公主嫁给景王殿下是使了偷梁换柱的手段，他只是没有想到景王殿下会如此执着，不爱便不爱，只怕执着的玉硕行路坎坷，未必顺从景王殿下的安排。说得好，说得好。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素暖，你此生有福了，听到没有，傻子？你要珍惜本王。素暖只笑不语，心里却乐开了花。原来是你，母老虎！怪做了弃妃，就你这么凶的样子，谁敢喜欢你啊？千里马也需伯乐的慧眼才能识别。你喜欢你的温柔解语花，本王喜欢我的母老虎，各不相干。玉硕二皇子望着素暖得瑟的小表情，就十分不爽。好在这个时候，皇上和太后娘娘大驾光临。你看玉硕国的两位皇子，仪表不凡，相貌堂堂。这高丽的两位皇子，玉树临风，风流倜傥。我大丽公主一个个娇媚如花，不如趁此良辰吉日，给他们择一佳婿，可好？皇上做主便是。多谢皇上厚爱，只是德风心有所属，不敢辜负公主们的美意。哦，你父皇前几日传书与朕，信中还托朕为你寻得佳偶。你千万别是为了拒绝成婚而故意向朕撒谎吧？皇上，德风不敢撒谎。没撒谎，莫不成是你父皇撒谎了不成？德风，你说你心有所属的人，能否告诉朕他是谁呀？若真是有这么个人，只要良家妇女，朕立即成全你。皇上，你说的可是真的？那是当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素暖一种不祥的预感划过心底。父王没有撒谎，德风还在玉硕国的时候，确实心里空落落的，没有心上人。可是德风也没有撒谎，因为此刻德风心里已经有人了。哦，这何解呀？德风看上了景王妃的丫鬟青舞姑娘。不就是个丫头吗？你若喜欢，朕替景王妃做主，将她许配给你做妾，如何？当真？君无戏言。我反对。凤素暖，你干嘛？青舞是我的丫头没错，可是素暖从未将她当做我的奴婢，在我看来，她是我的亲人，在我生病时可以对我嘘寒问暖，在我忧愁时可以为我排忧解难，在我命运不济时便是我的人生启明灯。所以素暖无以为报，早已将自由还给了青舞。今日皇上与玉硕二皇子谈笑风生的决定了青舞的人生，素暖不服。
风素暖，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朕是天子，朕的话便是圣旨，你敢抗旨不遵？皇上不只是天子，皇上更是人民之父母，皇上为天下人谋幸福。这样的皇上，素暖不敢不服。皇上气不可遏，素暖表面恭维，然而却字字诛击，暗讽他是昏君，王弼路的刺猬，压根就不傻。好你个傻子，把他耍得团团转。皇上，这素暖不是说了吗？轻武虽然是他的奴婢，但是也是自由之身。这德丰皇子长得不赖，说不定轻武姑娘也喜欢他呢。依哀家看，不如把轻武姑娘叫上来，问问他的意思。若是他也喜欢，不就是皆大欢喜的事儿吗？若是轻武也同意了，凤素暖，你还有何话可说？有。素暖与轻武情同姐妹，轻武自幼丧失双亲，常言道长姐如母。素暖虽然不干涉轻武自主选择良配的自由，但有一点，这个男人，素暖不管他是皇子也罢，乡野村夫也罢，一生一世只能娶轻武一人为妻，不得纳妾，不得寻花问柳。德丰皇子若是做不到这一点，还请知难而退。什么？真是滑天下之大不讳，荒谬至极！区一个丫鬟，能嫁给皇子，便是她三生修来的福分了，还异想天开的想当家主母。更荒谬的是，还想霸占自己的夫君，这不是犯了擅妒的恶行吗？还以为景王殿下威名远播，威震四海，必然御期有术，谁曾想竟是个惧内的懦夫。你说对了，本王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遇神杀神，遇鬼杀鬼，独惧内。莫非太子与本王正好相反？不一会儿，元德公公带着低眉顺眼的轻武走了过来。民女见过皇上。这凤素暖调教出来的丫鬟，倒不是跟他一个路子的。哼，皇上，花有百样红，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平身吧，果然是温柔且雨花，难怪德丰皇子对你一见钟情。德丰望着轻武，目光热辣大胆，一直挪不开眼。登徒浪子，轻武，你走运了。这位德丰皇子看上你了，愿意纳你为妾，你可愿意？轻武，你走运了。这位德丰皇子看上你了，愿意纳你为妾，你可愿意？轻武受惊不小，一双澄澈的瞳子盛装着惊恐无助的目光瞥向素暖。素暖摇头，示意他不要答应。轻武多谢德丰皇子的厚爱，可是轻武这一辈子只想好好的伺候小主，不想嫁人。你嫁给德丰，那可是风光无限，总比做个低贱的丫鬟好啊。皇上，轻武做我家小主的丫鬟，不但不低贱，相反，轻武觉得自己很受宠爱。小主有好吃的，自己不吃，也要偷偷包回来，跟奴婢们一起分享。奴婢生病了，他亲自给奴婢上药，彻夜守护着奴婢。奴婢胃口不好了，小主会亲自下厨研习厨艺，做几道新鲜的小品，给奴婢换换口味。但凡小主有的好处，奴婢们也有。试问，做这样的主子的奴婢，低贱吗？皇上哑口无言，底下的人震惊一片。天底下竟有如此醇厚的主仆情。德丰，你看见了，我家轻武不想嫁人，还请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皇上已经将轻武赐给我做妾了，你有什么资格反对？德丰，你是皇子，不过是比别人会投胎一点罢了。如果你就吃着你这点投胎的本事，一路仗势欺人，这样的行为只会令人不齿。素暖，轻武终归是要嫁人的，早嫁晚嫁都是嫁，
你何必如此执着？早嫁晚嫁都可以，但一定是她开开心心的嫁出去。皇上望着素暖，在素暖三言两语、夹枪带棒的抨击下，皇上也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变成了以权谋私的昏君了。方素暖，你雄辩滔滔，言之凿凿，可是你能否替我等解释一下，什么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九皇叔，当年大奉压境，大离四面楚歌之时，你在何处？哦，我想起来了，在绯色阁寻花问柳，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本王闲云野鹤一只，不问朝政，对吧？一句话，松得离王面如土灰。景王的立场，如果说先前还是晦涩不明之态，